小姨子，你别这样，姐夫，这门功法可是对你大有好处。苏家一间客房中，陆晨舟被逼着往窗边靠，眼前一个五官精致、肌肤白嫩如霜、身材火辣的少女，手里拿着一本双修功法朝他逼近。她叫苏青瑜，乃是陆晨舟的小姨子，东荒仙城赫赫有名的仙子，天资不凡，更是东玄宗亲传。眼见苏青瑜这火辣娇躯都要粘在他身上了，陆晨舟侧身准备闪躲，苏青瑜却是一只手压在墙壁上。小姨子，我是你姐夫，让我与你修炼双修功法，这不好吧？而且妹夫就在隔壁屋，提他干嘛？扫兴！苏青瑜预言上浮现一丝不悦，这门双修功法只有体质特殊的姐夫才适合陪我修炼。体质特殊？陆晨舟眼底闪过一抹无奈苦涩。他前世乃是蓝星人，穿越到这个世界已有18年，前12年都很顺利。他资质不错，也能修炼，更是与苏家小姐定下亲事。6年前父母去世，他为报仇想加入东玄宗，却被测出乃是纯阳废体，沦为东玄宗杂役，后续难以修炼，家中更是被人鸠占鹊巢，受尽屈辱。而眼下他的未婚妻父亲去世，他来苏府吊唁，来往无白丁，唯他一人身穿杂役粗衣，与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安排到这后面的客房。谁知道这仅有几面之缘的小姨子找上门。苏青瑜逼近陆晨舟，那雄伟的大白兔都挤压在陆晨舟胸膛上，更能闻到他身上的淡淡处子幽香。姐夫，只要你答应我，我能给你诸多好处。陆晨舟缓缓摇头，眼底闪过一抹狼性。人穷不能穷志气，小姨子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和你双修的。苏青瑜眼神越发不悦，别人做梦都想和我双修，到你这里就嫌这闲呢？你也拒绝不了多久，早晚会答应我的。陆晨舟咳嗽2声，小姨子，你父亲去世，你不去操持白事，应付大敌，苏家族长陨灭，便有强敌上门，想吞并苏家。苏青瑜绝美玉颜上闪过一抹哀怨，咬牙说，正因为面临大敌，我才急需要双修突破修为，如此才能保全我苏家。苏父陨落，苏家上下仅剩大小猫2、3只，靠苏青瑜和陆晨舟的未婚妻撑门面。陆晨舟道，小姨子你天资绝世，不用双修法也能很快就突破，我可还要抱着你们苏家的大腿才能活命。陆家被鸠占鹊巢，陆家的族人都想弄死陆晨舟，好名正言顺霸占陆家，但因为陆晨舟的未婚妻乃是苏家大小姐，忌惮着苏家，陆家这些年才任由陆晨舟活着。而这个平衡因为苏父的陨灭也被打破了。苏青瑜眼神鄙夷，你早晚会答应我。他转身踩着优雅端庄帘步离去。陆晨舟还没来得及叹息，眼神冷峻地看着下方大堂，天空乌云密集，似有狂风骤雨将倾。晨舟，你有空吗？陆晨舟身后响起未婚妻苏红鸾的声音。陆晨舟转身，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绝美少女，容貌气质与苏青瑜有3分相似。她身穿白裙，披麻戴孝，神情有几分憔悴。陆晨舟心底隐隐猜到了什么，笑着说，红鸾，我们是青梅竹马，你有什么事直说吧。苏红鸾轻轻咬牙，晨舟，我们的婚约维持不下去了，方才洛、张二家联手来找我施压，逼我解除婚约，不然他们就会站在敌人那边。如今苏家风雨飘摇，实在经不住树立更多的敌人，我们解除婚约吧。其实苏父当时就瞧不起陆晨舟，是苏红鸾出面庇护陆晨舟才没有解除婚约。陆晨舟脸上笑容不变，好，这些年谢谢红鸾你庇护我了。他袖袍下的拳头死死紧攥，为何他这纯阳废体不能修炼？晨舟，对不起。苏红鸾，陆家人已经找上门，说要你回家，我已经挡了回去，这2日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到时候随青瑜一同返回东玄宗吧。陆晨舟脸上笑容有些勉强，却仍没在苏红鸾丢了仅剩的颜面。不用这么麻烦，我等下就返回东玄宗，免得给你添麻烦。苏红鸾还想安慰陆晨舟几句，却被族人叫走主持大事。陆晨舟在锦衣奢华遍地的苏府格格不入，一个身穿杂役粗衣的人很是显眼。陆晨舟更能隐隐听到陆家人在搜罗他。陆晨舟，陆晨舟，你个小畜生死哪去了？哼，如今苏大小姐跟你解除婚约，我看谁还能护着你？让我找到你，非得把你往死弄才能歇这口气。陆晨舟眼中闪过一抹杀意，正欲离开这里，就发现小姨子苏青瑜目光狡黠地看着他。帅姐夫，只要你答应与我双修，我就庇护你，如何？若你此刻被陆、张二家的人发现，非死即残，不如死马当活马医，与我双修。若我突破成功，只手便能镇压陆、张二家。你即便无法修炼，我也能让你富贵一生。你死都不怕，还怕其他的作甚？陆晨舟还是不想答应，但苏青瑜却是生生缠了上来。陆晨舟说，我这废体真能帮助你双修增长修为。不错，非你不可。
苏青瑜仙姿盛颜，优雅端庄。陆晨舟摸了摸鼻子苦笑，藏吧，那你就找个地方就当废物利用，也算是报答苏家这些年的恩情。何况这小姨子仙姿盛颜，身材火辣，她一介废人与其双修，怎么看都是她占便宜。而后苏青瑜带着陆晨舟来到一个偏僻无人的厢房，陆晨舟观摩了下环境，低声问道：小姨子，这地方不会被妹夫发现吧？苏青瑜可是有未婚夫的，要是被发现就不好了。提他做什么？扫兴，姐夫，今后与我双修，不要提这个晦气的名字。苏青瑜主动强势地将陆晨舟给推上床旋即，陆晨舟好似认命一般开始脱衣服。你来吧。声音落下，1秒、2秒、3秒，没有反应，也没听到苏青瑜的声音。陆晨舟睁开眼睛，便是看到了苏青瑜那狡黠的眼眸，取笑的表情。陆晨舟当时脸色涨红，尴尬的要死。耍我？是晨舟哥哥你误会了，双修不一定要脱衣服，也不一定是采阴补阳。苏青瑜流露出妩媚的表情，嘴角上扬。是他陆晨舟自作多情了。陆晨舟咬牙切齿，面部肌肉绷紧，他被小姨子耍了。陆晨舟声音沉闷，那到底是什么？苏青瑜开口，我传晨舟哥哥一部功法，晨舟哥哥参悟之后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声音落下，苏青瑜一根玉指点在陆晨舟的眉心，大量信息涌入陆晨舟脑海内。陆晨舟很快学到了一门名为阴阳顿悟诀。陆晨舟下意识道，这不就是一门合欢功法吗？只不过不仅可以采阳补阴，还能采阴补阳，更可以。苏青瑜玉颜微微泛红，开口说，更可以2个人一起用这门功法修炼，提升物资和修炼速度。虽然不用脱掉衣服坦诚相见，但也需要肌肤相亲，双手紧握。只是在修炼这门功法时会毫无防备，一旦对方起了歹意，他将毫无还手之力。考虑到种种关系，苏青瑜最后才选择了陆晨舟。陆晨舟明了功法后，眼神顿时有些放肆。如此，岂不是我占尽你的便宜了？不是拿他做炉鼎，又能恢复他的修为，还庇护他，将他带到东玄宗，好处他全占了。而且修炼这门功法要肌肤相亲按穴位，很容易就吃到苏青瑜的豆腐。苏青瑜欲言泛热，表情妩媚，占据主动，不惧陆晨舟放肆的眼神。晨舟哥哥又不是外人，让哥哥你占点便宜怎么了？陆晨舟喉咙滚动，这一次他也没有上当了，而是深呼吸一口气。小姨子，别开玩笑了，修炼疗伤吧。只要他将苏青瑜当小姨子看，不对他产生什么下流的念头，就不会被他玩弄戏耍。2人当即抱在一起，温香软玉在怀，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距离极近，双手食指紧紧扣在一起，在苏青瑜的引导下开始运转这门功法。好冷。功法开始运转，陆晨舟就能感受到苏青瑜体一股精纯的纯阴之气涌进身体，而他体内的元阳也进入苏青瑜的体内，如此阴阳交汇后，开始帮助苏青瑜修炼。苏青瑜进入顿悟状态，身上有种种仙光冒出，让陆晨舟惊讶万分。就在这时，陆晨舟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你终于唤醒了我。卧槽！陆晨舟被吓了一跳，差点推开苏青瑜。你是谁？吾乃青药山天狐一族公主玉雪照，残魂一道，这些年寄宿在你的道体丹田中。陆晨舟脸色一沉，寄宿在我道体丹田中。他似乎明了为何自己这纯阳道体无法修炼了。玉雪照说，我乃残魂一道，这些年借助你的纯阳之力疗伤，恢复灵魂，直到今日阴阳之力交汇，才让我得以复苏。你先不要着急生气，我会给一个足够让你满意的补偿。陆晨舟眉头紧皱，什么补偿？这6年来他受尽屈辱，命在旦夕，处处被人瞧不起，什么样的补偿才能弥补他这6年的损失？陆晨舟准备继续往下听，却是感觉怀中玉人有了反应，似乎结束修炼醒来。苏青瑜脸上闪过一抹难以察觉的隐藏脆弱，幸好是选了晨舟哥哥，换做其他人在这种关键时刻真不一定能忍住不占有他。苏青瑜松开陆晨舟，坐在床边静静整理衣衫。每次修炼都需要这般接触，晨舟哥哥会不会觉得青瑜不知廉耻，放荡下贱？陆晨舟哪敢得罪如今靠山，开口说道：能帮到你是我这个废物的荣幸，我哪敢这样想。苏青瑜一根玉指伸出，挑起陆晨舟的下巴，笑容妩媚。那晨舟哥哥想不想与青瑜真正的双修呢？一句话再次拔撩陆晨舟。陆晨舟脸色又开始渐渐涨红升温，哪个男人能招架住他的这般勾引魅力？未等陆晨舟回答，苏青瑜发出银铃般悦耳的娇笑声。但是现在不行哦，晨舟哥哥的修为太弱了，若是真正的双修，晨舟哥哥瞬间就会暴毙，而且还要带我解决那个晦气的未婚夫才行哦。陆晨舟眼神窘迫，太弱了，连双修的资格都没有，他一定要努力修炼。
陆沉舟暗暗咬牙发誓。苏青瑜玉指收回，裙摆转动间，她已端庄如圣女，不复方才的妩媚勾人，而是优雅自信。但青瑜的原因会为沉舟哥哥而流哦，所以沉舟哥哥要努力哦。陆沉舟眼皮直跳，这娘们也太会了吧！但若是沉舟哥哥在那之前生出不该有的想法，我也就不要沉舟哥哥了。苏青瑜起身站在门口，背对着陆沉舟，尽显强势的掌控欲。陆沉舟顿感压力，暗暗叫苦，但隐藏内心的狂野兽性却又被重重击出。苏青瑜，你给我等着！苏青瑜推开房门，走在前方。沉舟哥哥，走吧，带你回东玄宗。陆沉舟重重吐出一口浊气，眼中有金芒闪烁。好，对了，沉舟哥哥与我的关系要藏好哦，不然被人发现，那晦气的未婚夫可是会杀了沉舟哥哥。苏青瑜倏然转身，红唇凑上，在陆沉舟的脸颊上轻轻一吻。不等陆沉舟回神，便是发出银铃娇笑，走在前方，余留3分温热香气。陆沉舟心脏砰砰跳，跟在苏青瑜的身后返回东玄宗山门前。陆沉舟，你个小杂种，竟然偷偷摸摸离开苏家，原来是返回宗门啊！现在给我跪下舔鞋，我还能饶你一命。一个衣着奢华、容貌邪异的公子哥现身，拦住陆沉舟的去路。其身后站着2名陆沉舟家族的族老，此人叫张扬，乃是张家少主。陆家族老出声，如今苏家大小姐与你解除婚约，还有谁能庇护你？陆沉舟还不赶紧给张公子跪下！陆沉舟脸色阴沉如水，眼中是积压的愤怒与杀意。砰！见陆沉舟没有反应，这陆家族老助纣为虐，竟是帮着张扬朝陆沉舟出手，一脚隔空踢出，要打断陆沉舟的双腿，令其跪下。放肆！苏青瑜护在陆沉舟身前，欲言端庄冰冷。他虽与姐姐解除婚约，但我仍将他看作姐夫。沉舟哥哥有我护着。玉指轻点，便是隔空将这攻击拦下，更是反弹回去。陆家那2名族老受到反震，脸色微变。这小杂种给苏青瑜下了迷魂药吗？竟是抱上苏青瑜的大腿。张扬讥笑2声：苏真传，你的名头是厉害，但如今你苏家都难以自保，你还能护住他几天？与我张家为敌，可不是明智之举。你只是真传，又不是我东玄宗圣女，可是无权指挥我们。苏青瑜兑换诺言，欲言冰冷：谁敢对沉舟哥哥动手，我就找谁上升死台。张扬，你想上升死台吗？张扬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脸色有些难看。看来苏真传还真是铁了心要保护这个废物。陆沉舟，算你这个小杂种走运，那就让你多活几天。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那就把陆沉舟从矿场杂役调到屠宰场杀猪吧，每天杀100头猪。张公子英明，这矿场杂役每天还能赚1块零食养活自己，让这废物活下来。送他去屠宰场杀猪，1个月才赚1块零食，啧，自己都养不活，怕是只有天天猪下水吃才能活下去。哈哈哈哈！张扬放肆大笑，眼泪珠都笑了出来。苏青瑜眼神冰冷，欲言如霜：我此次回宗便是闭关，然后冲击圣女之位。沉舟哥哥，先委屈你几日，等我拿下圣女之位后，再来帮你收拾这群跳梁小丑。走！陆沉舟一言不发，跟在苏青瑜身后进入宗门。浮水甚碧，没铺生苔的杂役院，环境极差，千百年来都如此。陆沉舟坐在潮湿汗臭的床铺上，当务之急是要拿到玉雪照口中的补偿。玉雪照，如今你苏醒了，我应当能正常修炼了吧？他有些急切的想要知道答案。如果不能恢复修炼，眼前的麻烦他如何处理？对，你不仅能够正常修炼，更是能通过纯阳道体快速修炼。我现在苏醒了，不会再吸收你的力量，先让你感受纯阳道体的威能。随着玉雪照的声音落下，一股纯阳之力从丹田爆发，冲刷着陆沉舟的躯体。这股纯阳之力让陆沉舟浑身暖洋洋的，极为神奇，如同患病多年的垂死病人，一瞬间沉疴进去，枯木回春。在纯阳之力的冲刷之下，陆沉舟沉寂多年的修为终于开始突破。凡武3层，凡武4层，凡武5层，凡武6层。修炼境界：凡武、玄武、地武、天武、圣武、尊武、皇武、地武、仙武、道武。轰！一瞬间，陆沉舟的修为连破4个小境界，直接来到凡武6层。普通人正常修炼，也就是在18岁修炼到凡武6层，等于是玉雪照将过去陆沉舟本该有的修为还给了他。陆沉舟感受着体内强大的力量，面露兴奋之色。最关键的是，他能感觉到自己能恢复正常修炼了，他再也不是纯阳废体。玉雪照，纯阳之力好强大，我该如何利用自己的体质修炼？陆沉舟能感觉到，只要纯阳之力够多，他的修为就能快速提升。玉雪照的声音响起：吃肉杀生，
你都能吸收吞噬到纯阳之力，而这股纯阳之力，你就能用来提升你的修为。纯阳道体的强大超过所有人的想象。陆沉舟心神振奋，却也没有忘记。那你的补偿是什么？玉雪照说，方才你与那女子修炼的功法，我可以传授你一门升级版的功法，只要你与女子双修，就能快速领悟功法、招式、神通。陆沉舟神情震动，快速领悟功法，还有如此神奇的双修功法。功法品级越强，威能更强，但修炼难度越高，有的功法，有人修炼一辈子、100年都不得入门。修为是修为，战力是战力，能快速领悟功法，陆沉舟的战力未来就不会弱。你听好，我现在将这门双修功法传授于你。摩诃色眼功。陆沉舟修炼了这门功法1晚，在玉雪照的指点下，算是入门了。这门功法比苏青瑜那门功法强大不知道多少倍。要是苏青瑜下次找他双修，陆沉舟就能悄悄运转这门功法，试试悟法效果。砰！这时，陆沉舟房间大门被人踹开，走进来一个陆家的族老，此人乃是东玄宗杂役院执事，所有杂役院弟子干活分配都由他来负责。小杂种，还不滚起来去屠宰场杀猪？要是拖累了伙房做饭，哼，后果你不会想知道的。陆明道阴笑几声，看向陆沉舟的眼中满是暴虐不善之色。在东玄宗，除了天资特别好的天才能被破例收为真传外，余下弟子凡武杂役、玄武外门、地武内门、天武真传。如果你有钱，就能疏通关系，买个长老、执事的位置当当。一大早，你个老杂毛叫什么叫？叫你妈的头啊！赶着找死不成？陆沉舟如今恢复修为，能正常修炼，心态骤变。面对眼前的陆明道也浑然不惧。何况这老东西昨晚助纣为虐，要帮着血仇外人教训他，陆沉舟才不会跟他客气。放肆！陆沉舟，你哪来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陆明道脸色一变，当即开口呵斥。这陆沉舟即便攀上了苏青瑜的大腿，也只是勉强保住性命，但生活处境却是更差。每天杀100头猪，1个月俸禄只有1块零食，要想活下去，只有捡猪食才能糊口。他哪来的胆子？谁放肆？陆沉舟眼神一冷，当即朝着陆明道冲去。我是陆家少主，你一个族老也敢直呼我的名字？啪！陆沉舟冲上去，直接一巴掌扇在陆明道脸上。这一巴掌是给你的教训，让你常常记醒。小畜生，你找死！陆明道当即勃然大怒，一股怒气直冲天灵盖，一股灵力从丹田喷涌向拳头，斜裹着干净、敏捷、凌厉的姿态朝着陆沉舟脑门扑杀而去。砰！陆沉舟反手同样一拳轰杀出去，但他蕴含的力量比陆明道更强悍。咔嚓，2拳相撞，陆明道感受到极为强大、霸道绝伦的力量，内心惊惧震颤，当即惨叫一声，手臂骨头尽数断裂，发出清脆的骨头碎裂声。他面色惊骇欲绝，这怎么可能？你的修为何时到了凡武6层？他修为才凡武5层，这小畜生不是一直在凡武3层无法修炼吗？但那又如何？陆明道忍着强烈的痛楚，面容狰狞冷笑道：凡武6层还不是要听从杂役院调遣，去屠宰场杀猪，不然就是触犯宗规，处以极刑。东玄宗千年宗门宗规繁复全面，因此苏青瑜哪怕贵为真传弟子，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哦，陆沉舟淡淡道：杀就是咯。说完，陆沉舟面色平静地朝着屠宰场而去。此刻天边刚升起鱼肚白，陆明道眼神错愕，这小畜生竟是要老老实实去杀猪，那他还怎么收拾陆沉舟？陆明道急忙去外门找到张扬卖惨，眼神怨毒：张公子，不好了，陆沉舟那个废物不仅暗中修炼到凡武6层，更是还打了我。张扬正在一个妙龄丫鬟的伺候下沐浴，闭着眼淡淡道：宗门不许同室操戈，任何恩怨都只能上升死台了结，但他打了你乃是家事，宗规都管不到，算是陆沉舟钻了宗规空子。陆明道脸色一沉：那就这样算了。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张扬睁眼冷笑一声：只要我也成为陆家人，那不是就能轻松弄死他？去看看他杀猪，顺便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我想看看他什么表情。陆明道脸上顿时露出狰狞残忍笑容：张公子高明。屠宰场血垢覆地，腐脏堆山，蝇虫缭绕，只有得罪了权贵的杂役弟子才会被派到这里干活。一个个杂役弟子浑身血渍，充满腥臭，表情呆滞麻木，眼神绝望，气氛极为压抑，正愁不知道在哪吞噬纯阳之力。这陆明道打发我来杀猪，倒是方便我提升修为。陆沉舟手起刀落，再杀掉一头猪，吞噬到丝丝缕缕的纯阳之力，他的修为气息也是肉眼可见的提升。每天杀100头猪，要不了多久，修为就能步入玄武境。先把纯阳之力积攒起来，到时候一口气提升修为。这时
张扬忽前拥后的走入屠宰场，身旁的女婢从胸口掏出一张手帕奉上。张扬捂住口鼻，眼神鄙夷。一旁的陆明道手臂吊着石膏，讥笑道：“陆晨舟，这种肮脏的环境你也能适应，看来你挺适合杀猪的。”陆晨舟用余光冷冷瞥了他一眼，一言不发，继续杀猪吞噬纯阳之力，储备自己的修为。张扬冷声道：“说正事吧。”“是，张少。”陆明道冷笑一声，来到陆晨舟跟前，脸上笑容越发放肆。“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就是张扬张少的小舅子了。你那个姐姐，家族决定将她嫁给张少为妾，还不赶紧拜见过你大舅哥！”哈哈哈哈！陆晨舟当即抬手，眼中杀机浓郁的可怕。“你们找死！他与那个姐姐没有血缘关系，乃是父母在世时收养的，心地善良，生得极美。陆晨舟多年来饱受屈辱，都是因为这个姐姐安抚才撑下来。苏青瑜护住他性命，陆、张两家就打上他这个姐姐的主意。找死又怎么样？”张扬眼神睥睨，冷笑一声：“陆晨舟，你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对我来说，你活不活着无所谓了，只要我娶了你姐姐，一样能把陆家族宅拿来盖青楼，再把你爹娘的坟给掘了，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你那个如花似玉的姐姐，也只能在本少胯下承欢，做个完。最后哪个字还未吐出来。”陆晨舟猛然以一种惊人可怕的速度冲向张扬，眼中杀机倏然喷发，手中染血的杀猪刀直接顶在了张扬的脖子上。滴答滴答，张扬还未反应过来，脖子便是有剧痛涌遍全身，脖梗鲜血往下滴落。然而那把杀猪刀无论如何都无法往前寸进分毫，不是张扬实力强挡住了陆晨舟的攻击，更不是陆晨舟不敢杀张扬，只是一股恐怖威压浮现，硬生生压住陆晨舟，令陆晨舟浑身骨骼咔咔作响，颤抖起来，但那把杀猪刀始终握得很稳。“王八蛋，你还想杀我？”张扬眼神惊骇欲绝，脸色一阵下意识的苍白，反应过来后噔噔往后退，脸色铁青的看着陆晨舟：“混账，敢触犯宗规，找死不成！”一个杂役院的长老现身，目光威严。陆晨舟第一次直面大修士的威压，身上如同压着一座山，令他动弹不得。恐怖的压迫感想摧垮陆晨舟的心神意志，然而陆晨舟却是不惧，反而直视长老恐怖目光，咬牙切齿，怒火喷发的淋漓尽致，宛若实质，艰难开口：“他要来此处寻死，我拦得住。”听到这句话，张扬肺都要气炸了。什么叫他来此处寻死？杂役长老目光微眯，好似有几分欣赏陆晨舟，面上却是语气淡漠，声音充满威严：“念你触犯宗规，此次不过多计较。你二人若有解不开的仇恨，大可以上生死台解决恩怨。眼下生死台被人占用，7天后方能空出来与你们使用。”陆晨舟眼中是浓郁杀机，求之不得。张扬，你敢在7天后上生死台？张扬和陆明道神情一怔，然后张扬狂笑，眼泪都要出来了，眼神漠然：“你一个杂役，反5、6层，也敢要我上生死台？好好，那我就再让你活7天。苏青瑜不顾颜面要护你生命，却拦不住你，自己要送死。哈哈，陆狗，把婚事定在7天后。7天后，我要先杀陆晨舟，再娶他那姐姐。”陆明道哈腰点头，满脸谄笑：“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准备婚事。”然后杂役长老收掉威压，让陆晨舟和张扬签下生死契。张扬这才得意，带着人手离去。反武斗玄武，小子，你够狠！杂役长老缓缓摇头，眼神怜悯地看了陆晨舟一眼。须知反武与玄幻乃是仙凡之别，差距犹如天地。回去给自己准备身后事吧。临了，他看向陆晨舟的眼神，如同看死人一样。陆晨舟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手上提着杀猪刀，嘴上呢喃：“7天吗？看来要多杀点猪了。”他现在无比庆幸觉醒了纯阳道体，否则这血仇大恨他此生何时能报？陆晨舟回到宰杀台前，继续杀猪。那些杂役弟子只是脸色麻木地看着他，脑海里玉雪照的声音响起：“你若要杀那人，最好是在修炼一门战力强大的功法。”陆晨舟手起刀落，眼中金芒闪烁。等杀完猪，就走一趟藏书阁找一门功法。陆晨舟手中杀猪的速度加快，1个小时下来，陆晨舟才杀完100头猪。陆晨舟简单洗漱一番后，走出屠宰场，内心暗暗算着收获。100头猪给我来的纯阳之力，能让我晋升到反武7层，7天时间足以晋升到玄武层次。每个东玄宗杂役弟子都可以免费进一次藏书阁，选取功法或者战绩。陆晨舟当年想报仇，拜入东玄宗，检查出纯阳道体无法修炼后，就被陆家的族老给安排去做挖矿杂役，从早干到晚，根本就没空来这里。如今陆晨舟恢复修炼，虽是杀猪，但时间却能空出来许多。陆明道弄拙成巧了，在东玄宗，
任何物资都需要花钱，可以说是个死要钱的宗门藏书阁钱。守门长老拦住陆沉舟，令牌。陆沉舟拿出自己的杂役弟子令牌，守门长老接过令牌探查一番，语气淡漠。杂役弟子只能在第1层楼挑选功法，藏书阁分为9层。守门长老将令牌还给陆沉舟，然后让开身放陆沉舟进去。陆沉舟顺利进入藏书阁，第1层的功法浩瀚如烟，无数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密布灰尘的功法。我需要的是一门刚猛霸道的杀道功法。陆沉舟慢慢翻看着一些功法，功法的品级分为1到9阶，与修炼境界相对应。陆沉舟翻看了许多功法的封面，全是1阶功法，不存在简陋，让陆沉舟找到一门品级比较高的功法。东玄宗规矩繁复全面，能简陋有利可图的漏洞，早就在1000年内被前人挖干净了。雷暴拳，雷动如狂暴。陆沉舟有些心动这门功法，这门功法倒是与他挺合适的，但还不够霸道，要有身法与拳法相配合的功法最合适。出拳快，身法慢，如何伤人？又过了一会儿，一本叫灵山拳的功法吸引了他的目光，封面上有几个苍劲有力的几个大字：不动如山，出拳山清。不动如山，出拳如山清，好霸道的功法。陆沉舟眼睛一亮，凡阶上品功法，最顶尖的凡阶功法。他继续翻下去看，不动如山，拳是灵山，一拳青山，一拳擎天。好霸道。陆沉舟深吸一口气，眼睛雪亮，就这门功法了。陆沉舟继续翻看下去，这门功法虽然没有速度身法配套，却有防御招式配套，加上3式杀招。第1是如山，第2是青山，第3是灵山。这3式杀招还可以进行叠加，让拳力越来凶猛，直到最后一拳灵山。陆沉舟看完功法，脑子会了，但双手浑然不会，完全没有领悟入门。陆沉舟的纯阳道体是加快修炼速度，但是与功法相关是要靠物资。这门顶级的凡阶功法，以我的资质要想领悟学会，至少也要1-2年的时间。陆沉舟眼神微沉，功法虽好，但也要学得会，用得上才行。1-2年后，他的坟头草都3丈高了吧？陆沉舟有些恋恋不舍，正准备放下这门功法的时候，脑海里响起玉雪照的声音：上次你唤醒我时，我储存了一部分纯阴之力，这纯阳之力与纯阳之力交融，便可以让你催动摩柯瑟眼功，快速领悟这门功法。陆沉舟眼神一喜，你竟然还有这等功能？这摩柯瑟眼功需要的纯阳、纯阴之力，只要有，陆沉舟就能快速领悟功法，不一定需要双修时才能修炼。陆沉舟当即将这门功法带出藏书阁。守门长老语气淡漠：10日之内将功法还回藏书阁，不然是。长老陆沉舟在登记之后带着功法离去。守门长老看着陆沉舟的背影，眼神不起波澜。灵山拳这门功法倒是许久未曾有人修炼了，没有个3-5年根本学不会。陆沉舟回到杂役院居住区，找了个偏僻无人的地方，就要准备修炼这门灵山拳。玉雪照，宿主，你催动纯阳之力，运转摩柯瑟眼功，我用纯阴之力帮助你修炼。好。陆沉舟按照玉雪照的引导去做，纯阴纯阳之气交融。一种贤者模式般的通灵感涌上心头，脑子变得极为灵光。过去积攒在陆沉舟心中的诸多疑问，在这一刻得到解答，让他的心性更上一层楼。这就是顿悟。陆沉舟意识沉浸在顿悟之中，方才那宛若天书一般的灵山拳功法，此刻在陆沉舟眼中变得极为简单。砰！陆沉舟一握拳往前挥打出去，空气之中立即响起气爆之音，威力极为惊人，整个人的气势也是倏然一变，浑厚如巍峨大山，看不出任何破绽。陆沉舟眼前涌现过许多信息，他快速领悟，并且举一反三，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宛若练拳3-5年，将这门功法领悟入门。他继续打拳，再一瞬就顿悟了如山、青山、灵山3式杀招。一盏茶的功夫后，陆沉舟打拳的姿势已经宛如一个打拳10年的老拳师，每一个姿势动作都极为标准、老练、干净、利落，就连身上的肌肉都有所变化，变得匀称，更为健康。改形一体乃是功法小成。陆沉舟孜孜不倦，继续打拳。又过了一盏茶时间后，陆沉舟随意挥拳，不仅有气爆声响起，更有巍峨大山瑞风之音。随意一拳，力道直接超过1000斤，此乃登堂入室。第3盏茶的时间后，陆沉舟宛如修炼灵山拳60年的宗师一般，全力收发自如，甫一出手便有如山、青山、灵山的气势，收放自如，举重若轻，乃是功法大成的境界。呼，陆沉舟吐出一口浓浓浊气，3盏茶的功夫，宛如修炼了60年一般。灵山拳厉害！
更厉害的是，还是摩诃色眼功、三盏茶功夫，竟是让我产生过了60年的恍惚感。不厉害，我如何会传授于你？玉雪照似乎消耗纯阴之力过度，声音显得虚弱无力。如何？我给你的补偿满不满意？陆沉舟嘴角一咧，眼中是浓郁摄人金光，不徐不急说：满意到不行啊。陆沉舟闭眼细细感受，纯阳之力也消耗的不少，看来需要多杀点猪。还在享受功法余韵。7天时间，一会儿事。外门一处庭院之中，张扬意气风发，龙行虎步。陆沉舟，你死期到了。人生3大喜，大仇得报，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他今天一次性将要得2大喜。陆沉舟盘膝坐在床上，瞥了一眼窗外渐渐升起的鱼肚白，该提升修为了。过去7天来，他一直在全力杀猪，积攒纯阳之气，每天杀完100头猪还不够。陆沉舟还主动帮其他杂役弟子杀猪，积攒的纯阳之气足有1寸之厚。他缓缓闭眼，催动体内的纯阳之气。砰砰砰，体内响起一道道气爆声。与此同时，他的气息修为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凡武7层，凡武8层，凡武9层，凡武10层，玄武1层，玄武2层。他的修为足足长到玄武2层，跨越一个大境界，气息在渐渐平稳下来。7天杀了1000头的猪的纯阳之气消耗干净了。他能感受到突破到玄武境界后，杀猪提供的纯阳之气就太少了。要想快速积攒纯阳之气，接下来就应该杀妖。他不禁有些期待，外出杀妖能带来多少纯阳之气？陆沉舟闭眼感受着体内磅礴浩瀚的灵力，这种实力提升的感觉令人着迷，给人带来极大的安全感、满足感。他在快速熟悉玄武境界的力量，正准备下床打一套灵山拳活络一下。砰！一只手吊着石膏的陆明道踹门而入，身后还跟着一个陆家族老陆学明。陆明道目露冷芒，脸上满是戏谑笑容。陆沉舟，该出发去生死台了。你大舅哥可是已经出发去等你了，可不要让大舅哥等你太久，毕竟张少杀了你，还要回家娶你那姐姐。陆张两家已经是张灯结彩，高朋满座。陆沉舟下床，缓缓抬手，心眸中满是冰冷之色，杀机浓郁。老狗，是不是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是不是要把你4肢打断，才知道敲门进来，唤我一声少主？陆明道讥笑一声，陆沉舟，你死人剑必一。啪！宛若豆子爆炒一般的声音响起，陆沉舟悍然出手，一只手探出，便是打出气爆之声。白嫩如玉的手掌并未握拳，但动作狠辣老练，一把掐住陆明道的脖颈。再聒噪就杀了你！陆明道呼吸艰难，当即拼命挣扎起来。然而陆沉舟的手臂宛如钢铁浇筑一般，任他如何挣扎都丝毫不动。他渐渐呼吸不上来，脸色开始泛青，瞳孔中充满了惊惧、绝望，只得看向一旁的陆学明。陆学明当即喝道：陆沉舟，你要做什么？要触犯宗规，杀人不成？给我放开！暴喝一声，他灵力鼓荡，一拳朝着陆沉舟胸膛扑杀而去。紧接着陆学明便感觉自己的拳头好像轰在了巍峨大山一般，陆沉舟一根手指伸出，便是轻描淡写摁住他的拳头，令拳头难以往前寸进分毫。一种难以言喻、不敢置信的恐惧感涌上心头。陆学明迎上陆沉舟那淡漠如深渊的眼神，心神颤抖。这怎么可能？陆沉舟的手指往前一按，一股如山般的恐怖力道爆发，朝着陆学明的拳头压去。咔嚓，清脆的骨头碎裂声响起，痛得陆学明脸色瞬间煞白，五官狰狞，眼神惊惧地看着陆沉舟。你猪狗一样的货色，助纣为虐，还以为我好欺负？再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地位，我就动用族规将你们带回陆家打杀了，明白吗？陆沉舟淡然冰冷的话语响起，传进二人耳中，当即令这2人倍感屈辱，极为愤怒，却又不敢言语，反而心底涌出一股寒意与恐惧。陆学明乃是凡武9层的力量，陆学道自知不是陆沉舟的对手，因此今天特意叫上陆学明。这陆沉舟一根手指便是轻松碾压陆学明，修为莫不是早就抵达玄武境？这些日子来都是在扮猪吃虎，故意惹怒张扬，立下生死台，好报仇雪恨。一想到这里，陆学明便有些目瞪口呆。陆沉舟淡淡道：听明白了吗？陆学明没有反应。啪！陆沉舟一耳光扇在陆学明脸上，陆学明脸上火辣辣的，半边脸顿时红肿成如猪头一般。陆学明面色稍显复杂的看着陆沉舟，我明白了。陆沉舟着实有点吓到他了。陆沉舟松开陆明道，可嗨嗨。陆明道半跪在地上喘气，声音怨毒：陆沉舟，你个小畜生心机深沉，我这就去禀报张少，他会杀了你，你等死吧。
陆晨舟眼神冷厉地看着他，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判出陆家给人当狗。声音落下，陆晨舟直接一脚踢中陆明道的腹部，陆明道惨叫一声后就晕死过去。陆晨舟目光微眯，有金芒闪烁，看向陆学明：“你呢？要去告密吗？”陆学明眼神更为复杂：“你既有如此心性、实力，我陆家何愁后继无人？”陆学明参见少主。旋即，陆学明双膝跪下，给陆晨舟磕头。哼！陆晨舟冷哼一声，提着如同死狗一般的陆明道朝着生死台走去。生死台上，张扬身穿华服，两手抱胸，面色冷傲，目光睥睨。陆晨舟怎么还没来？这个废物该不会怯战怕死逃了吧？我叫陆明道，这老狗盯住他。周遭更有不断议论声响起，这张家当真要崛起了。张扬年纪轻轻便是修炼到玄武境，只要今天杀了陆晨舟，拿下陆家族地盖青楼，便有源源不断的资源供张扬修炼。张家血脉优秀，个个都是俊男靓女，另辟蹊径，竟是以面首，劳保发家，3代下来才供养出张扬这么一个外门弟子。如今发展到瓶颈，张家想自己盖青楼，赚更多的钱，才盯上实力稍弱一筹的陆家。就在张扬怀疑陆晨舟逃亡之时，砰！只见陆明道如同死狗一般被丢到他面前。唉，这不是张扬的走狗吗？怎么被人打成了这样？张扬眼中当即爆发出一股杀意怒火。谁干的？打狗还要看主人，把陆明道打成这般模样，就是在打他张扬的脸。他今日要迎2件大喜之事，赶出他眉头就是找死。张少，是陆晨舟。陆明道艰难开口，声音颤抖，有怨毒和惊惧。他更想提醒张扬陆晨舟的恐怖。今天之前，他打心眼里看不起陆晨舟这个废物，谁能料想陆晨舟隐藏的巨然之身，竟是悄咪咪进入玄武境，明明能进外门扬眉吐气，偏偏要伪装成杂役弟子受气，心思何其歹毒，就为了瞒天过海，好报仇雪恨。但是张扬却没给他提醒的机会，眼中满是杀意怒火。陆晨舟这个废物，陆狗不怕，反正今天我就出手将他杀掉，为你报仇，不必感觉委屈。那谁将陆狗抬下去治疗？陆明道想要提醒张扬，眼神绝望的被人带走。而这个时候，张扬看到了徐徐而来的陆晨舟。哼！张扬冷笑一声，语气有些意外。陆晨舟，我还以为你吓得不敢来，没想到却有胆量敢来送死。陆晨舟眼中杀机浓郁，只是淡淡回应：杀你如杀狗，谈什么胆量？生死台的长老现身，手持2人签下的生死契，验明正身。一旁却有不少人议论，眼神怜悯地看着陆晨舟。这陆晨舟是真惨，不仅爹娘被张家害死，现在更要被张扬亲手杀掉。哎，最关键的是，陆晨舟的姐姐今天还要嫁给张扬做小妾，这陆张2家在宗门外把酒席都摆好了。我等凡人寒门要想过好日子，太难了。没有人看好陆晨舟。而这个时候，苏青雨悄然现身，正准备上去阻止长老废掉2人的生死契。苏青雨一双美眸落到陆晨舟身上时，猛然涌现出惊讶震动之色，瞳孔剧烈收缩。姐夫，他玄武境了。苏青雨腿步伐一指，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他美眸一眨一眨，仔细打量了陆晨舟几眼。没错，没看错。他的修为不仅踏入了玄武境，气质变化也好大，竟然还有一点点帅。陆晨舟的气质比起7天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刻的陆晨舟容貌英俊，气度从容，有些迷人。苏青雨耳垂微微发热，美眸中满是想探究的欲望。这几天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就不急着出手，先观望观望，万一这姐夫能行吗？就算打不过，他也能上去救下陆晨舟。正身一验，生死台一上，便不可反悔。生死台长老声音嘶哑漠然，充满威严，压迫感极强。你们2个想清楚了吗？一旦上台，只能一个人活着走下来。张扬急不可耐地跳上生死台，冲陆晨舟勾了勾手指，脸上满是狂傲戏谑之色。陆晨舟，速速上来送死，别耽搁我等下娶亲。你呢姐姐，我可眼馋已久。他挑衅着陆晨舟，眼中满是淫秽，试图激怒陆晨舟。呵呵，陆晨舟皮笑肉不笑，缓缓走阶梯上生死台，眼神蔑视着张扬。你这么急不可耐的要送死，那我满足你，我送死。张扬狂傲大笑。陆晨舟，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你一个反武6层，对着我一个玄武2层的人，也说得出这种话？这样吧，看在你是我小舅子的份上，我先让你出手，不然你不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反武6层在玄武面前弱得和蝼蚁一样，是吗？陆晨舟淡淡道。我一拳就能将你打死，你还能让我先出手？
你好好珍惜一下你活在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光吧。张扬下巴一扬，眼中满是轻蔑不屑之色。一拳打死我，你来啊！一旁观战的人如同看傻子一样看着陆晨舟，心头在想，这陆晨舟该不会是疯了吧？反武6层，一拳打死玄武2层。玄武2层的修士站在你面前，反武6层都打不动。反武与玄武最大的区别便是灵气外放，可以施展招式，让你防御都破不开。声音落下，陆晨舟动了，陡然间身形散发出宛若巍峨大山一般的气势。砰！陆晨舟一扬拳，便是有刺耳的气爆之声响起，紧接着是巍峨大山的瑞风之音呼啸。所有人顿时瞳孔剧烈收缩，神情惊骇，不敢置信。灵山拳，灵山拳大成境界。一旁的生死台长老淡淡道，年纪轻轻修炼到玄武境2层，还把灵山拳修炼到大成境界，此子不错，为何身穿杂役弟子服？什么？他不是反武6层，怎么会是玄武境2层？不少人顿时瞪大眼睛，内心掀起惊涛骇浪。众人心脏砰砰跳，这陆晨舟隐藏的也太深了吧！青山，陆晨舟一拳轰出，此刻的他宛若绝世凶物，眼中凶光爆射。张扬脸色巨变，陆晨舟，你这小杂种不是废物反武6层吗？为何如此恐怖？仅凭陆晨舟这一拳轰出的架势声势，就足以知晓陆晨舟这一拳不容小觑，极为恐怖。他眼底当即浮现出恐惧、愤怒、仓皇、凌乱之色。面对着陆晨舟这一拳，他顿时没了方才的狂傲轻蔑之态，急忙出手要招架防御陆晨舟这一拳，两手架成十字护在胸前。砰！陆晨舟拳头扑杀到的一瞬间，张扬便是感觉到拳头上冲来一股磅礴好似能倾山的力道。咔嚓，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张扬还未来得及惨叫，两手竟是被巨力轰塌进胸膛之中，惨叫声都无法发出。张扬眼神惊骇欲绝，身体宛若断线风筝，倒飞出去数十米远，砸在生死台阵法上，被弹回地面。所有人目瞪口呆，惊骇地看着这一幕。这灵山拳威能如此厉害？废话，那可是大成境界，不修炼个30-40年，根本就走不到如此地步。这一拳就将张扬打废，手臂凹陷进胸膛之中。张扬苟延残喘，口中吐血，更是夹杂着内脏碎片。他眼神惊惧，骇然地看着陆晨舟。陆晨舟，饶我一命！陆晨舟眼神冰冷，语气有些失望。看来是我自大了点，一拳还无法将你打死。而后，陆晨舟两腿微分，腰部缓缓下沉，手臂高高抬起，霸道绝伦的拳头再次扑杀而去。陆晨舟，你若杀了我，张家不会放。砰！张扬的头颅如同西瓜一般，在全力之下炸开。张家，张扬，你黄泉路上走得慢一些，今天他们会一起跟你上路。陆晨舟收拳，抬手擦了擦溅射到脸上的鲜血。咔嚓，台面石块呈现蜘蛛网裂痕，足以可见陆晨舟这一拳力道有多大。而后一股微弱的纯阳之力涌入陆晨舟体内，约等于3-5头猪提供的纯阳之力。张扬还真是个废物。哗！附近观战的人这一刻皆哗然，眼神惊愕。谁能想到，同为玄武境修士，陆晨舟一拳废张扬，两拳杀张扬，连个拳师都不给留。苏青瑜站在人群后方，美眸震动，苏胸微微起伏。隐藏得这么深，枉我还担心他。晚点让他好好陪我双修。生死台长老看着陆晨舟，声音淡漠：生死已了，你可以走了，你该换一身衣裳，不要再藏着做杂役。这是让陆晨舟离开杂役院，升入外门弟子。陆晨舟微微拱手抱拳，多谢长老提醒，进了东玄宗外门，能学到更强大的功法招式，这般才是真正踏入了修仙界。但外门之事明日再说，今天陆晨舟有更重要的事。陆晨舟跳下生死台，下山离踪而去。苏青瑜本想跟上去，然而几个美艳如天仙的师姐妹走向前来，将他围住。陆晨舟返回东荒仙城，熟悉的街道，走街叫卖之声不绝于耳，一片繁华热闹的景象。数天前，陆晨舟还要在苏青瑜的保护下仓皇逃跑，解除婚约，张二家想要他的命，陆晨舟险些丧命。今日他便要这些人上路，拿回属于他的东西。陆晨舟来到陆府前，花团锦簇，红妆铺上，一副喜庆的样子。有不少宾客来往出入。咦，那是陆晨舟吗？陆府门前，一个中年妇人响起疑惑的声音。陆晨舟眼眸微眯，眼中是浓郁杀机。这个中年妇人乃是陆晨舟的二婶。这些年来，他没少苛责虐待陆晨舟。陆晨舟拜入东玄宗，辛苦挖矿，
1个月挣30块零食回家看望姐姐。爷爷多年来赚的工钱，大多数被他抢走。真是陆沉舟。陆沉舟二婶眼神冰冷，狞笑一声，这小畜生不是应该在生死台死在张扬手中吗？莫不是怕死逃战了？呵呵，你居然还敢回陆家！来人，给我把他抓起来弄死！砰！上一秒还要弄死陆沉舟的二婶，下一秒陆沉舟身形暴冲而来，一拳直接轰碎他的头颅。头颅炸开，鲜血如喷泉一般从脖颈处喷出来，无头尸身倒地。陆沉舟冷笑一声，还想弄死我？虽然同为陆家族人，但司二婶这样的陆家族人比张家这样的仇人还可恨。他的父母去世，一些陆家族人不但不报仇，反而助纣为虐，为一己私利想卖掉族宅逍遥。陆沉舟在族中更是处处受刁难屈辱，实在没办法，哪怕检测出纯阳废体，要做挖矿杂役很苦，陆沉舟都只能老实做杂役。这样的货色也配跟他做族人亲眷？想弄死他，他先出手杀你，过分吗？杀掉二婶，陆沉舟的纯阳之体并没有吸收到纯阳之气。陆沉舟杀人了。一些还在送礼准备来吃席的宾客短暂的失神后，发出惊叫声逃跑。门口的护卫也是露出惊怒之色。陆沉舟，你竟敢杀你二婶，还不束手就擒！声音落下，陆沉舟再次出手，两拳轰出，磅礴力道直接将这二人给活活打死。助纣为虐，颠倒黑白。陆沉舟眼神冰冷，死有余辜。他是陆家少主，这二婶虐待苛责他，这些陆家护卫不帮着他，那就是自寻死路。快去通知族长！门后站着的护卫见到这一幕，吓得惊骇欲绝，亡魂大冒，连滚带爬的冲进去禀报。见到这一幕，陆沉舟脸上杀意更浓。我是少主，陆府哪来的什么族长？他占据法理大义，因此这些年张家想盖青楼的打算迟迟不成。要想动陆家族宅，只能他点头才能出手，东荒仙城才会认可地皮交易。一丝丝纯阳之气进入陆沉舟体内，被他杀掉的人转化为陆沉舟的修为资粮储存起来。修为低了点，带来的纯阳之气并不多，他今天要杀人报仇，应该能积攒不少纯阳之气。幸好张二家的仇人可是不少。想到这里，陆沉舟脸上的残忍笑容更浓几分，踏步走入陆府之中。陆府之中处处挂红，一片喜庆热闹景象，有乐师奏曲，青女跳舞，许多宾客更是热议非凡。啧，这陆府的大小姐陆芷婉竟是要嫁给张家少主做小妾。听说这陆芷婉可是有炼丹师的潜力，陆家也舍得。你懂什么？这是杀人诛心啊！一旦张扬娶了陆芷柔，便可以拿陆家的宅地盖青楼赚大钱。哼，张家那个品性，怕是陆芷婉回头就要做青楼头牌。一个人老人坐在角落里，满头白发，只是一个人闷闷喝着酒。这个时候，陆家的护卫冲进来，神色仓皇：“族长，不好了，陆沉舟杀回族中了。”声音落下，砰！所有人只见这个护卫的头颅被人硬生生轰爆，无头尸身倒下。一个衣衫染血的少年现身，这一幕让所有人脸色巨变。陆沉舟的二叔陆元刚脸色阴沉，声音冷厉：“陆沉舟，你想做什么？家族待你不薄，今日更是你姐姐的大喜之日，你竟要残杀自己族人，天理难容，还不跪下，束手就擒！”陆沉舟没有理会他，目光扫视，在角落里看到了白发苍苍的爷爷，眉头微皱，为何没看见芷柔姐？爷爷，芷柔姐在哪？沉舟，我就相信你一定能恢复修炼。陆沉舟爷爷语气激动，芷柔丫头已经乘坐花轿，被强行带到了张家，你一定要将芷柔丫头带回来。陆沉舟点头，声音铿锵有力：“爷爷，您放心，我一定会毫发无损将芷柔姐带回来，没有人可以动她一根头发。”陆元刚见陆沉舟把他当作空气一样，当即脸色一沉，勃然大怒：“不知死活，给我拿下，送他上路！”陆沉舟眸光这才缓缓瞥向陆元刚：“太关心芷柔姐了，差点忘记你了。”陆沉舟身形暴掠，朝他冲去，空中响起气爆，同时伴随着厉喝之声：“给我死来！”陆元刚助纣为虐，鸠占鹊巢，数典忘祖，强架陆芷柔，一条又一条。在陆沉舟看来，此人早已是取死有道。砰！陆沉舟这一拳，磅礴力量倾泻而出，体内灵力也呼啸而出，形成罡风拳气。一道气爆声之后，陆元刚自腰部以上被陆沉舟这一拳给轰爆成烂泥，下半身当即倒地，而其中内脏碎片、血液溅了周围人一身。啊！诸多宾客和陆家人当即吓得大喊大叫，各自仓皇逃窜。族长死了，陆沉舟大逆不道，他也不会放过我们，一起出手将他杀了，为族长报仇，为了我们的前途，于情于理都要杀掉陆沉舟才行。要知道，
张家要拿陆家的族宅盖青楼，可是会给他们好大一笔钱，这笔钱足以让他们出卖儿女，更别说祖宗留下来的田产。一些陆家族人顿时抄起武器，朝着陆沉舟扑杀而来，势必不能让陆沉舟坏了他们的赚钱大计。就算不动手，陆沉舟事后也不会放过他们。陆沉舟脸上的狞笑浓了几分，眼中浓郁杀机，凶狠地宛如一头野兽。他舔了舔嘴唇，来得好，倒是省了我一个个揪你们出来的时间。陆沉舟站在原地，两拳抬起，气势不动如山。砰砰砰，来一个人，陆沉舟便是一拳轰出，将其脑袋打爆，或将其胸膛轰出一个洞。魔鬼，陆沉舟，你是魔鬼，畜生啊！陆沉舟，这些可都是你的血脉族人。一连死了20-30个人，余下的人都吓得脸色煞白，瑟瑟发抖，不敢再向前动手，反而恬不知耻地指责起陆沉舟。陆沉舟冷笑连连，笑容残忍。杀人者，人恒杀之，何况不是你们先对我动手。要知道，我才法理上的陆家少主，我这是清理门户，都给我死吧！跑，快跑！这陆沉舟疯了。余下的10来名造反族人吓得亡魂大冒，当即转身逃跑。跑得掉吗？陆沉舟冷笑一声，在他这个玄武进修士面前，反武境弱的和蝼蚁一样。砰砰砰，陆沉舟站在原地往前轰拳，罡风拳音呼啸而去，一个又一个头颅炸开。几个呼吸之后，满地尸体，没有一个活口。至此，陆沉舟清理门户完成，而一缕又一缕纯阳之气涌入陆沉舟的体内。你们这些叛徒，最后对家族的作用，就是化作我修为的资粮。陆沉舟看向满头白发的爷爷，老爷子，我先去张家报仇，将芷柔姐带回来。家中的这些事，就劳烦您先照料处理了。陆从虎脸上露出沧桑笑容，眼中却是充满光亮。好，沉舟你去吧，如今叛徒死光，没有人会再拖你后腿。爷爷在家中整理干净，等你回家。陆沉舟点点头，而后一身是血，走出陆家，朝着张家方向而去。张家今天极为喜庆，红地毯与鲜花铺了5里路，各路宾客鱼贯而入。今天是张家100年来的大日子，更是张家要崛起的日子。一旦张家拿下陆家的宅地盖青楼，凭借张家100年面首老鸨的人脉经验，那就是日进斗金，势不可挡。一眼望去，这张家的人个个俊男靓女，各路宾客更是热议。这张家真是厉害，靠面首老鸨烫出一条路。那陆家的蠢货也是利益熏心，竟然愿意将族的出卖给张家。这陆芷柔倒是生得漂亮，啧，这小脸蛋，这小腰，祸水尤物啊！哼，恐怕张扬玩腻了后，就会让这陆芷柔出面接客，到时候定要花些钱尝尝她的滋味。在课堂中央，一身红裙的陆芷柔满脸泪痕，身上是金石铁锁，被强行带到这里，她脸色苍白如纸，美眸中满是屈辱愤怒之色。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张扬的父亲张景林脸色一沉，陆芷柔，你想做什么？陆芷柔想咬舌自尽，被张景林及时发现，直接一巴掌扇在陆芷柔脸上，将其打翻倒地。陆芷柔娇躯倒地，玲珑曼妙的身姿勾勒得淋漓尽致，云鬓散乱，嘴角一血，这般模样竟是为她平添几分诱人的魅力，真是极品尤物，看了就叫人心痒痒。陆家小门小户竟也能养出这么好的女婿，当真叫人惊奇。张景林沉声道，给他嘴巴塞上布，防止他自尽。这还没拜堂成亲，新娘子就死了，那多不吉利，不榨干陆芷柔的价值，陆芷柔想死都没有办法。陆芷柔口中被塞上白布，神情委屈，美眸中无力地流下2行清泪。宾客满堂，然而作为新郎官的张扬却是迟迟没有现身，来这里拜堂成亲。所有人都在这里等着张扬。张扬的父亲张景林眉头不禁微皱，杨儿怎么还没离宗下山？今天可是大好日子，杀陆沉舟一个废物，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吗？有族人当即自告奋勇，族长，稍安勿躁，我这就去外面看看。这族人刚跑出府，然后惨叫一声，身形倒飞，砸进课堂之中。仔细了一瞧，这张家族人胸膛凹陷下去，骨头断了不知道多少根，当即咽气，竟是被人一拳给活生生打死。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神色大惊，谁敢在张家大喜之日上门行凶？漫天视线齐齐向张府门口望去，只见一个浑身染血、身形瘦弱的少年郎站在门口，脸上满是冷峻残酷的笑容，目光凶狠到极点，与之视线对上，便让人心底发寒，涌出惊惧之感。看清楚少年郎的容貌后，当即有人惊呼：这不可能，他是陆沉舟，他怎么活着从生死台上走下来了？只有2种可能，要么他怕死逃战，要么他在生死台上活了下来。而后所有人目光齐齐看向张景林，眼神玩味。这下有热闹看了。哐当，
张景林脸色阴沉，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字一句问：陆晨舟，我儿张扬何在？为什么你活下来了？陆晨舟闻言，脸上的笑容竟是有几分灿烂明媚，嗓音喜悦，露出雪白的牙齿。他被我2拳打死，在黄泉路上等你，我来送你们一家人上路。声音落下，陆晨舟身形暴掠，扑杀而去。陆晨舟一眼就看到了被铁锁捆住，强行带到这里来的陆芷柔。芷柔姐，尤其是看到陆芷柔委屈的表情，嘴角一血，更是让陆晨舟勃然大怒，眼中杀意浓郁到宛若实质般喷发出来。拦住他！张家众人纷纷起身，要阻拦陆晨舟。砰砰砰，数个张家人冲上去，陆晨舟摧枯拉朽也似，一拳杀掉一人，然后闲庭信步一般走入课堂之中，来到陆芷柔面前，将白布取掉。陆芷柔娇躯轻微颤抖，美眸中满是不敢置信之色。陈舟不是反武3层吗？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强大？芷柔姐，我来带你回家了。陆晨舟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就连眼神表情面对陆芷柔都尽数化为温和。陆芷柔玉音颤抖，美眸中满是惊惧之色。陈舟，你快走！张家实力强大，非陆晨舟一人可对付，不能因为他让陆晨舟一起丧命。芷柔姐，我不走。陆晨舟温柔的笑脸上再度浮现出狰狞杀意。我是来送张家人和张扬一起上黄泉路的。黄泉路？哼！张鹤龄怒气滔天，看向陆晨舟的眼中充满了杀意。你敢杀我儿，我今天就送你们姐弟俩一起死，便是将你碎尸万段，也难泄我心头之怒。杀了他们！张鹤龄愤怒的声音之中难掩丧子之痛，可这一点却让陆晨舟觉得心情畅快，舒爽无比。不然杀人报仇的意义是什么？余下的张家人顿时冲上来，将陆晨舟团团包围。陆芷柔脸色煞白，阴唇紧咬。晨舟，你快走，你不用担心我，我有办法脱困。生命攸关时刻，陆芷柔还在担心陆晨舟的生命安危。陆晨舟笑声轻松：芷柔姐，放心吧，我会杀了他们所有人，不要怕，相信我。少年轻然的话语却莫名给了陆芷柔一种强大的安全感，但他眼中仍是充满担忧之色。听到陆晨舟的话，包围上来的张家人露出残忍轻蔑笑容，如那死去张扬一样。呼！陆晨舟轻呼一口气，数十名张家族人手持武器冲上来。灵扇一拳轰出，恐怖的气爆声响起，一层肉眼可见的气浪从陆晨舟脚底激射开来，而后是瑞风之音。顷刻间，数十名张家族人倒飞而出，个个七窍流血，骨头尽数断裂，当场死亡。气浪冲开，令诸多宾客身形从饭桌上翻滚倒地。这怎么可能？一拳打死数十人，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令他们神情惊骇，心脏狂跳。陆晨舟不是一个废物吗？为何突然之间实力如此强大恐怖？一缕缕纯阳之气涌入陆晨舟体内。张鹤龄惊骇欲绝，面目狰狞。不可能！诸位宾客，劳烦请你们出手，一同杀死这小畜生，我张家事后必有厚报。陆晨舟一拳就打死几十名族人，眼下还活着的张家族人已经不剩几个。顿时间，有一些宾客眼中金芒闪烁，跃跃欲试。陆晨舟冷笑一声，眸光扫视全场，声音冷厉：此乃我与张家的私仇，若有人胆敢插手，我事后必灭你满门。有的宾客神情犹豫，正在思量之间。砰！炼丹师协会做事，闲杂人等尽数退场。什么？炼丹师协会？只见数个身穿炼丹师道袍的修士走入张府之中，让场面更为紧张。陆晨舟神色当即有些紧张，炼丹师协会那可是庞然大物。陆晨舟身后的陆芷柔忽然开口：晨舟，别怕，炼丹师协会是我请来的。陆晨舟眼神一怔：芷柔姐，你竟然还真的有脱身之法。陆芷柔有炼丹师天赋，莫不是已经加入了炼丹师协会？见状，一群宾客纷纷逃跑，不敢再留在此地。张鹤龄脸色再度巨变，一个炼丹师协会的人开口道：陆芷柔，看来你平安无事，无需我们出手。按照约定，我们只保护你的性命，其他的不在约定范围内。陆晨舟松了口气，他还担心这几个人会跟他抢纯阳之气。于是陆晨舟看向张鹤龄的眼中充满了戏谑残忍之色。老畜生，该上路了，可不要张扬在黄泉路上等你太久。陆晨舟，你莫要狂妄。张鹤龄身上爆发出玄武境的气息，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作为张家族长，张鹤龄的实力自然不弱。炼丹师协会的人只管陆芷柔，倒是让张鹤龄也松了口气。小畜生，我要你给我偿命！张鹤龄怒发倒飞，提起手中的刀，以一种惊人迅猛的速度朝着陆晨舟扑杀而去。陆芷柔美眸瞳孔急速收缩，下意识失声：
陈州，小心！这一刀化作银光残影，直奔陆晨州的头颅而去，威力极为惊人。砰！陆晨州站在原地不动，只是一拳轰出，如山。当！张鹤龄这一刀好似劈砍在了巍峨大山之上，刀身被震飞。这怎么可能？张鹤龄眼中满是错愕之色，眼底蓦然浮现出恐惧之色。原来如此，你竟然是玄武境！直到此刻，他才反应过来陆晨州的修为实力。没有奖励。陆晨州咧嘴狞笑，然后一拳轰出，青山。砰！标志性的气爆声响起之后，张鹤龄的上半身被轰烂成肉泥，下半身尸体轰然倒地。哗！现场顿时响起哗然声，震惊到无以复加。这陆晨州年纪轻轻，玄武境，他不是一个废物吗？族长死了，逃啊！张鹤龄作为张家最强的那个人，也死在了陆晨州手中。余下还活着的几个张家族人，眼底蓦然涌出恐惧绝望之色。还想逃？陆晨州狞笑一声，留下来吧，跟张扬一起上路，莫让他路上孤单。一家人还是整整齐齐的好。陆晨州再次扬拳，朝着张家人扑杀而去。陆晨州，我们张家乃是合欢盟的人，你灭我们张家，合欢盟不会放过你的。顷刻间，数颗人头如西瓜般爆炸开来。至此，张家人彻底死光。见到陆芷柔彻底安全，炼丹师协会的人开口道：陆芷柔，既然你已安全无恙，那我们的约定就算完成。别忘记你的条件，不然，哼，炼丹师协会不是你能招惹的。张家覆灭的消息通过逃跑宾客之口迅速传开，许多家族权贵为之震惊。满地尸体，张府之中的血腥味冲天，令人作呕。但陆晨州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畅快舒爽。先杀陆家助纣为虐的族人，再灭门张家，陆晨州终于为父母报仇雪恨。陆晨州来到陆芷柔面前，他身上的锁链都是陆家器物，用钥匙就能打开。芷柔姐，结束了，我们回家吧。陆芷柔早已吓得娇躯酥软无力，此刻预言上还有未彻底散去的惊惧之色，她红唇轻颤，想要起身，但娇躯酥软乏力，踉跄的就要倒下去。陆晨州眼疾手快，大手搂住她柔软无骨一般的腰肢，温香软玉顿时扑入怀中。陆芷柔还从未与人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下意识就想闪躲，但实在没力气，嘴唇轻颤。陈州，谢谢。被陆晨州抱在怀里，陆芷柔眼神有些慌张羞赧，雪白的脖颈攀上一层浅浅的迷人红晕，看上去更为诱人。陆晨州闻着陆芷柔身上的处子幽香，有些心猿意马。芷柔姐，你能站稳吗？陆芷柔尝试想松开陆晨州，但没有了陆晨州厚实的胸膛，她娇躯就踉跄要摔倒，只能红着脸趴在陆晨州的怀中，声音温雅甜润。晨州，我没有力气，我走不稳，怎么办？二人没有血缘关系，陆芷柔是被陆晨州父母收养的，放在一般的家庭中就是拿来当童养媳培养的。陆晨州大手一用力，将她横抱而起。呜！陆芷柔惊呼一声，被吓了一跳，一颗芳心扑通扑通剧烈跳动。陆晨州笑着说：那我就抱着芷柔姐回家吧。陆芷柔呼吸有些急促紧张，眼神更为慌张，片刻后才嫩地说了一声好。陆晨州就这样横抱着陆芷柔走出张府，返回陆家。好一会儿后，陆芷柔才彻底回过神，确定眼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张家被陆晨州一个人给屠杀殆尽。陆芷柔温声问询：晨州，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在他记忆中，陆晨州检查出纯阳废体，修为一直停留在凡武3层，无法修炼。为此，陆晨州沉寂了好多年。多年来，他一直在宽慰陆晨州，说他有炼丹师天赋，等他成为炼丹师后，一定让他过上好日子。陆晨州语气平静，但眼中却是迷人的光芒。我能修炼了，这一切还要谢谢苏青瑜，若不是寻他双修，注入纯阴之气，还无法让玉雪照苏醒。晨州，你能重新修炼了。陆芷柔欲言激动，表现得比陆晨州本人还要激动高兴。陆晨州开口问：芷柔姐，你与炼丹师协会的约定是什么？陆芷柔神情有些紧张，美眸微微一暗，红唇轻抿：5天之内，我要通过炼丹师协会的考核，成为一阶炼丹师，否则就成为炼丹师协会的试药女奴。我只差一点点就能成功炼制丹药，陈州你不用担心。陆晨州点点头。芷柔姐，你为什么会答应炼丹师协会这么苛刻的条件？陆芷柔抿嘴说：家族已经穷得要卖地为生了，若是我能成为炼丹师，也就能赚钱养活家族，族人也就不会助纣为虐，帮着外人欺负陈州你了。说到底还是为陆晨州着想。陆晨州心头暖洋洋的，眼神越发温柔。芷柔姐，辛苦你了。炼丹师赚钱很暴利，陆芷柔若是真成了炼丹师，陆家就能从一个小家族摇身一变成为大家族，回到陆家，红灯笼
酒席已经撤掉，一些陆家的族人在洗地冲刷血迹，每个族人看向陆晨舟的眼中都充满了敬畏。少主，少主，少主！陆学明看着陆晨舟染血一身，心服口服地唤了一声。他此刻站在陆从虎身后，陆晨舟将怀中的陆芷柔放下，二人一同行礼。爷爷！陆从虎神色振奋，哈哈哈大笑，中气十足，眼中满是欣慰之色。好好，晨舟你很不错。方才陆晨舟一个人灭掉整个张家的消息传回来，整个陆家上下一片震动哗然。陆从虎也正是重新掌管陆家大权。晨舟、芷柔，辛苦一天了，先下去好好休息一晚吧。陆晨舟点头，他浑身是血，杀了这么多人，也确实有点累。陆芷柔却是摇摇头，我不用，我要继续去研究炼制丹药。他现在恢复了一些力气，让人解除他身上的铁锁后，他就一头扎进炼丹房中了。陆晨舟则是自己回到屋子中烧水泡澡。陆家穷的要卖族宅过日子，自然也没有钱雇佣丫鬟奴仆。陆晨舟洗着洗着，竟是迷迷糊糊睡过去，直到门外响起轻盈的脚步声，陆晨舟才猛然惊醒。谁在门外？外面天色已暗，月挂高空。嘎吱，房门推开，一阵香风扑鼻。一个少女身穿白裙，玉颜绝美，气质端庄优雅，胸前的大白兔极为雄伟。不是苏青雨又是谁？她美眸狡黠地看着陆晨舟。姐夫，你是不欢迎我吗？笑，嗨嗨，我与你姐已经解除了婚约，不用再唤我姐夫。陆晨舟有些意外，没想到苏青瑜这个点来了。哼，不愿意让我唤姐夫，还真惦记我啊。苏青瑜妩媚一笑，这般模样当真勾人。陆晨舟目光没有闪躲，而是正面迎上，有一种狼性。那又如何？闻言，苏青瑜发出银铃般的娇笑。姐夫若是将我服侍舒坦了，我也不是不能考虑姐夫哦。这才几天，姐夫的变化真大，连我的主意也敢打了，不怕我那位婚夫了。陆晨舟幸好脸皮比较厚，更是舔了舔嘴唇。服侍舒坦，双修？不找姐夫你双修，还能有什么事？苏青瑜一笑百媚声，这是姐夫你的外门弟子符合令牌，穿上吧。哗啦，陆晨舟从水桶中站起身。苏青瑜下意识欲言一红，滚烫如火，两手捂住眼睛，然后露出一点指缝，脸更滚烫了。本钱倒还不差，本钱那是相当雄厚。陆晨舟见状，哈哈一笑，终于没在苏青瑜面前吃瘪了。这妮子看似妩媚主动，内心还是极为清纯的。陆晨舟接过外门弟子服穿上，看上去更为英俊有气质了一些。一回生，二回熟，上次被苏青瑜戏耍了一番，这一次陆晨舟穿好衣服，坐在床上，张开怀抱，看向苏青瑜，笑眯眯道：“过来吧。”他越发觉得陆晨舟变化很大，可是内心却感觉陆晨舟有一点迷人。这是为什么？苏青瑜面上不落下风，笑容妩媚，美眸眯成月牙状。晨舟哥哥，可不要动什么歪心思。陆晨舟凝望着他，在你苏青瑜心中，我陆晨舟是那等人。哼，最好不是。苏青瑜踩着优雅莲步上了陆晨舟的床，然后坐入陆晨舟怀中，二人紧紧相贴，十指相扣，如此才能吸收吐纳对方体内的纯阳、纯阴之气，运转悟道双修功法。苏青瑜运转功法，开始借助陆晨舟的纯阳之气悟法修炼。陆晨舟同样也运转功法，开始通过经脉吸收苏青瑜体内的纯阴之气。此为双赢。玉雪照的声音突然响起：“宿主，此女的纯阴之气比较浓厚，可以多吸收一些，我能用残魂之力帮你储存起来。”陆晨舟并非好色之辈，性子更像苦修，对他而言，要碰到苏青瑜双修的机会并不多，因此要抓住机会，多积攒一些纯阴之气，如此也是帮助他。陆晨舟一心一意都放在修炼上，内心回应玉雪照：“好，那就麻烦你了。”苏青瑜一边借助陆晨舟双修提升功法领悟，一边内心却是有些紧张。今天陆晨舟的表现隐约有些超出他的控制掌控，此前的陆晨舟他能稳稳拿捏住，而眼下陆晨舟却能给他带来一种可能会失身的危险感。陆晨舟这边一心一意毫无杂念的修炼，反而是苏青瑜在浮想联翩。一刻钟后，苏青瑜松开陆晨舟，准备结束这一次的双修。他睁开眼，笑容盈盈，既端庄优雅。晨舟哥哥，又辛苦你了。陆晨舟看着他，这么快就结束了。苏青瑜琴手微点，美眸中有某种情绪闪动。这一次的积累，应当给我挑战圣女一位了。待我成为圣女后，一定无人敢招惹你。说罢，他便准备从陆晨舟怀中抽身离去，但陆晨舟却是握住了他一只皓腕，目光有一种狼性，却又平静。好不容易双修一次，不如多增加一些自己的底蕴。苏青瑜芳心微微一跳，要失身的感觉增添了几分。
一种难以言喻的慌张感涌上心头，令他欲言，耳垂、脖颈微微发烫。他想拒绝陆晨舟，却又担心陆晨舟看出他的破绽。咯咯咯，苏青瑜面上娇笑如花，声音如铃。那我就再双休一会儿。好。陆晨舟点头，手臂微微一用力，就将他拉入怀中坐下。片刻后，陆晨舟看向他，你心怎么跳得好快？二人距离极近，苏青瑜的白兔挤压在他的胸膛上，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到，更别说心跳速度了。苏青瑜欲言更烫，幸好他皮肤够白，又是在黑夜的屋子里，让人有点看不清，没让陆晨舟察觉出端倪。苏青瑜只是语气端庄优雅的敷衍，领悟颇丰，有些激动罢了。如你今天报仇雪恨一样。陆晨舟不疑有他，点了点头。继续双休吧。两个人一心一意的双休，各取所需，渐渐的便是忘了时间。直到夜深时，苏青瑜倏然松开陆晨舟，倒在陆晨舟的床上，这才结束了双休。陆晨舟还以为苏青瑜修炼出了岔子，玉雪照提醒道，不要动他，他吸收了足够的纯阳之气，此刻陷入了顿悟状态之中，对普通人而言，这种机会千载难逢。待他醒来后，他会得到足够多的好处。陆晨舟这才点点头，然后困意如潮水般涌来，他这才沉沉睡去。次日一早，陆晨舟缓缓醒来，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便是苏青瑜那张绝美毫无瑕疵的玉颜。整张床都充满了她迷人的体香味，令人心猿意马，浮想联翩。细细一看，苏青瑜每一寸肌肤都好似艺术品般洁白光滑。躺在陆晨舟这个角度，他甚至能隐隐一窥那领口下的雄伟沟壑，充满了无尽诱惑与遐想。陆晨舟虽与苏红鸾解除了婚约，但又与苏青瑜缠上，好似命运安排他与这对姐妹分不开似的。这绝美玉人，只要陆晨舟伸手一探，就能将其占有。然苏青瑜灵动狡黠的美眸却是早已睁开，语气温润，没有趁我顿悟状态的时候轻薄占便宜，我越来越看好你了。陆晨舟嘴角微扬，露出一个坏笑，只是昨天杀了那么多人，太累了，没来得及占便宜，现在补偿也成。说罢，陆晨舟大手要往前一探，咯咯咯，苏青瑜发出银铃般的娇笑，泛热香躯往后躲。他目光挑衅，那意思好像是给你机会也不中用。陆晨舟打算给苏青瑜一个教训，让他知道什么是狼性的时候。屋外却是响起陆学明有些慌张的声音，少主，赵公子来了。你个老狗，还敢通风报信，信不信我打死你？陆晨舟、苏青瑜，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滚出来！屋外响起一个纨绔子弟的怒吼声。苏青瑜狡黠灵动的美眸眨了眨，我那未婚夫来了，晨舟哥哥，你怕不怕？陆晨舟眼中没有丝毫慌张之色，反而笑容更浓。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我们也这样了。闻言，苏青瑜眼神微正，一抹迷人的浅红攀上天鹅颈，语气嗔怒，这样哪样啊？双休虽好，却也有风险。起床吧。陆晨舟却是笑眯眯道，不要。苏青瑜眼底闪过一抹慌张之色。陆晨舟眼神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然后大手一把搂住苏青瑜的腰肢，将她抱入怀中。苏青瑜发出猝不及防的惊呼声。砰！与此同时，苏青瑜的未婚夫那公子哥赵天昊踹门而入，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赵天昊踹门而入，便是见到苏青瑜被陆晨舟抱在怀中，一顶绿帽子明晃晃戴在了他的头上。赵天昊顿时气得暴跳如雷。苏青瑜神情有一抹慌乱，凝望向陆晨舟的眼眸，发现对方眼中含笑，显然是为此前戏弄拿捏他的事情做报复。苏青瑜头一次被人如此将军，欲言禁不住绯红滚烫，怒嗔陆晨舟一眼。现在你满意了吧？不暴露关系，可是为了你好。赵天昊见到两个人还在调情，当他不存在一样，当即脸色铁青，额头青筋突爆而出，我要杀了你们！陆晨舟冷冷瞥了赵天昊一眼，根本没把这纨绔子弟当回事。这苏青瑜与赵天昊的婚约，本就是苏青瑜当初挑战圣女之位失败，输了承诺，被迫答应下来的。苏青瑜一直看不上这赵天昊，而这赵天昊也是纯纯废物一个，仗着身份在外面招三惹四不说，苏家出事，这个废物一点忙都不帮，反而是缩在客房内不出去，生怕惹上苏家的麻烦，一点男人样都没有。赵天昊拔起手中的刀，朝着床铺上的二人扑杀而来。苏青瑜见状，却是一根玉指弹出，一道磅礴的法力呼啸而出，直接打得这赵天昊倒飞而出，砸在地上。赵天昊狼狈从地上爬起来，气得吐血。苏青瑜，你是我未婚妻，竟然帮着这奸夫打我！苏青瑜瞪了陆晨舟一眼，拍开他的手，从床榻上下来，整理衣衫，恢复成那端庄优雅的天骄大小姐，声音冰冷。赵天昊，我很快便要登临圣女之位，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你解除婚约。赵天昊冷笑一声，你打得过我姐姐吗？就要争圣女之位？你上次打不过，
就成了我未婚妻。你还有何资本与我姐姐挑战？上次打不过，不代表这一次打不过。苏青瑜此刻充满了自信，昨晚悟道给他带来足够多的好处。赵天昊冷笑连连：好，你这一次要挑战我姐姐，若是输了的话，就要委身于我，给我做胯下玩物。陆晨舟闻言，眼中当即杀机浓郁，在他眼里，这赵天昊已经是死人一个了。苏青瑜一只玉手抬起，提前拦住陆晨舟，同时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而后赵天昊看向陆晨舟：至于这个奸夫，你护不住的，我要杀了他，我要将他大卸八块，方能泄我心头之恨。他做未婚夫几年了，连苏青瑜的一根手指都没碰到过，凭什么苏青瑜看上了陆晨舟这个废物？而且这陆晨舟还是他名义上的前姐夫，怎么这天底下的大好事，苏家姐妹花让这一个废物尽数享用，还有天理吗？苏青瑜眼神微沉，声音冰冷：滚吧，这就是他担心的事情。哼！赵天昊抹了抹血，眼神淫秽，愿读苏青瑜，你嚣张不了几天，等你输给我姐姐后，我看你怎么在我面前求饶。至于陆晨舟你这个废物，你埋口棺材等死吧，我给你10天时间做准备。撂下狠话，赵天昊离去。而后苏青瑜转身看向陆晨舟，轻哼一声：我的好姐夫，你现在被赵天昊盯上，满意了吧？陆晨舟轻笑一声，满脸的无所谓。有什么好怕的？语气平静，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强大自信，充满魅力。哥，姐夫你好勇哦！苏青瑜忽而媚笑一声，望向陆晨舟的美眸有些痴迷。等我登上圣女之位后，就与姐夫你光明正大在一起好不好？陆晨舟哈哈一笑，眼眸中充满了侵略性的狼性。这可是你说的。苏青瑜，一诺千金，我既然说了，就一定会办到。可若是我输了，姐夫可别怪我。陆晨舟陷入沉默，圣女之位的争斗离现在的他还有些遥远。即便是输了，我苏青瑜也不会让那赵天昊动我一根手指，我宁愿自尽而亡，原因也只会为晨舟哥哥你保存。陆晨舟心神一震，还未等他有所反应，香风袭来，苏青瑜光洁的下巴压在了他的肩膀上，笑盈盈说：我如此许诺，晨舟哥哥满意吧？满意，再能满意的不行了。那晨舟哥哥若真喜欢青瑜，便要努力提升修为哦，不然青瑜便是脱光光，你也无法与我双修。要是想霸王硬上弓，晨舟哥哥你会暴体而亡。陆晨舟深吸一口气，正色道：我会加快提升修为，不会让你等很久的。二人就这般许下了定情之誓，一定要很快才行哦，不然青瑜忍不住要真的双修，会害晨舟哥哥你死掉的。香气在耳旁吹动，让陆晨舟耳朵痒痒的，令他心猿意马。不会有那一天的。这阴阳双修功法眼下只是搂搂抱抱，但要想更快的顿悟功法，还是得真正的双修才行。显然苏青瑜一旦登临圣女之位，手握大权，便会想办法报仇，重振苏家。届时他对双修顿悟的需求会更高更多。好，这句话青瑜记下了。苏青瑜在陆晨舟脸颊上轻轻一吻，这是给晨舟哥哥今天的奖励。而后他便松开陆晨舟，转身快步离去。时间仅剩10天，对他来说迫在眉睫。看着苏青瑜渐渐远去的背影，陆晨舟忍不住问道：那功法就算你我的定情信物？苏青瑜闻言，娇躯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只是回眸一笑：你猜？然后便彻底消失在陆晨舟眼前。陆晨舟深吸一口气，整个人充满动力。青瑜，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他很想立刻出城杀妖，快速提升修为，追上苏青瑜的脚步，但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急需他解决。他走出房间门，朝着陆芷柔所在的炼丹房而去。陆学明看着陆晨舟的背影，还处在震惊中，没彻底回神。少主与苏红鸾解除婚约，反而与更厉害的苏青瑜在一起了，重振我陆家门楣，开枝散叶之事就在少主身上了。至于陆芷柔，没有人能看好他能炼丹成功，成为炼丹师。无他，炼丹师的丹方都被宗门垄断，靠自己炼制出一种丹药，比凡人登天还难。何况陆芷柔从小就钻研炼丹，10几年了都还没成，他只剩5天时间，能成吗？陆晨舟还未走到炼丹房，便是听到爷爷陆从虎在与人争吵：你们要做什么？滚出陆府！陆老太爷，陆家人欠了我们那么多钱，拿你陆府一点东西抵利息怎么了？陆从虎的怒吼声响起：谁欠的钱，你们去找谁要？哼，你陆家那些欠我们的钱人都死了，但没有人死债消这种说法。我实话告诉你，若不是炼丹师协会出面保陆家，今天我们就要把你们扫地出门，收取陆府宅地。你敢？我孙女陆芷柔即将成为一阶炼丹师，我陆府欠你们的钱，要不了几天就能还清。所以你们现在还能住在这府上，没有被赶出去。陆晨舟眉头皱向上去，
只见一个身穿虎皮、瞎了一只眼的壮汉正在指挥手下从家族中拿东西走，其中不乏一些值钱的物件，那都是一个家族的底蕴。而爷爷陆从虎只能无力喘息，如同年迈的狮王，有心而无力。这个瞎眼壮汉陆沉舟认识，是东荒仙城放高利贷的，黄赌毒贷本就是一体，眼下陆家穷的竟是要变卖家当还债。陆沉舟开口道：“把字据给我看看。”瞎眼壮汉取出一个小册子，打开里面密密麻麻的字据，一条又一条，看得陆沉舟触目心惊。吃喝嫖赌贷，那些被他杀掉的陆家族人什么都干，难怪要助纣为虐，想卖掉陆家族宅。只是取走他们的性命，简直太轻松他们了。看完字据，陆沉舟脸色一沉。很快，陆家族宅上下的值钱家当都被搬走，就连厨房的柴火2米都差点被搬空。那瞎眼壮汉笑呵呵道：“看在未来炼丹师的份上，给他们留几天的饭食，别把人饿死了。”言语中充满了讥讽之意。炼丹师有那么好成的吗？那么，陆老太爷、陆公子，我5天后再来府上。5天后便是陆芷柔炼丹师考核的时间。闻言，陆从虎脸色难看，呼吸急促。滚！瞎眼壮汉带着一帮下属离去。陆从虎见到外人离去后，脸色缓和了许多，而后露出一个笑容，看着陆沉舟：“沉舟，你很好，竟然和苏青瑜那个姑娘勾搭上，连定情信物都有了。我陆家开枝散叶的重任就要落在你肩上了。”苏青瑜那丫头我是见过的，苏家养得很好，一看就是能生养的。你到时候可要让她给你生10个8个大胖小子。陆沉舟翻了翻白眼，道：“爷爷，我们都要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陆从虎眼神一暗，不孝子孙一群，早知道我当年就该把老二弄墙上，还没有今日的祸事。沉舟，你这几天找个时间将芷柔弄进东玄宗，不要再回来。陆沉舟，爷爷，你也不看好芷柔姐成为炼丹师？陆从虎苦笑一声：“沉舟，我80岁了，这80年来一直待在东荒仙城，能通过炼丹师协会考核的野生炼丹师，10根手指头都能数出来。这天底下要成为炼丹师，只有2种途径。第一，便是拜入大宗门，立下心魔誓言，不得泄露分毫，给宗门当一辈子走狗，才能领取炼丹师传承。第二，便是炼丹天赋极为出色，凭借丹药逆推丹方成为炼丹师，但这样的人无不是各个大家族和宗门的座上宾，宁愿老死失传，也不愿意收徒泄露炼丹传承。芷柔这丫头天赋是不错，她早年间便逆推出了一个丹方，但这么多年炼丹失败无数次，卡在对药材的处理上，以至于迟迟无法炼制出成品的丹药。或许再给她10年、20年的时间，她能成功，但眼下仅剩5天时间。陆沉舟很早就知道炼丹师的含金量，但没想到成为炼丹师这么难。但他今时不同往日，开口道：“爷爷，我相信芷柔姐能成功。”陆从虎没有说话。陆沉舟前往炼丹房，一份早已凉透的晚餐放在门口，一份还在冒热气的早餐摆在这里。他将早餐端起来，推开炼丹房的门走进去，扑面而来的是各种药材的复杂味道，地面上摆着各种瓶瓶罐罐，而陆芷柔还穿着昨日的红衣，废寝忘食地守在丹炉前，聚精会神盯着丹炉里的种种动静，甚至连陆沉舟进来都未曾发现。半刻钟后，砰！丹炉里发出一阵爆炸声，然后是浓浓黑烟飘出，紧接着是药材烧焦的刺激味。又失败了，陆芷柔眼神有些气馁，回过神，这才发现陆沉舟。沉舟，你怎么来了？芷柔姐，我来看看你。陆沉舟将早餐递过去，顺便给你送早餐。炼丹很紧要，但吃饭更重要，不然身子累垮了怎么炼丹？以前都是他照顾陆沉舟，如今陆沉舟反过来照顾他，他还有些不适应，脸蛋红扑扑的接过早餐吃起来。沉舟，谢谢你。吃着吃着，陆芷柔放下碗筷。沉舟，我是不是很没用啊？这么多年还没有成功炼制出一种丹药。陆沉舟只是凝望着他的美眸，淡淡说：“努力的人不该被嘲笑。芷柔姐，你已经很厉害了，我相信你早晚会成功，就如你相信我早晚能恢复修炼一样，我对你充满信心。”闻言，陆芷柔欲言更为绯红，琴手重重点头。旋即，陆沉舟问：“芷柔姐，这炼丹真的很难吗？”陆芷柔头头是道：“丹方可以通过售卖的丹药逆推出来，难的是如何将每一种药材单独处理好，如此才能炼丹。还有对火力把控，成丹时刻。譬如我要炼制的这种丹药叫元气丹，一颗丹药就能提升一个玄武进修士1个月的修为，售价20块零食一颗，但成本只要3块零食。一炉丹药是10颗，就是200块零食。陆沉舟倒吸一口气，这么暴利。他露出一个笑容：“芷柔姐，我也想尝试一下炼丹，你能不能教教我？”他昨晚积攒了那么多纯阴之气，
这就能派上用场。若他成为炼丹师，一下子就能解决家族没钱的困境。钱是男人胆，陆晨舟也能将腰背挺得更直一些。若是旁人，陆之柔想也不想就会拒绝，哪怕是陆从虎。但面前的陆晨舟，他毫不犹豫。好啊，虽然他现在还不算真正的炼丹师，但他只差临门一脚，而且多年来积攒了许多经验。元气丹一共有16种药材，每一种药材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如火烧、冰制、加授血。陆晨舟认真听着，很快就明白了这炼制元气丹的棘手之处。这炼丹师最珍贵、最保密的手段是如何处理药材，使其能够融合其他药材炼制出丹药。而陆芷柔就卡在最后3味药材上，5年时间迟迟不得寸进。陆晨舟，玉雪照，我能利用阴阳之气顿悟炼丹吗？玉雪照说，当然可以，摩诃色眼也能让你顿悟任何大道、功法、神通，这炼丹师不过是修炼衍生出的百亿手段，自然不在话下。好，陆晨舟当即催动阴阳之气，顿悟元气丹的炼制手法。第1位药材领悟和陆芷柔说的一模一样，第2位、第7位、第13位都和陆芷柔领悟出的方式一模一样。直到第14位药材时，陆晨舟体内的纯阳之气不够用了。昨天杀了几十个人，这纯阳之气一下子就用光了。陆晨舟无奈从顿悟状态中退出来。陆芷柔见陆晨舟愁眉苦脸，痴痴一笑：晨舟，你才第1天接触炼丹，不用着急，哪怕他成了炼丹师协会的试药女奴，他也会继续研究炼丹，然后传授给陆晨舟，让他过上好日子。陆晨舟陡然起身往外走，只留下一句话：芷柔姐，你等着我，我去就回。纯阳之气没了，那就杀妖赚纯阳之气。陆晨舟离开东荒仙城，映入眼帘的是遮天蔽日、浩瀚无边的东荒山脉。东荒山脉最外围生存着一种实力最普通但繁衍速度最快的月牙狼。陆家以前便是以猎妖为主，妖师浑身都是宝，能拿去卖钱。山深草木粗，便是杂草都能没过陆晨舟半身。而他也很快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月牙狼，一头体长足有3米，皮毛深蓝，眉心有一处月牙的巨狼闻到了陆晨舟的气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狰狞獠牙，朝着他扑杀而来。吼！即便是实力最普通的妖兽，也至少要有玄武境的实力才能将其击杀。来得好！陆晨舟眼中更是露出熊熊战意，他还从来未与妖兽厮杀过。陆晨舟神色警惕，如临大敌，不敢有丝毫大意。眼见月牙狼抬起粗大锋利的狼爪朝他胸膛抓来，陆晨舟抬手就是最强一拳。灵扇！砰！气爆声伴随着瑞风之音，足足超过1500斤的力道轰杀而出。砰！灵力呼啸而出，这一拳直接将眼前这一头月牙狼的头颅连带着身子给轰碎了一半。嘶！而后一股精纯强大的纯阳之气涌入陆晨舟体内。一头月牙狼带来的纯阳之气足以抵消我杀10头猪，更是等同于3个张扬带来的纯阳之气。他昨天杀了几十个人，估摸一下，差不多有3头月牙狼的纯阳之气。呜！这一头月牙狼被打死，在陆晨舟看不到地方，骤然响起狼笑声。陆晨舟眼神一凝，狼向来是群居生物，杂草被践踏的声音开始密集响起，陆晨舟眼中顿时出现了7、8头狼，从各个不同的方位奔来，似要包围他。陆晨舟眼中露出更狼性凶残的眼神，身形往前狂掠，选择主动出招。如山、青山、灵扇，一拳又一拳，拳力不断，更能叠加。来一头狼便死在一拳下，这8头狼不过1刻钟功夫便全部死在陆晨舟手中。而陆晨舟却刚刚热身完，还没杀过瘾，够劲。体内积攒了不少纯阳之气，陆晨舟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没有继续深入东荒，而是站在原地催动阴阳之气，领悟元气丹后续的炼制手法。第14味药魂草果，需用花油浸泡，激发药力于表，方可炼制丹药。第15味药黄金叶，需用蒸馏取其精华。第16味药天麻龟，需用灵液之水浸泡，烘干研磨成粉。而后是整个炼制元气丹的手法细节。1刻钟后，陆晨舟自然地从顿悟状态中退出，他嘴角上扬，元气丹我会了。这玉雪照传授的摩诃色眼当真好用，这困住无数炼丹师的元气丹被陆晨舟顷刻间领悟学会，这更是一条生财之道。陆晨舟弯下腰开始收集这些月牙狼的尸体，然后拖着返回陆家。傍晚，陆家现在还活着，留在府上的人仅剩6个，饭桌上坐着4个人，饭桌上清汤寡水，竟是没什么油腥，叫人难以下咽。陆家处境如今就是困难到这般地步。爷爷，堂外响起陆晨舟的声音。陆从虎露出笑容，晨舟回来了，快坐下吃饭吧。然后陆从虎眼神愣住了，
只见陆晨舟身后拖着9头月牙狼妖的尸体，陆府早已没人有胆气和战力敢出城杀妖了。陆晨舟扫了一眼清汤寡水的饭桌，笑着说：“闲着无聊，我出城杀了点妖补贴一下家用。今晚咱们添个菜，吃狼肉补一补。”陆从虎脸上涌出激动的红晕，胡须都颤抖起来。好好好。陆学明神情惊愕，默默起身朝陆晨舟身后走去。我去加工，好多年没剥过狼皮了，希望不会手生。陆晨舟放下狼妖尸体，拍了拍手：“爷爷，做好饭叫我去看看芷柔姐。”陆晨舟再度进入炼丹房，陆芷柔仍聚精会神地在研究丹方药材。他露出笑容：“芷柔姐，我好像已经领悟了如何炼制元气丹，能不能借你丹炉用用？”“好。”陆芷柔下意识答应，然后抬起手，美眸中露出一抹茫然之色。“晨舟，你说什么？”陆晨舟虽然是第一次炼丹，但动作却极为娴熟，老练地开始处理起16味药材，如同炼制了10年丹药的炼丹师一般，对火候掌控得极为精准。半个时辰后，屋子里开始飘起了淡淡的丹香味。陆晨舟打开丹炉盖顶，里面是10颗洁白无瑕的元气丹。成了，这价值200块灵石啊！陆芷柔目瞪口呆，而后娇躯激动得剧烈颤抖，欲言飞鸿，美眸泛着小星星，玉音微颤。“晨舟，你既然是天才炼丹师，天才也要有个好的老师。”陆晨舟摸了摸鼻子，笑着说道：“芷柔姐，来，我教你如何处理后面3味药，正是要紧。何况陆晨舟哪里是炼丹天才？”陆芷柔脸一红：“我哪里算什么老师？陆晨舟一天就领悟了如何炼制元气丹，而且炼制一次就成了。他都多少年了还不成功？”旋即压下心思，跟着陆晨舟学后面3味药材如何处理。明白3味药材如何处理后，他恍然大悟，更加佩服陆晨舟的才智。“晨舟，芷柔，吃饭了。”陆从虎的声音在屋外响起。“来了。”陆晨舟拉着陆芷柔的柔仪去吃饭，担心他又废寝忘食。“不用牵手。”陆芷柔神情有些慌张。“晨舟，我自己能走。”陆晨舟笑呵呵放开他的白嫩柔仪。陆从虎见到这一幕，并未说什么，更是乐见其成。陆府死的没几个人了，要重振门楣，开枝散叶，陆晨舟光娶一个苏青瑜肯定是不够的，最好是让陆晨舟3妻4妾，这样开枝散叶才快。要不了几年，陆家人丁就又能兴旺起来。陆芷柔本来就是收养的，与陆晨舟没有血缘关系，感情还好。若是陆芷柔成了炼丹师，那他更不会让陆芷柔外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傻子都知道。吃饱喝足后，陆芷柔就想起身再度返回炼丹房。陆晨舟说：“芷柔姐，今晚就好好休息一夜，明天再钻研炼丹吧。”“不用。”陆芷柔琴手微摇。陆晨舟笑着说：“芷柔姐，你衣裳都不换，身上都臭臭的了。”“啊！”陆芷柔神色更为慌张，耳根子顿时都红透了。我这就去沐浴休息。实际上她身上香喷喷的，陆晨舟不想她太累了。说完，陆芷柔落荒而逃，急匆匆回了自己屋子。陆从虎摇头一笑：“芷柔还是这么憨。”陆晨舟点点头，陆芷柔是有些憨憨可爱。次日一早，陆晨舟继续出城杀妖，但他搜罗了一个上午，都没看见一个妖兽的影子。回城路上，这才听路人说，东玄宗要外门大比，开启宗门秘境，将方圆千里内的妖兽都给抓干净了。陆晨舟恍然，10年一次的外门大比，东玄宗的确有这个传统，好像没几天了，等芷柔姐的考核结束后就返回宗门。他眼下身上的纯阳之气都不够提升一层境界的，要想积攒纯阳之气，只能参加外门大比，进入秘境大肆猎妖。他将身上的10颗元气丹卖了，换来200块灵石，顺便购买了一些药材、粮米，还雇佣了几个丫鬟仆人。回到家中去看陆芷柔炼丹情况如何。砰！一走进炼丹房，就听到炸炉失败的声音。陆芷柔脸色呆呆的，怎么又失败了？陆晨舟有些纳闷，打开丹炉一看，发现陆芷柔火候控制的不对。芷柔姐，你再练一次，我指导你。好。陆芷柔欲言呆呆的。半个时辰后，砰！又失败了。这一次是陆芷柔处理药材的细节不到位，她的表情有些沮丧，有陆晨舟指导还无法成功。陆晨舟宽慰道：“还有好几天时间，芷柔姐不要急。眼下她能炼丹赚钱，但更紧要的是陆芷柔能不能通过炼丹师考核。要是她无法炼丹，就要沦为炼丹师协会试药女奴。”陆芷柔打起精神，然后继续炼丹。一晃3天过去，陆芷柔依旧失败。陆晨舟都有些怀疑人生了，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他也都有些着急了。明天就是炼丹师协会的考核时间，陆芷柔还没有成功炼丹。陆芷柔此刻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俏脸微微泛白，
阴唇紧抿，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崩溃，也没有时间继续拖了。陆晨舟开口道：“芷柔姐，我有个办法能让你领悟炼丹，你愿意试试吗？”“什么办法？”陆芷柔若开口问。“有一门功法。”陆晨舟将苏青瑜传授他的阴阳顿悟诀告诉给陆芷柔。陆芷柔有些手足无措，脖子上都攀上了迷人的红晕，眼神慌张。陈舟，这是双修功法。陆晨舟耐着心解释了一番，不用真正的双修。听完不用真正的双修，陆芷柔脸色好看多了。可是要用那么羞人的姿势抱在一起，还是和陈舟？陆晨舟，只有这个办法了，不然芷柔姐，你想成为炼丹师协会的誓要女奴吗？不想。陆芷柔用力摇头。那就只有这个办法了。陆晨舟说：“来吧，时候也不早了。”陆芷柔还是有些无法接受，想推脱。陆晨舟直接握住她的柔仪，用力往怀中一拉。陆芷柔惊呼一声，便是如同小鹿一般，脑袋埋在陆晨舟怀中，一动不敢动，但娇躯微微发颤，出卖了他的内心。陆芷柔哪里都好，就是太憨太纯情了。陆晨舟笑着说：“芷柔姐，我引导你，你跟着做就行了，好不好？”好片刻后，怀中才响起讷讷的娇柔恩声，双手十指紧握。陆晨舟抓住他另外一只柔仪，陆芷柔宛如触电般，娇躯不停轻微颤抖。陆晨舟将姿势引导好，两个人鼻尖相触，二人能清楚听到对方的呼吸声和心跳声。陆芷柔双眸紧闭，细长的眼睫毛还在颤抖，内心极为不平静，脸蛋红得宛若苹果，诱人晶莹的耳垂都红透了。陆晨舟说：“芷柔姐，我们一同运转功法，然后你就要一心一意参悟炼丹的事情，不可分心。”无暇的琼鼻中发出弱弱的恩声，而后两个人开始运转功法。陆晨舟体内的纯阳之力通过经脉涌入他体内，引导着他体内的纯阴之气入体。好滚烫！陆芷柔阴唇轻咬，眼睫毛颤抖得更厉害了，然后开始专注顿悟炼丹一事。时间一点一滴流逝过去，陆从虎站在门外，眼见炼丹房丝毫没有动静，他也只有沉默着抽旱烟。嘎吱！天色大亮后，炼丹房的门打开，陆晨舟从中走出来。爷爷！陆芷柔走在后面，一边走一边整理有些凌乱的衣裙，见到陆从虎站在外面，红着脸不敢抬头，讷讷唤了一声：“爷爷。”陆从虎抽烟的姿势愣了一下，然后笑眯眯道：“不错。”他还以为两个人昨晚生米煮成了煮饭。芷柔，趁我还活着，你要加油给陈舟生几个大胖小子。陆芷柔闻言，大脑差点宕机，羞赧得快要晕死过去。爷爷，你说什么呢？他和陈舟。陆晨舟哈哈一笑，只是开口道：“时间差不多了，该前往炼丹师协会了。”陆从虎叹气道：“陈舟，你带着芷柔从后门走吧，离开东荒仙城。眼下东荒仙城方圆千里内没有任何妖兽，你们离开会很安全。”陆晨舟和陆芷柔还未吭声，一旁却是响起当日那个独眼壮汉的冷笑声：“想走，恐怕走不了吧？陆老太爷，您算盘打得好，但恐怕想法要落空了。”陆从虎脸色顿时一沉，这独眼壮汉竟是暗中盯着他们。独眼壮汉笑着冲陆芷柔拱手：“陆姑娘，得罪了，跟我们前往炼丹师协会参加考核吧。”他皮笑肉不笑，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我可是等不及要看您成为炼丹师了。声音落下，独眼壮汉身后跟着的几个手下都发出冷声嘲笑：“还妄想成为炼丹师，真以为自己有那个命啊？姓陆的，你们行李收拾好了吗？等下就要被扫地出门了。”陆从虎脸色难看，陆晨舟眼神冰冷：“看在你当日做事留一线的份上，我不杀他们，他们嘴巴不干净，我替你管教一番。”声音落下，陆晨舟隔空一拳轰出：“你敢！”独眼壮汉暴喝一声，身体都还未来得及反应，砰！噗！独眼壮汉身后那几个手下顿时被打得吐血，身形倒飞出去，砸在地上。好胆！独眼壮汉当即眼神不善地看着陆晨舟：“陆晨舟，客气点，唤你一声陆少主，不客气点，你什么都不是。陆少主这个称呼不怎么好听，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叫我一声陆丹师。”什么？陆从虎神色震动，独眼壮汉面色阴沉不定：“你是炼丹师？将炼丹师协会的令牌拿出来，我牛某人立地给你磕头道歉。”牛金三死死盯着陆晨舟，莫非情报有误？陆晨舟淡淡道：“没有，消遣老子！”独眼壮汉眼中杀意汹涌：“你没有令牌，充当什么炼丹师？”陆晨舟呵呵一笑：“等下我通过考核，你就能看见了。”呸！牛金三嗤笑一声，往地上吐了口痰：“失心疯！陆晨舟，我告诉你，就冲你刚才打伤了我这几个兄弟，等炼丹协会考核结束之后，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现在，你们跟我去炼丹师协会。”
一行人前往炼丹师协会。东方仙城中，一处古老奢华的巨大宫殿前汇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宫殿牌匾有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炼丹师协会。每年炼丹师协会都会召开考核大会，数不清的人梦想通过考核成为炼丹师一员，如此就能凡人翻身，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今年我一定要通过炼丹师考核，然后娶个漂亮老婆，生3、5个大胖小子。我若成了炼丹师，下半辈子就住在合欢楼里。人头攒动，个个神色兴奋，畅想着美好的未来。大殿前，炼丹师协会的执事朗声开口：要参加考核的人向前令牌，准备参加考核。人群顿时往前冲，而牛金三则是绕过人群，脸上带着冷笑，来到那执事面前。大人，我想插队参加考核。说着，他塞了10块零食给这执事。那执事面无表情地将零食收下，然后将1号牌、2号牌给了陆晨舟、陆芷柔。牛金三脸上的笑容很瘆人。陆丹师，请吧，请你一定要成为炼丹师，可不要辜负我的好意。陆芷柔神情有些紧张，拉住陆晨舟的衣袖。晨舟。陆晨舟脸色平静，轻轻拍了拍温热柔仪。芷柔姐，放心吧，没把握的事情我不做。陆芷柔，晨舟，我相信你。别废话，赶紧滚进去参加考核。牛金三威胁道。陆晨舟走进炼丹师协会大殿之中，那里站着许多身份尊贵的炼丹师，眼前更是摆满了各种各类的药材。那管事开口道：你有一次机会，任意炼制出一种丹药，视为通过考核，药材自己选。陆晨舟随手拿起一个箩筐，来到诸多药材面前，挑选元气丹的材料。他动作娴熟，更是挑选出了一些药性卖相不错的材料。这一幕让一些炼丹师颔首微点，然后在管事指导下进入了一个炼丹房。大门紧闭，陆晨舟开始炼丹。半个时辰后，陆晨舟打开炼丹房的门走出来。一个炼丹师走进炼丹房中，检查成绩，片刻后响起惊呼声：精品元气丹，单独极少。什么？精品元气丹？听到这句话，人群中有数个炼丹师坐不住，一起进入炼丹房确认这件事。片刻后响起惊叹声：后生可畏啊，这么年轻就能炼制出精品元气丹了。那管事脸色巨变，立马换上一副谄笑的嘴脸：恭喜丹师大人，恭喜丹师大人。而后有身材容貌姣好的丫鬟送上一块令牌，这就是炼丹师协会的身份证明。陆晨舟接过令牌一看，一阶炼丹师。而后那送上令牌的丫鬟开始为陆晨舟讲解种种炼丹师协会的规则和好处。听完了之后，陆晨舟将令牌别在腰上，走出大殿。漫天视线扫动，人群炸开。这就有人成为了炼丹师。陈舟竟然真的成为了炼丹师。陆从虎激动万分，脸色激动到涨红，虎目含泪。有出息了，真的有出息了。牛金三脸色煞白，连忙换上谄媚的笑容。牛金三拜见陆丹师。这陆晨舟竟然真的成了炼丹师。陆晨舟淡淡道：牛金三，你方才怎么说的？我若是炼丹师，你就跪下磕头道歉。扑通，牛金三当即跪地磕头。哼！陆晨舟冷哼一声，还算个男人，磕100个头，这件事就算了。多谢丹师大人。牛金三当即跪在地上磕100个头。陆芷柔神色欣喜：晨舟，你好厉害。陆晨舟眼中没有喜色芷柔姐，接下来该你参加炼丹师考核了。陆芷柔娇躯微颤，阴唇紧抿，美眸极为紧张。走，我陪你进去，不要怕。陆晨舟握住陆芷柔温热的白嫩柔仪，进入炼丹师协会大殿。2号，执事对陆芷柔复述了一遍规矩。只有一次机会。陆芷柔眼神慌张，更为紧张了。执事似乎知道陆芷柔，拿出一张契约书。陆芷柔，你若是失败，按照契约将成为炼丹师协会的侍药女奴；若成功，契约作废，成为协会炼丹师。陆芷柔嘴唇紧抿，陆晨舟握着她的柔仪。芷柔姐，别怕，我相信你。陆芷柔深吸一口气，傲人的胸脯起伏一番，来到药柜前开始挑选药材。一众炼丹师见到这一幕，面无表情。这陆晨舟都是炼丹师，那么丹方难不住陆芷柔。陆芷柔同样动作老练，经验丰富地挑出元气丹的材料，进入炼丹房中开始炼丹。陆晨舟站在此处静静等候，眼底也闪过一抹焦虑之色。昨晚与芷柔姐双修一夜，他顿悟不少，应该能成吧。陆芷柔炼丹天赋不低，但元气丹就是迟迟炼制不成功。陆晨舟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时间一点一滴推移过去，1个时辰后，嘎吱，炼丹房的门打开，一股药香味飘出。有炼丹师当即被惊动，这是完美元气丹，没有丝毫丹毒，药香清甜芬芳。这小姑娘炼丹天赋奇高啊！老身缺一个关门弟子。徒儿，为师来了。
一群打扮奢华、老实稳重的炼丹师竟是不顾颜面，纷纷冲向陆芷柔所在的方向。恭喜陆丹师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啊！方才那直视脸上满是谄笑之色。一门双丹师在东荒仙城这个地方太少见了，而且这陆沉舟和陆芷柔的关系亲密，肉眼可见，以后东荒仙城必将多出一个姓陆的大家族。而且这两个人都还极为年轻。陆沉舟眼神一怔，松了口气，露出笑容。这妮子竟是炼制出完美元气丹，害我担心那么久。这一下陆家危机进去，他可以安心返回宗门了。诸位前辈，拜师之事能否容我仔细想想？陆芷柔此刻脸蛋红扑扑，红得快要滴出血了，娇躯踉跄，似要晕倒。陆沉舟见状，急忙向前搂住陆芷柔纤细无骨般的腰肢。这妮子因为成为炼丹师，激动得快要晕过去，不能自已。不过想想也能理解，辛苦多年，扛着巨大压力，终于成功了。陆芷柔被他搂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安全感涌上心头，安心扑在陆沉舟怀中。沉舟，我成功了。温香软玉在怀，陆沉舟心情也很好。芷柔真厉害。那当然。陆芷柔一颗芳心砰砰剧烈跳动，难以平静。他能成功炼制出完美元气丹，一切都要归功于昨晚与沉舟的双修，都是你们这群老东西吓着我徒儿了。那分明是我徒儿。一群炼丹师还在争吵。陆沉舟开口道：诸位前辈，拜师一事，不若之后再细谈。眼下家姐受惊过度，需要回府休息。对，你们这些老东西吓到我徒儿，快让开道路，让我徒儿回府休息。乖徒儿，为师这就去准备礼物，你在家等我。陆沉舟哑然失笑，他的芷柔姐一下子成为香饽饽宝贝了。他虽然炼制出精品元气丹，这些炼丹师看不上他，他内心也为陆芷柔感到开心。在离开炼丹师大殿前，只是将陆芷柔的身份令牌递过来，当着面将那张契约书给烧了。陆沉舟这才牵着陆芷柔的柔仪走出炼丹师大殿。陆芷柔没有挣脱陆沉舟的邪恶大手，任由陆沉舟牵着，只是小声嘀咕：沉舟，我不小了，你不用一直牵着我手，外面好多人的。陆沉舟看了一眼他傲人挺拔的胸脯，坏笑一声：确实不小了。我不牵你的手，那你打算让谁牵着？不要，我不想和别人接触。陆芷柔，除了陆沉舟，别人都别想碰他一根头发。陆沉舟无赖道：那不就得了，外面人那么多，我怕你走丢了。我知道。回家。陆芷柔只感觉大脑晕乎乎的，跟着陆沉舟走出炼丹师大殿。两个人牵着手走出来，腰上都悬挂着炼丹师令牌。人群中的陆从虎看到这一幕，激动的颤抖，脸色涨红。芷柔也成炼丹师了，我陆家一天之内竟诞生了2名炼丹师，祖坟冒青烟，天佑我陆家啊！在陆家最虚弱弱小的时候，出现2名炼丹师，陆家想不发财，想不壮大都难。牛金三瞠目结舌，2名炼丹师，这陆家祖坟冒青烟了吧？幸好他没有将陆家得罪死，但他一想到自己前些日子搬空了陆家，他顿时有些头皮发麻。现在是他想办法赎罪，不然这2个人随便找炼丹师协会出面，就能分分钟弄死他。他连忙来到陆沉舟面前：陆丹师，陆家的欠款您不用还了，小的自掏腰包给您还了，还请陆丹师大人不计小人过。陆沉舟搂着陆芷柔，眼睛微眯，一时间没有说话。牛金三跪在地上，冷汗直流。片刻后才听到陆沉舟那宛若神明一般的声音：也好，滚吧，以后不要再叫我看见你。牛金三如释重负，脸色激动：多谢陆丹师。陆丹师。陆沉舟这才带着陆芷柔回家。好孩子。陆从虎看到2个人，脸上灿烂笑容不断。陆沉舟说：爷爷，晚些时候会有炼丹师来收芷柔姐为徒弟，您能不能发动人脉，打听一下这些炼丹师的名声品性如何？什么？收徒？陆从虎更为震惊，至少得是能炼制4阶丹药的3阶炼丹师才有资格收徒，而3阶炼丹师在东荒仙城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我这就去。陆从虎立即动身。陆沉舟搀扶着陆芷柔回到他的卧室床上。芷柔姐，你接下来好好休息。最近这段时间，陆芷柔废寝忘食，累到极致。沉舟，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成不了炼丹师。陆沉舟坏笑一声：那芷柔姐打算怎么报答我呢？以身相许吗？才不要。陆芷柔眼神慌张，一直以来她都是把陆沉舟当弟弟对待的。沉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羞死人了。你不要太过分哦，不然我会生你气的。陆芷柔腮帮子一鼓，佯装生气。陆沉舟却是身躯往前一扑，将他压在身下。这小憨包装生气的样子也好可爱。陆沉舟将他压在身下。那芷柔姐可以亲我一下吗？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陆晨舟闭上眼睛，静静等待着。好一会儿后，没有等到回应，陆晨舟以为他大脑宕机了，睁开眼一看，这妮子竟是已经沉沉睡着了。他哑然失笑一声，替他将被子盖好，然后交代了陆学明一声，返回东玄宗。陆晨舟来到外门执事堂，打算领取自己的晋升礼包。如今他是东玄宗外门弟子，自然不能再去干杀猪这样的杂役活。晋升礼包里有一张免费进入藏书阁的门票，以及自愿加入某个殿堂做事，譬如猎妖峰、炼丹峰、符箓峰、炼气峰等等。陆晨舟，这是你的晋升礼包，拿好。执事堂的长老将一个礼盒拿给陆晨舟。谢谢长老。陆晨舟正要接过晋升礼盒，哗，一道劲风袭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过陆晨舟手中的晋升礼盒，速度太快，即便是陆晨舟也来不及夺回。陆晨舟，你这个奸夫杂种也配用宗门的晋升礼包？赵天昊冷笑一声，一旁的内门弟子竟是拱手弯腰，向他这个外门弟子双手呈上。陆晨舟眼睛微眯，有危险的光芒闪烁。赵天昊，你要做什么？莫不是打算在宗内动手？那样的话，即便你姐姐是圣女，也护不住你。东玄宗内，能者上，劣者下，圣女之位并非固定不变。赵天昊讥笑一声，谁说我要对你动手了？你这个杂种心思阴沉，竟是早已偷偷摸摸修炼到玄武2境，还将灵山拳修炼到大成境界，这说明你天赋不赖，如此才能解释苏青瑜为何瞧得上你。声音落下，他从礼盒中取出藏书阁的门票，然后将其揉搓成齑粉。但你学不到更高超的功法，天赋再好又有什么用？这的确是陆晨舟软肋之一，灵山拳虽好，但终究只是凡阶功法，如果他有更好的功法，方才就能反应过来，不会被夺走晋升礼盒。陆晨舟眼神冰冷，杀机浓郁。你找死！虽然在他眼中，这赵天昊早就是死人一个，即便他背后站着当今圣女赵雅芝，陆晨舟也浑然不惧。哎呦，我好怕怕哦！赵天昊一副惊声尖笑，阴阳怪气。你这么厉害，万一真让你崛起了怎么办？说着，他又拿出履职证明，将其揉搓成齑粉。如此一来，你也就没办法前往各个殿堂履职赚钱，滚回去杀猪吧！哈哈哈哈！学不到更好的功法，也让陆晨舟没法加入殿堂赚钱，这等同于是断了陆晨舟的前程。陆晨舟眼中杀意一爆，往前一踏，灵山拳的气势倏然而出，极为凶悍。那内门弟子当即护在赵天昊身前，赵天昊也被吓了一跳，冷笑道：陆晨舟，我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开始，等明天外门秘境开始了，你看我怎么弄死你。他断掉陆晨舟的前途，就是怕陆晨舟趁这几天时间有所长进，威胁到他。他不是对陆晨舟出手，而是毁掉陆晨舟的晋升礼盒，不算触犯宗规，而是钻了宗规的空子。撂下这句狠话，赵天昊转身离去。陆晨舟眼中杀意凛然。3天后的外门秘境，那就再让你多活几天吧。外门秘境也叫外门大比，那里是唯一允许宗门弟子自相残杀的地方，因为这要筛选出东玄宗未来的精锐，不见血肯定不行。而秘境前10名更可以拜大能为师，如此修炼才算坦途。唯有一些天资极为出色的天才，才能破例直接收为真传，跳过杂役，外门、内门一步登天。眼下陆晨舟没了履职证明，无法加入殿堂赚钱，只能沦为一个闲散的外门弟子。但陆晨舟冷笑一声，这个蠢货还不知道我已经成了炼丹师，早已不是那个穷小子了。东玄宗死要钱，陆晨舟若想进藏书阁第2层，花钱便是，只是收费不便宜，收费要300块灵石一次，而他身上刚好还有300块灵石出头，在炼丹师大殿炼制的那炉精品元气丹，被炼丹师协会用200块灵石价格回收。陆晨舟再次来到藏书阁前，你怎么又来了？藏书阁长老见到陆晨舟，冷笑一声，怎么学不会灵山拳就想换一门功法修炼？陆晨舟摇头道，禀报长老，弟子灵山拳已经大成，如今晋升外门弟子，想学一门玄级功法，备战3天后的外门秘境。口出狂言。藏书阁长老一脸轻蔑不信，这才10来天时间，你就灵山拳大成了？吹牛也该打打草稿便是。灵山拳作为凡阶中最强大的功法之一，威力直逼玄级功法，没有个3、5年，你根本就入不了门。陆晨舟脸色平静，眼神没有任何波动。藏书阁长老眼神略微有些惊疑，你没开玩笑？陆晨舟点头，弟子没有开玩笑，确实灵山拳大成。声音落下，当即一抬手朝着陆晨舟扑杀而来，一股恐怖锋利的力量笼罩陆晨舟。陆晨舟当即汗毛炸立，如山、青山、灵山。他当即下意识打出3拳，叠加全力，想要防御。
而藏书阁长老见陆沉舟打出这3拳，攻势在半空中僵住，表情惊骇，眼珠子直瞪，如同见鬼一般。灵山拳大成！他整个人直接失态，声音中充满了震惊。半个月不到，灵山拳大成，直接打破我宗数千年来的记录。天生武才，为何会成为杂役？宗门内的腐败内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吗？陆沉舟不知道藏书阁长老心中所想，只感觉这藏书阁长老太恐怖了，方才施展出的力量将他笼罩，好似天倾地崩，他沦为大海中摇曳一扁舟，随时要被撕裂。他活了一辈子都没见到修炼功法如此之快的天才。东玄宗数千年来有无数精彩绝艳的天骄，也从来没有人达成陆沉舟这样的修炼速度。如此天才出现在我东玄宗，应当立即禀报宗主，将其确立为宗门圣子，如此才不会浪费他的大好时光。可是他转念一想，陆沉舟如此优秀，之前却是个杂役，如果这般就成为圣子，恐怕要遭人暗算，半路夭折。顿时起了惜才之心，他再次深吸一口气，眼神严厉起来。小子，半个月灵山拳大成，确实还不错，但不要骄傲，拽得跟个258万一样，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明白吗？陆沉舟点头，弟子谨受长老教诲。说着，陆沉舟拿出300块灵石递给他。长老，我想去藏书阁2楼挑选一本功法。藏书阁长老却是将灵石推回去，开口道：这钱你就收回吧，藏书阁2楼你也不用去了。陆沉舟当即眉头一皱，有些不悦，这老逼灯为什么阻拦他去藏书阁2楼？然藏书阁长老话音一转，说：你这天资不错，藏书阁2楼也没有什么好功法，你若修炼这些平平无奇的功法，白瞎了青春时光。我这里有一门功法，倒是适合你修炼。这门功法极难，你可能100年也无法修炼有成，但修炼成功便能在玄境内纵横无敌，你可要学？陆沉舟当即脸色一喜，拱手抱拳，还请长老直言是什么功法？这藏书阁长老果然有2把刷子，不是简单看门那么简单，真是一位道德高尚，值得弟子尊敬的好长老。藏书阁长老目光遥遥望向远方，你可知外门秘境？陆沉舟说：知道，弟子正是要学新功法，好备战外门秘境。藏书阁长老语气悠悠：那你可知数千年来我宗大能全部埋葬在其中，每一尊大能都在其中留下传承。陆沉舟倒吸一口气，表情震惊，他还真不知道这样的隐秘。外门大比，真正选拔我宗未来精锐的点就在于有没有后来弟子奈克季前辈传承，再现辉煌。大能唯有到了武道第5境圣境，才有资格尊称为大能。东玄宗当今宗主便是一位武道圣人，而天境便是王者，地境可称为宗师。藏书阁长老接着说：我这里有一门大能传承的前置功法，名为虎豹龙蛇拳。风从虎，豹从电，龙从云，蛇从狠。你若能修炼成这门功法，便能纵横玄境无敌，更有资格一探大能传承。唯有真正的顶级天骄才能学得会，不然凡人100年也参悟不透。你可要学？陆沉舟没有直接答应，而是问：长老，敢问这拳法的大能如何称呼？龙尊。武道第6境尊境，这个境界极其恐怖，便是你远在千万里外提及名字，其本尊也会有所感应。天上地下，万物以他为尊，尊境传承比圣人传承更有吸引力。陆沉舟当即点头答应下来。长老，我要学虎豹龙蛇拳。藏书阁长老捋了捋山羊胡，笑眯眯道：那你听好口诀。长达上万字的口诀吐露出来，陆沉舟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组合起来如同听天书一样，宛若前世回到高中听数学老师讲课一样，听得陆沉舟昏昏欲睡。藏书阁长老说完，喝了一口茶。如何？陆沉舟佯装听懂了，开口道：多谢长老传授，弟子略有收获。反正他是纯阳之体，又有双修悟道功法在身，回去顿悟便是，这就有收获了。藏书阁长老瞪大眼睛，看陆沉舟的目光仿佛是在看一个怪物，他眼中金芒疯狂闪动。陆沉舟拱手抱拳：多谢长老传功，弟子必不忘长老大恩。弟子略有收获，想要回去仔细顿悟，恕弟子失礼告退。他听得头昏脑胀，10000字硬塞进脑子中，他此刻只想好好回去休息一下。说完，陆沉舟转身就面无表情走了。落在藏书阁长老眼中，不错不错，我当年拿到这门功法也是这般反应状态，可惜我花了30年才入门小成。昔年的他也是一代天骄，被称为东玄宗100年来最强天才，却因为这门功法被耽搁一辈子，如今沦为藏书阁长老，尊敬传承呢。我辈凡人即便是得见天尊，也难以学之有成。陆沉舟来到外门弟子休息区，找到属于他的房间，进去就躺着休息，睡了2-3个小时才缓过神来。
陆晨舟细细阅读起虎豹龙蛇拳，好强大的功法，没有软肋和弱点。虎为力量，豹为速度，龙是招式，蛇是身法，一门功法搞定玄境修士所需的一切。他当即不多想，直接催动阴阳之气，开始顿悟。刹那间，大量的阴阳之气消耗一空。陆晨舟神情惊愕，我还没开始，这就结束了。这功法好是好，可消耗未免也太大了吧。旋即他反思，之前顿悟元气丹和帮助芷柔姐顿悟就消耗了不少，昨晚倒是补充了不少纯阴之气，但纯阳之气却是没有了。也不对，我方才是同时要领悟虎、豹、龙、蛇4套招式，所以才消耗了特别多。看来要想利益最大化，最好是先专修一门比较好。脑海里开始涌出一点点虎豹龙蛇拳的信息，让陆晨舟接触到了一些皮毛，但距离入门还很远。等进入外门秘境后，先在边缘杀妖，积攒纯阳之气，提升修为和功法。陆晨舟准备出门吃个饭，然后就回来休息。刚走出门，就在院子内看见3个外门弟子正在摩拳擦掌，积极备战。这3个外门弟子，每一个人散发出的气势都比陆晨舟强。2男1女，女的打扮艳丽暴露，大片诱人肌肤裸露在外，气质妩媚宛若玫瑰。看容貌30多岁，正是虎狼能稀土的时候。另外2个男性外门弟子，一个肌肉如囚龙，青筋突爆，一眼就能感觉到他的凶猛。余下那个气质如山，肌肉若磐石，油光发亮。3个人见到陆晨舟，那艳丽女子主动开口，眼神打量着陆晨舟，好似见猎欣喜。哟，什么时候我们院子新来了一个人？外门弟子每个院子都是规定住4个人，而且都有门牌号。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陆晨舟，见过师兄师姐。陆晨舟站在门口，对着3人拱手抱拳。陆师弟，你这气质身板倒是姐姐喜欢的款式，可有床搭子？那打扮艳丽宛若火辣玫瑰的美妇人走向前来，开门见山。干扰，你别随时发骚。肌肉如囚龙的男子开口。干扰不乐意道，老娘要做什么，你罗一山管得着吗？那个肌肉若磐石的男子冲陆晨舟露出一个笑容，声音沉稳有力。陆师弟，我叫唐恒，你的实力看上去不差，不知道修炼的是哪门玄阶功法？他与陆晨舟的气质相仿，因此一眼就能看出来陆晨舟实力不俗。陆晨舟拱手回礼，摇摇头道，我没有修炼玄阶功法。干扰如同看到宝贝一样，妩媚双眼直放光。陆晨师弟莫不是今日刚到外门，还没去外门挑选功法？若是这样，你只要陪我一晚，我陪你走一遭藏书阁，给你挑选出最好的玄阶功法。陆晨舟脑门涌现黑线，这外门的少妇师姐如此饥渴，上来就要直奔主题。他开口道，我确实是第一天到外门，但得罪了一个权贵弟子，手中的履职证明、藏书阁卷都被毁了。这么过分？罗一山怒声惊呼，这不是断你前程吗？这些权贵弟子真该死。干扰也为陆晨舟打抱不平，没有玄阶功法，发挥不了我们玄境修士的真正力量。唐恒开口说，第一天到外门，陆师弟还没有组队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小队，一起去外门秘境？我们3个人已经去了3次外门秘境，经验丰富。陆晨舟有些惊讶，然后问，我加入师兄你们的小队，不是拖你们后腿？唐恒说，我们年纪大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参加外门秘境，这一次我们准备的东西比较多，就想在外门秘境中多赚点钱。我们在前面杀妖，陆师弟你可以给我们背行李，负责补给和善后，相应的我们保护你的安全，你也能增长经验，如何？陆晨舟眼珠子一转，当即答应下来，我愿意加入。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有劳唐师兄、丹师姐、罗师兄了。他正愁不知道如何在秘境中开展自己的计划，有几个人带他上路，他也能趁机狗发育。何况只是让他打杂，倒是不用担心这3人会有什么阴谋诡计害他。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万事小心谨慎。但他可没那么好欺负。陆晨舟答应加入小队，干扰对他更亲热了一些，竟是上来搂住陆晨舟的肩膀。陆师弟，好好跟着我们混，安全走一遭，在秘境内赚的钱够你去藏书阁买本好功法了。今晚要不要来姐姐房间给你上上课，尝尝经验？陆晨舟当即婉拒了，他是那么随便的男人吗？唐恒拿出一张地图和一个小手册给陆晨舟，这是我们记录的地图线路以及相应的经验知识，我们的目标只在秘境最外侧杀妖兽赚钱，不去危险的地方。陆师弟，趁着今天还有时间，你好好看看，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总不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多谢唐师兄。陆晨舟接过这2样东西，认真看起来收获颇丰。整个外门秘境分为3个圈层区域，最外一层乃是各种妖兽、药源、矿脉所在，第2个圈层便存在着许多很厉害的妖兽，正当中第3个圈层
便是宗门大能的传承所在地。走，去吃饭，好好搞一顿养精蓄锐。罗一山往外走，将陆晨舟也给搭上了。陆晨舟跟三人吃完饭，便是回到自己房间中沉沉睡去。次日一早，当当当，古老悠扬的钟声响彻整个东玄宗，而后一个浩大古老的声音传开：外门秘境今日召开，所有外门弟子立即前往广场准备参加，1刻钟内若有不到者，立即打成废人，逐出宗门。这外门大比，竟是强迫所有外门弟子参加。陆晨舟睁开眼，翻身下床，走出门外。唐衡、丹扰、罗一山也是准备好兽皮包裹，交到陆晨舟手里。走！一行人来到宗门广场前，密密麻麻的外门弟子在此汇聚，正当中是一面宽大古老的镜子，照映出秘境内的环境。陆晨舟粗略估算了下，到场的外门弟子起码都有7、8千人，大部分人神色亢奋、激动、期待。滚开！陆晨舟等人站在某一处地方等待后续，身后却是响起一个公子哥的怒斥声。丹扰急忙拉开陆晨舟，给这出声的公子哥让道，交代陆晨舟，外门排名前100的高手都招惹不得，即便是在外门弟子之中，也分3、6、9等。上3等便是各个世家子弟，出身显赫，天赋不凡，不知出于何等原因，专门留在外门。中3等便是例如一些权贵的后代子弟，下3等就是你我唐衡、罗一山这种无依无靠、实力排不上号的人。陆晨舟微微吃惊，这3人实力比他强横不少，在整个外门之中居然都排不上号，革老子的！罗一山有些愤懑，等我攒够了钱，也去买个外门执事的位置当当，以后我儿也能做纨绔子弟。肃静！一道古老漠然、充满威严的声音陡然凭空响起，原本嘈杂如闹市的广场瞬间鸦雀无声。此次外门秘境的规矩，等听好：第一，不经杀戮，只为挑选精英；第二，积分排名前10者，可拜师入内门，位列真传候选；第三，时间限制为10天。现在诸弟子排队有序进入秘境。人群中，赵天昊找到了陆晨舟，2人四目相对，赵天昊对他露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唐衡开口道：该出发了。食指用力紧扣，小心传送进去被分散。4人双手紧紧扣住，走入传送门中。瞬间，眼前天旋地转，还未彻底站稳，耳边便是响起凄厉的厮杀惨叫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宛若炼狱一般的场景，断肢残体，内脏溅射，血腥味冲天，大量妖兽在与人厮杀。唐衡，杀！唐衡率先冲上去，罗一山紧跟其后。丹扰匆匆交代一句：陆师弟，你在后方自己注意安全躲避。他身形如脱兔，身法速度极快。陆晨舟背着3人的行囊，站在后方观战，周围有上百名弟子，而他们被一群白臂猿妖给包围。2阶妖兽，白臂猿妖。陆晨舟眼中是凝重之色，比起他出城杀过的月牙狼，白臂猿妖更为凶残恐怖。甫一传送进来，便有数十名外门弟子惨死在白臂猿妖手中。唐衡冲在最前方，上衣爆裂，一身肌肉宛如金刚石一般。那白臂猿妖的巨大拳头轰在他身上，宛若打中巍峨大山。唐衡纹丝不动。罗一山的肌肉犹如囚笼，犹如发疯一样的暴杀，唐衡则是见机为他遮挡来自白臂猿妖的攻击伤害，而丹扰则是承担收尾杀妖，帮助2人挪动身形。陆晨舟捏着下巴，一个横练吸引火力，一个狂暴攻伐，一个移形换影，好配合啊！外门弟子资源贫瘠，专修一门功法组队，才能不浪费资源，保持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陡然间，一头被打成重伤，被丹扰误以为击毙的白臂猿妖从他身后站起来，张开血盆大口扑杀而去。要是丹扰被这白臂猿妖给击中，当场就会尸首分离。陆晨舟沉声一喝：善扰师姐，躲开！声音响起的瞬间，陆晨舟身形往前俯冲，手中更是有一拳轰杀而出。灵扇！丹扰听到陆晨舟的提醒，扭头一看，便是毛骨悚然，连忙往旁边一躲。白臂猿妖一招落空，硕大如金铁般的双臂朝着他锤杀而来。丹扰脸色顿时煞白，瞳孔中倒映出绝望的滋味。如此短的时间内，他来不及第2次躲避。砰！瑞音拳风响起，这头白臂猿妖的头颅凹陷进去，没有爆炸开来，腰躯一颤，轰然倒地。5缕精纯磅礴的纯阳之气钻入陆晨舟体内，好磅礴的纯阳之气，杀一头白臂猿妖，足以抵得上我杀500头猪。陆晨舟脸色惊喜，这就是2阶妖兽。丹扰露出劫后余生的潮红之色。陆师弟，谢谢你。他眼神更是震惊，这位他们负责后勤的小师弟，实力居然如此强大。罗一山，丹扰，你真是年纪大不中用啊，这种低级致命的错误也能犯。唐衡夸赞道，原来陆师弟修炼的竟是灵山拳，
一拳就能击毙白臂猿妖，了不起。陆晨舟谦虚道：“我只是捡了个漏，如果没有师兄师姐在前面忙活，我哪能杀掉这头白臂猿妖？”丹饶抿了抿嘴唇，开口道：“我确实年纪大不中用了，所以这才要最后参加一次外门大比，赚够钱养老。陆师弟，你等下与我一起收尾击毙妖兽，如此分工，我们能节省更多时间和精力。”陆晨舟舔了舔嘴唇，眼中露出野狼般的眼神。这瞌睡来了送枕头，丹扰人不错吗？好，四人齐齐开弓，一连击杀了10头白臂猿妖，才突破包围圈。而陆晨舟体内的纯阳之气，则是来到了前所未有的50缕。这50缕纯阳之气，能将他的修为、功法提升和种境地，他还不清楚。他这纯阳道体觉醒不久，还在探索中。这10头白臂猿妖一共带来了100点积分，四人平分，各自拿到了25点积分。没有人将陆晨舟看作成小弟。突破白臂猿妖的包围后，四人来到一处山谷，这里百花盛开，灵气浓郁，那里俨然是一处药园。寒灵草、月华珠、烈阳果。丹扰深吸一口气，每一个都至少价值上千块灵石。发了，发了！罗一山兴奋的尖叫。唐恒当即开口道：“趁别人还没赶来，我们抓紧行动。丹扰，你速度快，手巧，进山谷摘取灵药。老罗、陆师弟，我们各自占据一个方位巡逻，布置好任务。”几人当即散开。陆晨舟则是趁着这个功夫，要催动阴阳之气，提升功法。虎豹龙蛇拳，你就给我顿悟。陆晨舟要先顿悟龙门，领悟玄阶招式，如此才能发挥他玄境的实力。龙有千百种，其中以烛龙为贵，堂皇霸道，俯瞰天地。龙拳如何称霸？一个呼吸的时间，陆晨舟龙拳入门。陆晨舟领悟了龙拳7式，陆晨舟只能感慨，不愧是顶级功法。灵山拳还只是全力叠加，而龙拳7式则是全力翻倍，一拳更比一拳强1倍，何等凶猛强悍！如打出第7拳，直接将全力翻7倍。但仅仅是入门还不够，至少要小成才能随心所欲，不然龙拳虽好，领悟不够还反而伤身。入门之后，陆晨舟好似修炼了20年一样，终于将龙拳7式修炼到小成境界，可以毫发无损连打7拳，但限制很大，身法不够，力量还不够。10年入门又20年小成，这还仅仅只是一个龙拳。虎、豹、蛇还要领悟，才能彻底发挥这功法的力量。以我的物资，老老实实修炼，岂非是要120年才能学会这拳法？陆晨舟深吸一口气，难怪藏书阁长老那般叮嘱他，功法强大，你也要有足够的寿命能参悟才行。而陆晨舟也借此机会发现，一缕纯阳之气能让他顿悟1年时间，那他对自己的纯阳道体就有数了。招式小成，我能发挥玄境正常该有的力量，但身法速度方面才是我的致命伤。陆晨舟在龙拳小成之后，立马转变心思，顿悟蛇门。蛇的感知很强，身法也强，宛若鬼魅，行动令人难以揣测，因此人对蛇有畏惧观感。2、3个呼吸后，陆晨舟的蛇形法入门，然后他便察觉到了危险。他缓缓睁眼，只见他左右两侧竟是站着2拨人，一方人马是赵天昊，还有一方人马陆晨舟不认识。赵天昊居高临下的看着陆晨舟，眼神冷冽，冷笑道：“陆晨舟，你可真是叫我好找啊！但没想到，除了本少以外，还有人想要你死。哟，竟然还是合欢盟的人，你找死的能力令人佩服。”合欢盟，张家。陆晨舟眼眸顿时微眯。2拨人发现陆晨舟，只当陆晨舟插翅难逃，必死无疑，竟是没有第一时间攻击陆晨舟，反而那合欢盟的人冲赵天昊拱手道：“赵公子，我乃合欢盟的萧吹红，有幸与赵公子再次相会。”既是赵公子当面，那萧某便不打搅赵公子的兴致，陆晨舟此人就让赵公子杀了泄愤。这萧吹红像个得力渔翁一般，竟是面露笑容，客客气气。声音落下，萧吹红身后的人开始掠阵，防止陆晨舟逃跑。赵公子，请。萧吹红，你这人倒是有几分意思。赵天昊哈哈一笑，带着身后人手缓缓朝着陆晨舟压去，给人营造一种难以喘息的压迫感。陆晨舟面对此举，眼中没有丝毫畏惧之色，反而杀机浓郁。赵天昊，我正准备寻你下落，只要在此处杀了你，不用等青鱼登临圣女位，这婚约关系也可解除。倒是没有料到，你竟是送佛送到西，主动来送死，倒是省了我不少时间啊！就这么迫不及待，想看我和青鱼光明正大在一起吗？哦不，你看不到了。赵天昊脸色铁青，冷笑一声：“陆晨舟，你莫以为自己掌握了灵山拳这种三脚猫功夫，就可以强得得意忘形。
今日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掌握着高超的2阶功法，随便出手就能将你打死。你若现在跪下来求情，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的。陆晨舟缓缓摆出一个拳势，咧嘴一笑，命就在这里，你们不要客气，自取便是。话音落下，动手！赵天昊冷喝一声，身后当即走出2个玄境外门弟子，朝着陆晨舟扑杀而来。吼！刹那间，好似龙吟声炸响，一道磅礴的金色拳罡从陆晨舟的拳头上迸发而出，当即朝着身前这2个外门弟子轰杀而去。砰！气爆声宛如雷鸣般炸响，灵力呼啸而出。赵天昊亡魂大冒，当即往后退。只是一瞬，金光散去之后，那被派去攻击陆晨舟的2个人，上半身被轰烂成肉泥，只剩下半身的尸体到底。一拳瞬杀2人。赵天昊脸色一沉，眼中有惊惧之色。这不是灵山拳，你这杂种竟然早已有了更高级的功法。是了，一定是苏青瑜那个贱婢给你的。你们一起上，给我杀了他！杀！赵天昊身后10余人暴喝一声，纷纷催动功法，朝着陆晨舟轰杀而去。第2拳，陆晨舟面对10人同时扑杀而来，眼中露出残忍笑容。吼！龙吟声更强，金光璀璨爆发。轰！强大的拳罡呼啸而出，直接覆盖一片区域。啊！这是什么拳法？在一阵阵凄厉、绝望的惨叫声中，这10个外门弟子惨死在陆晨舟的拳下，而后一缕缕纯阳之气被他吸收，化为陆晨舟的资粮。又有30缕纯阳之气进账，爽！2拳之后，赵天昊带来的人手尽数死在陆晨舟手中。赵天昊脸色大变，五官扭曲，眼神怨毒。苏青瑜这个贱婢竟是传授了这么强大的功法给你，陆晨舟，我今天一定要你死！赵天昊怒吼一声，身后有一头巨大的青虎虚影浮现，而后他拔刀朝着陆晨舟轰杀而去后，青虎咆哮，极为凶厉。然而青虎的咆哮声又如何比得上陆晨舟的龙吟声？陆晨舟再次一拳扑杀而出，轰！啊！赵天昊惨叫一声，身后的青虎虚影被打灭，身上穿着的铠甲碎裂开来，他身上的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竟然没有死，原来是有法器护身。陆晨舟眼神冰冷，缓缓抬手准备再来一拳。赵天昊脸色巨变，眼中满是惊惧之色。陆晨舟，你安敢杀我？我姐姐乃是当今圣女，你若杀我，我姐姐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若留我一命，那苏青瑜我不要了，这个贱婢我让给你。你不要杀我！然而陆晨舟手上续拳的动作却是没有停下。吼！龙吟声缓缓响起，赵天昊连忙叫道：萧吹红，救我！救我杀了他，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萧吹红当即出声道：陆晨舟，还不住手！声音响起的同时，那在附近掠阵的一众修士齐齐催动功法，朝着陆晨舟轰杀而去。而陆晨舟只有一拳，金光爆发，这一拳直接将合欢盟这10几个人催动的招式给抹灭，将赵天昊杀掉之后，余下的全力还将这10几个人给震伤。陆晨舟，你找死！萧吹红眼神一变，结阵。声音落下，这10几个人强忍着伤势带来的疼痛，开始结阵，而后凝聚出一道深红色磅礴的剑气，朝着陆晨舟斩去。危险！陆晨舟眼皮一跳，眼中闪过一抹厉色，身形当即狂掠。然而这剑气威能不是一般强悍，即便陆晨舟躲得很及时，仍旧被其伤到。扑陆晨舟嘴角一血，被那剑气擦身而过，但内脏被剑气震伤。若非时间太短，纯阳之气不够，我没有彻底领悟功法，焉能叫他们放肆？陆晨舟眼神冷厉，但你们也别想再发出第2剑了。他龙拳只是小成境界，只是能顺利打出7拳，每打1拳需要点时间酝酿全力，这才给了萧吹红等人有机可乘的机会。若是大成龙拳，7拳顷刻而出。赵天昊都死了，你们为什么不跟着他一起上路，免得黄泉路上孤单？陆晨舟催动身法，如同一条毒蛇般，身形鬼魅狂掠，快速朝着他们轰杀而去。第5拳，龙吟炸响，金光璀璨，轰！爆炸声响起，这一拳当即打死3人。萧吹红满脸的不可置信，怎么可能？都是玄武境，你怎么可能破开我的剑阵之力？这可是集合了10几个玄武境修士的力量啊！这陆晨舟不过玄武境2层，一身力量能超越10几个同境修士总和。剑阵被破坏了，撤！快撤！余下还活着的10个人脸色大变，眼神恐惧，齐齐开始撤退，连同萧吹红在内，还剩下8个活人。他们脸色惨白，冷汗直冒，心惊肉跳，开始往后撤退。陆晨舟却没有放他们离去的打算，留下来成为我修炼的资粮吧。他催动蛇法，身形宛如鬼魅，
朝着他们追杀而去。萧吹红脸色难看，这陆沉舟的战力也有进入此次外门前100的潜力，能与那些大人物争夺无上传承。陆沉舟，你莫要猖狂，只待我搬来援兵，便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将身上的法器全部丢出去自爆，拦住陆沉舟。每一件法器都至少价值上千块灵石，极为昂贵。声音落下，萧吹红几人肉痛地拿出剑形法器，朝着身后的陆沉舟投掷而去，然后自爆。砰砰砰，爆炸火光冲天，扬起漫天烟尘。萧吹红见到身后漫天烟尘，冷笑一声：陆沉舟，即便你战力强大，但肉身终究是玄境，法器自爆的威力可是不好受。旋即他脸上笑容凝固，只见陆沉舟毫发无损从烟尘中走出。该死，这是什么身法，竟能避开法器自爆？难以言喻的生死压力顿时令萧吹红有些窒息。陆沉舟脸上斜裹着残忍笑容，朝着他们狂奔而来，如同毒蛇一般，压迫感极强。该死！萧吹红拿起身上的法器，眼中露出一抹狠辣之色，插进身旁一人的体内。在那人惊愕绝望的眼神中，他抓起这人朝着陆沉舟投掷而去。陆沉舟见到这一幕，唯有一拳轰出。龙拳！龙音炸响，金光璀璨，但旋即陆沉舟感觉到了一点反噬之力，嘴角一血。拳法小成的桎梏。轰！金光罡风未到，萧吹红便是引动法器爆炸，这是拿人命做诱饵，只为能阻拦陆沉舟的步伐。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手段。数件法器齐齐爆炸，如同雷霆炸响，响彻方圆数十里。巨大的烟尘冲天而起，灵力狂暴化作肉眼可见的波浪铺散开来。嗨！巨大灵力气浪将萧吹红几人都给炸飞出去。萧吹红身形狼狈，口吐鲜血，伤势加重，眼神冷厉。陆沉舟，即便你再厉害，吃了我这一手又当如何？非死即残。这人实在太厉害了，我们的剑阵都杀不了他，也只有外门顶尖天骄才能与他过招了。几人眼中是劫后余生的惊骇，脸色苍白如纸。就在他们长舒一口气时，吼！漫天烟尘中响起金光龙吟吼声。萧吹红脸色巨变，眼中浮现出浓浓的惊惧之色。走！这是什么怪胎？这都挡不住他的步伐。漫天烟尘被陆沉舟一记龙拳给轰散。萧吹红这狠辣的一招确实伤到了陆沉舟，令他伤势加重，但这更令陆沉舟眼中杀机浓郁。好手段，以人命做法子，暗藏法器自爆。萧吹红束手无策，直接拿出一颗毒丸打散，令他身边的这6个人开始难以呼吸，脸色泛紫，身上的经脉开始扭曲突爆，然后丢下。这6个人迅速逃亡。地毒丹，陆沉舟见到这一幕，脸色凝重，不敢有丝毫大意。这地毒丹极为恐怖，可使人沦为瘟疫母体，华佗难治。萧吹红，你不得好死！这中了地毒丹的人艰难地吐出这句话，眼中充满了对萧吹红的怨恨。陆沉舟眼下有伤，可不想感染的毒丹，他远远站着，不敢再向前，只是一记龙拳轰出。反正你们也要死，也不要浪费了。一声惨叫后，这6人被沉舟打死，免遭的毒丹的折磨。陆沉舟视线中，那萧吹红已经逃得远远，若是他功法大成，顷刻间就能追上。但眼下他有伤在身，蛇形法只是小成，而且眼前还有的毒丹拦路。陆沉舟想了想，眼中金芒闪烁，等我提升功法后再来找你。这一战，陆沉舟又吸收到40缕纯阳之气，40年足以将蛇形法顿悟到小成，再将虎门顿悟至入门。他此刻已经离唐衡等人所在的山谷已经很远了，于是就近找了个无人的山洞疗伤。幸好唐衡等人方才他背着后勤行囊，他身上有一些疗伤丹。陆沉舟拿出丹药吞服炼化，开始疗伤。山洞外，轰隆隆，100里之内陡然间有乌云覆盖，水蛇粗般大的雷霆劈下，而后是倾盆大雨。在乌云之中，有2道宛若魔神一般的身形在厮杀，散发出的气息令万物颤抖折服。不知过了多久，惊雷消散，一道倩影自乌云中倒飞而出。仔细了瞧，竟是一位绝世仙子，其容貌精致绝美，眉心有一处梅花印记，为她增添了几分妩媚性感。肌肤白嫩如豆腐，身上的长裙破破烂烂，春光几近可见。她此刻玉颜潮红，便是耳垂和脖颈都密布潮红之色，一双美眸之中满是欲望之色。她的理智在渐渐丧失，嘴唇紧咬。该死的公羊羽，竟给我下了蛟龙胆囊之毒。蛟龙姓银，其胆囊更是淫秽之精，常被用来制作成春毒媚药，便是石矶娘娘来了，也要沦为荡妇。陡然间，他看到了正盘膝坐在山洞内的陆沉舟，身形朝着他飞去。蛇形法带来的敏锐感知，让陆沉舟陡然睁眼，映入眼帘的是巨大傲人胸脯。好大，好白！这绝美仙子站在陆沉舟身前，而后失去控制，
直接朝着陆晨舟扑过来，将他狠狠压在身下，粗暴地撕裂着他与陆晨舟身上的衣物。陆晨舟惊呼道：“前辈，你这是要做什么？我已有心仪之人，你不要这样，快住手！”这绝美仙子彻底失去理智，白嫩的玉手捏住陆晨舟的下巴，俯身而下，满足我。而后便是吻住了陆晨舟。陆晨舟震惊、傻眼、挣扎、被迫沉沦而后的体验，只觉飘飘欲仙，与这陌生仙子共赴巫山寻欢娱。玉雪照同时提醒陆晨舟：“宿主，此女蕴含的纯阴之气极为强大，你不要浪费机会。”于是陆晨舟一边飘飘欲仙，一边运转着功法，痛苦地收集着纯阴之气。没有什么能比修炼更重要。一夜过后，陆晨舟一脸疲惫，两世为人，第一次就这样没了啊！而身旁那绝美仙子正在缓缓更衣，目光时而冰冷，时而暧昧，时而复杂，仅仅是散发出的一缕气息，就令陆晨舟站立承受不住。陆晨舟连忙道：“前辈，昨晚是你强迫我的，我反抗都没用，而且我满足了前辈，看在我整夜辛勤劳作的份上，前辈能不能饶我一命？”住嘴！绝美仙子美眸中浮现出羞愤之色，回想起昨晚不堪的疯狂，令他难以启齿。而且眼前这小子本钱竟然如此雄厚，令他某个部位到现在还有些胀痛难受。绝美仙子阴唇轻动，声音冰冷，充满了威严：“昨日本宫被奸人暗算，才做出如此荒唐之事，但你终究是救了本宫一命，本宫不会恩将仇报。”陆晨舟松了口气，而后很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道：“昨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只是做了个梦。”昨晚见红了，陆晨舟没想到如此绝美仙子竟还是处子之身，当真是让他陆晨舟开出大奖了。绝美玉人，气质成熟丰腴，宛若天山雪莲，美艳至极，但只可远观，不可亵渎。你当本宫如此不负责？绝美仙子声音一冷：“离开秘境后，你拿着这块玉牌来寻本宫。”他拿出一块玉牌给陆晨舟：“这事还有后续？”陆晨舟眼神微正，接过令牌：“仙子，我该如何称呼你？”花妙一。绝美仙子天籁声音响起。说完这句话后，他便腾空飞走，眨眼间消失不见。陆晨舟见到这一幕，深吸一口气：“腾云驾雾，飞天之能，乖乖，这至少是天人之境啊！凡、玄、地、天、圣、尊，地境称为宗师，天人之境能超脱天地至古，可飞天遁地。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天人之境的强者，而且他这么美，还这么润，嘿嘿，赚大了！”陆晨舟看着手里这块令牌，不知道这花妙一是何方神圣。陆晨舟将其收好，脑海里玉雪照的声音响起：“宿主，你这一次可是赚大了，吸收到这么纯阴之气，短时间内都无需再担心纯阴之气的消耗。”陆晨舟好奇道：“你是保存了多少纯阴之气？”玉雪照：300缕出头。陆晨舟深吸一口气，一次真正的双修就能吸收到如此多的纯阴之气，伤势也养好了，该提升功法了。蛇行法，给我顿悟到小成地步。陆晨舟催动阴阳之气进入顿悟状态之中，20缕阴阳之气消耗，陆晨舟好似又修炼了20年的蛇行法，整个人有一种特别空灵敏感的状态，便是一片树叶飘动也难逃他的感知。正所谓打草惊蛇，便是草叶轻轻响动也能令蛇察觉到。而后陆晨舟在这狭小的山洞能施展蛇行法，宛若泥鳅一般，极为灵活难寻。小成了。陆晨舟看着还有20缕的纯阳之气，该提升虎门了。虎从风，又为力。正所谓树大招风，力大破风。这虎门乃是记载一种如何调动体内气血骨骼的法门，使其全身融会贯通，凝于一点。10缕阴阳之气下去，陆晨舟虎门入门。噼里啪啦，虎豹雷音也似，他身体一震颤，体内骨头气血一配合，便是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而后他运转蛇行法，身法速度竟是原有的基础上加快了1倍。轰隆，随意一拳轰出，便是超过2500斤的力道，配合着气血骨骼，宛若雷暴一般，声势威吓凛然。陆晨舟此刻体内还剩下10缕纯阳之气，而这门虎豹龙蛇拳仅剩暴速还未入门。龙蛇小成给身体带来了一些负担，虎力入门又给身体带来了一些负担，要是暴速也入门，眼下他这具肉身不一定能承受得住。先积攒一些纯阳之气，提升几层修为再说。眼下虎龙蛇3力在，陆晨舟已经感觉到此刻的他是前所未有的强。该出发了。他不准备回去找唐衡几人，这3人年纪大了，失去了进取之心，只想搜集点灵药赚钱，为自己养老。而他的目标是秘境第3圈层，图谋无上传承。不如此，如何追得上苏青瑜这妮子？陆晨舟发现
花妙一离开前，竟是将那件染血的衣服给带走了，给他留了一套崭新的衣服。穿好衣服，陆晨舟走出山洞，朝着地图上的第2圈层而去。杀妖，先积攒点纯阳之气。但他走了没几步，发现自己要改变主意。看来杀妖之前，还得先杀人才行啊！他抬手一瞧，前方左右两侧竟是浮现出数百道外门弟子的身形，而其中萧吹红领头。此刻数百人在他身后，令他充满底气。砰砰，数百名玄境修士齐齐前行，令地面都轻微震颤，无数细小碎石轰然震动，宛若潮水一般，一层又一层将陆晨舟包围在其中，压迫窒息感极强。萧吹红脸上是残忍笑容。陆晨舟，你终于现身了，我们这么多人可是等你好久了。陆晨舟目光扫视全场一眼，眼中没有丝毫畏惧之色，反而露出渴望的野性，嗓音喜悦地发问。1个晚上的时间，萧吹红，你从哪拉来这么多人？呵呵，萧吹红冷笑，这么多同门师兄弟内不乏圣女的追求者，你杀了圣女的亲弟弟，他们自愿来为赵少报仇，其次便是我合欢盟的人，最后便是那些权贵天骄的追随者。陆晨舟，你实在太危险，太有潜力了，便是让外门前100的大人物们都觉得你能威胁到他们的排位。我只是将你的战力表现透露出去，这些权贵天骄就将他们的追随者派过来杀你。足足400人，陆晨舟感到荣幸吧？这么多人齐聚于此，只为杀你一人，你没有活下来的可能性。陆晨舟只是两手握拳，咧嘴一笑，谁能活下来，要动了手才知道。声音落下，龙吟炸响，金光璀璨喷发而出。杀！这一拳轰出，不少人顿时心中骇然，面露惊惧之色。这是什么品级的拳法啊！率先冲上来的10来个人发出一声惨叫后，顿时死在陆晨舟这一拳之下。杀！而后更多的人前仆后继冲上去轰杀陆晨舟。吼！龙吟炸响声不断，却不过龙吟的吼声越来越强，直到陆晨舟第6拳轰杀出来，竟是已经杀了200人。现场血腥气冲天，满地的残肢断体，宛如人间炼狱。余下活着的200人脸色阴沉难看，身体禁不住的颤抖。萧吹红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声音发颤：这怎么可能？仅仅1天时间过去，他的实力竟然又变强了许多。6拳轰杀200名同境界的修士，放眼整个东玄宗外门，也只有那些外门前10的大人物才能做到。一缕又一缕纯阳之气进入陆晨舟体内，化为他的修为资粮。萧吹红颤着声音大声嘶吼：诸位师兄弟，这陆晨舟就是个魔鬼，我们接受大人物之恩，如若在此放掉此寮，他将威胁到那些有恩于我们的大人物，即便拼上性命，我们要将他诛杀在此，不计一切手段。顷刻间，余下的200人催动功法，或自爆法器，或向陆晨舟投掷毒药，只为将其轰杀。陆晨舟见状，脸上露出一个残忍笑容，他的身形犹如鬼魅一般离开原地，冲进人群之中。每一个朝他攻击来的招式，都瞒不过他敏锐惊人的感知，配合着鬼魅身法，轻轻松松将其避开。而后第7拳，吼！雷霆也似的龙吼声响起，金光喷发，人群之中竟有一条烛龙虚影浮现，此为真正的霸道龙拳。烛龙虚影浮现的一瞬间，无数人震惊，这龙影，这是拳法还是神通？是谁？就在现场众人疑惑惊惧间，陆晨舟这一拳已经是猛然轰出，他这还是第1次完整的打出第7拳。啊！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磅礴的纯阳之气被陆晨舟吸收。金光龙影散去之后，整个现场只剩下100人了。这第7拳叠加了7倍全力，竟是一拳轰杀同境界100人，这杀人如魔啊！萧吹红的脸色顿时苍白如纸，这陆晨舟的战力绝对能排进外门前10。逃！必须要逃回去，将这个消息禀报给那些大人物。陆晨舟的狠辣与恐怖直接吓破了萧吹红的胆子，浑身颤抖，趁着所有人还在惊惧之中没有回过神来，他当即撒腿就往后面跑去。陆晨舟，你这个恶魔，杀了这么多同门师兄弟，去死吧！有的脸色惨白，面容惊惧，嘴中仍是怨毒嘶吼声。本以为400名外门弟子到场，足以轻松虐杀这陆晨舟，谁能料想，转眼间就被陆晨舟轰杀300人。一口气打出7拳后，陆晨舟酣畅淋漓，体内吸收了不少纯阳之气，但他终究功法还没完全入门，实力也弱，肉身扛不住这般大的消耗，他的气势顿时弱了一截。这陆晨舟变弱了，刚才那秘法他肯定不能再施展，趁这个功夫杀了他。快！听到这句话，陆晨舟神情微微一冷，直接笑出了声：你们不逃就好，都留下来吧。连打7拳，陆晨舟确实体内灵力仅剩没有多少，
不是他不够强，而是玄武2层的力量上限就是这样。提升修为的事情刻不容缓。陆晨舟眼下不能立即施展龙拳，但是他身上还有一门大成的灵山拳，配合蛇行法和虎力，足以应付眼前的问题。陆晨舟声音落下，身形再度如鬼魅一般在仅剩的100人中游走起来。嗡，巍峨瑞风之音响起。砰！陆晨舟每在人群中挥出一拳，便有一人头颅炸开，陨灭在他手中。这些外门弟子虽然同样玄武境，但实力泛泛，就算学了玄阶功法，也就是入门或者小成的层次，在功法上远远比不上陆晨舟。噼里啪啦，犹如豆子爆炒一样的声音响起，一个又一个人死在陆晨舟手中，毫无招架之力。啊！魔鬼，他就是个魔鬼！有的人直接被陆晨舟吓破胆了，发出凄厉的尖叫声后，开始撤退逃跑。分开逃命！有人脸色苍白如纸，终于意识到陆晨舟非他们所能杀掉的敌人，余下还活着的60-70人，开始个个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跑。然而，陆晨舟的速度极快，宛如一条毒蛇，枯骨之蚁跟在他们身后追杀。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胎？战力这么强，就连身法也这么快。有人眼神绝望，宛若掉进冰窟窿般，浑身冰冷。啊！陆晨舟，你不得好死！陆晨舟，饶我一命，我与你无冤无仇，饶我一命！啊！陆晨舟气笑了，无冤无仇，还要来杀我？陆晨舟，你猖狂不了多久，似你这样的怪胎，我们外门至少有20个人。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一旦你碰到外门前20的怪胎，你就会死在他们手中。陆晨舟眼睛微眯，我眼下的战力已经可以进外门前20了吗？那些出身大家族，占据东玄宗高层几千年的权贵子弟，陆晨舟自然不会轻视小觑。但似他这样的战力，东玄宗外门都居然还有20个，倒是让人惊讶，也让陆晨舟内心战意沸腾。他脸上露出一个笑容，我玄武2层就能进入外门前20，若是我修为提升了呢？陆晨舟知道一个事，很多顶尖权贵子弟早早就能突破到地境大宗师，但为了图谋无上传承，故意将修为压制到玄境而不晋升。看着四面八方逃出去的40多个人，陆晨舟也没有兴趣去追了，恢复一下灵力，该提升修为了。眼下修为太低，反而成了他战力发挥的桎梏。陆晨舟离开战场，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盘膝而坐，开始吞服丹药，恢复灵力。要将自身状态调整到最佳，才能提升修为，如此才能不留下任何隐患和暗病。这一次又收割到450缕纯阳之气。半天之后，陆晨舟深吸一口气，催动纯阳之气，开始提升修为。磅礴的纯阳之气开始没入进丹田中，陆晨舟的气息陡然提升拔高，然后修为开始突破。玄武2层巅峰，玄武3层，玄武4层。不过几个呼吸之间，陆晨舟的修为便是突破到凡武4层。而此刻他还仅剩下数十条纯阳之气，不够他再突破1层修为了。400缕纯阳之气才突破到玄武4层，但陆晨舟能感觉到，现在的他起码比玄武2层强了一半，丹田能容纳的灵气则是多了1倍。这几十缕的纯阳之气也不要浪费了。如今玄武4层应该能支撑我将虎豹龙蛇拳全部修炼到小成境界了吧？今天这一战，陆晨舟凭借龙拳斩杀掉300名同境界的外门弟子，不负于藏书阁长老说的修炼有成玄境同阶无敌这句话。功法彻底小成，不知道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陆晨舟此刻有一种预感，彻底修炼成虎豹龙蛇拳会有一种变化。他舔了舔嘴唇，闭上眼睛，开始催动阴阳之气。给我顿悟！外门秘境核心区域，月牙谷。此处有密密麻麻的墓碑、墓穴、洞府。山谷处站着外门排名前20的诸多高手，20人各自占据一个方位，与人对峙，身后是有不少追随者。他们都是为了无上传承而来，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放谁先入峡谷中，于是就这般对峙着，等待破局的机会。这时，萧吹红脸色惨白，仓皇逃到此处。那陆晨舟实力暴涨，掌握了一门恐怖的功法，一拳轰出，有龙吟金光，一拳轰杀上100人。据我目测，此人有外门前20的战力，如若放纵下去，恐影响各位的大计。声音落下，现场寂静，每个人都死死盯着萧吹红。萧吹红当即跪下，一字一句道：“我说的句句属实。方才我带去400人，被这陆晨舟杀的仅剩40-50人逃走，若再给他成长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呵呵，有一女子轻铃声响起，龙吟金光，听起来好像是虎豹龙蛇拳。那陆晨舟来此，莫非也要图谋龙尊传承，跟你秦神行抢夺？秦神行目光冷冽，宛若实质，让人感觉到皮肤刺痛。藏书阁那个老东西，居然还把这门功法传给了别人，倒是给了我一个惊喜。东玄宗存在几千年，这外门秘境内有哪些强大的先辈传承，
早就被大势力摸得清清楚楚，便是招式特征也令人熟络。有意思，除了你秦神行，居然还有人修炼了龙拳，那便试试成色。一个青年从怀中掏出口哨，往外一吹，天籁声音响起。但是外面第二圈层的强大妖兽齐齐狂暴起来，若连第二圈层都闯不过来，便葬身妖腹吧，没资格跟我们站在月牙谷外。萧吹红眼神震惊，万兽哨！旋即他松了口气，这哨声一出，使妖兽狂暴，那妖兽实力本就恐怖，这陆沉舟即便实力再厉害，这么多的妖兽耗也能把陆沉舟活活耗死，他这条命可算保住了。另一边，陆沉舟已经彻底领悟了虎豹龙蛇拳，他睁开眼睛，眸子光亮无比。原来如此，这虎豹龙蛇拳入门后，便能将这4门融会贯通，将自身力量、招式、速度、身法催动到极致，但施展起来消耗不低，对肉身负担比较重。陆沉舟觉得很合理，功法强大，那也是有一定要求条件的。若想不受限制的施展功法，毫无桎梏的发挥战力，还得要提升修为才行。他有感觉，修为若是提升到了玄武6层，他就能不受阻碍，正常发挥功法带来的强大战力。大部分人是愁功法不够强，陆沉舟是功法太强，自身修为跟不上，无法正常发挥战力。前往第2圈层杀点妖，就该去第3圈层拿下龙尊传承了。他此刻对龙尊传承充满了期待，这龙尊传承的前置功法就如此强大，那龙尊传承岂非更加恐怖？想想就令人期待。陆沉舟缓缓起身，朝着第2圈层而去。只是一靠近第2圈层，陆沉舟便是看到了许多妖兽陷入狂暴之中，不停扑杀着身边任何东西。一头有3丈高的血角牛红察觉到了陆沉舟的存在，赤目盯着陆沉舟，咆哮一声，朝着陆沉舟扑杀而来。陆沉舟被这血角红牛给盯上，有一种毛骨悚然发凉的感觉。靠！陆沉舟一眼就看出来，这血角红牛实力强大，非等闲之辈，恐怕寻常的外门弟子都不是这畜生的对手，唐横的横练都扛不住这牛妖一撞。血角红牛化作一道猩红残影袭来，陆沉舟感知极为敏锐，当即催动身法躲过这一扑，然后一记龙拳轰杀出去，轰隆！这一拳轰出，便是同时响起虎豹龙蛇的声音，既有虎豹雷音，又有龙蛇嘶吼。砰！陆沉舟这一拳直接超过4000斤的力道，打空气爆炸，发出噼里啪啦的爆炒声。哞！这头血角红牛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声，巨大的腰躯深骨塌现出一个狰狞的拳印子，而后轰然倒地，生机快速消失。陆沉舟却是敏锐察觉出，这血角红牛眼中竟是露出解脱之色，莫不是有人故意让妖兽陷入狂暴状态之中？真狠啊！下一刻，森林中又有数头体型庞大的妖兽冲出来，朝着陆沉舟袭杀而去。不仅如此，附近周遭还有数十头妖兽正朝此处奔袭而来。陆沉舟眼皮子一跳，靠！我这是捅了妖兽窝还是怎么的？打算活活耗死我？即便他掌握着龙拳，若是方才修为没有提升，功法没有彻底顿悟，恐怕打出一套龙拳7拳后，会被后续源源不断赶来的妖兽给耗死。不过现在嘛，这些实力强大的妖兽都将沦为他的修炼资粮。瞌睡来了送枕头。陆沉舟哈哈一笑，拳头挥打而出，龙吟炸响。妖兽狂暴起来后，整个秘境之中一片哀嚎，许多人葬身妖腹，也有人心有余悸地拿出令牌查看自己的榜单积分。唉，钱也没赚到，命还差点搭进去了。榜单上排名上，很多人的名字已经沦为灰色，代表死亡，而要榜单前10的人才有资格离开秘境之后拜师晋升内门，成为真传候补。但别说前10了，就连前20名过去过来都是那些人。陆沉舟第9名，此人是谁？在秘境中只有2种获取积分的方式，第一是获得传承，第二是杀妖。月牙谷前一道天梯浮现，数百人哀嚎不断躺在地上，这些都是想获得传承挑战天梯失败的人。萧吹红知道自己资质一般，无缘无上传承，他听着四面八方响起的妖兽咆哮声，眯着眼思索，这妖兽发狂，陆沉舟应该死在了妖兽手中吧。他无聊拿起令牌查看积分排名，旋即眼神一僵。陆沉舟第9名，这怎么可能？这妖兽发狂都杀不了他，还让他闯到了第9名，莫不是同名同姓有2个人？而此刻陆沉舟杀了不知道多少头妖兽，缓缓来到月牙谷前。萧吹红一眼就看到了陆沉舟，惊骇地站起身。陆沉舟，你居然没死！居然！陆沉舟眼神冷厉，看来阻拦我来到月牙谷，让妖兽发狂，与你有关啊！萧吹红看了一眼身旁的许多大人物，感觉充满安全感，谅陆沉舟也不敢拿他怎么样。这个地方比陆沉舟厉害的人多的是。萧吹红下巴一扬，笑着说：是又如何？
也罢，新仇加旧恨，送你去死！再去寻无上传承。陆沉舟朝着萧吹红缓缓走去，而后一拳轰出，吼！虎豹雷音，龙蛇嘶吼齐齐响动，令现场数百人震动。一道巨大的拳罡浮现，朝着萧吹红扑杀而去。你就是陆沉舟，学了龙拳那人，让我看看你与秦神行差距有多少。一个气质高贵、衣着奢华的公子哥现身，抬手一掌轰出，要去阻拦沉舟的拳罡。砰！他与拳罡斧一接触，便是脸色巨变，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之色。怎么会如此强大？巨大的拳罡好似携有崩山碎浆之力，摧枯拉朽，泯灭他的凌厉大掌，而后朝着他扑压而来。咔嚓！一道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这公子哥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身形倒飞出去，砸在地面上晕死过去，宛若路边随处可见的死狗一般。现场几百人露出惊骇之色，一拳便将第30名的高手给打成了废物。这陆沉舟果然有进入前20的实力，能与那些顶尖天才一样踏上天梯，一某无上传承。萧吹红身体一颤，脸色苍白如纸。这怎么可能？他是为泰山的大人物，被陆沉舟一拳给打成了死狗。萧吹红连忙开口道：救我，救救我！他急忙向身边的公子哥们求救，然而却没有人理会他。萧吹红，你就安心死吧，能打败这陆沉舟的人只有外门前20，而他们都已经踏上了天梯，正在谋划传承。扑通！萧吹红扑通一下给陆沉舟跪下，痛哭流涕。陆沉舟，饶我一命，我不想死，我给你道歉，给你赔偿，只希望你不要杀我，饶我一命。陆沉舟脸上露出残忍笑容，声音无情：杀人者，人恒杀之，你取死有道。声音落下，陆沉舟再次轰出一拳。不！萧吹红目眦欲裂，起身想要逃，但是拳罡速度太快，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汹涌拳罡将他吞噬淹没。砰！一拳轰下，萧吹红尸骨无存，只有几块碎肉和血迹溅射了一地。众人望着一幕，眼中闪过一抹惊惧、敬畏之色。这外门何时又出了这样的凶人？一缕纯阳之气涌入陆沉舟体内，他缓缓点头，还凑合。扫了一眼原地疗伤的数百人，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如果将这些人全部杀了，应当能给我提供不少纯阳之气吧。但他陆沉舟又不是嗜杀之辈，这些人和他无冤无仇。他只是扫了一眼，便望向月牙谷中的天梯。龙尊的传承便是在这其中。他缓缓朝着天梯中而去。一共有9阶的天梯上，此刻有零零散散20人正在艰难前行。这20人个个气势强大，一眼就知道非比寻常。这就是外门前20的顶尖天才。有人开口提醒道：陆沉舟，天梯一共分9阶，每一阶都有相应的考核，对应着不同的传承难度。下有宗师，上有圣人传承，但考核难度很大，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天梯反噬，造成重伤，甚至有可能死在天梯上。陆沉舟缓缓点头，多谢提醒。旋即便是踏上第1层天梯。轰隆隆，踏上这第1层天梯，瞬间就感觉到有一座无形大山压在身上。不仅如此，第1层天梯之中更有一头妖兽的尸骸爬出来，猛然扑向他。在这种情况下，修士要想出手击溃这妖兽尸骸，便是难上加难。一息时间，陆沉舟悍然出手，吼！拳罡震响，直接将这妖兽尸骸轰得渣都不剩。这就通过了，第1层的压制瞬间消失。而后陆沉舟踏上第2层，下面顿时有人神情愕然，连忙惊呼：怎么可能？3息时间不到，他居然破了秦神行的记录。更多人神情震惊，秦神行乃是当今的外门第一。嗡！人群嗡嗡的，所有人瞪大眼睛，有些激动和期待，看他能走到哪一阶，接下来还能不能破掉秦神行的记录。第2台阶同样如此。3息时间不到，陆沉舟登上第3台阶。5息时间不到，陆沉舟登上第4台阶。第4台阶上，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子忽然见到眼前金光一闪，正在缠绕她的妖兽被轰杀泯灭。女子扭头一看，便是见到一个容貌俊俏的少年郎从她身边掠过，踏上第5台阶。不用谢。此人是谁？陆沉舟一路快速通关，不停奔赴下一台阶，引起许多人的疑惑震动之声。外门之中竟然还有如此高手。第6、第7、第8台阶，陆沉舟即将登顶，数百人仰望着陆沉舟的背影，有人呼吸急促，要登顶了。第9阶，那可是宗门最顶尖的传承之地，最低也是5圣传承，他能否登顶第9台阶？随着陆沉舟又一拳轰出，他步伐轻描淡写地踏上第9层。轰！现场沸腾，无数人瞳孔发生大地震。
现场惊呼连连。陆晨舟站在第9台阶上，自言自语：“这天梯也不难啊。”嗡！第9层台阶之上爆发一阵光芒，陆晨舟身形一晃，消失在此地。天旋地转之后，当陆晨舟再次睁眼时，发现他站在一座巨大的宫殿前，在他身前竟还有3人。方才在他登天梯的时候，已经有最顶尖的天才踏过9层天梯，被传送到这里。外门第一，秦神行；第2，洛青女；第3，古翠妍。这3人霸榜多年，名气很大，陆晨舟自然认得他们。陆晨舟的现身顿时引起了3人的注意。洛青女打量了陆晨舟一眼，笑盈盈道：“你就是从藏书阁长老那里学了龙拳的陆晨舟？”陆晨舟不觉惊讶，只是淡淡道：“是我。”在未觉醒纯阳道体之前，这3人犹如神灵一样，与陆晨舟有108000里的距离。他们早已修炼到玄武10层，但为了无上传承，一直压着自己的修为不肯晋升。秦神行淡漠充满杀意的声音响起：“陆晨舟，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滚出去。”哦。陆晨舟眼睛微眯，看向秦神行。洛青女笑呵呵说：“你们2个人都修炼了龙拳，能走到这里的人可不多，但你们2个人似乎要争夺龙尊的传承哦。”哦。陆晨舟不由问道：“你能杀我？”秦神行冷声道：“虽然你也修炼了龙拳，但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相提并论的，3招之内必取你性命。”陆晨舟笑了，他舔了舔嘴唇，眸中是狼性的眼神：“我命就在这里，阁下有种，来取便是。龙尊传承，他势在必得。”就在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大殿之中忽然传出一道淡漠的声音：“最后一道考核，抢夺令牌。1刻钟的时间内，谁能从他身上取到令牌，便可传送到相应的传承大殿，接受前人遗责。”淡漠的声音落下，砰砰砰，沉闷令人惊悚的脚步声响起。众人抬头一望，只见一头体长有10丈的巨大火焰蟾蜍现身，兽瞳狰狞无情地盯着陆晨舟等人。巨大的压迫窒息感顿时席卷几人，而蟾蜍身上挂着许许多多的令牌。吼！蟾蜍发出咆哮声，朝着陆晨舟4人扑杀而来。这蟾蜍的实力至少也有3阶，乃是妖王一样的存在，比玄阶修士强出不知道多少。要从他身上夺得令牌，才能接受传承。陆晨舟眼中同样露出凝重之色，呼吸有些紧张急促。滋滋，这火焰蟾蜍张口喷射出火焰毒液，坚硬的地面犹如液体一样，顿时被腐蚀出一个大洞，看得人触目惊心。若是玄阶修士一旦碰上，恐怕立即就得化成一滩血水。砰！陆晨舟打出一拳，拳罡直接将这火焰毒液给击飞，甚至还反弹溅射到这火焰蟾蜍身上。吼！火焰蟾蜍怒吼一声，放下其他3个人，朝着陆晨舟扑杀而来。专门盯上我？陆晨舟皱了皱眉头，眼中金芒闪烁。这同样是我的机会。火焰蟾蜍攻击陆晨舟，而陆晨舟则是要趁这个机会夺取1枚令牌。火焰蟾蜍与陆晨舟的体型差距过大，显得火焰蟾蜍的动作很慢，这就给了陆晨舟机会。他不只是修炼了龙拳，是直接将整个虎豹龙蛇拳修炼入门，体内灵力一运转，陆晨舟的身形便如鬼魅幻影一般移动起来，让火焰蟾蜍攻击不到他。这样的举动反而更加激怒火焰蟾蜍。秦神行、洛青女、古翠妍3人站在一旁看戏。砰砰砰，陆晨舟的拳罡不断，一边是防御火焰毒液，一边是攻击蟾蜍，想夺取1枚他身上的令牌。这火焰蟾蜍则是疯了一样，不停攻击陆晨舟，滋滋滋滋，毒液喷洒的声音不断响起，地面出现许多被燃烧的大洞，让人看着触目惊心。呵呵，秦神行冷笑一声，声音淡漠：“看来无需我出手，这火焰蟾蜍就能杀掉陆晨舟。”古翠妍缓缓点头。陆晨舟的速度变慢了，灵力有限，他快撑不住了，而且他还为我们消耗了这头蟾蜍的灵力。陆晨舟要付出命的代价，为他们做嫁衣。洛青女美眸中有光，她不只修炼了龙拳，还掌握了一门极为高超的身法。陆晨舟凭借高超身法不断躲避火焰蟾蜍的攻击，他也察觉到了这头火焰蟾蜍的弱点。这火焰蟾蜍实力强大，毒液无比危险，但是他有视野盲区。这火焰蟾蜍体表浑身都是火焰，唯有肚皮下面干干净净，比较安全，等同于他的罩门。成败在此一举。陆晨舟深吸一口气，身法催动到极致，躲闪到火焰蟾蜍肚皮下。他暴喝一声：“龙拳，给我起！”龙拳第7拳，经过7倍叠加之后，陆晨舟这一拳的力道足以超过2万斤。砰！沉闷的轰击声响起，巨大的气浪扩散开来。令几人惊呆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拳之下，体型巨大的火焰蟾蜍竟是打翻倒地，4条腿不断挣扎，想要翻身过来。
陆晨舟大笑一声，身形一掠，便是来到蟾蜍身旁，一拳轰出，打到他身上，将一块令牌震空，然后落于他手中。这一刻，秦神行脸上的冷笑僵住了，眼中闪过一抹慌张之色。这怎么可能？第一块令牌被他拿到了，那他不是要失去龙尊的传承？好在1刻钟的时间还未过去，陆晨舟拿到令牌也没有被传送进传承大殿，他还有机会能从陆晨舟手中将令牌抢过来。吼！龙吟金光炸响，秦神行愤怒充满杀意的声音响起：“陆晨舟，你给我死！”几人都未曾料想到，陆晨舟没有死在火焰蟾蜍手中，反而还从其身上抢夺到了一块令牌。这龙尊传承，该不会要落到陆晨舟手中吧？有意思。洛青女、古翠妍饶有兴趣地看了陆晨舟一眼，但旋即二人也朝着火焰蟾蜍攻击。1刻钟时间快到了，他们必须要趁这个功夫拿到令牌，谋图无上传承。龙尊传承只能是属于我的。秦神行眼中露出疯狂之色，同样打出龙拳，朝着陆晨舟扑杀而去。陆晨舟，既然你敢跟我抢龙尊传承，那我就送你去死。看来在继承传承之前，还有时间陪你玩玩。正好我也想见识一下外门第一的实力。陆晨舟将令牌揣好，望着秦神行者轰杀出的一记龙拳，他抬手同样一拳轰出。这秦神行想渔翁得利，结果玩脱了，现在恼羞成怒，要对他动手。哼！砰！双方同样是龙拳，金光拳刚碰撞到一起。外门第一，顶尖天才，不过如此。陆晨舟淡淡道。噔噔噔，拳刚爆发，秦神行竟是被震退几步。什么？这怎么可能？秦神行这一拳不如陆晨舟，倒退几步，面孔上浮现难以置信的表情。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出手居然不敌陆晨舟，还被其击退。要知道，他可是玄武10层，根基深厚，非常人能比，因此他才能力压外门7、8千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外门第一。这陆晨舟才玄武几层。虎豹龙蛇拳是同阶无敌，但陆晨舟是全部将其领悟齐全。那藏书阁长老花了30年时间，彻底将4门力量领悟。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受我一拳试试。吼！虎豹雷音，龙蛇嘶吼齐齐响起。陆晨舟体内灵力喷发，恐怖的一拳对着秦神行轰出，拳刚如暴雷，速度极快，穿梭虚空，不过瞬息之间便是轰杀到秦神行的眼前。什么？秦神行脸色大变，急忙扬拳抵抗。砰！拳刚扑杀，秦神行的拳刚只是一碰到陆晨舟的拳刚，便被粉碎泯灭，余下的拳刚之力笼罩到他身上。秦神行只感觉到一股如大山般的恐怖力量落在了他身上，身体犹如短线风筝一般倒飞出去，同时体内响起骨头断裂的声音。与此同时，一股撕心裂肺的痛楚涌上心头。噗！秦神行砸在地上，喷出一大口鲜血，脸色顿时苍白如纸，眼神无比惊骇地看着陆晨舟。为什么你的龙拳力量这么恐怖，速度这么快？这太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了。明明陆晨舟修为比他低很多，足足6层的差距。外门第一，就这？陆晨舟没那个好心为他解答疑问，眼神怪异，语气讥讽。也不知道你这么弱的实力，哪来的胆子敢跟我争夺龙尊传承？不过你比那些废物强上许多，受了我一拳居然没有被打死，只是受了点轻伤。这还是第2拳的威力，放在其他人身上早就被他打死了。匹夫，安敢如此羞辱本少！秦神行气的肺都快炸了，眼中满是愤怒羞辱之色。我和你拼了！他不顾疼痛，强行打出第3拳。陆晨舟见到这一幕，暗暗观察分析，这玄武10层的力量当真厉害，受了伤还能打出龙拳第3拳，而且他好像只学了龙拳，没有将功法学全。这秦神行虽然修为比他高了6层，但是功法少了足足3门。虎豹龙蛇拳要学全，修炼到大成境界才能纵横玄境无敌，这秦神行差得太远了。陆晨舟眼神一冷，既然你自己要找死，那我成全你好了。抬手间同样是第3拳轰出，嗖！啊！秦神行再次受了陆晨舟一拳，惨叫咳血一声，再次倒飞砸出去。他表情狰狞，满脸不甘心。我不信，我居然不是你这个无名小卒的对手。他衣衫破烂，肉身是密密麻麻触目惊心的伤口。这秦神行的生命力当真让他惊讶，这样都还没死。这就是顶尖天才与普通玄境的根基差距。这肉身强度完全不一样，普通玄境修士挨他一拳，直接肉身直接爆炸，全尸都留不下。无名小卒！陆晨舟冷笑一声，很快你就要死我这个无名小卒手中了。摸清了秦神行的根基，陆晨舟对他失去了兴趣。陆晨舟直接打出第4拳。吼！就在这个时候，陆晨舟身上的令牌陡然发光。1刻钟时间已到，那蓦然浩大的声音响起：
陆沉舟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之色。秦神行，算你走运，捡了一条命。而后陆沉舟身形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这里。失败了。洛青女眼神平静，她和古翠岩没从火焰蟾蜍身上拿到令牌。什么？这时古翠岩才注意到秦神行的惨状，他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秦神行。秦神行浑身都是伤口，脸色苍白如纸，气息虚弱，好像半死不活。这不可一世的秦神行，竟是在短短时间内被陆沉舟打成这般模样。这陆沉舟的实力居然这么强。洛青女同样被震撼到了。他们两个人方才在集中精力对付火焰蟾蜍，完全没有注意到二人的厮杀。陆沉舟能如此轻松打败秦神行，岂不是更能轻松对付他们两个人？我不甘！秦神行披头散发，五官扭曲，难以接受他就这样输给了陆沉舟。我要他死！我要他死！巨大的宫殿中回荡着秦神行咆哮怨毒的声音，天旋地转。当陆沉舟再次睁眼时，他已经出现在了一座上古洞府之中，内里金碧辉煌，每一处装饰都古老高贵。他如同一个进城的土农民一样，充满了好奇，而且这些名贵的东西他一个都不认识。这就是龙尊的墓穴。陆沉舟的眼眸都亮了起来，声音颤抖：发财了！名贵法器、极品灵药，还有这么多的灵石。墙壁上悬挂着许许多多的法器，许多极品灵药就随意摆放在桌子上，而灵石更是堆积如山。空间戒指，好东西也太多了。陆沉舟当即扑上去，只要能拿到这空间戒指，这墓穴洞府内的好东西他都能将其带走。杀！陆沉舟拿起那个空间戒指，这空间戒指顿时化作了齑粉消散。陆沉舟震惊傻眼，不会吧？他心中涌出一个不好的预兆。他来到灵石堆前，手指轻轻触碰，巨大的灵石堆尽数分化成齑粉，然后是那法器、极品灵药，通通都化为齑粉。陆沉舟眼珠子都红了，痛心疾首。这墓穴洞府是存在了多少年？这么多好东西全部都风化了。他深吸一口气，那我如何取得龙尊传承？这龙尊传承不会也风化了吧？那我不是白来一趟？陆沉舟在这个墓穴洞府内到处找来找去，这许多家具轻轻一碰也成了齑粉。最后陆沉舟发现了一口冰晶棺材，这口冰晶棺材内躺着一位气质脱俗温婉的绝世仙子，身穿着上古繁复的长裙，肌肤白皙如霜，毫无瑕疵，给人的感觉是她是睡着了。她身上散发出一种高贵圣洁的威压美，太美了。陆沉舟口中呢喃：这就是龙尊吗？超越武圣的武道尊者，离世这么多年，肉身没有腐朽，还保存得如此完好，栩栩如生，厉害！轰隆隆，似乎是陆沉舟提到了龙尊两个字，冰晶棺材蓦然震动，而后棺材盖缓缓打开，那棺材中的绝世仙子睫毛轻轻一颤，好似醒了过来，而后那朦胧的双眼缓缓睁开，眼眸蕴含着高贵圣洁的威压，让人有一种想匍匐跪下膜拜的冲动。陆沉舟神情震惊，尼玛，诈尸！还是复活了？这龙尊都去世不知道多少年了，竟然还能醒过来。下一刻，龙尊缓缓伸出白嫩皓腕搭在棺材一侧，从中坐了起来，万千青丝如瀑布洒落而下，美丽惊心动魄，宛若一幅画，没有化成齑粉。陆沉舟心脏砰砰狂跳，真是诈尸不成？而后龙尊看到了棺材前站着的陆沉舟，美眸落在他身上，声音如天籁般清灵，极为悦耳。你就是要继承我传承的后辈吗？陆沉舟当即拱手抱拳。东玄宗外门弟子陆沉舟见过龙尊。绝美仙子从棺材中缓缓离开，白嫩晶莹的玉足就这般轻轻踩在地面上，声音温柔，浅浅一笑。龙尊已经离世了，现在的我只是他的一缕神魂，负责将传承给予后人。你可以叫我殷仙仙，这就是龙尊的归名。是，殷仙子。陆沉舟恭恭敬敬回答。殷仙仙看了一眼尽数风化的洞府，眼神有些疑惑。现在是哪一年？我沉睡了多久？这洞府竟然都彻底风化了。陆沉舟想了想，不确定道：现在是先历9527年。殷仙仙娇躯一颤，眼中露出怅然惊讶之色。竟然过去了8000年，难怪风化了。陆沉舟更为震动，这龙尊竟然是8000年前的古人。殷仙仙开口说：陆沉舟，你可愿意接受我的传承？自然愿意。陆沉舟为的就是这个，一位武道尊者的传承啊，谁不想要？这东玄宗处处都要钱，要想去藏书阁挑一门玄阶功夫，就得200块灵石一次。至于更高阶的功法传承，不知道要花多少代价才能弄到。殷仙仙开口道：我有7门功法。功法遇减分化了，正常的传承恐怕无法传授给你了。啊！陆沉舟大惊失色，
那怎么办？殷仙仙掩嘴轻笑，玉颜之上露出一抹迷人的红色。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传承之法，能将功法传给你。陆沉舟松了口气，殷仙子，是什么办法？双修之法。我只是一缕残魂，记忆没有掌握太多，而你要想继承龙尊的传承，便可以通过双修之法查看龙尊的记忆，挑选一门功法进行修炼。声音落下，殷仙仙便是将陆沉舟推翻倒地，压在他身上。陆沉舟还以为他浑身冷冰冰的，没想到是温热，和活人无异。殷仙仙褪下身上衣物，俯身下去，一晃，3天后，陆沉舟气喘吁吁，脸色有些发白，一副虚脱的模样。3天3夜下来没有休息，也就是他年轻底子好。殷仙仙轻笑，趴陆沉舟的胸膛上说：“差点忘了节制，你忘记节制，我差点位列仙班。”陆沉舟差点忍不住翻白眼。3天3夜的辛苦耕耘，陆沉舟拿到龙尊不少记忆传承，但这些记忆传承，他当前还无法消化领悟。一旦全部消化，他的道途和战力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他需要足够多的纯阳之气和纯阴之气才行。3天3夜下来，殷仙仙和陆沉舟的感情也是急剧升温，不仅仅是传承道途那般简单。殷仙仙趴在陆沉舟的胸膛上说：“沉舟，如今你得到传承，按理说，我这缕残魂应当消散，龙尊的肉身将彻底归于尘土。但你的元阳好像有些特殊，我体内竟是多了一些生机之力，有一种要起死回生的迹象。啊，我的元阳还有这种好处？”陆沉舟有些震惊。殷仙仙脸颊微微泛红，若是得到沉舟足够的元阳，我说不定能起死回生复活。陆沉舟眼睛一亮：“真的吗？这可是尊者大佬，要是抱上他的大腿，宗主什么的都得滚一边去。”殷仙仙说：“当下我这缕残魂没有要消散的迹象，反而有一种生机在酝酿。或许沉舟你取一些魂精，再配合足够的元阳，我就能复活。”陆沉舟神色一动：“仙仙，可是此处乃是外门秘境，我不能随便进出，总不能将他带出去吧？而且魂精是什么？”殷仙仙说：“我也不能离开这口冰晶棺材附近，我可以返回冰棺中沉睡，等待沉舟你来日将我再次唤醒。”好。陆沉舟点头：“等到我足够强大时，就能收集到足够的魂精，进出秘境，将仙仙你唤醒复活。”殷仙仙红着脸，轻咬着粉唇说：“沉舟，在你离去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元阳？如此，我这缕残魂也能保存得更久一些。”还要来？陆沉舟咬牙道：“好。”他感觉腰子要痛，要被他榨干。殷仙仙表情娇羞，闭上美眸，俯身再次吻住了陆沉舟。“沉舟，你真好，这是我漫长的人生中最快乐美好的时光。我等你来唤醒我。”又缠绵了一夜，陆沉舟给殷仙仙留下了足够的元阳。陆沉舟飘飘欲仙，又感觉腰痛。殷仙仙恋恋不舍地看着陆沉舟，而后踏进冰晶棺中。“沉舟，我等你。”最后他陷入沉眠之中，冰晶棺也重新合上。陆沉舟叹了口气，快乐美好的时光过得很快，这几天的日子足以让他一辈子难忘。这个洞府存在了8000年，他与殷仙仙缠绵了4天1夜，才获得了一门功法的记忆。陆沉舟穿好衣服，没有立即离开这个洞府。秘境时间快结束了，趁还有时间，先领悟一下龙尊功法。陆沉舟催动阴阳之气，开始领悟消化龙尊记忆。虎豹龙蛇拳作为龙尊传承的前置功法，而龙尊一共有7门功法传承，陆沉舟在殷仙仙的建议下挑选了一门叫龙元金海法的功法。这一门功法极为强大，可以极大提高陆沉舟的根基。功法一共有9层，学1层就可以提升1倍他的根基，使他的战力翻1倍，同时能容纳的灵力量也能翻1倍。根据龙尊的记忆来看，很多人无法修炼到地、天、圣、尊，就是因为根基不够，太过浅薄。修炼这门功法就能弥补陆沉舟过去资源不佳造成的根基浅薄，如此也能让陆沉舟能够随心所欲施展龙拳，而肉身不会有所负担。至于龙尊余下的6门传承，需要等到他来日再次唤醒殷仙仙才能继承。纯阳之气和纯阴之气在大量消耗中。陆沉舟下意识运转龙元金海法第1层，大量的灵气被他吸入体内，浑身上下的经络、骨头顿时开始酥麻。这是在弥补我的根基，同时在扩大我的根基。这种感觉很奇妙，令人上瘾，能够感觉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变强。半天时间后，陆沉舟缓缓睁眼，纯阳和纯阴之气消耗干净了。与此同时，他的龙元金海法也修炼到了第2层。他此刻的根基是之前的4倍，血液、根骨、筋肉齐齐变强，这种感觉很好。陆沉舟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他看了一眼冰棺中沉睡的殷仙仙，仙仙，我走了。陆沉舟走出龙尊洞府，
咔嚓，一块墓碑移动，露出前方回到月牙谷的路。同时，墓碑发出一道光芒，冲进陆沉舟腰上的令牌之中。原本陆沉舟的积分就只有1000多分，最开始排在第9名，经过4-5天时间过去，名次已经滑落到了30名开外。这一道光芒冲进令牌后，陆沉舟的排名骤然间飙升到第1名，积分100万。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秘境中还活着的几千名外门弟子震惊。100万积分。4，这陆沉舟一定是得到了月牙谷中的无上传承，太厉害了！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月牙谷外的几百人瞬间愣住了，然后哗然炸锅。这陆沉舟取得了龙尊传承。取传承失败的秦神行瞳孔一缩，大声吼道：谁愿意跟我一起杀陆沉舟？我将给他100万块灵石，并赐予一门天人传承，并且可以成为宗门真传，再赏赐100名美女俊男。他笃定陆沉舟即便取到了龙尊传承，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消化传承。也就是陆沉舟还没有变得更强，他虽然没有通过考核进入龙尊洞府，但只要擒拿住陆沉舟，就能逼陆沉舟将龙尊传承交出来。龙尊传承只能是我的。秦神行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而后数百人齐齐爆发出滔天杀意，目光冰冷，皆凝望向月牙谷内。月牙谷前杀机涌动，每个人都在等陆沉舟现身。一场激烈的大战即将爆发。他们都知道陆沉舟不好惹，实力强大，但秦神行给出的条件太诱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万一就是我杀掉了陆沉舟呢？所有人都在这样想，也不怕秦神行耍赖。秦神行的父亲是东玄宗某一个峰的峰主，秦家更是大家族。陆沉舟缓缓从月牙谷中走出来，他感觉鸡皮疙瘩一炸，一股寒意涌上心头。定睛一瞧，月牙谷外500人目光冰冷，杀机浓郁地盯着他。秦神行披头散发，五官疯狂狰狞，双眸兴奋地看着陆沉舟，咆哮道：哈哈，陆沉舟，即便你得到了龙尊传承又如何？把龙尊传承交出来，我饶你不死。陆沉舟眯着眼，同样是杀机浓郁，轻笑一声：秦神行，你还真是废物一个，过不了宗门考核，想要传承就将主意打到我身上，要帮他杀我的人，你们就一起上吧。他气势凌厉，浑然不惧，他正好愁没有纯阳之气了，要是将眼前这帮人杀光。呵，陆沉舟舔了舔嘴唇，眼中是凶厉的狼性眼神。动手！秦神行咆哮一声，声音落下，便是有数十位横练高手冲出，身形如炮弹，瞬间从原地激射而出，朝着陆沉舟扑杀而去。咻！砰！陆沉舟直接原地一记龙拳轰出，吼！龙吟虎啸，雷爆蛇鸣之声响起，金光璀璨喷发。在弥补了身体的根基之后，陆沉舟轰杀出龙拳的威力比起之前更上一层楼。砰！一拳之后，这10几个横练高手的肉身炸开，只剩下一些断肢残体倒地，众人顿时悚然。一拳杀了10几个走横练的老牌玄境，他比起之前好像更强了，还是说他本来就这么强？我们500个人够不够他杀？一群蠢货废物！秦神行咆哮道。这是龙拳的特点，一拳比一拳强，所有人一起上，人海战术也能堆死他。龙拳有限制，打出一拳之后需要时间蓄力，快上啊！哦，听到秦神行的讲解，瞬间有203名玄境武者冲上去。铁布衫、金刚钟、神风腿、万蛇毒，众人齐齐出手，朝陆沉舟扑杀而去。陆沉舟只是嘴角上扬，露出一个残忍无情的笑容，然后一记龙拳再次轰杀而出。陆沉舟以绝对的力量镇压，第二龙拳轰杀而出。啊！当即有50人惨叫一声，倒飞而出。200个人一起上，确实能分散龙拳的威力。陆沉舟这一拳更强大了，但是连一个人都没有杀掉，奏效了！快抓住他蓄力的时间，将他杀掉！哼！陆沉舟冷哼一声，眼中杀意更盛，也只是他眼下没有将龙拳领悟到大成境界而已。吼！陆沉舟第3拳直接轰出，这怎么可能？冲上来的100多号人神情齐齐惊悚，望着扑杀而来的金光拳罡，眼中露出了绝望之色。不是说需要时间蓄力才能打出下一拳吗？这陆沉舟没有蓄力啊！啊！砰！修士的肉身不断炸开，有人被当场打死，有的则是成为了残废，有的人则是奄奄一息。而这一拳直接轰中了足足有100人，人群顿时混乱起来。秦神行，有人想找秦神行要个说法。吼！陆沉舟的第4拳已经轰杀而出，砰！余下的人全部死在这一拳之中，血液、残体、内脏四处溅射，整个月牙谷入口彻底染红，血腥气冲天。
现场鸦雀无声，陷入死寂之中。一缕又一缕纯阳之气进入陆沉舟的体内，沉淀为陆沉舟的修炼资粮。这怎么可能？秦神行疯狂咆哮，眼中是惊骇欲绝之色。你几天之前不是还要跟我一样，需要时间蓄力吗？陆沉舟缓缓朝着他走去。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这秦神行当真以为他没有消化一些龙尊传承啊？秦神行怕了，眼中露出恐惧之色。他连忙看向身后还活着的200号人，你们上啊，动手啊！然而没有人理他，一个个目光畏惧地看着陆沉舟，不敢向前一步，顿时冷静了下来。陆沉舟这么强，他们哪里打得过？上去送死罢了。而且在场的还有许多外门排名前30的天才，他们多少都从月牙谷中拿到了传承，现在死在陆沉舟手里，那传承不是白拿了。就连洛青女、古翠妍也是远远退到一边。可以说在场还活着的人都被陆沉舟给吓破了胆子。陆沉舟目光冰冷，讥讽地看着秦神行，你还能找谁来杀我？若是没有人替你出手，那我可就要把你杀了。扑通，秦神行扑通一下给陆沉舟跪下了，脸色苍白如纸，眼中露出求饶之色，颤颤巍巍道：陆沉舟，你不要杀我，你杀了我，你会有大麻烦。我爹是封主，地位仅次于宗主，我背后是秦家，你招惹不起。就算你拿了龙尊传承，也没有人敢收你做弟子，没有靠山，你就等着我秦家的无尽报复吧。你放过我，我会给你足够的好处。求饶有用，那还杀什么人？陆沉舟神色冷漠，一拳轰出。不！秦神行看着眼前呼啸而来的金光拳罡，瞳孔收缩到极点，不甘咆哮一声，砰！一拳轰中秦神行身躯蓦然倒地，生机瞬间断裂，双目圆瞪，死不瞑目。整个地面都下沉3公分，但他的肉身还是没有炸开。陆沉舟，这一次一拳将你杀掉了。这肉身根基还真是不错，受了我一拳，居然还能保存完好。2缕纯阳之气涌入陆沉舟体内。一个人就能给我带来2缕纯阳之气，这就是顶尖天才的底蕴吗？他还是第一次杀这种底蕴的人。陆沉舟眼睛一亮，看向那余下还活着的200多人，你们不动手帮秦神行报仇吗？不，陆爷您说笑了。一群人摇头如拨浪鼓一样。好吧。陆沉舟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之色，既然没有人要帮他报仇，那我可就走了哦。陆爷您请自便。我真走了哦。没有人说话。陆沉舟叹息一声，然后朝着第2圈层准备去捕杀妖兽。趁着还有点时间，他想再杀点妖兽，积攒纯阳之气。然而他还没走多远，整个外门秘境响起浩大威严的声音。时日已到，此次外门大比结束，所有活着的弟子将在一息时间内传送回宗门。各位弟子将自己的战利品收好。声音落下，陆沉舟眼前白光闪过，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再次睁眼，他已经回到了宗门的广场上。进去的时候有8000人，出来的时候就只有5000人出头。10天时间，有2000多名外门弟子死在秘境大比之中。哀嚎声、喜悦声、劫后余生的感慨在广场上弥漫。肃静！浩大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嘈杂的广场顿时安静下来。此次外门秘境大比前10者向前，漫天视线扫射，齐齐凝望前方。不知道这一次前10都有哪些人拜入内门，为真传后选。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是彻底翻身了。成为地境宗师是迟早的事情，便是天人境界也不是不能想。陆沉舟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来到最前方，位列第1。无数人惊叹，他就是此次大比第1。看着好陌生，他是谁？这不重要了，他拿下外门第1，能任意挑选一个封主做师尊，未来飞黄腾达。漫天视线扫射，许多人的目光落在陆沉舟身上，在打量他。在广场最前方，一个身形笼罩在白光之中的青年男子站在首位，他便是东玄宗宗主，一位人间武圣。身后站着许多宗门长老以及各封的封主，藏书阁长老也站在其中。看到陆沉舟排名第1，藏书阁长老眼睛瞪大，眼中满是震惊之色。这小子竟然拿到了外门第1，秦神行那个小子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枯寂已久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陆沉舟拿到外门第1，也就是说明陆沉舟得到了龙尊传承，果然是仙道奇才，天佑我东玄宗。怎么没看见我秦神行？他为何不在前10之内？陡然间，一个封主疑惑的声音响起，这也让很多封主长老疑惑。秦神行天资不凡，大气之资，早可以迈入地境宗师之列，看不上自己老子的天人传承，一心只想要宗门前辈的无上传承。陆沉舟身侧，古翠妍的声音响起，他死了，被第1名陆沉舟杀掉。哗！现场一片哗然。
这第一名陆沉舟什么来历，竟能杀掉秦神行？那封主顿时怒火滔天，五脏俱焚。你敢杀我儿？陆沉舟闻言讥笑一声，技不如人，死有余辜，有什么杀不得？那你给我陪葬吧。封主秦汉往前一踏，竟想抹杀陆沉舟。轰隆隆，瞬息间一股煌煌武圣意志升腾而起，宗主声音淡漠响起：秦汉，当着我的面，你想做什么？秦汉脸色极为难看，噔噔噔往后退，就好像泰山压在身上一样，牙槽都要咬碎，眼中杀机浓郁。不做什么？在光芒中的宗主回归正题，看向陆沉舟：你为此次第一，积分100万出头，是拿到了吴宗哪位前辈的传承？陆沉舟说：龙尊传承。哦，是这位前辈的传承。宗主不以为然，师弟竟是将虎豹龙蛇拳还传给了你？堂堂武道圣人，再往前一步便是尊者，自身便是传奇，对于陆沉舟的传承也不怎么当回事。师兄糊涂啊！藏书阁长老恨铁不成钢。哼，你是不知道我才将拳法传授给他几天。他暗自得意冷笑，若是宗主师兄知道真相，一定会亲自收陆沉舟为徒弟，让陆沉舟做宗门圣子。宗主师兄虽然天资了得，贵为武道圣人，但论起天赋和潜力，还是不如陆沉舟。这或许也是一个好消息，陆沉舟眼下还太弱小了，不暴露天资，正适合偷偷发育，以免半路夭折。宗主，陆沉舟，你为此次第一名，可以挑选任何一封封主为师，你想拜谁为师？陆沉舟一旦拜师，那也就有了靠山，就连秦汉也不敢拿他怎么样。陆沉舟脸上露出淡淡笑容，拱手抱拳：弟子愚昧，宗主可以为弟子挑选一位师尊吗？武道圣人挑选的师尊一定不会差。宗主说：那你就拜皓月师弟为师吧。皓月封主立马开口拒绝：我不收他为徒。陆沉舟眉头皱了皱，他如此天资，还有人拒绝他？那秦神行临死前的话，莫非成真了？皓月封主声音落下后，其他封主也一一出声，拒绝收陆沉舟为徒。这让秦汉脸色好看了许多，眼中杀机浓郁。没有人敢得罪我，收你为徒。哗！现场顿时哗然。很多人幸灾乐祸，外门第一，无法拜师，没有靠山，那这第一名有什么用？可以说陆沉舟是外门最惨的第一名。有人惋惜，替陆沉舟感到不公，寒门子弟辛辛苦苦拿到第一，遭受如此不公的对待，还有公平可言吗？而宗主也没开口，因为一个陆沉舟还不值得他上心。宗主师兄，你糊涂啊！藏书阁长老站起来指责宗主，痛心疾首。这可是龙尊传承，说不定我东玄宗未来能多添一位武道圣人。你们不愿意收，我收。最顶级的无上传承，自然要消耗大量资源。若是陆沉舟不能拜师，没有靠山，没有资源倾斜，那龙尊传承不是白瞎。你不是封主，没有资格收徒弟，看好你自己的藏书阁吧。秦汉冷笑一声。藏书阁长老愤懑，难道就让这样的良才美玉被掩埋吗？我东玄宗何时堕落到这般地步？住口！闭嘴！你一个藏书阁长老，轮不到你说话。规矩就是规矩。顿时有7、8个封主站起来，严肃呵斥藏书阁长老。藏书阁长老一脸晦暗，气得身体颤抖，替陆沉舟觉得可惜。这简直就是我东玄宗的耻辱。他声音之中充满了悲愤。这个时候，谁说没有人收他？一道温婉又充满威严的御姐音响起。他早已是本宫钦定的弟子。一袭白裙，圣洁高贵的花妙衣从天而降，玉颜绝美，身姿丰腴诱人，如同熟透了的青莲，充满芬芳，却又不艳俗，气质端庄优雅成熟。所有人神情一震。花封主！陆沉舟更为震惊，他竟然是封主，他还要收我做徒弟，我和他到底算什么关系？陆沉舟也不知道花妙衣在想什么。花妙衣站在宗主身后，美眸里有一抹狡黠，几分玩味，看着陆沉舟。沉舟，还不拿出本宫给你的令牌？陆沉舟深吸一口气，拿出花字令牌。徒儿参见师尊。秦汉眼神阴沉，忍不住开口威胁花妙衣：花封主，其他人都不收他，你敢收他做徒弟？花妙衣欲言平静，声音冷清：其他人的选择与本宫何干？沉舟早已是本宫的徒儿。好，好得很。秦汉肺都要气炸了，胸膛起伏，额头青筋突爆，牙槽都要咬碎。我记下你了，怕你不成？花妙一掩嘴冷笑一声，目光冷冰冰直视秦汉，随时奉陪。宗主出声道：陆沉舟，你既已拜花师妹，便离开此处去内门吧。沉舟，跟本宫走。花妙一踩着帘布，露出诱人背影，带着陆沉舟走了。陆沉舟跟在他身后，咽了咽口水。他这是故意的吧？花妙一熟透了，但气质端庄优雅，魅力十足，而且他的原因还是他拿的。陆沉舟拜花妙一为师，
外门再次哗然。没想到竟是还有这种波折反转，但结果是好的，一入内门，有天人修士做靠山，这陆沉舟还有顶尖传承，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啊！有人心绪激动，难以平静下来。寒门弟子要想翻身，唯有拜入内门，有天人做靠山才行。外门的一切身份地位都是虚妄的。陆沉舟看着花妙一这诱人背影，实在忍不住了，三步并两步来到花妙一身侧，直视着她的美眸，眼神火热。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花妙一脸颊微微泛热，目光威严地盯着陆沉舟，嗔怒教训：你这逆徒，莫不是要冲师？当然要唤本宫为师尊。陆沉舟摸了摸鼻子，你就是这样负责的？他还以为花妙一的负责是要嫁进陆府，没想到是收他做徒弟。唉，想想更刺激了。唤师尊。花妙一美眸狠狠一瞪陆沉舟，语气极为不悦。天人威压只是稍稍一泄露，便压得陆沉舟骨骼作响，令他倒吸一口凉气。是，师尊，弟子会早日晋升到天人境界的。哼！花妙一只是不悦冷哼一声，等你到了天人境界再说吧。算上你，本宫麾下只有2名弟子，走，带你去见见你那大师姐。来到一座巨大的山峰前，这山峰上是琳琅满目的宫殿，美不胜收。峰名小玄峰。走上一座大殿，此处有不少丫鬟奴仆，花妙一在前方领路。沉舟，你大师姐乃是宗门圣女，宗门地位仅次于宗主，权力比为师还要高，能负责宗门的一些日常事务，人手调动。鱼儿，过来见见你师弟。陆沉舟眼中倒映出一道身穿青裙的绝世佳人，其气质同样端庄优雅，清贵圣洁。二人见面，陆沉舟脸上笑容更浓，嗓音喜悦。师弟陆沉舟见过圣女师姐。沉舟哥哥。苏青瑜美眸有些惊愕地看着陆沉舟，你成了我师弟？花妙一欲言有些疑惑，你们认识？苏青瑜瞥了陆沉舟一眼，对着花妙一盈盈一礼，轻笑一声：师尊，我是沉舟哥哥的小姨子。陆沉舟嘴角一抽：是钱姐夫，我和你姐姐已经解除了婚约。咋？前几天才定了情事，他想反悔不认。花妙一闻言，欲言露出几分笑意，没想到你们竟是还有这般渊源，那为师也不用再过多介绍了。沉舟，你要以鱼儿为榜样，知道吗？是。陆沉舟一脸正色。苏青瑜竟是挑战成功，成了宗门圣女。嗨嗨，苏青瑜脸色一白，不知道是心虚还是身体不舒服，竟是咳嗽2声。花妙一解释说：沉舟，你师姐刚挑战圣女成功，受了重伤，还未痊愈，因此方才没有出席。不过我已经从秘境内寻到上好灵药，已经在委托炼丹大师炼制疗伤的圣丹。鱼儿，你再坚持一下。陆沉舟点点头。原来如此，原来花妙一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进了外门秘境，那他被人伏击中了魅毒又是怎么回事？苏青瑜声音平静：不要紧的，劳师尊担忧了。你这倔性格也不知是跟谁学的。花妙一说：沉舟，你先在峰上随意挑选道场，我让丫鬟给将内门的行头和一些注意事项给你送过来，我现在带你师姐去疗伤，帮助她稳定伤势。声音落下，花妙一便是抱住苏青瑜匆匆而去，而后陆沉舟一个人随意小旋风上走动起来，腰上挂着花字令牌，畅通无阻。最后他挑了一处山腰间的阁楼做道场。少主人，您的内门行头和主人交代的东西给您送过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仆人将东西放在陆沉舟面前。陆沉舟没有立即查看和更换衣服，而是询问起苏青瑜的情况。师姐挑战圣女之位那天的情况能和我说说吗？老仆人看向陆沉舟的眼神顿时柔和起来，说：当日苏小姐与赵英红在比斗台上厮杀，苏小姐临场突破，底蕴根基比赵英红稍弱一筹，但小姐道心坚固，无人能比，拼着自残自杀的招式，硬生生逼着赵英红认输。如此小姐拿下圣女之位，却也受了重伤。小姐很像主人当年。陈平点点头，深吸一口气，他明白苏青瑜为何拼命。苏府死不瞑目，苏青瑜要为父亲报仇雪恨，撑起苏家门楣。如今成了宗门圣女，便是有实权加身，他就能有机会为苏父报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苏青瑜今年才16岁，就背负了这么多东西。陆沉舟深吸一口气，拳头紧攥。青瑜，我不会让你久等的。苏青瑜已经成了宗门圣女，那他陆沉舟至少要成为宗门圣子，才有资格与他并肩站在一起，公开二人的关系。而且他要成了宗门圣子，才有资格将花妙一收入囊中。大丈夫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他要扶摇直上，在上面。老奴告退。福伯离开了，陆沉舟这才换上内门弟子服，查看其内门弟子的注意事项和福利以及晋升空间。注意事项：
弟子必须要完成师尊交代的任务，否则师尊有权将弟子逐出宗门，别的和外门没区别。福利：内门弟子每个月可以领取500块灵石的俸禄，这点灵石对于陆晨舟来说塞牙缝都不够。如今他的根基修复扩大，要晋升一层修为的灵力需求量是以前的4倍，聊胜于无。晋升空间要成为东玄宗的真传弟子，首先得要突破到地境宗师修为，然后参加东荒仙城4大宗门联合比赛，胜出者才能位列真传。而各宗当代最优秀的弟子则可以竞选圣女、圣子一位，当做未来的宗主，培养东荒仙城有4大宗门历史最悠久、死要钱的东玄宗，盛产剑修的剑玄宗，擅长横练的雷音寺，喜爱采阳补阴的妙玉宗。4大宗门坚守在东荒仙城多年，向来同气连枝，被4大宗门都认可的才是真宗门亲传。陆晨舟眯着眼思索，要尽快提升修为到地境宗师，成为宗门真传才行。不成真传，哪怕到了地境宗师修为，也没资格成为圣子，而是被打发成某某长老，该前往千里之外的东荒山脉猎妖。不过在那之前，得找便宜师尊要点好处，再学几门功法才是。忽然间，陆晨舟的感知中响起了轻盈悦耳，令他熟悉的脚步声。陆晨舟嘴角微翘，向前打开门。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的山盟海誓，翻脸不认人了。门外正是一身青裙盈盈、身姿绰约诱人的苏青瑜。月光下，二人再次单独相见。苏青瑜看得出来陆晨舟在生他的气，他嘴角微微上扬，声音娇嫩甜美。我还想着庆贺晨舟哥哥拜入师门，今晚和晨舟哥哥一起睡，给晨舟哥哥一个占便宜的机会。既然晨舟哥哥在生气，看来是不想要了。说着，他转身便要离去。陆晨舟本来是打算生苏青瑜气的，但人家都叫弟弟送上门了，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陆晨舟上去就拉住他的手腕，准备将他抱入怀中。苏青瑜转过身，香嫩水润的红唇凑上，吻住陆晨舟。陆晨舟的气顿时全消，大手用力搂住他的腰肢，闭上眼睛享受起拥吻。良久，唇分。苏青瑜脸颊微微泛热，目光如寒春水，有些拉丝，声音娇媚。这可是青瑜的初吻，晨舟哥哥还生气吗？陆晨舟哪里还生得起对他的气？不生了，不生了。陆晨舟抱着他进了屋，然后轻轻将门关上。苏青瑜也没反抗，被他抱着坐上了床。苏青瑜一双玉臂轻轻搂住陆晨舟的脖子，凝望着他。晨舟哥哥，你是如何拜入师尊门下的？陆晨舟笑着说，我拿下了外门秘境第1，就拜入了师尊门下。晨舟哥哥眼光很好吗？苏青瑜说，师尊为人很好，晨舟哥哥可不要惹师尊生气。嘿嘿。陆晨舟嘿嘿一笑，大手开始不老实起来。以后同在一个屋檐下，见面可就方便许多了。苏青瑜脸颊微微发热，轻咬着唇肉，有些害羞。是哦，以后找晨舟哥哥双修也更方便呢。哎呀，晨舟哥哥你老实一点，等我养好伤，报完仇就把自己交给你。陆晨舟盯着他，那你当初果然是骗我的。苏青瑜美眸眨了眨，青瑜骗晨舟哥哥什么了？和你真正双修会爆体而亡。咦？苏青瑜有些惊讶。晨舟哥哥，你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实践出真知啊，他和他师尊花妙一双修一晚，屁事没有。这句话陆晨舟没有说出来，只是盯着他。哎呀，被识破了。苏青瑜对他吐了吐香舌，有些妩媚俏皮。被陆晨舟盯着，苏青瑜有些心慌，娇躯在他怀中扭捏了一番，然后起身。晨舟哥哥，时候不早，我要回去休息了。再待下去，他怕自己今晚就会被陆晨舟吃掉。陆晨舟似笑非笑道，今晚不留下来双修了吗？苏青瑜浅浅一笑，身子有恙，无法双修哦，下次再过来找晨舟哥哥双修。说完便是落荒而逃。哼！陆晨舟轻哼一声，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苏青瑜走了没多久，陆晨舟门外响起花妙一的声音，晨舟，你出来一下，我有些话要和你说。听到这个声音，陆晨舟没由来的一慌，幸好苏青瑜走了一会儿，不然岂不是会被花妙一发现。陆晨舟有一种偷腥的心虚感，他走出门外。花妙一穷鼻皱了皱，你身上怎么有鱼儿的味道？这都能闻出来。陆晨舟硬着头皮道，方才苏师姐来坐了一会儿。花妙一美眸中竟是没由来的闪过一抹醋意，目光警惕地看着陆晨舟，警告道，鱼儿命苦，你可不要打他的主意，不然本宫可不会手软。陆晨舟内心有点恼怒，开口道，是尊。什么不要打他的主意？他重活一世，还能让你给管住了？陆晨舟眼神不悦地看着花妙一，你这个时候找我要说什么？花妙一冷哼一声，声音微冷，不要忘了你和我的关系。我没有忘记，你是我师尊。陆晨舟装傻充愣道，
花妙一脸色微微涨红，诱人的胸脯起伏不停，声音不悦：“那你忘记了沾污本宫身子的事情？”陆晨舟的声音反而不满：“不是你让我换师尊的吗？我可是遵循您的命令，我这都有错不成？”花妙一语气更为不满，盯着陆晨舟：“你这个小混蛋，是想吃干抹净不认人？陆晨舟，你现在是要我负责了？你这个小混蛋倒是想得美。”花妙一嘴上呵斥陆晨舟，内心却是十分的窃喜：“我警告你，我们的关系不能让鱼儿知道了。”陆晨舟眉头一挑，邪笑一声：“那我的好师尊，你告诉我，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花妙一丰腴诱人的身子往前一凑，直接主动吻住了陆晨舟，然后霸道的将他往下一压，粗暴的解开他衣服。陆晨舟眼神一怔，然后更为火热抱着他，邪恶大手也去解他衣服，同时问他：“几天没见，想没想我？”“想。”花妙一言简意赅的回了一个字，剩下的都在巫山云雨里。他内心也有些娇羞，这小混蛋短短几天没见，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会玩？他本钱本来就雄厚，这般花样多，更是杀得他丢盔卸甲。事后，花妙一脸颊潮红，云鬓尽湿散乱，趴在陆晨舟胸膛上娇喘吁吁：“我们的关系不能让任何人知晓，明白吗？”“明白。”陆晨舟这下老实了，没再追问这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陆晨舟搂着他的水嫩腰肢：“师尊，你之前在秘境内是被什么人暗算？你这小混蛋，这个时候别换师尊。”花妙一觉得有些羞耻，娇嗔一瞪：“那我该换什么？”花妙一红唇轻咬，美眸迷离，羞赧道：“妙儿，妙儿，妙儿，还真是妙。”陆晨舟回味无穷。花妙一红着脸说：“秘境中偷袭我的人叫方恒天，乃是宗门元老院的人，他追求我多年无果，就想霸王硬上弓。”陆晨舟眼神冷冽：“我会帮你报仇，杀掉他。”花妙一闻言不当回事，呵呵一笑：“你才多少修为？而且此人的儿子方玉轩乃是当今宗门圣子，被誉为下一代的宗主之选。我的女人也敢动，说到做到，我一定会杀了他，替你报仇。”陆晨舟正色道：“好啊。”花妙一只当陆晨舟在讨他欢心，咯咯娇笑两声：“你若是做到了，我就嫁给你过门。”“我记下来了。”陆晨舟正色点头。他本来就要谋求圣子之位，如此才能光明正大跟苏青瑜在一起。这叶恒天敢觊觎花妙一，那就是取死有道，只要给他几年时间就行。见陆晨舟不似说笑作假，花妙一动情地吻了吻陆晨舟，解释说：“宗门元老院乃是东玄宗的底蕴，宗门上下只有圣子和宗主能对元老院指手画脚，不然本宫早就打上门杀了他。眼下鱼儿成了圣女，小男人，你不用担心我再被人盯上。她花妙一不是随便的女人，既然清白身子已经给了陆晨舟，那她这辈子就不会再有别的男人。何况本宫的实力可不弱，那一次中了魅毒也只是被偷袭导致。你这个小男人担心本宫，我很开心，但你现在修为这么弱，若想担心我，还要尽快提升修为才好。”陆晨舟：“我会的。”花妙一拿出一个戒指和一本功法给陆晨舟：“小男人，这是你拜本宫为师，本宫给你的拜师礼。”陆晨舟眼睛一亮：“空间戒指，不错。”花妙一说：“空间法器也只有宗门真传才是标配，任何一个空间戒指价格都要数万灵石，内门弟子一个月才赚500块灵石，不吃不喝几十年才买得起。陆晨舟一个内门弟子就能用上空间戒指，直接赶超大部分内门弟子。”他不由感慨，有天人境界的靠山就是好，这待遇完全不一样。而且他的靠山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这天人靠山是他的女人行了，时候不早了。花妙一缓缓起身穿衣服：“想你也暂时想够了，本宫也该回去了，不然鱼儿会起疑。这本功法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对你帮助不小。”陆晨舟眼神疲惫，幸好从妙儿身上积攒了不少纯阴之气，接下来可以去提升功法了。他沉沉睡去，而花妙一回到自己的大殿，苏青瑜泡在一个药池中，身子浸透，玲珑诱人，黛眉微蹙，似在承受剧烈的痛楚。苏青瑜睁开眼，有些疑惑地看向花妙一：“师尊身上怎么有晨舟哥哥的味道？”花妙一欲言微微一变：“糟了，忘记沐浴更衣再过来。”他面上却是淡然道：“鱼儿，你闻错了，本宫身上怎么会有你师弟的味道？你这是有点走火入魔的迹象，闭眼养伤，切莫分心。”苏青瑜美眸中闪过一抹怀疑之色，然后乖巧听话，闭眼认真疗伤。次日一早，陆晨舟精神饱满地起床下山，这么久没回家，不知道芷柔姐炼丹如何了。而此时此刻，陆家的情况极为严峻。陆家的族宅外墙坍塌，血染地面，数十个玄境修士将陆家主厅包围。这些玄境修士个个杀气浓郁，手持利器，是讨债雇佣兵。有这么一群人，
以收债为生，无恶不作，所到之处无不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臭名昭著。陆沉舟认出这些人，看到陆家族宅的惨样，眼中顿时翻涌起浓浓杀意。这些人找死！不管是什么原因，敢如此闯入陆家，那就是取死有道。给我死来！陆沉舟暴喝一声，直接扬拳，金光璀璨冲上去。此时此刻，陆家主厅内血腥味密布，气氛压抑窒息。陆家仅有的几位族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便是陆芷柔也是身形狼狈，衣衫破烂，雪白的肌肤上有紫色的手指印，令人触目惊心。陆学明咳血不断。族长，现在该怎么做？雇佣兵已经围住了这里，我们无路可退，他们一定要将芷柔带走，让他还债，便是我们拼死也阻挡不了他们。陆从虎胸膛上有一条狰狞的伤口，他脸色凝重，看了看屋里，看了看屋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陆从虎五官狰狞，浑浊的双目中满是痛苦自责之色。都怪我没有为芷柔挑选好丹师，让他中了合欢盟的圈套，否则雇佣兵焉敢打上门。陆芷柔嘴唇紧咬，爷爷，您现在不要说这些，拜师是我做出的选择，现在陈州没有回来，度过当前难关才是最紧要的事情。要不我先跟着他们走，爷爷你们趁机通知陈州。不行，陆从虎一口拒绝，哪怕我们都死光了，也不能让他们动你一根头发。可是陆芷柔眼神焦急。芷柔，陆从虎说，你可知你跟他们走会是什么下场？他们会先带你去窑子，让你接客还债，直到你无法赚钱后，再把你卖了给人做奴隶。他还等着陆芷柔给陆沉舟生10个8个孩子，开枝散叶。陆学明忙道，芷柔，你拿着我的令牌，我们选择一个方向突围，我们这些老东西给你找个机会，你逃进东玄宗去找少主，我们可以死，你不能出事。陆芷柔苦笑摇头。陆学明说的轻松，但外面的雇佣兵都是玄境修士，即便他们付出性命，也不一定能杀出条血路为他争取到机会。大概率他们会白死，陆芷柔也会落入到雇佣兵手中。陆从虎长叹一口气道，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芷柔，你做好准备，我们没时间拖延下去再犹豫了。形势危机，只要留着陆芷柔和陆沉舟，他们陆家的人在这里死完了，陆家未来也能东山再起。爷爷，陆芷柔嘴唇紧咬，美眸之中晶莹闪烁，充满了自责。就在陆从虎等7个人做好准备，要护着陆芷柔杀出一条血路时，陡然间，啊！屋外响起一阵惨叫声，这让陆从虎等人更为紧张，视死如归。做好准备。突然间，外面的雇佣兵惊骇尖叫，是陆沉舟，他是东玄宗内门弟子，他这拳法好恐怖，一起上去杀了他。听到外面的声音，大厅内的8个人神情一愣，然后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喜悦情绪涌上心头，原本苍白的脸颊顿时红润起来。是沉舟回来了。他们凑近了，站在窗户边一看，确实看到了陆沉舟的身形，而后几人眼中的沉重死意尽数散去。果然是沉舟。陆从虎大喜过望，激动的身躯颤抖，然后将门打开，大声喊道，沉舟，快过来。陆沉舟见到大厅内安然无恙的几人，松了口气，然后一记龙拳轰杀而出，直接斩杀10人，直接杀出一条血路，快速来到主厅内。爷爷，芷柔，你们没事吧？陆沉舟衣衫洁净，不染尘灰。陆芷柔不由扑进陆沉舟怀里，情绪激动喜悦，颤声哽咽。沉舟，我好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爷爷他们方才准备用命杀出一条血路，幸好你回来的及时。没事了，没事了，我回来了。陆沉舟脸上露出笑容，轻轻拍了拍陆芷柔的背。他一现身，便是一扫大厅内压抑窒息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喜悦、激动。芷柔姐，你照顾好爷爷他们，等我杀完了这群人。陆沉舟松开他，然后转身站在门前。陆沉舟，你敢杀我们雇佣兵，就算你是东玄宗内门弟子，也护不了你。你若不想死，就把陆芷柔交出来，再赔偿我们10万块灵石，我们还能看在东玄宗的颜面上放过你。陆沉舟冷笑一声，眼中是冷冽杀机。废话太多，还是送你们上路吧。声音落下，他一记龙拳再次轰杀而出。吼！龙吟虎啸，金光喷发。啊！一声惨叫之后，门外还剩下的20个人被他这一拳给尽数轰杀。陆从虎和陆学明见到这一幕，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好强！沉舟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吗？一拳轰杀数十人，这还是玄境修士，莫不是突破到了地境宗师？他们活了一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恐怖的拳法。陆沉舟收拳，转身露出笑容。距离地境宗师还很远，只是领悟了一门功法，修为有点精进而已。他将自己进入外门秘境，拿下第1名，拜师花妙一的事情说了出来。
听完陆沉舟的陈述，陆从虎和陆学明道吸一口气，脸色涨红，激动万分，只差手舞足蹈。外门第一，拜师天人。从今以后，我们陆家也有靠山了。好好好，沉舟不愧是老夫的孙儿，爷爷为你感到骄傲。陆学明更是目光激动，少主果然是重振我陆家的天才。作为东玄宗外门的执事，他比其他人更清楚东玄宗外门第一的含金量。陆芷柔也惊呆了，赞不绝口。沉舟，你好厉害。嘿嘿。陆沉舟眼神暧昧地看着他，坏笑道：我在其他方面更厉害，芷柔姐你以后会知道的。陆芷柔欲言顿时绯红。你说什么呢？陆沉舟大笑一声，然后问陆从虎：爷爷，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有雇佣兵上门讨债？哎，闻言，陆从虎叹息一声，说：那日沉舟你返回宗门后，我多方打听，为芷柔挑选了一名3阶炼丹师拜师。谁曾料想，那3阶炼丹师竟是埋藏祸心，为何欢盟驱使，故意想害芷柔。拜师没过几天，那3阶炼丹师便是教授芷柔炼丹，让芷柔弄坏了一颗价值昂贵的3阶丹药。那3阶炼丹师要求芷柔索赔2万块灵石，我们陆家哪里掏得出这么多钱？给芷柔一段时间炼丹筹措，倒也还得上。那3阶炼丹师昨日直接将欠条转卖给讨债雇佣兵，让他们来收钱，将自己给摘出去。何欢盟？张家。陆沉舟眼睛一眯，这一次外门秘境中，我可是没少杀何欢盟的人。陆沉舟拜师天人修士，这何欢盟没办法直接对付他，就想办法从他身边人下手。尤其是陆芷柔，更是陆沉舟的逆鳞，一旦陆芷柔被雇佣兵带走，陆沉舟恐怕会直接气得疯掉。这何欢盟的人料想到这一点，才对陆芷柔下手，手段相当下作。幸好他回来的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都是我的错，没有擦亮眼睛，轻信了别人的话。陆从虎叹气，眼下杀了这些雇佣兵，后面肯定还会派人过来。陆芷柔开口道：爷爷，如今沉舟也回来了，他也是炼丹师，只要我们炼制丹药，把钱还上就没事了，不需要这么麻烦。陆沉舟眼神凛然，向前握住陆芷柔温热的柔仪。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直接去找那个3阶炼丹师就行。敢陷害芷柔姐姐，对陆家出手，这口气我忍不了。陆芷柔眼神担忧。沉舟，那是3阶炼丹师，要不算了吧，也是我自己不小心才弄坏了那颗丹药。他不想再招惹麻烦，心地善良的让陆沉舟心痛，这让他想到了前世本本分分的老实人，你越退让，那些人就越在你头上拉屎拉尿，变本加厉。陆沉舟笑了笑，说：3阶炼丹师那又算得了什么？芷柔你不用担心，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芷柔，你弄坏的那颗丹药还在吗？在的。陆芷柔从腰上布囊里取出一颗3阶丹药，这是3阶延寿丹，能让人延寿2个月，1寸光阴1寸金，延寿2年，售卖2万块灵石，倒是合情合理。有证据就好办。陆沉舟拉着他的手往外走，走，去炼丹师协会。爷爷，你们也跟着我一起去。一行人来到炼丹师协会，欢迎陆丹师回到协会，我能为您做些什么？那执事满脸热情笑容。陆沉舟开口道：我要找沈大长，叫他出来一趟。这位是3阶炼丹大师，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执事脸上的笑容收敛了2分。炼丹师虽然尊贵，但炼丹师中自然也要分3、6、9等。一个1阶炼丹师要求见3阶炼丹师，有点不自量力狂傲了。执事看着陆沉舟：陆丹师，你有什么要紧事吗？陆沉舟指了指陆芷柔，他要与沈大长解除师徒关系，你说要不要紧？炼丹师不轻易收徒，宁愿将炼丹传承烂死度中，这还有徒弟要和师傅解除关系的倒是少见。执事脸色猛变，我这就去通知沈大丹师。一会儿后，一个仙风道骨、人模狗样的沈大长现身了。沈大长见到陆芷柔，没有好脸色。哼，你还有脸来见我？要解除师徒关系，倒也正好。道貌岸然的东西，去你妈的！陆沉舟走到沈大长面前，抬手就是一巴掌。啪！沈大长10几颗牙齿当即被打飞，然后捂着脸惨叫起来。啊！所有人顿时心惊肉跳，脸色巨变。现场所有人都看傻了，一个1阶丹师扇沈大长的耳光，倒反天罡。你敢打我？沈大长一边惨叫，一边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沉舟。他可是尊贵的3阶炼丹师。砰！陆沉舟一脚踹中他肚子，我不仅要打你，更要杀了你！啊！沈大长惨叫一声，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五官狰狞，眼中满是怨毒之色。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立即把会长叫来。一旁那只是早已吓得面无人色，身体如筛子一般颤抖起来。这陆沉舟不说缘由就打沈大长，
他完了。炼丹师协会内部规矩繁复森严，1阶丹师打3阶丹师，这是捅出了天大的篓子。会长很快就抵达现场，沈大长指着陆晨舟，语气森厉：他殴打我，按照协会规矩，应当立即逐出丹师协会，然后将他处死。会长看着陆晨舟腰上的那块令牌，皱着眉头道：陆丹师，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即便你是东玄宗内门弟子，也受不起协会的惩罚。沈丹师，请你稍安勿躁，本会长一定会秉公处理。一旁的人更为惊讶，这陆晨舟竟是内门弟子，那不是代表背后站着一尊天人境界的修士做靠山？难怪会长没有立即处死陆晨舟，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沈大长眼中浮现出一抹恶怒之色，咬着牙道：好。陆晨舟牵着陆芷柔的小手，将他如何被沈大长坑害的事情讲述一遍。周围不少人顿时对沈大长露出鄙夷之色。王八蛋，陆小姑娘前途无量，你竟然这么坑害她！徒儿，你这2万块零食我帮你给了，你来做我的弟子吧。顿时有人冲陆芷柔抛出橄榄枝。会长眉头一皱，眼中露出不悦之色。混账东西，你们立即解除师徒关系。解除就解除。沈大长咬牙切齿，眼神怨毒。那陆晨舟打我的事情怎么解决？他一个1阶丹师打我一个3阶丹师，如果会长您不秉公处理，会寒了我们所有炼丹师的心啊！我要他死！会长眉头紧皱，逐出炼丹师协会好办，但处死一个东玄宗内门弟子，那可是会招来天人境界的震怒。沈大长，此事是你有错在先，何必闹得那么僵？各退一步吧。我坑陆芷柔是一回事，这陆晨舟打我又是另外一回事。要想我退一步，你当陆晨舟是3阶炼丹师啊？会长头痛万分，不知道如何办。沈大长，陆晨舟可是东玄宗内门弟子，要是杀了他，会有大麻烦的。规矩就是规矩。沈大长嘴脸丑陋，那要不你现在将我逐出炼丹师协会？不可能。会长摇头。沈大长知道不可能，于是他脸上的笑容更令人作呕。那就请会长遵守规矩，处死陆晨舟，要么就让陆晨舟晋升到3阶炼丹师。陆晨舟眉头一皱，眼中杀机更为浓郁。你个老杂毛，对规矩很熟啊！你知道自己坑了芷柔，协会也不会拿你怎么办，有恃无恐。一方是1阶炼丹师，一方是3阶炼丹师，是个人都知道，肯定要帮3阶炼丹师啊！是啊，不服气啊！沈大长讥笑道：有种你也成为3阶炼丹师，那我就拿你没办法了。但是你做得到吗？他眼中满是浓浓的讥讽之色。炼丹师协会规定，同阶炼丹师起了冲突，协会不会出手帮任何一个人。但是高阶炼丹师与低阶炼丹师起冲突，协会只会帮高阶炼丹师。这老杂毛就是仗着这一点，才敢肆无忌惮坑害陆芷柔。陆晨舟眉头皱成一个川字，眼中的杀意近乎化作实质。好，那我就如你所愿。他看向会长，我申请参加3阶炼丹师考核。哗！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这小子要参加3阶炼丹师考核？哎，真的？18岁的3阶炼丹师？不可能！所有人都以质疑、不相信的目光看着陆晨舟。沈大长冷笑讥讽：垂死挣扎，浪费时间。陆晨舟，你要是能通过3阶炼丹师考核，老子就自尽在你面前。好。陆晨舟脸上露出残忍无情笑容。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要到时候不自尽，我就送你一程。行啊。沈大长压根儿没把陆晨舟的话当回事。东荒仙城哪有18岁的3阶炼丹师？痴人说梦。陈舟，陆芷柔一脸紧张，柔仪紧紧拽着陆晨舟的衣袖，美眸中满是焦虑不安。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现在事情闹到这一步，他万分自责，早知道他就不拜什么师傅了。3阶炼丹师相当稀少，要成为3阶炼丹师更是极为艰难。芷柔姐，相信我。陆晨舟眼神平静，充满自信。这口气我一定会替你出的。会长目光惊疑不定地看着陆晨舟。你确定？3阶炼丹师可是要掌握3种3阶丹药的炼制。陆晨舟点头。我确定。会长，我批准了你的申请，跟我来吧。一行人来到考核现场，眼前是上2000种的药材。会长说，你可以开始挑选药材，前往任何一个炼丹房开始炼丹。然而陆晨舟却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反而开口道：会长，我有一事相问。会长，你说。陆晨舟说，3阶丹药中哪3种比较赚钱？会长，你不知道。陆晨舟缓缓点头。哈哈哈哈！沈大长嘲笑道：你连3阶丹药都不知道，还妄想成为3阶炼丹师，真是死到临头还做无用挣扎。小杂种，我可是迫不及待的想弄死你了。其他人也是面无表情，不是他们看不起陆晨舟，而是炼丹师一般要摸清市场需求，
才会花大量时间去钻研一种丹药。倘若这陆晨舟有3阶炼丹师的水平，就问不出这种傻瓜问题。陆晨舟一句话就深深出卖了他的炼丹水平。会长脸色一阵变化，最后说：分别是地元丹、意境丹、延寿丹。陆晨舟，会长，你身上有这种丹药吗？能不能分别拿一颗出来给我尝尝味道？闻言，会长面色一僵，也不由质疑起来：你到底行不行啊？许多炼丹师更是直接摇头，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们也看出来了，这陆晨舟没有3阶炼丹师的水平，分明就是在拖延时间。陆晨舟越这般，沈大长就越发稳若泰山。面对会长的质疑，陆晨舟只是淡淡道：就当是我花钱买的3颗3阶丹药，我陆晨舟身为东玄宗内门弟子，师尊乃是天人境界修士，这笔钱还是能随便拿得出来的。会长脸色变幻，拿出地元丹、意境丹、延寿丹给陆晨舟。地元丹售价5000块零食一瓶，意境丹售价1万块零食一瓶，延寿丹售价2万块零食一颗。多谢会长。陆晨舟拿着一颗地元丹吞服炼化，同时内心大喊：阴阳之气，给我顿悟地元丹。他好不容易攒了点纯阳、纯阴之气，还没提升修为和功法，就又要消耗掉。但是官路指柔，陆晨舟没有犹豫，磅礴的药力从体内化开，这是地境宗师日常服用的丹药，药力很强大。玉雪照急忙出声：药力太强，你扛不住，我帮你压制这股药力。然后陆晨舟专心顿悟地元丹。半个时辰后，陆晨舟顿悟完毕，他睁开眼睛，拿起一个药篓，便是动作熟练的开始抓起的元丹的32味药材。不少人眉头一皱，目光有些惊疑不定，他到底会不会啊？这陆晨舟竟是动作熟练、经验老道的挑出32味药材，不是经常炼制地元丹的人，根本就做不到这么熟练。哼！陈大长冷哼一声，不过是抓药罢了，能不能炼制出丹药才是关键。须知丹方好推演，但炼制丹药的关键是你有没有掌握处理药材的手法技巧。陆晨舟走进一个炼丹室中，陆芷柔见到这一幕，樱唇紧咬，两手合十紧扣，手指节都攥白了。一个时辰后，陆晨舟打开房门走出来，与之伴随的是地元丹香味。哗！这一下所有人震惊了，真炼制出来了！走，去看看品质。精品地元丹。所有人齐齐震动，眼神跟见了鬼一样的看着陆晨舟。18岁炼制地元丹，莫不是真的能成为3阶炼丹师？天才！会长深吸一口气，看向陆晨舟的眼神变了。沈大长见到这一幕，脸色微变。别高兴得太早了，还要再炼制2种3阶丹药才算通过考核。陆晨舟瞥了他一眼：沈老狗，你很着急上路啊？别急。沈大长皮笑肉不笑，等你炼制完余下2种丹药再说吧。他笃定陆晨舟无法完整炼制出3种3阶丹药。陆晨舟紧接着拿起一金丹吞服炼化，同样是磅礴药力化开，但他眼前天旋地转，犹如进入了贤者模式一般，飘飘欲仙。这一金丹是什么作用？玉雪照的声音响起：功法大成之上，便是地境宗师的意境，可以发挥更强大的力量。而这种丹药便能让你提前感受意境，有提升功法和意境的效果，但单独很浓，也有机会让一个人走火入魔。原来如此。陆晨舟回应了一声后，便是沉浸顿悟意境丹如何炼制。半个时辰后，陆晨舟再次睁眼，他动作熟络地抓起意境丹的材料，走入炼丹房中。不少人窃窃私语，若是意境丹也能炼制而成，就算延寿丹炼制不成，他这种天资足够引起大丹师乃至于圣丹师的注意了。但规矩就是规矩，静观其变吧。沈大长瞳孔微缩，心头不由涌现出一抹不好的预兆。一个时辰后，陆晨舟炼制意境丹结束走出来，再次引起所有人震动。精品意境丹，这小子背后莫不是站着一个大丹师？说起来，他不就是东玄宗内门弟子吗？他的师尊莫不是哪位东玄炼丹大师？沈大长此刻脸色已经是相当难看了，他双目赤红，咬牙切齿：小杂种，我不信你能炼制出延寿丹，他总不可能栽到一个18岁的小畜生手里吧？陆晨舟只是冲他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你猜？沈大长额头已经开始冒汗，不由紧张颤抖起来。我不信。呵呵，可不要忘记你的承诺。陆晨舟冷笑一声，拿起一颗3阶延寿丹吞服而下。浩瀚的生命力扩散开来，化作陆晨舟的底蕴。陆晨舟正在顿悟着延寿丹如何炼制，陡然间从顿悟状态中退了出来，眉头紧皱，脸色相当难看。玉雪照声音响起：纯阴之气没有了。所有人见到陆晨舟突然皱眉，脸色很难看，不由纷纷猜测起来：他这是怎么了？莫不是出什么问题了？该不会无法炼制延寿丹吧？狂妄害自己啊！这炼丹考核一开始，
可是无法更改考核项目的。沈大长见到这一幕，脸上再次露出了得瑟笑容。我就说嘛，刚才差点被这小畜生给吓到了。陆芷柔一颗心早已紧张悬到嗓子眼了。陈州，你没事吧？我没事。陆晨舟淡淡道，然后手生地抓起一炉延寿丹材料。陆晨舟对会长道：我要求休息一会儿，没有问题吧？会长点头，没有问题，考核没有时间限制。陆晨舟拉着陆芷柔的小手走进炼丹房中。芷柔姐，我需要你的帮忙。帮忙？可是延寿丹我也不懂，我该怎么帮你？陆芷柔一时情急，激动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陆晨舟一只大手缓缓搂住她的腰肢。陆芷柔声音带哭腔：陈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占我便宜？陆晨舟哈哈一笑，彻底将她抱入怀中。芷柔姐，我要你助我双修，领悟延寿丹的炼制办法。陆芷柔美眸眨了眨，玉颜顿时泛热发红。啊，陈舟你也可以双修领悟吗？那门功法不是只有女性才能使用？芷柔姐，你别管那么多，你就说帮不帮我？不帮我，咱们今天就都要死在这里。陆晨舟用力一搂，恶狠狠道：你凶我干嘛？我有说不帮吗？陆芷柔委屈巴巴，脸颊红的快要滴出血了。她也顾不上教训陆晨舟这样占她便宜，眼下这个姿势太暧昧了，她只能小声抗议。她本来是不想再和陆晨舟双修的，那太羞人了。但眼下形势危急，她知道孰轻孰重，只能强忍着娇羞答应下来，坐入陆晨舟怀中，开始运转双修功法。1个小时，2个小时过去了，陆晨舟所在的炼丹房内没有任何动静。不少人开始议论，这么久了还没出来，该不会炼丹失败了吧？延寿丹作为3阶丹药中最难炼制的丹药，失败了好啊！沈大长眼中金芒闪烁，脸色开始红润起来。炼制延寿丹失败，那3阶炼丹师考核就失败，天赋再好也等着被处死吧。18岁就能炼制2种3阶丹药，已经比较吓人了。我看你能在里面拖延多久？不少人认为陆晨舟炼制延寿丹失败，无法面对现实，躲在里面不出来。炼丹房内，陆晨舟抱着香香软软的陆芷柔，从她身上吸取了不少纯阴之气，温香软玉满怀，隔着几层布料，他能清晰感知到陆芷柔这具娇躯的身材曲线有多火辣。陈舟，陆芷柔感觉到陆晨舟停止了双修功法，但他还这样抱着自己，你是不是好了？陆晨舟睁开眼睛，坏笑一声，被芷柔姐察觉出来了。那我出去，不妨碍你炼丹。陆芷柔美眸慌张，羞赧万分，想从陆晨舟怀中起来，又没有时间限制。陆晨舟耍赖皮，抱着她不撒手，厚着脸皮说：再让我抱一会儿。陆芷柔芳心慌羞，红唇轻咬，用商量的语气说：晨舟，你先炼丹，回家我让你抱个够好不好？陆晨舟打量了她一会儿，好吧，芷柔姐，记住你说的话，可不要骗我。我才不会像晨舟一样耍无赖。陆芷柔耳垂都红透了，美眸飘忽。陆晨舟松开她，然后催动阴阳之气，继续领悟延寿丹的炼制方法。陆芷柔见他进入状态，退出了炼丹房。门外诸多炼丹师傻眼了，他们在炼丹房内做了什么？少年慕爱，压力大，倒也正常。人不疯，留往少年啊！很多人以为陆晨舟和陆芷柔在炼丹房内同房寻欢，毕竟陆芷柔俏脸通红，衣裙不整，步伐不稳，很容易让人这样认为沈大长额头青筋突爆。这小杂种临死前竟然还要风流一番。会长问陆芷柔，陆晨舟的延寿丹炼制的如何了？这才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今天是要诞生一个18岁的天才3阶炼丹师，还是说要陨落一个1阶炼丹师？陆芷柔红着脸，语气平静，优雅自信。陈舟还未开始炼制丹药，还要再等他一会儿。嗨，会长开口道：少年慕爱也要分清场和节制啊！啊！陆芷柔俏脸顿时红得要滴出血，但她又不能说出实情，羞得直跺脚，让别人误会了，也只能这样。1个小时后，嘎吱，陆晨舟打开炼丹房的门，飘飘然走出来，还有一股浓郁的丹香。所有炼丹师神情一震，这是延寿丹的香味，他莫不是真的炼制成功了？快去检查一下。片刻后，一众炼丹师发出惊呼声：精品延寿丹！所有人脸色巨变，看向陆晨舟的眼神变了。陈舟好厉害！陆芷柔更是万分激动，美眸中充满了小星星，快要迷醉。便是会长也是表情惊愕，然后笑着看向陆晨舟：恭喜你通过了3阶炼丹师的考核，并且成为东荒仙城炼丹师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3阶炼丹师。你殴打沈大长的事情，炼丹师协会不再插手追究。谢谢会长。陆晨舟脸色淡然回应了一声。扑通，沈大长闻言直接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脸色惨白如纸，眼神惊惧不敢信。这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陆晨舟眼神平静，脸上露出残忍无情的笑容。沈丹师，现在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在老子面前自尽。滚！沈大长脸色难看，起身拂袖就要走，打算食言。他怎么可能真的自尽？他可是3阶炼丹师，还有大好生活没有享受。陆晨舟直接身形一闪，犹如鬼魅一般，直接来到沈大长面前，拦住他的去路。你打算去哪啊？我要回家。好狗不挡道，让开！沈大长神色慌张。呵呵，陆晨舟直接一脚踹在他肚子上。没有完成诺言，你哪里也不能去。既然你不肯自尽，那我也只好送你一程了。啊！沈大长惨叫一声，眼中蓦然涌出恐惧惊骇之色。你敢杀我？这可是在炼丹师协会。会长，救我！救我！一众炼丹师，包括会长在内，都只是脸色漠然地看着他。抱歉。会长面无表情淡淡道。沈丹师，规矩就是规矩，你和陆丹师的私人恩怨，协会不会插手。方才沈大长仗着规矩，让他这个会长骑虎难下，眼下直接如数奉还。一个普通的3阶炼丹师，如何与18岁的天才3阶炼丹师相比？是个人都知道帮谁。要是刚才这沈大长听他一句劝，各退一步，事情哪里会闹成这个样子？安心上路吧。陆晨舟一拳扬起。不！沈大长面容扭曲，不甘大吼。砰！一拳下去，沈大长直接被陆晨舟活生生打爆，连个全尸都没留。一丝纯阳之气进入陆晨舟体内。陆晨舟眼神鄙夷，3阶炼丹师连猪都比不上。陆晨舟杀一头猪带来的纯阳之气都比沈大长多。不少炼丹师眼神畏惧，忌惮地看着陆晨舟。陆晨舟此人睚眦必报，眼里容不下沙子。沈大长虽是欺骗坑害了陆芷柔，这陆晨舟为帮他出一口气，非要杀了沈大长才甘心。会长笑呵呵看着陆晨舟。陆丹师，如何？我协会处理还算公道。陆晨舟露出笑容。公道？这个世界以强者为尊，你强就帮你。会长开口道。陆丹师，你方才用我了1颗地元丹、意境丹、延寿丹，我从你炼制的丹药里各取走1颗，剩下3种丹药一共价值193500块灵石。陆丹师是要灵石，还是将这些丹药带走？陆晨舟开口道。换成灵石。陆晨舟将钱拿到手，拉着陆芷柔往外走。走，去雇佣兵协会将欠条赎回来。身上足有19万块灵石，陆晨舟从来没有如此有钱过。陆家也是。一行人走在前往雇佣兵协会的路上。陆从虎一张老脸激动万分。晨舟，你真的已经成为了3阶炼丹师？不错。陆晨舟点头道。天佑我陆家！陆从虎激动的快要当场晕厥过去。短短时间内，陆晨舟成了东玄宗内门弟子，如今还是3阶炼丹师，陆家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开枝散叶，重铸陆家荣光就在眼前。陆从虎激动地拽着山羊胡，看着陆芷柔。晨舟，你和芷柔的事情可要抓紧啊，我还等着抱10个8个大孙子呢。爷爷，你说什么呢？陆芷柔羞得直跺脚，给晨舟生10个8个儿子，他羞得快要晕厥过去。他才不要。陆晨舟也笑着打趣道。芷柔姐，你不给我生，谁给我生呢？爷爷可就指望着你了。陆芷柔美眸委屈，小声抗议。晨舟，你不是有未婚妻吗？你找你未婚妻啊，不妨碍吗？陆从虎笑呵呵说。芷柔，你生你的，他生他的，都是为我陆家开枝散叶，不想理你们了。陆芷柔又羞又气。老不休。来到雇佣兵协会，陆晨舟直接将2万块灵石从空间戒指中取出来丢桌子上。我要赎回陆芷柔的欠条。客人你稍等。掌柜看见空间戒指，瞳孔一缩，连忙去请老板。片刻后，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现身，脸上带着热情笑容。陆少主，让您久等了，这是陆小姐的欠条。他将陆芷柔的欠条交出来。陆晨舟接过，将欠条搓成齑粉，看着这虎背熊腰的大汉。我杀了你们雇佣兵协会这么多人，你不会来报复我吧？陆少主，这叫什么话？我们雇佣兵都是在刀尖上找饭吃，陆少主既是拿得出钱，雇佣兵协会哪里还会再找您的麻烦？虎背熊腰大汉哈哈大笑。那就好，走。陆晨舟带着陆芷柔等人离开，身上有大把灵石，要给陆家添置家当、奴仆、丫鬟，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老板，就这样放他们走了？一个雇佣兵神色哀痛，眼神怨毒。今天去陆家府上的雇佣兵，其中一个是他亲弟弟，几10个人全部死在陆晨舟手中。雇佣兵协会收到消息后勃然大怒，准备去找陆晨舟麻烦，但得知一家人都去了炼丹师协会，
也只能作罢。虎背熊腰大汉脸上笑容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阴冷威胁：杀了我们50个人，哪能就这样算了？这小子是东玄宗内门弟子，如今又成了3阶炼丹师，两方势力护着他，在城内对他动手，我们就是自寻死路。但他若是出了城，不仅是陆沉舟与他们结仇，而且还有大人物花重金要买陆沉舟的命，只能说陆沉舟该死。陆沉舟带着一家人添置了许多东西，尤其是给陆芷柔买了许多新衣裳，将他哄得心花怒放，不再生气。整个陆府再次恢复了生机，陆沉舟成为3阶炼丹师的消息传开，许多人上门送礼，陆从虎脸色红润，一一接待，不亦乐乎。3阶炼丹师，放眼整个偌大的东荒仙城，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些丫鬟奴仆正在打扫卫生，安放家当。陆沉舟来到陆芷柔的闺房，一脸坏笑看着她：芷柔姐，该兑现承诺喽。什么承诺？陆芷柔眼神慌张，声音羞赧，不敢承认。陆沉舟朝着她逼近：你说呢？呀！陆芷柔慌慌张张避开陆沉舟，修长的大长腿开拔。我忽然想起丹炉里还有一炉药。陆沉舟一把拉住她的柔仪：芷柔姐，耍赖可是不行。怒啊！陆芷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陆沉舟嘴唇上轻轻一吻，然后迅速分开，声音慌张：可以了吧？我没有耍赖。陆沉舟站在原地愣住，回过神来时，陆芷柔早已跑开了。陆沉舟摸了摸嘴唇，笑了一声：芷柔姐，原来上次你是装睡的。和陆芷柔的关系总算有所突破了，陆沉舟也没去追她，反正陆芷柔在家里跑不掉，早晚都是她的，何必急于一时？火候到了，自然就将她吃掉。陆沉舟则是回到自己屋里，拿出花妙一给他的功法4季道静功，这是一门天阶功法，能让陆沉舟修炼到天人境界。说起来，他掌握虎豹龙蛇拳是杀人功法，不是提升修为的功法，而龙元金海法是提升根基的功法。至于灵山拳更是反武。这4季道静功很强大，能让陆沉舟在4季变换的生活中领悟意境。要晋升地境宗师，便是要领悟天地间的意境。反武，粗浅把式；玄武，法力招式；地境，灵气外放，意境通天。不悟意境，你的法力招式永远不够强。而地境之所以称呼宗师，便是返璞归真，超脱把式招式，领悟天地意境更为强大。宗师之能，可真的碎山断江，也能呼风唤雨，雷霆奔啸。4季道静功修炼到极点，陆沉舟便能领悟春夏秋冬4季不同的意境，修改他的法力属性，抬手就能呼风唤雨，结合虎豹龙蛇拳更为强大。看懂了这门功法，陆沉舟了然，难怪我的拳罡只有龙虎豹蛇的声音，而没有形。之前的功法不行，等同于守着金山却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借助意境之力就能打出龙虎豹蛇的意境虚影，使自身战力更为强大。宗师间的战斗除了招式，更讲究返璞归真的意境之力。陆沉舟刚刚顿悟入门，体内的纯阳之气就又消耗一空，也是该出发深入东荒了。就在陆沉舟准备出发的时候，陆学明却是找到陆沉舟：少主，小旋风来人要见您。而后陆沉舟见到了一个小旋风的丫鬟，这丫鬟开口道：少爷，主人让我带句话给您。小姐重伤昏迷，命悬一线，主人他要维持小姐的性命，寸步不能离，要少爷即刻前往百花仙城，从万宝阁取到天之丹。陆沉舟色变，青鱼命悬一线，他不是说伤势不重吗？但眼下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百花仙城距离此地3000里，路途遥远，时间紧急，陆沉舟直接匆匆出发，朝着百花仙城而去。雇佣兵协会老板，陆沉舟出城了，朝着百花仙城而去，带上人手，为会中那50名兄弟报仇，顺便完成那个大人物的任务，拿到不菲佣金。大，陆沉舟骑着一头异兽宠，正在快速赶往百花仙城。他身下这头异兽宠能够日行1500里，5道修士要到了天人境界，才能腾云驾雾飞行。咻！陡然间，一道冷箭射来，直接命中异兽头颅。陆沉舟一跳，平稳落地，抬手一瞧，前方是密密麻麻的雇佣兵，为首的乃是白天见过的协会老板，他手持一口大弓，散发着令玄境修士心悸的气息。陆沉舟眼神一凝，半步地境宗师，意境能够彰显更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能让招式隐匿于环境中，令人难以察觉。陆沉舟看着如此阵容，眼中并无畏惧之色，淡淡道：吴会长，不过是杀你50个手下，你就如此大张旗鼓来劫杀我，玩不起就别做雇佣兵吗？吴永福眼中杀意冷厉，声音难掩悲痛和愤怒。小畜生，50个手下还不值得我出手？
有人花了大价钱要买你的命，这笔钱足够让我们所有兄弟金盆洗手了。买我的命！陆沉舟神色一怔，合欢盟、赵家、秦家、吴会长，我恐怕你有命拿没命花。吴永福冷声道，想知道是谁？下了地狱就知道了，动手！声音落下，身后200人便是齐齐狂涌向前，扑杀陆沉舟。而吴永福本人则是手持大弓，搭上一根弓箭，准备寻找机会。吼！陆沉舟见状，一拳轰出，金光喷发，拳罡凌厉，再也不是无序状态，隐隐间可窥龙虎豹蛇的影子。这一拳比起之前威能更强啊！当即就有30人死在这一拳之下。这般威力，陆沉舟有自信，如果秦神行在面前，他这一次能一拳打死他。这每一具尸体没有爆裂，反而尸体上浮现龙爪、虎牙、豹丝、蛇纹的恐怖致命伤势。陆沉舟心头隐隐能感觉到前方道路是什么，拳法大成，4大意境浮现。云从龙，风从虎，本身就是一种强大意境的体现。而他眼下有了花妙一给的功法，算是进入了玄境的精髓，那便是势。龙势、虎势、豹势、蛇势。吼！陆沉舟又一拳打出，力量叠加1倍，气浪滚滚，气势凶悍，宛如龙虎豹蛇，令前方100多名玄境武者毛骨悚然，好似在面对绝世凶物一般，眼中浮现出惊骇之色，亡魂大冒。退！金光涌现，拳速也跟着加速，只是一瞬便是扑杀到他们面前。啊！惨叫一声后，又有70人死在陆沉舟这一拳之下。而吴永福这个半步地境宗师竟是还未反应过来，他心惊肉跳，面目狰狞。陆沉舟，我要你死！他辛辛苦苦召集起来的兄弟，不过一个照面就死伤过半。这就是东玄宗内门弟子，有天人境界修士照符指点的玄境修士吗？双方的战力之差犹如云泥之别。他抬手大弓拉满月，骤然间有音效而起，这根箭矢朝着陆沉舟扑杀而去。陆沉舟顿时毛骨悚然，汗毛炸立，下意识运转蛇形法，身形犹如鬼魅一般将这一箭躲开。即便如此，陆沉舟身上也是衣衫破裂，似有鹰抓一般的痕迹。这就是地境之能，若是真正的意境宗师，方才这一箭我避不开。陆沉舟脸色一沉，眼中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之色。他躲开这一箭的瞬间，手中第3拳已是轰杀而出，顷刻间剩下100人也尽数死在这一拳之下。吴永福目眦欲裂，兄弟们！他万万没想到这陆沉舟如此凶残，不过3拳就直接杀掉他带来的200名人手，那金光拳罡中的力量让他这个半步地境宗师都心惊肉跳，察觉到危险，一想到这里，吴永福张口喷出心头精血，落在那弓上的3根箭矢上，怒声嘶吼。音效！救！大弓拉满月，陆沉舟毛骨悚然，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鹰叫响起的瞬间，3根箭矢已是喷发而出，朝着他扑杀而来。这3根箭矢竟是幻化出展翅捕猎的老鹰，速度快到极致，刺杀而来。陆沉舟本能的想要躲避，却发现这3根箭矢竟是能调转方向锁定他。砰！陆沉舟打出第4拳，与这3根箭矢碰撞在一起。然而他的力量在这箭矢之前，犹如老鹰抓小鸡一般，顷刻间便被撕裂。吼！陆沉舟急忙打出第5拳，这第5拳竟是直接有龙影腾显，携裹着5倍力道和速度冲向3根箭矢。砰！箭矢炸裂，龙影消散。然而陆沉舟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头皮发麻，生死危机感涌现到极致。只见吴永福弓上搭了5根箭矢，他正颤抖着要喷吐精血，眼神冷厉地看着陆沉舟，不能让他射出这一箭。这吴永福不愧是半步地境宗师，意境虽然没有彻底成，但不是陆沉舟这个玄境5层能抗衡的。陆沉舟身体也是蓦然一颤，嘴角一血。第6拳，给我死！他未等全力酝酿好，便是强行打出这第6拳。吼！龙吟虎啸，龙影虎影自拳罡中浮现，左右开弓，速度快到极致，朝着吴永福扑杀而去。不！吴永福双眼血红，不甘嘶吼一声。他年纪大了，实力衰弱退步，射箭的速度竟是没有一个小儿的拳快。龙吟虎影穿过吴永福的肉身，滴滴答答，鲜血从他身体上滴落到地面，肉身已经如同一个筛子一样，充满狰狞的洞口。左边是恐怖的龙爪，右边是如同被猛虎噬咬过一般，森白骨头断裂不知道多少，内脏都裸露在外。身体未倒地，气机已经断绝，保持握弓开箭的姿势。呼呼！陆沉舟也是猛喘了一口气，脸上浮现不正常的潮红。半步地境宗师也是在玄境范畴之内，这第6拳杀他绰绰有余。若是碰上真正的地境宗师，
恐怕也只有第7拳才能抗衡片刻。感受着丝丝缕缕的纯阳之气进入体内，陆晨舟眼中不由浮现出一抹喜色。不愧是在刀尖找饭吃的雇佣兵，这纯阳之气就是浓厚。这200名雇佣兵和吴永福一共给他带来了超过300缕纯阳之气，而他体内此刻有500缕纯阳之气，看来要休息一下，恢复状态，顺便突破一层修为，再前往百花仙城了。虎豹龙蛇拳的威力是真霸道，他跨越了5、6个小境界杀人。荒山野岭，陆晨舟牵走了吴永福的坐骑异兽，远离战场，进入一片森林，升起了篝火，开始恢复状态。他的根基眼下很扎实，方才造成的伤势很快就恢复了。他催动纯阳之气，500缕纯阳之气顿时开始提升他的体修，气息一阵暴涨后，陆晨舟的修为来到了玄武5层。之前400缕纯阳之气能让我从玄武2层提升到玄武4层，眼下500缕纯阳之气只让我提升了1层，突破到玄武6层，怕不是需要600缕纯阳之气。他的灵力更是精纯到极点，一点杂质都没有。要是服用丹药提升修为，那么灵力就会很驳杂，极为影响战力和前途。若是将虎豹龙蛇拳领悟到大成，我岂非是现在就能跟地境宗师叫板？感受着体内澎湃强大的力量，陆晨舟眼中充满了信心。穆言武，嘿嘿，你还能逃到哪里去啊？这时，陆晨舟耳边响起一道充满煞气猥琐的声音。他睁开眼一看，一群打扮制式不一的大汉，总计100多位，正在追捕一个身穿火红色裙子的少女。穆言武神情焦急，美眸中是充满压抑的怒火。若是被这群人抓住，他的清白肯定会被玷污。砰！一个绿衣大汉手中击射出一颗黑色金属球，直接砸中穆言武的后背。啊！穆言武娇声惨叫一声，巨大的力道竟是让他向前扑飞，然后直接扑在陆晨舟的怀中。温香软玉满怀，陆晨舟眼眸眨了眨，这少女的身材是真火辣啊，弹性极好，身上更有一种极为迷人的香气。穆言武抬手一瞧，便是看见陆晨舟那种英俊的脸庞，以及他身上的东玄宗内门弟子服。大宗弟子。穆言武声音焦急，充满压抑的怒气。这位公子，我乃百花仙城神兵谷的弟子穆言武，能否助我当前难关，本姑娘必有厚报。神兵谷。陆晨舟眉头一挑，这可是盛产法器的大势力。陆晨舟打量着他姣好诱人的身材曲线，轻笑一声，什么样的厚报，以身相许倒是能考虑一下。这穆言武的肌肤光滑如玉，弹力极好，如同豆腐一般，散发着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方才他撞到陆晨舟怀里，陆晨舟便是惊讶他的手感，感受着陆晨舟毫无顾忌的目光扫视他娇躯，穆言武又羞又怒，美眸中涌出一抹煞气，咬牙道：好，只要你救我，什么样的条件我都答应你。形势危急，他又负伤在身，只能咬牙答应，先应付眼前的危机。这荒山野岭的，竟然还有一个小白脸在这里，各自散开，将他围住，不能让他逃了。领头的绿衣大汉开口道。这100多号人顿时散开，朝着陆晨舟、穆言武缓缓逼近。嘿嘿，穆言武，你就从了老子吧，你跑不掉的。穆言武脾气火辣，咬牙切齿，美眸中满是愤怒火气。本姑娘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哈哈哈！绿衣大汉狞笑一声，那你尽管自尽，等下趁热，我们兄弟还能爽爽。陆晨舟眉头一皱，眼中杀意冷幽汹涌。雇佣兵，怎么走哪都能碰到雇佣兵？他和雇佣兵还真是不对付啊！这个小白脸可护不住你。大哥，这小白脸长得也不差，我们可以，嘿嘿嘿，找死！陆晨舟杀意一动，一只手抱着穆言武火辣的娇躯起身，另外一只手直接一拳轰出。吼！龙吟虎啸，金光喷发，他顿时化身绝世凶物一般。啊！靠近身前的那10个人惨叫一声后，顿时气机陨灭，当场死亡。什么？这90个大汉见到这一幕，神情大骇，一拳杀10人，还是瞬秒，这是什么拳法？就连陆晨舟怀中的穆言武看到这一幕，也是美眸大惊。这东玄宗内门弟子好厉害，给我死来！在陆晨舟身后的一些大汉惊怒至极，口中暴喝，一道绿色的刀芒爆发，朝着陆晨舟劈砍而来。陆晨舟保持着只手抱穆言武的姿态，转身便是一拳轰出，劈散的黑发狂舞，金光再次喷发，拳罡摧枯拉朽，直接磨灭这扑面而来的数十道刀芒，而后余下之力朝着他们这20-30人扑去，比刚才的拳罡还要恐怖。这些雇佣兵瞳孔剧烈收缩，急忙催动灵力挥刀抵抗。咔嚓！啊！绝望的惨叫声响彻，这一拳之下再次斩杀20-30人，恐怖的拳罡将他们手中的大刀都给震断。不！绿衣大汉见到这一幕，又惊又怒，怒声咆哮。所有人一起上，杀了这个小白脸！
余下的40-50人齐齐身形狂掠腾空，朝着陆沉舟劈杀而去，寒芒闪耀，犹如天青。如此恐怖的围攻，慕言武美眸露出惊慌之色。小心！陆沉舟两腿分开，腰部微微下沉，直接一记龙拳轰天。吼！一条霸道的金光龙影腾显，直接扑向空中啊！一声声绝望凄厉的惨叫声响起，鲜血内脏犹如下雨一样从天而降，让这里顿时化作炼狱一般的场景。太厉害了！慕言武见到陆沉舟如此勇猛凶残的一拳，玉颜上浮现出浓浓的震惊之色。不过顷刻间，现场就只剩下绿衣大汉在内的4-5个雇佣兵。慕言武看向绿衣大汉：“杨涛，你还想打本小姐的主意？真是报应！”杨涛便是那绿衣大汉，见到这一幕，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五官扭曲，眼中满是惊惧之色。这下踢到铁板上了。他咬牙切齿：“小白脸，我记住你了，撤退！”声音落下，杨涛便是身形撤退，骑上自己的异兽坐骑，快速离去。本来陆沉舟都打算饶他们一命的，但是一个雇佣兵离去前丢出一颗毒丹，将陆沉舟的坐骑异兽给杀了。陆沉舟可是要赶着去百花仙城，没了异兽如何赶路？此地距离百花仙城可是还有1500里，可以放开我了吗？怀里美人儿发出咬牙切齿的抗议声。陆沉舟坏笑一声：“手感这么好，再多抱会儿怎么了？你个臭流氓，我咬死你！”他红唇一张，便是一口用力，狠狠咬住陆沉舟的胳膊上。嘶！陆沉舟痛得倒吸一口凉气，这女人脾气真跟个小辣椒一样，但生得这么美，身材这么诱人，就和带刺玫瑰一样。他松开慕言武：“才救了你的命，这叫翻脸咬我啊！”慕言武美眸中露出得意月色，瞪了陆沉舟一眼，张牙舞爪的：“你要再敢碰我，我就还咬你！”陆沉舟坏笑一声：“美人儿，现在该你报恩了吧？”慕言武娇躯一颤，一脸警惕防备地看着陆沉舟：“你要做什么？”嘿嘿，陆沉舟笑着说：“说好以身相许的吗？”他肆无忌惮的目光在他玲珑有致的娇躯上扫来扫去。慕言武咬牙道：“你敢？你救了我的命，不代表我要屈服于你。我是神兵谷的人，我可以拿钱报恩。我告诉你，但你要打我身子的主意，我死也不会答应你。这性子是真烈啊！”陆沉舟呵呵一笑，看了一眼快要消失的杨涛等人，没时间捉弄他了。你走吧。说完，陆沉舟就朝着杨涛等人追去。慕言武美眸一怔，有些不敢相信，这臭流氓就这样走了。上一句还要他以身相许，下一秒就走了，他顿时对自己的魅力感到怀疑。自小就有许多人垂涎他的美色追求他，因此闹出过不少麻烦。他方才还以为陆沉舟要霸王硬上弓，没想到对方走得这么洒脱。一下子他对陆沉舟的感官有了变化。这臭流氓，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看着陆沉舟身形犹如鬼魅一般快速离去，慕言武也是变换方向离去，走了没几步。武儿，你没事吧？一个容貌英俊的青年找到慕言武，神色满是关切。我没事。慕言武看到这个青年，松了口气。汤松崖，我们才订婚不久，感情还没好到那一步，麻烦你叫我全名。汤松崖神色有些怪异。好吧，言武。慕言武黛眉一皱，正欲反驳，但是后背上的伤势发作，让他深了口冷气。汤松崖连忙关切道：“言武，你怎么了？那些雇佣兵打伤了你？”慕言武内心有些起疑，还未多想，这汤松崖已经是拿出一颗丹药。言武，这是疗伤丹，你快服下疗伤。慕言武犹豫了片刻，出于某种考虑，接过这颗丹药服下，然后开始炼化。汤松崖，方才那群雇佣兵侵袭过来，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汤松崖脸色讪讪道：“我躲了起来。”废物！慕言武预言上流露出鄙夷嫌弃之色。这什么未婚夫，都无法保护自己的未婚妻，被他骂了一句，汤松崖脸色有些难看。慕言武语气疑惑，也不知道这群雇佣兵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下一刻，汤松崖看到慕言武脸色渐渐发红，露出一个淫笑：“当然是我通知他们的。”扑通，慕言武娇躯发软，倒在地上，呼吸有些急促，他感觉身体很热，他咬牙质问：“汤松崖，你做了什么？”汤松崖眼中是得意笑容：“这群雇佣兵也真是废物，竟连你都对付不了。武儿，为夫方才给你的玉女情玉丸滋味如何？”慕言武脸色巨变：“混蛋，我要杀了你！这玉女情玉丸乃是青楼里控制女人的一种催情药，服用了这种药，女人将沦为玩物，乖乖听话。”他想挣扎，但是娇躯发热，四肢乏力，他竟是都站不起来，而是理智在快速消退，美眸中浮现出迷离的情欲之色。他咬牙切齿：“汤松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呵呵，汤松崖冷笑一声：“我的好未婚妻，还不是你不肯分享你的大秘密？
现在乖乖开口告诉我，你究竟是掌握了什么赚钱的大秘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秘密，他才不会忍气吞声跟慕言武订婚。你做梦，我宁愿死也不会告诉你。慕言武理智仅剩一丝，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竟是拼着站了起来，娇躯踉踉跄跄地走。看到这一幕，汤松牙眉头一挑，有些惊讶，这么烈，竟然还能扛着玉女情欲丸保持理智。他用玉女情欲丸玩过的女人没有100也有80了，还是第一次见到慕言武这样的女人。他没有立即对慕言武动手，而是笑呵呵跟在慕言武身后。你这种状态也跑不掉，老老实实从了我吧。慕言武眼神迷离溃散，咬着牙踉跄往前走，但身体太热，他已经是一边走一边控制不住的要解自己衣服。见到这一幕，汤松牙眼中浮现暴戾不悦之色，上前一把抓住慕言武的头发，将他摁在一棵树上，冷笑道：好武，告诉我，你赚大钱的秘密是什么？慕言武红唇微动，理智全无。你做梦！汤松牙五官顿时狰狞。另外一边，陆沉舟催动蛇形法，半刻钟的时间就追上了杨涛等人。杨涛没想到陆沉舟速度这么快，亡魂大冒，脸色苍白如纸。大哥，我们都撤退了，你为什么还要追杀我们？陆沉舟冷笑一声，哼，我本来都打算放你们走了，结果你们杀了我的坐骑异兽，叫我怎么赶路？那就只有杀了你们，拿你们的异兽坐骑赶路了。杨涛眼神愕然，气得差点吐血。尼玛，就这个原因！陆沉舟一拳将其他4个人杀掉，强大的力量让其他几个人和异兽瞬间死亡，仅剩杨涛一人倒是要麻烦点，不能用龙拳杀，不然异兽坐骑也要跟着一起死。那就用灵山拳。青山，陆沉舟身形向前，一拳轰中杨涛，咔嚓！他只听到了杨涛骨头断裂的声音。啊！杨涛惨叫一声，从异兽坐骑上飞出去。反武和顶尖武学的差别实在太大，龙拳的话，这一拳下去，杨涛和异兽已经尸骨无存，但大成的灵山拳一拳打不死杨涛，只是让他重伤。杨涛砸在地上咳血，眼神绝望。大哥，饶我一命吧，我只是个雇佣兵，对慕言武下手的是他未婚夫汤松牙，那汤松牙就在这附近，你来追我，那慕言武就落入他手中了。陆沉舟眼神微变，多谢提醒。说完，陆沉舟转身骑着异兽坐骑离去，倒也没直接杀掉这杨涛。看样子这杨涛也活不了，等他自己死吧。陆沉舟自己赶路半刻钟，骑上异兽坐骑回身，那速度更快。当他赶回现场的时候，正好看见汤松牙抓着慕言武头发，将他压在树干上，逼问他的秘密。好武儿，告诉我，你赚大钱的秘密是什么？你做梦！陆沉舟见状，呵呵一笑。汤松牙，他的秘密就是我。汤松牙下意识回头，瞳孔陡然一缩。你是谁？唉，你不知道我。陆沉舟观察了慕言武，他没出什么事，但他也不好贸然动手，怕龙拳伤到慕言武。陆沉舟一边缓缓向前走去，笑呵呵说：武儿背后的男人就是我啊，你不是想打听他赚钱的秘密吗？他拿出炼丹师协会的令牌，让汤松牙放下警惕之心。3阶炼丹师，这么年轻？汤松牙神情震惊，顿时有些相信了慕言武的话。1阶炼丹师就很赚钱了，这么年轻的3阶炼丹师放到任何一个仙城，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日进斗金，绝不是一句玩笑话。汤松牙松开了慕言武，被陆沉舟3两句话给镇住了。陆沉舟开口道：你把慕言武让给我，我可以给你一定的好处。他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慕言武身上扫视。汤松牙警惕的眼神一松，露出了个男人都懂的表情。没想到阁下喜欢这种款式的女人啊。慕言武出身不凡，虽然脾气很烂，但是个不折不扣的极品尤物。我是他未婚夫，阁下打算拿什么好处？从我手中换走他？众所周知，炼丹师不善搏杀，因为炼丹师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研究炼丹以及单独研重。陆沉舟已经走到汤松牙的身前，而慕言武趴在树上，肌肤绯红，眼神迷离，发出令人血脉喷张的呻吟声。陆沉舟眼中杀意汹涌，一拳轰出，大成灵山拳无需蓄力，当然是阁下的狗命。砰！灵山一拳轰出，距离极近，猝不及防之下，汤松牙连防御都反应不过来。啊！他惨叫一声，当即倒飞出去砸在地上，但是这一拳没有杀掉他。防御法器。陆沉舟眉头一皱，但这一拳也足以让汤松牙重伤。陆沉舟连忙检查慕言武的状态，催情媚药，这汤松牙还真是卑鄙啊！这种药流传极广，成本低，更为暴利，很多炼丹师都是靠这种发家致富。但女人服用了这种药物，对身体伤害极大。陆沉舟从空间戒指中取了颗解毒丹给她服用下，
希望能管用。当他做完这一切后，咻，一道破空声响起。他转头一看，只见汤松牙竟是发射出一颗信号弹，面容扭曲的盯着陆晨舟。你和穆言武等死吧，我爹马上就会带着人手赶过来。服用了解毒丹的穆言武恢复一些神智，他娇喘呻吟，较难地说出几个字：走，快走。他爹是地境宗师。陆晨舟眼神一凝，然后直接一记龙拳轰出。不！汤松牙瞳孔收缩到极致，不甘地惨叫一声。砰！他整个人在这一拳之下给轰烂成肉泥。然后陆晨舟抱着穆言武上了异兽坐骑，快速离开此地。这一次，穆言武不再排斥陆晨舟抱着他，反而他主动紧紧搂着陆晨舟，火辣娇躯紧紧贴着。他艰难开口道：呼呼，这是玉女情欲丸，普通的亵毒丹无效。好热，我好热。陆晨舟当即眉头一皱，竟然是玉女情欲丸，那怎么办？他身上的丹药都是普通的丹药，这玉女情欲丸根本就解不了。穆言武娇躯滚烫的厉害，美眸要再度失去仅剩的一丝神智，陷入情欲疯狂之中。娇躯开始下意识地扭捏起来，红唇紧咬。我不知道，但我警告你，你不要碰我身子，不然我要和你拼命。陆晨舟脸一黑，现在不是他碰他身子，是他在碰他的身子。说完这句话，穆言武再次失去神智，娇躯轻颤起来，口舌间发出娇喘以及难受的呻吟声。这种小辣椒一样的极品尤物如此做，直接就是在折磨着陆晨舟。陆晨舟陷入了沉默，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如果就这样放着不管他，穆言武会因为情欲火内焚而死，但若是在这附近跟他解毒，则是容易被那汤家的地境宗师给找到，容易丧命，只能二选一。可是穆言武诱人的声音不断在他耳边回响，陆晨舟心猿意马，只是思考一会儿后便是把持不住了。他咬牙道：穆言武，你不要怪我，我这样做可是要搭上生命危险救你。陆晨舟当即在附近找了一个山洞，然后抱着穆言武走进山洞之中，都不用他动手，穆言武自己就褪去了华丽的衣裳，露出那令人疯狂垂涎的绝美娇躯。陆晨舟搂住他，将他压在身下。洞中很快就响起了令人浮想联翩的声音，骤雨狂风一般。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巫山云雨不停。这穆言武不仅性格火辣，这其他方面更是如同辣椒一般，令人上瘾。直到足足6个时辰后，药效解除，穆言武如同一滩烂泥趴在陆晨舟怀中，可给陆晨舟累坏了，但他也趁机收集到了足够的纯阴之气。陆晨舟看着药效消失，睡得十分沉稳的穆言武，忽然有些不知所措。这穆言武睡着的时候也是气质出众，火辣充满野性，极为容易勾起人的征服欲。按照他的性子，倒也不知道醒来后会有什么反应。陆晨舟看了一眼山洞外，我在这里救了穆言武的命，那汤家地境宗师应当围住了这附近，在搜罗我们的下落。要想活下去，陆晨舟唯有将虎豹龙蛇拳修炼到大成境界，才能在与地境宗师交手中有一线生机。他轻轻为穆言武盖上了衣裙，然后来到洞口一侧，开始催动阴阳之气，领悟功法。大量的阴阳之气帮助陆晨舟顿悟。龙拳修炼60年，至大成境界，彻底领悟龙式；虎力修炼80年，至大成境界，彻底领悟虎式；蛇形法修炼80年，至大成境界，彻底领悟蛇式。陆晨舟将3门式修炼到大成，内心更是顿悟，不对劲，这虎豹龙蛇拳若是彻底大成，其口诀文字似乎能演化出一门新的功法，能直达意境的一门功法手段。这让陆晨舟心头一喜。4季道境法并非功法的手段，事实上便是意境。这虎豹龙蛇拳的意境会是什么？陆晨舟开始继续顿悟爆速法，可是还未修炼到大成，只差1线，昨夜从穆言武身上拿到的纯阴之气便是消耗干净。陆晨舟有些难受的从顿悟状态中退出。只差1点啊！陆晨舟缓缓睁开眼睛，便是发现穆言武醒了过来，美眸忽地睁开，眼神冰冷气愤地盯着他，你个混蛋！陆晨舟轻轻喊了一声：武儿，我还能再和你欢好一次吗？就一次！王八蛋！穆言武气的暴喝娇斥一声：我要杀了你！他清清白白的身子，如今却被一个认识1天的男子给玷污夺走了。他甚至还不知道陆晨舟的名字。穆言武又气又委屈，他醒来第一时间，这陆晨舟不是讲清缘由或者安慰他，竟是恬不知耻的，还想和他欢愉无语，如何叫他不生气？他身体踉跄一起身，下半身传来的疼痛让他有些不适，他强忍着疼痛冲上去，2手掐住了陆晨舟的脖子。给我去死！脖子被穆言武掐住，陆晨舟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小手上的力气很弱，根本伤不了他分毫。陆晨舟啧啧2声，目光饶有兴趣地在他身上打量，用商量的语气说出一句话：武儿，你要不先把衣服穿好再生气？
穆言武低头一看，玉颜顿时恼羞成怒的涨红，娇躯颤抖，眼中密布羞愤煞气，急忙大吼：“你给我滚出去！”他竟是没穿衣服，声音说到后面都有了一丝哭腔。好，陆沉舟两手抬起来，急忙转身走出山洞外，站在洞口思索着功法大成后，以他现在的战力能和地境宗师挤开。山洞内响起细细嗦嗦穆言武穿衣裙的声音。穆言武穿好衣裙后，眼神慌张、迷茫、愤怒、无助，小腹胀痛，令他难以站稳。他咬牙切齿捂着小腹，美眸望向洞口的那道身影，眼神复杂，回想昨日的情景，玉颜涌出一抹潮红之色。混蛋，你给我滚进来！陆沉舟身后响起穆言武充满煞气愤怒的声音，叫他滚，又叫他进去。这女人的情绪还真是反复无常啊。陆沉舟转身与穆言武的视线对上，发现他眼眸中的情绪已经平复，看来是冷静下来了。陆沉舟关心道：“武儿，你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好一些？”哼，我不用你这个混蛋关心。穆言武冷哼一声，但却没有驳斥陆沉舟唤他武这个昵称。这个称呼从小到大只有他爹娘在唤。穆言武眼神冰冷，与陆沉舟对视。昨日我中了汤松崖的魅毒，我知道你是出于救我性命才夺了我身子清白，我不怪你，但这不代表我们会有什么关系。今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听明白了吗？这陆沉舟最开始救他时说要他以身相许，如今身子清白真的给了他，也算还了陆沉舟的恩情，二人两不相欠。陆沉舟苦笑一声，摸了摸鼻子，他这性子还真是够烈，令人很想征服他。他开口道：“我听明白了。”哼，那就好。穆言武冷哼一声：“那你还愣着做什么？走啊，我们分道扬镳。”陆沉舟摇头。穆言武拳头攥紧，眼神决绝，充满愤怒和煞气。你若再敢碰我身子一下，我宁愿撞死在这山洞里。陆沉舟解释道：“武儿，你误会了，我们暂时还不能分道扬镳。昨日我杀那汤松崖之前，他曾发出信号弹，通知他父亲过来，你莫不是忘记了？眼下这汤家人正在附近搜罗我们的下落，这汤家人本就是冲你而来，若是此刻分道扬镳，你落入汤家人手中，恐怕还会再为你吃玉女情玉丸。”穆言武脸色微白：“地境宗师，那怎么办？他们迟早会发现我们。汤家实力强大，不然此前也不可能逼我点头定下婚约。”陆沉舟说：“我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平安无事走出这地方，抵达百花仙城。”穆言武：“什么办法？”陆沉舟看着他：“那就是再让我和你欢好一次。”王八蛋，你还敢调戏我，找死！穆言武顿时暴怒，抬起一条修长白嫩的玉腿就朝着陆沉舟横踢而来，但他的力道软绵绵，根本就伤不了陆沉舟分毫。陆沉舟轻飘飘接住他踢来的这一腿，还向前嗅了一口：“真香，手感真好。”穆言武玉颜顿时涨红，眼神有些慌乱，他口中娇喝：“放开我！”陆沉舟不为所动：“叫你放开我！”陆沉舟老实松开了他诱人白嫩的玉腿，无他，穆言武拿出一把匕首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陆沉舟终归是拿了他的清白身子，自然不会触怒他，让他真的潇湘玉殒。他耸了耸肩膀：“我没骗你，只要再与他双修合欢一次，他就有足够的纯阴之气将功法顿悟到大成。”穆言武手持匕首，冷笑一声，眼神讥讽：“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这个混蛋的话？怎么占我便宜，还能让你变强不成？”陆沉舟表情认真：“对啊，武儿你真聪明。”呸！穆言武真想拖他满脸的口水。那不是奖励陆沉舟？好吧。陆沉舟自然无法勉强穆言武相信，他站在洞口打量四周的环境。武儿你既然醒了，那我们也就该出发了。你要小心一些，我也不清楚汤家有多少实力。穆言武红唇性感的嘴唇抿了抿。他此刻身子虚弱，还未彻底恢复过来，但他性子要强，说不出要依靠陆沉舟让他保护的话。我知道。他身形微微踉跄的跟在陆沉舟身后，一只手捂着小腹，眼神幽冷愠怒的看着他。这混蛋昨晚也不知道轻一点。他黛眉微蹙，强忍着身体不适。陆沉舟翻身上了异兽坐骑，见穆言武身体不适，伸出手：“来吧。”穆言武知道只有这么一头异兽坐骑，要安全快速的离开这片区域，只能跟陆沉舟暂时一起行动。他拍开陆沉舟的手：“你管好自己。”他轻轻一咬牙，翻身上异兽坐骑背后，一种身体撕裂疼痛感让他眉头紧皱。陆沉舟虽有怜香惜玉之心，但这玫瑰太火辣了。忽然间，不远处有声音响起。陆沉舟眼神微变：“抓稳坐好，有人来了。”穆言武脸色一肃，有些紧张。陆沉舟当即驱动身下异兽坐骑，
快速朝着百花仙城方向而去。人在那边，我看见慕言武了，追上去。慕言武，你击杀自己的未婚夫，罪大恶极，给我留下来吧。汤家人不知道陆晨舟的下落存在，只当之前一切都是慕言武做的，全力追捕慕言武。陆晨舟听到后方追捕的嘶吼声，眼神微怔，他们好像认为你是凶手。慕言武银牙一咬，此事本就因我而起，既然他们不知道你，只追捕我一个人，你把我放在这里吧，我不牵连你，你自己赶紧逃吧。他眼神决绝，预言上看不到一丝犹豫和脆弱。他深知汤家早就垂涎他的秘密，不得的他，汤家是绝不会罢休的。但陆晨舟本来就是无辜意外卷入进他的风波中，他不想牵连害了陆晨舟。陆晨舟深深看了慕言武一眼，声音平静淡然：抛弃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独自逃活，我可做不到。哼！慕言武冷哼一声：那你打得过地境宗师吗？陆晨舟眼神凝重，老老实实道：打不过。慕言武嘴唇轻抿：那你不是要和我一起送死？陆晨舟淡淡道：那我又有什么办法？我说的办法你又不肯答应，要死就一起死了。慕言武内心狐疑，这人莫非真的能靠双修变强？他不是东玄宗弟子吗？为何会采阴补阳的手段？慕言武语气没那么冷了，眼神微缓，问：混蛋，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什么。陆晨舟。陆晨舟。慕言武咀嚼了一番，拿出一个储物袋给陆晨舟：你人虽然确实混蛋了一些，但品性勉勉强强吧，我不想拖累你。汤家是冲这个来的，陆晨舟，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带回神兵谷，自会有人替我报仇。他内心认定自己无法逃出汤家魔爪，内心有了一抹死意。陆晨舟瞥了一眼这储物袋，这就是那汤家觊觎的好东西，你自己收着，自己带回神兵谷，能不能活着抵达百花仙城，得打一场才知道，无非就是一条命。听到陆晨舟这几句话，慕言武芳心一颤，看着陆晨舟的眼神有了些许变化，他嘴唇轻抿，语气有几分喜悦：你这混蛋，倒也还有几分对我胃口。内心一下子没那么沉重了。咻咻咻！陡然间，有数把银枪蕴含灵力，朝着陆晨舟投掷而来，威力极为强大。陆晨舟当即勒住异兽坐骑，砰！爆炸声响起，然后附近有数十个手持银色大枪的玄境修士将他们包围住。慕言武，你还往哪逃？立即束手就擒。哼，竟然和一个小白脸搅和在一起，难怪看不上我家少主，把他和这个小白脸一起杀了。等等，不要急着动手，这男的是三阶炼丹师。数十个玄境修士脸色微变，三阶炼丹师。阁下，我叫汤鹏达，此女夺了我汤家财物，还杀了我汤家少主，阁下可以放下她，独自离去，我们汤家不会为难阁下。一个手持大枪的汤家人走出来：阁下与慕言武并不熟络，何必趟这种浑水？汤家人早就将慕言武的情报调查得清清楚楚，一个如此年轻的三阶炼丹师，慕言武此前并不认识，不然绝不会点头和汤松崖订婚，多半是在这片森林中偶然遇见的。三阶炼丹师，慕言武美眸一惊，这混蛋如此年轻，竟然是个三阶炼丹师。炼丹师不是都不擅长攻伐搏杀的吗？他战力为何会如此强横？陆晨舟冷笑一声：你这人倒还不错，但慕言武已经是我的女人，我焉能丢下自己的女人独自逃命苟活？要动手就早点出招吧，不然我出手，你们恐怕都没有活路可言。慕言武眼神悠悠，谁是他的女人？但眼下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既然阁下敬酒不吃罚酒，那就这慕言武一起去死吧。汤鹏达暴喝一声，手持银色大枪，身形犹如猎豹炮弹猛冲而出，带着一股霸道的枪势朝着陆晨舟扑杀而来。砰！音爆声陡然响起，大成之势，厉害！陆晨舟眼皮紫微挑，放在前天，这汤鹏达他都不一定打得过，但眼下面对着霸道袭来的一枪，陆晨舟只是坐在坐骑背上，扬手便是一拳。吼！龙吟金光喷发，一股极为汹涌澎湃的灵力变化成拳罡，正面碰撞。轰隆隆！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恐怖的灵力气浪扩散开来，竟是活生生将附近一名实力弱小的玄境武者给震死。这就是掌握了势的玄境修士。什么？汤鹏达见到这一幕，眼中露出惊骇之色，眼珠子都要瞪出来。这怎么可能？一个三阶炼丹师战力居然如此强大，而且和他一样掌握了是，真是见鬼了。汤鹏达眼神一沉，一起上，杀了他。如此年纪轻轻，又是三阶炼丹师，又战力强大，眼前这个年轻人必定大有来头。反正已经得罪了陆晨舟，还不如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他不信这么多人一起出手拿不下陆晨舟。枪！数十杆银色大枪齐齐发出铿锵之音，气息强大，令人心颤。枪锋袭来，
穆言武预言苍白，陆沉舟眉头皱了皱，再次一拳轰杀而出，砰！全力叠加1倍，速度叠加1倍，金光同样爆发1倍，磅礴的拳罡爆发，直接挡住这四面八方袭来的数十杆银色大枪。力量这么大，汤鹏达心头大惊，连忙大吼：“用全力！”嗡嗡嗡，数十杆大枪顿时爆发出嗡嗡的银光。陆沉舟眼皮子猛跳，察觉到了威胁，给我死！陆沉舟暴喝一声，第3拳打出，吼！纯粹的金光龙影从拳罡中喷涌而出，朝着汤鹏达以及身边一众人扑杀而去。不好！汤鹏达终于脸色巨变，连忙嘶吼：“防御！”他旋转手中大枪进行防御。啊！一阵惨叫声响起，除了汤鹏达外，他身边10几个人当场死亡。汤鹏达也是倒飞砸在地上，咳血不止。他眼神惊惧绝望地看着陆沉舟，第3拳的威力和速度又成倍增加了。他发现自己彻底不是陆沉舟的敌手，当即第一时间拿出信号弹发射出去，要通知家主过来。找死！陆沉舟见到汤鹏达发出信号弹，脸色一沉，眼中杀机浓郁。第4拳轰杀而出，吼！龙影、虎影齐齐而出，左右开弓，朝着汤鹏达扑杀而来。呼啸的拳罡如同真正的龙虎在嘶吼，蕴含着霸道绝伦的恐怖力量。大成之势，看到这龙虎光影扑杀而来，汤鹏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绝望。一个18岁的少年，实力为何如此恐怖？轰！汤鹏达艰难的持枪防御，咔嚓，手中的大枪都被折断，但这一拳之下，他并没有死亡。巨大的拳罡余力将他的肉身轰飞出数十米远的距离，砸在一块岩石上。若家主今日杀不了他，汤家将被他覆灭。同为大成之势，但他的事和陆沉舟的事力量相差犹如云泥，差距大得令人绝望。要拖住他，等到家主赶来，汤鹏达眼神近乎溃散，艰难地站起身。你们都撤退吧。想跑？陆沉舟冷笑一声，都给我留在这里吧。陆沉舟第5拳轰杀而出，磅礴恐怖的力量直接让汤鹏达崩溃了。不！他目眦欲裂地看着这一拳，余下的几十名族人全部被金光拳罡笼罩吞噬。金光散去后，这几十个人生机彻底断绝，但身形还保持着站立的姿态，脸上还有浓浓的恐惧绝望之色。但他们的身上充满了龙、虎、豹、蛇的攻击伤痕，狰狞恐怖。反扑归真，汤鹏达察觉出了陆沉舟的拳法端倪，这实在太令人感觉到恐惧绝望了。一个玄武5层的修士，拳法都要修炼到反扑归真，距离意境只差1步。你也给我去死！陆沉舟喘了口气，没有打出威力更大的第6拳，而是随意挥出第1拳，朝着汤鹏达扑杀而去。汤鹏达绝望的惨笑一声，便是被金光拳罡笼罩，死在这一拳之下。穆言武看到这一幕，美眸呆滞住了。他见识过许多天才妖孽，此刻被陆沉舟的战力给深深的震撼到了。这些汤家的修士可不是弱小废物，却极为孱弱，轻易死在了陆沉舟的手中。这陆沉舟的力量太厉害了。感受着体内吸纳而进的纯阳之气，陆沉舟眼中闪过一抹惊喜之色。200缕纯阳之气，这汤家的修士还真是厉害。武儿，抓稳坐好，我们该走了。陆沉舟交代一句，便是催促着身下的异兽坐骑快速离开此地。那汤家家主乃是地境宗师，他真打不过，要是被他抓到，那就完了。哦，穆言武呆了一会儿，这才回过神，抓稳坐好。他们离去1刻钟之后，一个气息强大的中年人来到现场，看到如此凄惨血腥的现场，痛心疾首咆哮。彭达，傍晚，距离百花仙城700里的地方，这杨涛的异兽坐骑只能一天赶路700-800里，差了点，他们人还受得住，但是异兽要吃喝拉撒休息。一处山洞内，陆沉舟点了个篝火取暖照明，穆言武坐在他对面，他不由问道：武儿，这汤家觊觎你的秘密是什么？穆言武沉默了片刻，抬手与陆沉舟对视。你也想知道？我不是觊觎你的秘密。陆沉舟扬了扬自己3阶炼丹师的令牌。穆言武欲言之上露出一抹尴尬的表情，他瞪了陆沉舟一眼，恶狠狠道：我知道你只是好奇，不是觊觎我的秘密。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一块火红色透明的晶石。陆沉舟好奇，这是什么？穆言武说，这是纯阳之晶，乃是我无意间制造出来的。纯阳之晶，这有什么用？陆沉舟忽然想到了殷仙仙所需的魂晶。穆言武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打算返回神兵谷，弄明白这玩意儿有什么价值。他随手一抛，落入陆沉舟手中。刹那间，一股极为浓郁的纯阳之气从晶块中爆发而出。陆沉舟神情一震，眼神震惊。这么一块纯阳之晶，内里竟是蕴含了超过2000缕纯阳之气。玉雪罩，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玉雪照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纯阳之精乃是由生命力极高之物淬炼出的矿石，但你手中这块浓度很高，这小姑娘在炼气这块天赋很高，宿主，我建议你拿下她。陆晨舟没有直接回答玉雪照，而是问，这里面蕴含如此纯阳之气，那我该如何吸收里面的纯阳之气呢？这纯阳之精内的纯阳之气，陆晨舟无法直接吸收，要是能直接吸收，那修为就能快速暴涨了。这一块纯阳之精可以驱邪避毒，更能拿来吊命，价值极为昂贵。你若想吸收内里的纯阳之气，只需要用你的血滴在上面就可以。玉雪照告诉他。陆晨舟看着身前诱人的慕言武道，武儿，这一块纯阳之精你可以拿给我用吗？用。慕言武开口道，怎么用？我无意间制造出来后，尝试过许多办法使用，都难以伤其分毫。后来这个纯阳之精存在走漏，我才被汤家盯上，也想过摧毁这个纯阳之精，你若有用就拿去吧。好。陆晨舟露出笑容，有了这块纯阳之精，我就有更大几率打过那汤家宗师，带你平安回到百花仙城。慕言武火热的美眸中闪过一抹疑惑和惊讶，有些不信，你要搞什么鬼？下一刻，慕言武疑惑和惊讶的神色变成了震惊和不敢置信，他红润性感的嘴唇张大。你只见陆晨舟在纯阳之精上滴了一滴自己的血，然后这块纯阳之精便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而与此同时，陆晨舟的气息则是快速暴涨，玄武5层，玄武6层，玄武7层，玄武8层。一口气，陆晨舟的修为连破4个小境界，他的气息变得雄浑渊厚，极为强大，宛若一头绝世凶物一样。慕言武不敢置信，瞠目结舌，这种气息感觉便是地境宗师也不能给他带来如此感觉，距离地境宗师只差2层修为和意境了。陆晨舟感受着体内磅礴雄浑的力量，眼眸中露出一抹自信和喜悦之色。他睁开眼，看到慕言武欲言震惊，他嘿嘿一笑道，武儿，这是我的秘密，你可不要泄露出去哦。慕言武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一幕，他深吸一口气，欲言泛热，口中娇斥一声，王八蛋，你当本小姐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把你的秘密说出去？你当我是那等恩将仇报的人不成？说着，他有些好奇，你现在能打过地境宗师吗？陆晨舟正色思索道，不好说，但若是武儿你能让我碰一下的话，我肯定能打过那汤家的地境宗师。滚！慕言武美眸一瞪，两手抱于胸前，狠狠骂了陆晨舟一声，你这个混蛋，品性虽然不错，但满脑子都是想那些事，不觉得无耻吗？陆晨舟摸了摸鼻子，武儿，冤枉啊，只要我们修一下，我就真的能更强，能打过那汤家地境宗师。你还说？慕言武咬牙切齿，神色愠怒，语气坚决，我宁愿死也不会再让人碰我身子一下。好吧好吧。陆晨舟知道这妞不是开玩笑的，慕言武性子这么烈，肯定能说到做到，但不让碰，那总能看看吧。慕言武声音冰冷，充满煞气，把你的狗眼给我收好，小心我给你挖了。这时陆晨舟忽然将火堆弄灭，慕言武顿时一惊，美眸圆瞪，以为陆晨舟色欲熏心，还是忍不住要动手，正准备反抗的时候，陆晨舟却是一只手捂住他红润的嘴唇，神色凝重，不要出声，汤家人追到这附近了。慕言武脸色一变，缓缓点头，然后示意他将手拿开。山洞外附近传来一阵搜罗的抱怨声，操，这慕言武是真的能逃，让我抓到他，非得好好爽爽才行。你个傻逼，慕言武能杀这么多人，你打得过吗？小心行事。那是什么？一头异兽坐骑，快通知家主，被发现了。陆晨舟眼神一沉，眼中杀机浓郁，当即冲出山洞。给我死！你是谁？这几个汤家人神情一惊。我是你爹。陆晨舟一拳轰出，将这附近的几个汤家人给杀死，然后带着慕言武坐上异兽坐骑，强行催促着异兽坐骑前行。慕言武，你给我留下来！身后响起一个充满威严中年人的怒吼声。汤显达。慕言武欲言惊变，嘴唇紧抿。地境宗师。陆晨舟脸色一沉，武儿，抱紧我要加速了。你不要紧张，我会带你杀出去的。好。慕言武美眸微微恍惚，犹豫片刻后，他一双玉手搂住了陆晨舟的腰肢，火辣诱人的傲人娇躯紧紧依靠在陆晨舟的背上，尤其是那傲人双峰剧烈震颤波动。如此暧昧的姿势，陆晨舟却没有一点享受，心猿意马的心思。大敌当前，活下去最重要。那地境宗师在后面狂追，犹如死神一样，仅仅是散发出的气息就让陆晨舟汗毛炸立，寒意直涌心头。汤显达很快就追上了异兽，这让陆晨舟瞳孔微缩，
一颗心沉到了谷底。这就是地境宗师，仅凭肉身之能，速度竟能直接追上异兽坐骑。汤显达见到陆沉舟，眼神充满了杀意。原来是你这个小畜生杀了我汤家那么多人，我不管你是什么出身来历，我要你给我汤家那么多人赔命。轰！黑狼吞月，汤显达手掌化抓，猛然探出，恐怖狂烈的气息冲天而起，一头黑狼虚影呼啸而出，张开血盆大口，朝着陆沉舟和慕言武士咬而去。这黑狼虚影蕴含无比惊人的力量，凌厉而又霸道，远超陆沉舟之前撞见过的敌人。龙拳，陆沉舟同样是暴喝一声，身上灵力沸腾运转，配合虎力再打出第一龙拳。吼！金光拳刚呼啸，一条金光龙影浮现，与这黑狼虚影碰撞撕咬在一起。轰！两道灵力交织后，发出一道恐怖的爆炸声，两道虚影双双爆炸。区区玄境，竟能比拟我这个地境宗师的力量？汤显达眼神倏然一变，而后眼中杀意更浓，表情狰狞如嗜血。那就更不能放你活着了。狼王爆爪杀！吼！强烈的灵力波动从汤显达身上传出，而后一头狼王虚影从灵力中幻化而出，栩栩如生，宛若一头真正的狼王。这狼王虚影呼啸一声，恐怖的狼爪践踏着地面，朝着陆沉舟扑杀而去。这就是地境宗师的意境招式之力，超脱寻常把式，招式威能。龙拳，陆沉舟急忙打出第二拳、第三拳。轰！一条金光龙影喷薄而出，朝着这狼王虚影轰撞而去。这狼王虚影只是抬爪一滑，就将陆沉舟的第二拳给击溃。紧接着是第三拳喷薄而出的龙虎金光虚影，左右开弓，齐齐冲杀而上。这狼王虚影再次一爪，同时血盆大口一咬，便是将这两道虚影给咬碎成渣渣。这个时候，狼王虚影已经冲杀到陆沉舟身前。龙拳，陆沉舟打出第四拳、第五拳、第六拳。龙、虎、蛇三影齐现，已是他当前最强大的力量。即便如此，面对这狼王虚影的锋利爪子，通通化作泡沫灵子炸开。强大的灵力波动，震地陆沉舟被反噬吐出一口血，身下的异兽坐骑更是剧烈颤抖。第七拳，拳罡之中呼啸而出烛龙、白虎、青蛇、黑豹的虚影，隐隐触及到意境门槛。四兽对狼王竟是没有立即溃散，双方碰撞在一起，威能灵力霸道，让人不敢接近。这小畜生！汤显达瞳孔微缩，陆沉舟打出的这第七拳，竟是让他这个地境宗师都感觉到了生命危险，足以证明这一拳的威能有多厉害。陆沉舟趁着这个功夫，急忙催动着身下异兽坐骑，快速逃跑。他已经是玄武8层修为，凭借着强大的根基和强大的拳法，勉强能与地境宗师周旋叫板一番。但距离打败地境宗师，他还差了力量上的质变。若是虎豹龙蛇拳全部大成，就能完成力量的蜕变，领悟其意境。一起追上去杀了他！汤显达目光阴沉，咆哮一声，周边的汤家人齐齐持着银色大枪，宛若狼爪一般，快速追击陆沉舟。汤显达站在原地服用了一颗丹药，眼中金芒变幻不断。他方才都施展出意境招式，都还没杀掉这个少年，只是将其轻伤。意境招式消耗不可谓不少，他也不能频发，要抓住机会再次施展意境招式，将陆沉舟杀掉比较好。给我滚开！陆沉舟连打7拳，再加上反噬内伤，拳罡力量已经没有刚才那般强大，而且他还要留足灵力应付汤显达。他一边轰出龙拳，一边与数十个汤家玄境武者厮杀，粗狂的灵力倾泻而出，让陆沉舟宛若一头绝世凶兽。山林间响起沸腾的厮杀声，在陆沉舟身后的慕言武眼神怔怔看着陆沉舟拼命要杀出一条血路，嘴唇紧抿，美眸之中的光芒变得复杂。无论眼前的修士攻击有多么凌厉凶猛，陆沉舟都能将其轰开，将他死死护在身后，不让他受到任何影响伤势。给我去死！陆沉舟双拳敌八方，龙拳怒吼，眼睛都杀红了，金光龙影不断，是要杀出一条安全的血路。但他的气息在渐渐下滑，他的黑发狂舞，气势凶猛绝伦，眼中杀意滔天，却难以改变当前的局面，宛若一头发疯的受伤猛兽。慕言武看到眼前这一幕，不由想到在山洞内陆沉舟说过的话，莫不是真的？倘若是这样，慕言武美眸中有一缕雾气涌出，娇躯轻颤不停。狼王吞日月！汤显达一声暴喝，一头更为恐怖的狼王虚影呼啸而出，张开血盆大口扑杀而来。周围在围攻陆沉舟的几十个人迅速撤离，而这个时候陆沉舟也是已经在酝酿出第7拳。轰隆隆，双招碰撞，灵光泯灭，强大的灵力波动再次让陆沉舟被反震到吐血。噗！陆沉舟吐了大一口血，身体一颤，身上的气息猛然下降一大截。陆沉舟见到这一幕，慕言武欲言巨变，
极为担心。而这个时候，陆晨舟眼前看到了一条河，他心里顿时有了主意，连忙开口道：“抱紧我。”慕言武已经紧紧抱着他了，听到这句话，一双修长白嫩的玉腿也向前缠住他的腰肢。如此旖旎暧昧的一幕，陆晨舟无心享受，他眉头一皱：“这样不行，你来我前面抱着我。”慕言武照做，来到他正面，将他紧紧抱着，头颅埋在他的脖颈间。见慕言武抱好之后，陆晨舟纵身一跃，从异兽坐骑上跳下去，一只手紧紧搂住慕言武的腰肢，然后催动蛇行法，身形犹如鬼魅，爆发出惊人的速度，朝着山崖下的江河而去。然后纵身一跃，抱着慕言武，朝着江水汹涌的河流中跳进去。两个人的身形很快被江水淹没。见到这一幕，汤显达脸色有些难看，连忙咆哮道：“给我射死他！”几十名汤家族人将手中的银色大枪朝着江流中投掷而去。砰砰砰，数十个巨大的水花炸开，却没有攻击中陆晨舟或者慕言武。汤显达深吸一口气，脸色阴沉的仿佛要滴出水。追，不能让他们逃掉。一个玄境修士敢与他周旋叫板，没有死在他的意境招式之下，身份大有来头。若是让他逃走，等待汤家的将是灭族。汹涌的河流中，陆晨舟催动蛇形法继续前行，在水中的速度同样极快，毕竟蛇在水中的速度比在陆地上快。短暂的逃出升天，两个人浑身都被水给浸透，尤其是如此紧紧抱在一起，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水流的冲击摩擦让他们抱着的姿态出现细微变化。慕言武调整姿态，用力往陆晨舟怀里蹭，这个姿势就有些亲昵和暧昧。呜呜，慕言武憋不住气了，眼看着就要溺水，但是陆晨舟此刻还不能浮出水面，怕被后面的敌人给追上。陆晨舟直接稳住了慕言武，朝他体内赌气。慕言武美眸一瞪，感受到了从陆晨舟嘴里渡过来带血腥的气，让他继续得以呼吸。他娇躯一颤，却没有推开陆晨舟。慕言武知道陆晨舟这不是在占他便宜，而是在帮助他呼吸，否则就要溺水。他脾气火辣，不是是非不分，在清醒状态下与陆晨舟这般接吻，他娇躯颤抖，内心涌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异样情绪。他目光复杂地看着陆晨舟，游了不知道多久，陆晨舟陡然脸色一变，带着慕言武浮出水面。唇分，陆晨舟吐出大一口血，体内的伤势压制不住了。他声音嘶哑，气息虚弱地开口：“走，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二人上岸，在附近找了个隐蔽的山洞落脚。刚进去，陆晨舟便是无法维持站立的姿态，倒地而下。陆晨舟，你怎么样了？慕言武美眸蕴含雾气，语气关切焦急地问询，连忙向前将陆晨舟放好。没事。陆晨舟脸色苍白，勉强露出一个笑容。怎么样，我答应你的事情说到做到吧？慕言武紧咬着嘴唇，声音有些慌张难受。你别说话了，闭眼休息一下吧。以他的性子，他也只能说出这种关心的话了。陆晨舟打开空间戒指，眼中有忧虑。休息不了，我们离他们不是很远，要想逃出升天，只能休息一下，继续赶路。他拿出一颗疗伤丹和精气丹，一边疗伤，一边恢复体内灵力。慕言武眼神忽然涌出一抹坚决之色。陆晨舟，你走吧，以你的能力，你一个人肯定能轻松逃离此地。我是个累赘，你继续带着我，只会害了你。陆晨舟嘿嘿一笑，你说什么屁话？我大男人一口唾沫一颗钉，说要带你杀出血路，就要做到，除非是我死了，没办法保护你。慕言武情绪有些崩溃，冲他大吼，眼中晶莹弥漫。我不要你保护，你走啊！你继续带着我，真的会再死在汤家手中。我对唐家还有利用价值，汤家不会拿我怎么样的。他站在原地，粉拳紧握，娇躯颤抖不停，眼中充满了痛苦自责之色。陆晨舟怒骂：“给我闭嘴！你是我的女人，我宁愿死，也不会把你交到别人手中，那样还不如直接杀了老子。”慕言武被这一句话给吼得大脑一片空白，神情呆滞地站在原地，没有反驳呵斥陆晨舟。他看着陆晨舟身上的狼爪伤痕，心好像有一根针扎中一样，让他难受窒息，难以呼吸。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咬牙切齿，流泪满面，恶狠狠道：“陆晨舟，你之前说的话可是真的？你有办法打败汤显达？”陆晨舟，我没有对你说过假话，你最好不要骗我，不然汤显达不杀你，我也要咬死你，恨你一辈子。慕言武来到陆晨舟面前，缓缓脱下湿漉漉的衣裙，露出那湿漉漉诱人火辣的娇躯。陆晨舟眼神一怔，然后慕言武将陆晨舟压在身下，咬牙切齿，恶狠狠道：“你快一点！”陆晨舟哑然失笑，然后抱住这具娇躯：“我快不了一点，当他是3秒男，他可不是。”慕言武似乎理解错了他的意思，但也不碍事了。洞窟内很快响起巫山云雨的声音：“
陆沉舟借机快速吸取大量的纯阴之气，然后开始顿悟最后一个法门。5年、10年、20年，最后一个法门大成，虎豹龙蛇拳彻底大成。轰隆！陆沉舟脑海中忽然有雷电炸开，他身体飘飘欲仙，极为空灵，进入到顿悟状态。春夏秋冬，虎豹龙蛇的意境于眼前浮现。何谓意境？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返璞归真的拳法是在什么样的意境下顿悟出来的？陆沉舟好似身处在一片神魔天地中，远古的神龙、神虎、神豹、神蛇在交战厮杀，其场景毁天灭地，便是风雨雷霆，天地之力都为他们所用。功法口诀正在重新排列，组建成一门全新的功法——更雷龙蛇拳。此拳法蕴含风雨雷3种意境，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风。雨润万物，雨点细小密集，绵密不断，可大可小，登堂入室。雷为力之极，快、猛、狠。正所谓雷霆如龙蛇。那汤显达的灵力与我相当，我欠缺的是更加集中的爆发。陆沉舟只是略微一犹豫，便是选择顿悟雷之意境。他身上的灵力开始进行属性蜕变，而慕言武感觉最敏感直接，他感觉娇躯酥酥麻麻，好似有静电缠身，又好似在按摩一般，正在刺激他全身每一寸肌肤、穴位。他更能感觉到陆沉舟正在进行某种蜕变，变得更为强大。这混蛋没有开玩笑，竟然是真的。他欲言飞鸿，美眸之中一片情欲迷离，内心极为震动。天底下竟然真的有妖孽能够通过双修变得更强，难怪他如此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他是不是有很多女人？慕言武嘴唇紧咬，顿悟了不知多久，陆沉舟体内的纯阳之气消耗干净，而他正好顿悟完雷之意境。只是意境入门，此刻的陆沉舟感觉到自己极为强大，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这雷之意境让身体更为活跃，竟然还有疗伤的功效。方才受了严重的伤势，此刻竟是恢复的七七八八。他睁开眼，慕言武已经是被他折腾的娇喘不停，四目相对，慕言武眼中满是幽怨的煞气。片刻后，慕言武一只手扶墙，娇躯酥软颤抖的要穿衣裳。陆沉舟见状，向前搂住他的腰肢：“武儿，我来帮你吧。”滚！慕言武咬牙呵斥，美眸圆瞪：“你个混蛋，不要碰我！”但他这一次却没有拍开陆沉舟的手，慕言武黛眉微蹙，表情有些痛苦，一只手捂着小腹，忍不住埋怨：“都叫你这个混蛋，快点完事了。”陆沉舟摸了摸鼻子，讪讪将手松开。资本雄厚也能怪他啊。而这个时候，山洞附近响起汤家人追来的声音。嗖，他们就在这附近。陆沉舟眼中杀意浓郁，冷笑一声：“武儿，走，我带你去杀人。”慕言武扬起粉拳，黛眉紧皱，眼神不善，充满煞气地看着陆沉舟：“你个混蛋，最好是没有骗我，能将汤显达打败，不然我跟你没完。”安了。陆沉舟神情轻松地摆摆手，眼神坚定而又疯狂：“我要他们今天都死在这里。”而后他一个人走出山洞。慕言武一只手扶在山洞石壁上，看着陆沉舟的背影，一种难以言喻、强大绝伦的安全感将他笼罩。他忽然往前走，站在山洞口，望着外面的这一幕。啊，他在这里！家主，救命啊！金光全刚喷发，灵气吹得陆沉舟黑发乱舞，宛如魔神，一阵阵惨叫声响彻整个河谷。汤显达见到这一幕，冷笑一声：“不要怕，此人早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为惧。所有人一起上，将他杀了吧。”汤显达下达命令。至。河谷两岸上密布汤家的修士，这汤家确实是强大。陆沉舟前后杀了几拨人，汤家都还有这么多修士。嗡嗡嗡，上百口银色大枪蕴含恐怖的力道，自上而下朝着陆沉舟投掷袭杀而来。龙蛇拳。陆沉舟站在原地，一声怒笑，两拳往前挥舞。吼！嘶！龙吟蛇嘶声齐响，恐怖的灵力波动从陆沉舟体内扩散而出，整个江面泛起剧烈涟漪。那金光龙影喷薄而起，栩栩如生一般，竟不再像个死物，一拳而出，龙蛇之躯游动缠绕在陆沉舟身边。当当当，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起，这上百口银色大枪竟被这龙蛇之躯给挡下。意境招式，这怎么可能？汤显达当即骇然巨变，瞳孔剧烈收缩。这世界上唯有最顶尖的天才才能掌握无上功法，在玄境掌握地境意境招式，这种人亿万中无一，竟是让他在此处碰到了一个。他心脏剧烈震颤。汤显达，你给我死来！陆沉舟怒笑一声，身形竟是踏上那龙蛇虚影，从河谷低处一跃而上。吼！龙蛇咆哮，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汤显达撕咬而去。狼王吞日月。
汤显达神色惊骇欲绝，连忙咆哮一声，打出自己的意境招式。一狼对龙蛇相互碰撞，可怕的能量波动扩散开来，将附近几十名汤家修士给活生生震死。而后这一拳尽数泯灭，但陆晨舟的下一拳已经扑杀而出，更雷龙蛇拳。吼！一条紫色龙蛇闪烁着雷弧，骤然间从陆晨舟的拳头中呼啸而出，以雷霆一般的速度扑杀向汤显达。汤显达脸色绝望，下意识就要进行抵抗，可陆晨舟的拳法太快了，他还没有打出自己的招式，紫色龙蛇已经将他笼罩在其中。啊！汤显达一阵绝望痛苦的惨叫声后，当场陨灭。地境宗师死。全怕少壮，这汤显达终归是年纪大了，招式速度远不及陆晨舟，不然这一场战斗还不好说谁胜谁负。陆晨舟冷笑一声，年纪大了就应该待家里养老，出来耍什么威风？家主死了，逃啊！余下的汤家人看到这一幕，心神剧烈，被吓破胆了，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而后他们开始四处逃散，再也没有胆气正面对上陆晨舟。但对陆晨舟而言，这些都是纯阳之气，是他修为的资粮，焉能让他们跑掉？一时间，整个河谷嘶吼声不断，陷入混乱之中，将这一片江河水面都给染红了。山洞前，穆言武看着陆晨舟乘龙蛇起路，爆发杀机，不过2招就将地境宗师汤显达给杀掉。他娇躯一阵阵战，美眸中浮现出一抹迷离和崇拜之色。竟然真的做到了！他红唇轻咬，低声呢喃自语：“是因为得到了我的身体。”他万没想到，他的身体清白，竟还有这般效果。预言上不由涌出一片绯红，一时间小腹的胀痛好像也没那么难受了，就是一双腿好像更软了。他不由靠在洞口墙壁上。穆言武忽然想笑，看到陆晨舟杀敌归来，他美眸迎着阳光，眯成月牙状，极为好看。陆晨舟满脸笑意，有些炫耀一样的看向他：“武儿，我厉害吗？”“是有些厉害。”哼。穆言武开口说：“现在危机解决，你我也该分道扬镳了。”“分个屁！”陆晨舟走上来，一把搂住他火辣诱人的娇躯入怀：“你是我的女人，我才不会放你走！你个混蛋，放开我！谁是你的女人？”穆言武顿时在他怀中挣扎起来，但他娇躯酥软乏力，挣脱不掉陆晨舟的怀抱。陆晨舟坏笑道：“你昨晚可是那么主动，还非要在上面。”穆言武闹了个大红脸，眼中煞气喷发，咬牙切齿：“你个混蛋，不允许你说这件事！要不是为了解决危机，我才不会让你这个混蛋碰我一下。你再不放开我，我要跟你生气了。”心情才没好一点，就被这个混蛋破坏了。陆晨舟闻言只是坏笑一声，然后凑上去吻住了穆言武。穆言武娇躯一颤，美眸一睁，更为用力挣扎起来，粉拳在陆晨舟胸口捶动，却挣扎不开。慢慢的，穆言武停止挣扎，美眸中露出迷茫、疑惑、沉沦、委屈、享受，最后是生气，美眸中浮现出雾气。“我咬死你个混蛋！”他用力狠狠一咬丝，陆晨舟倒吸一口冷气，血腥气顿时在口中弥漫开来。唇分，穆言武嘴唇上还流着滴滴鲜血，见到陆晨舟一副吃瘪的模样，表情顿时显得有些高兴。“叫你这个混蛋欺负我，活该被我咬，这娘们是真烈啊！”陆晨舟的征服欲顿时攀升到极点。“走了，去百花仙城。”“哼！”穆言武冷哼一声，却没再提分道扬镳的事情。陆晨舟抱着他的腰肢往路上而去，穆言武也没再挣扎反抗，而是痛苦闷哼一声，不满抱怨，美眸间竟有一抹妩媚风气，极为诱人性感。“你个混蛋，动作轻一点，我痛！”陆晨舟被勾的差点想在这里将他绊一次。陆晨舟带着穆言武在附近发现了异兽坐骑，然后快马加鞭朝着百花仙城而去。一路上2个人聊了许多，知道陆晨舟来百花仙城目的后，陷入了沉默，美眸中更是涌出一抹火辣醋意。“那你岂不是从万宝阁拿到东西后，要立即回东荒仙城？”“对啊。”“你个混蛋！”穆言武心情顿时很不好，美眸瞪了陆晨舟一眼，咬牙切齿，理直气壮道：“那我要跟你回东荒仙城。”他仔细观察着陆晨舟的反应。陆晨舟闻言，脸上露出笑容：“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哼！”穆言武冷哼一声，心情莫名又好了许多。“我警告你，我只是去东荒仙城看一眼，然后我就要回神冰谷。”陆晨舟嘿嘿一笑：“没问题，有来有回，我以后肯定会经常来百花仙城的。”要征服穆言武这么烈、如此野性十足的女人，肯定没那么简单。而且穆言武的身份好像也没那么简单，不仅仅是神冰谷弟子那么简单。但他还没征服穆言武，得到他的心，穆言武这些秘密还暂时隐瞒，不会告诉他。汤显达的坐骑不错，距离百花仙城800里，
仅仅用了半天就抵达了百花仙城。百花仙城比东荒仙城更繁华热闹一些，毕竟这里没有妖兽的侵袭，周遭全是各种矿场，商业环境自然更好。百花仙城一共有6大势力，慕言武是百花仙城土生土长的人，对这里极为熟悉。进入百花仙城，他就带着陆沉舟直奔万宝阁。万宝阁装潢奢华，往来无白丁，最低消费一次都是200块零食。如此高昂的门槛阻拦了许多人，但相应的，无论你想要什么东西，万宝阁都能给你弄来，只要你给得起价钱。万宝阁对面的一处茶楼雅间之中，东玄宗圣子方玉轩正在与一个年轻貌美女人坐在一起饮茶，只是和苏青瑜比起来，差距犹如云泥，成了庸脂俗粉，不可相提并论。他看向这个女人，眼中满是淫迷贪婪之色。赵菲菲，你可想好了？赵菲菲便是东玄宗前任圣女，被苏青瑜打败的那个。赵菲菲姿色上佳，身材诱人，气质出众，她此刻脸色并不好看。苏青瑜那个女人受了重伤，我买通了小旋风的下人，如果不能在7天之内让她服用天之丹，咱们东玄宗的现任圣女便会直接作化陨落，而这圣女之位又该我重新坐上。花峰主派出了他刚收的弟子陆沉舟来取丹药，我派出了雇佣兵去截杀他，但是失败了。他极有可能已经到了百花仙城，只要你能阻拦他拿到天之丹，我可以陪你睡一觉。你不是垂涎我很久了吗？好，既然你赵菲菲下血本，那本圣子帮你一次又有何不可？事成之后自己洗干净送到我床上来。赵菲菲一咬牙，没问题。他眼眸中闪过一抹怨毒狠辣之色。天之丹他必须拿下，还要杀了陆沉舟为他弟弟报仇。这里就是万宝阁了，我带你进去。慕言武带着陆沉舟走进万宝阁。贵客您好，请问来万宝阁要买点什么？一个气度威严的中年人现身接待二人。陆沉舟拿出花妙仪给的令牌，我来取天之丹。这位贵客，您请稍等，我这就去为您取天之丹。中年人看到令牌，脸上露出一抹谄笑，当即转身离开。而这个时候，方玉轩走上来，你就是陆沉舟？方玉轩身穿东玄宗圣子道袍，气度华贵，天之骄子一般。他下巴微扬，高高在上看了陆沉舟一眼。圣子，陆沉舟自然认得方玉轩，这位出身顶尖大族，天赋过人，12岁便踏入帝境，被册封为东玄宗圣子，乃是东玄宗上下数万修士敬畏羡慕的存在。以前的陆沉舟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如今他却出现在这里，陆沉舟心头有几分猜测，眼眸顿时微眯。方圣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方玉轩语气傲然，开口道：陆沉舟，按理说你是没有资格跟我见面的，但你成了内门弟子，又有宗门顶尖传承在身，所以我来见你一面，把天之丹交给本圣子，以后给本圣子效力当狗，我可以捧你做下一任宗门圣子。声音落下，慕言武顿时眼神不善地看着方玉轩，陆沉舟也是眼神怔了一下，这方玉轩是不是傻逼一个，上来什么好处都不给，就让他去给他当狗？方玉轩语气傲慢，似乎只是在做一件小事，高高在上，用命令的口气道：陆沉舟，本圣子的时间很宝贵，没有时间等你考虑，你现在就给我个答案。他不是弱者，站在二人面前便给予二人带来极为强横的压迫感，此人快要突破天人境界了。陆沉舟眼睛一眯，冷笑一声：好，答案现在就可以给你。方玉轩，方圣子，你回去叫你妈给我当母狗，我还能考虑为你办事。你说什么？方玉轩眼神一冷，眼中透露出恐怖的杀机，恐怖的气息稍稍一泄露，就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感觉。闻言，慕言武扑哧笑了一声。陆沉舟这句话虽然很粗俗，但他觉得很解气。陆沉舟用看弱智一样的眼神看着他：方圣子，你是不是个傻逼啊？苏青瑜是东玄宗现任圣女，更是我的女人，你让我不要救她，还要给你当狗办事，你哪来的臭逼脸啊？陆沉舟一点客气和敬畏都没有，他早晚都要和方玉轩对上，他答应过苏青瑜要追上他，再公开二人的身份。苏青瑜是圣女，那他陆沉舟肯定得是圣子身份，才够格配上他。很好，方玉轩冷笑一声，声音冰冷漠然。果然小家族出身的就是蠢货一个，你不知道你失去了何等宝贵的机会。公子，天之丹取来了。这时那中年执事走来，陆沉舟等着他把天之丹送过来，然而这中年执事竟是将天之丹送到了方玉轩手中。喂，你是不是把东西给错人了？慕言武开口道。那中年执事却是皮笑肉不笑，站在方玉轩身后，没有给错人，这天之丹当然是给我方家公子。方玉轩脸上是残忍无情的笑容。你不知道本圣子是百花仙城方家出身，你在本圣子地盘上还想将天之丹取走，也不是不行，跪下来当狗求本圣子啊！本圣子心情好了，也不是不能把天之丹赏给你。陆沉舟脸色一沉，眼中杀机顿时浓郁喷发。
你找死！苏青瑜现在等着天之丹救命。找死？那又怎么样？方玉轩眼神冰冷高傲，神色轻蔑不屑。你一介内门弟子，还敢对本圣子出手不成？他快登临天人境界，陆沉舟还只是小小的玄境，他一根手指头就能摁死陆沉舟。你要感谢这里是万宝阁，没有人敢在万宝阁动手，不然就连本圣子也承受不起后果。不然本圣子杀你如同踩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陆沉舟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只是目光泛着凶芒盯着方玉轩。把天之丹还给我，不然我会让你后悔的。方玉轩就好像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语气激潮。东西就在我手中，你来拿啊。就在这个时候，慕言武拿出令牌开口道，我是2阶神器师，我要求见诸阁主，要一个公平。方玉轩眼眸微眯，他身后的执事却是脸色一变。2阶神器师，你是神兵谷的人？不错。慕言武傲然点头，眼神有些得意地看着陆沉舟。这件事我来帮你解决。他看着那方家执事，你不按照规矩办事，败坏万宝阁名声，不知道诸阁主会如何处置你。若不想完蛋，就把天之丹还回来。声音落下，慕言武口中的诸阁主便是现身。小言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慕言武脸色一喜，开口道，朱叔叔，有一件事要麻烦你。哦，什么事？诸阁主说，我与你师尊关系不错，碰上了什么麻烦，你可以告诉我，朱叔叔帮你解决。慕言武指着那执事和方玉轩说，他们败坏规矩，抢走了我朋友的天之丹，还请朱叔叔让他们把天之丹还回来。竟有此事。诸阁主脸色微变，看向方玉轩和执事。慕言武所说之事可当真？方玉轩表情戏谑道，诸阁主并没有此事，这天之丹本就是我所有，此女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是啊，阁主，我好不容易进了万宝阁做事，怎么可能会败坏万宝阁规矩？那执事也是脸上浮现出戏谑笑容。诸阁主看向慕言武，你也听到了，他们没有败坏万宝阁规矩。你们狼狈为奸，沆瀣一体。慕言武顿时气的脸色发白，哪里还能不明白诸阁主和方玉轩是一伙的？诸阁主冷笑一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小言武，你只是一个2阶神兵师，我与你师尊也不过是泛泛之交。你若是3阶神兵师，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可惜你是吗？慕言武嘴唇紧抿，脸色微白，眼中满是憋屈的愤懑煞气。陆沉舟看着他，你是说，如果是3阶仙道百翼大师，你就会遵守规矩，让他们把天之丹还给我们？诸阁主，不错。陆沉舟拿出自己的3阶炼丹师令牌，那你可认得此物？3阶炼丹师令牌。诸阁主脸色微变，瞳孔微微一缩，有些不敢置信。你是3阶炼丹师？不错。陆沉舟淡淡道。方玉轩眉头微皱，很快开口道，诸阁主不要被此人蒙骗了，他一定不是3阶炼丹师，这令牌应该是他伪造的，或者是从其他炼丹师身上偷来的。是啊。那执事冷笑一声，哪有这么年轻的3阶炼丹师？最起码我们这种小地方是没有的。诸阁主点点头，觉得方宇轩说的有道理，眼神一沉，盯着陆沉舟。你敢在万宝阁冒充3阶炼丹师？陆沉舟眉头皱了皱，道，我3阶炼丹师身份是真假，你从炼丹师协会换个执事来查证一番不就清楚了。诸阁主见陆沉舟这坦然平静的表情，心头微挑，这小子不会是说真的吧？保险起见，他开口道，你说的也有道理，我马上就叫丹师协会的人过来辨别身份。你若真是3阶炼丹师，本阁主一定将你的天之丹拿回来，并向你赔礼道歉，严惩方执事。所有亘古势力中没有人敢得罪丹师协会，但你若是冒充的3阶炼丹师，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哦，陆沉舟淡淡道，你随意。诸阁主当即就叫人去丹师协会。如此年纪轻轻的3阶炼丹师，每一个仙城的丹师分会都有备案。朱执事见陆沉舟这坦然模样，讥笑道，装腔作势还挺像一个3阶炼丹师。方宇轩眉头微蹙，眼神惊疑不定地看着陆沉舟，是真是假很快就知道了。旋即他坐在一旁闭目养神，脑子里满是赵菲菲那下流淫荡的娇躯，但他心头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兆。没有多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走进来，其身穿华服，年纪虽然很大，但保养极好，面色红润，呼吸悠长，气质不凡，一看就是大人物。诸阁主神情一震，连忙向前，刘老，您怎么来了？那方执事精神一振，嘴角微微上扬，来了。方宇轩也是睁开眼睛，方执事当即跳出来，指着陆沉舟开口道，刘老，此人冒充炼丹师3阶炼丹师，败坏炼丹师协会名声，因此来请您清理门户，维护炼丹师协会的名声。诸阁主眉头一皱，眼神不悦地看了朱执事一眼，
这直接跳过了验证陆晨舟身份真假，开口就要惩戒陆晨舟，似乎笃定陆晨舟就是假冒的。穆言武神情也有些紧张不安，方宇轩也是一脸戏谑地看着陆晨舟。陆晨舟，现在炼丹师协会的人来了，你还敢冒充3阶炼丹师吗？你现在跪下向我求饶，那颗天之丹，我说不定还能拿给你。方执事更是冲陆晨舟暴喝，还不跪下求饶道歉？炼丹师协会大人在此，你还敢装腔作势冒充丹师？声音落下，啪啪，这白发苍苍的老者直接抬手给了方宇轩和方执事一个巴掌，暴躁无情的声音响起：你们是什么小瘪三，也敢对我协会的天才炼丹师指手画脚？再敢口出狂言，不逊一个字，老夫废了你们！刘老给了这2个人一巴掌后，来到陆晨舟面前，语气热情关切道：百花仙城执事刘文山见过陆丹师。陆丹师，这几个小瘪三没敢您怎么样吧？还有，您说您来了百花仙城，怎么不先在丹师协会落脚？怎么先来这万宝阁了？丹师协会才是您的家啊！轰！这刘老前后行为反应令现场所有人哗然，每个人心中都掀起惊涛骇浪，瞠目结舌，极为震惊。现场顿时变得极为安静，真落可闻。3阶炼丹师的身份无需再质疑，每个人看向陆晨舟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竟然是真的，如此年轻的3阶炼丹师。陆晨舟眼睛却是微亮，这方宇轩都不敢在万宝阁动手，这刘老上来就给了2个人大逼兜，这诸阁主一个屁都不敢放。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还真是灵活。陆晨舟开口道：你认识我？肯定认识啊，现在谁还不知道出了咱们这附近您这位天才炼丹师？会长得知消息后就派我来迎接您去会中休息。陆丹师，咱们走吧。刘老一脸殷勤，不敢对陆晨舟有丝毫的不恭敬，等下再走，我在这里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陆晨舟淡淡道。他扭头一看，眉头一皱，方玉轩人呢？现场早已没了方玉轩的身影，这人见机不对，竟是直接逃跑了。呵呵，陆晨舟冷笑一声，这就是东玄宗圣子，快要抵达天人境界的天才。这刘老一现身证明他身份，就吓得屁滚尿流。而那颗天之丹也是回到了方执事手中，回头再找机会收拾他。陆晨舟开口道：这人质疑我的炼丹师身份，抢了我的天之丹。误会，陆丹师，这是误会。那方执事早已吓得惊骇欲绝，脸色苍白如纸，此刻身体抖得如筛子一般，连忙向前，两手将天之丹呈上。呵呵，陆晨舟皮笑肉不笑，你现在说是误会了，刚才怎么不说？刘老眉头一皱，陆丹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旁的穆言武开口，气呼呼复述刚才的事情。他说完之后，轰，声音落下，这白发苍苍的刘老竟是直接悍然出手，一掌就把方执事拍死。那方执事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死了。刘老冷哼道：什么小瘪三也敢威胁陆丹师？诸阁主，我就这样杀了你下属，你会不会有什么意见？诸阁主汗流浃背，同样是脸色苍白，连忙挤出一个笑容。没有意见，这方执事欺上瞒下，破坏我万宝阁规矩名声，我还要谢谢刘老帮我清理门户。哼，刘老冷声道，但你也有包庇嫌疑，陆丹师贵人事忙，没空在你这种小角色面前浪费时间，等下送一份让陆丹师满意的赔礼到炼丹师协会，明白吗？明白，明白。诸阁主点头如捣蒜。这一幕直接让穆言武都看呆了，他也是第一次知道炼丹师协会如此霸气恐怖，竟是直接万宝阁杀人，阁主还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刘老脸上再次展现出热情笑容。陆丹师，我这样处理，您觉得如何？陆晨舟呵呵一笑，我很满意。武儿，走，我们去炼丹师协会休息。好。穆言武美眸一亮，他还没去过炼丹师协会，炼丹师协会那可不是谁都能进去的。然后几人走出万宝阁，对面茶楼之中，赵菲菲见到方玉轩回来，见他两手空空，眉头一皱。方圣子，天之丹呢？方玉轩脸色有些难看，出了意外，没有拿到手。赵菲菲，我虽然很眼馋你的身体，但这一次我帮不了你，你另寻高明吧。丢下这句话，方宇轩就匆匆离开，要返回东荒仙城。赵菲菲脸色冰冷，废物，这种能耐也想要我身体？要对付苏青鱼，看来得我亲自出面找这陆晨舟了。而这个时候，他就看到陆晨舟走出万宝阁。这老头和这女人是谁？他也离开茶楼，去找陆晨舟。万宝阁外，陆晨舟开口道：刘老，方才的事情感激不尽，但我还有急事，我师姐重伤，急需这颗天之丹救命，我要立即返回东荒仙城。刘老开口道：陆丹师，您糊涂啊，您何必亲自返回东荒仙城去送这颗丹药？我们百花仙城分会有日飞5000里的异兽，此地距离东荒仙城有3000里，让这异兽飞一趟，
几个时辰就能抵达东荒仙城。您完全可以把这颗丹药让协会替您送回去。陆晨舟神色一怔，炼丹师协会还有这种好处？嘿嘿，刘老开口道，这种特殊服务只有3阶炼丹师起步才能享受到，1阶、2阶炼丹师连知道这个服务的资格都没有。陆丹师，您需要吗？我可以立即为您安排。陆晨舟眼睛一亮，要，我很需要这个服务。刘老，劳烦您立即帮我安排一下，这是关乎我师姐的性命。说着，他将天之丹递到刘老手中。刘老见到陆晨舟如此急需，决定卖陆晨舟一个好，他当即开口道：陆丹师，那劳烦您再次等候我片刻，我去就来。声音落下，刘老身形就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这里，速度让穆言武惊骇。好厉害！陆晨舟，这老头居然比你还快。陆晨舟嘿嘿坏笑一声，我不快，我慢得很。穆言武听出话语中的暧昧意思，美眸瞪了陆晨舟一眼，混蛋，还敢占我便宜！他抬起修长浑圆的性感美腿，一脚就朝陆晨舟横踢而去。陆晨舟轻飘飘挡下，武儿，你这3脚猫功夫就别在为夫面前卖弄了。陆晨舟，穆言武美眸圆瞪，欲言涨红，气得他咬牙切齿，站在原地跺脚。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报复回来。好，陆晨舟笑呵呵说，我等着那一天。而这个时候，赵菲菲现身，正好没有看见刚才那一幕。他来到陆晨舟面前，开门见山威胁道：陆晨舟，把天之丹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不然你就算拿到了天之丹，也没有命能活着离开百花仙城。将天之带回去，就苏青鱼。陆晨舟冷笑一声，赵菲菲，你这是威胁我要死在百花仙城？这女人他自然认识，东玄宗前任圣女。不错，赵菲菲傲然道，我赵家乃是百花仙城的本地大族，有数百种办法让你悄无声息死在百花仙城，你最好识相一点。陆晨舟冷笑，我不识相你又如何？赵菲菲撂下一句狠话，那你就给自己准备好棺材吧。说完他就走了。穆言武看着赵菲菲的背影，美眸中露出一抹担忧之色。陆晨舟，这赵家在百花仙城的势力确实不弱，有好些个地境宗师。这女人盯上你，你最好是找炼丹师协会出面解决这件事。谁知陆晨舟摇摇头，狞笑一声，不，武儿，你不要将这件事透露出去，我要解决赵家。穆言武欲言一惊，你要解决赵家？你是不是被吓傻了？你一个玄境，想现在解决赵家？陆晨舟嘿嘿一笑，不错，当然要解决赵家，少不了武儿你帮忙。穆言武当即一双玉臂护在胸前，美眸含煞，混蛋，你想都不要想。陆晨舟摇头笑着说，武儿，你误会了，我是需要你炼制出的那个纯阳之精。哦，穆言武眼中煞气一消，是他误会陆晨舟了。但陆晨舟这样一说，他心底莫名有些失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开口说，你想用纯阳之精快速提升修为，然后再去杀赵家？陆晨舟点头，不错，他以物易境，晋升地境宗师的束缚障碍已经踏平，只差修为跟上。穆言武嘴唇一咬，我暂时没有那个东西了。你为什么想杀赵家？陆晨舟解释说，这赵菲菲的弟弟被我杀了，我和他本来就是生死之仇，最关键的是他打伤了我的女人，让他性命垂危，我必杀他报仇。他的女人，那个苏青鱼。一时间穆言武美眸中莫名生出一大片醋意，脸色冰冷如霜。陆晨舟嘿嘿一笑，上前搂住他的腰肢，好武儿，你得帮帮我，那汤家欺负你，我可是将他们都杀了，为你报仇。我的女人我肯定要护好，你说对不对？穆言武眼中煞气大发，心情顿时差到极致，他咬牙道，好，我帮你这一次，然后我们两清。陆晨舟3番2次救了他的命，还帮他报仇，这个恩情他确实该还。炼制纯阳之精需要好几天的时间，穆言武对陆晨舟吐露出一个秘密，他有炼制纯阳之精的能力。陆晨舟哈哈一笑，我就知道我会帮我才不会管你的死活，我只是还你的恩情。穆言武咬牙切齿，语气十分不悦，欲言如霜，拿出一个令牌给他，这是我穆家的地址，我炼制好了会叫你过来取。哼，你这混蛋，接下来几天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别被赵家的人给杀了。放心，我就住在炼丹师协会，他们不敢闯进来。陆晨舟放他安心。啪嗒，最好是这样。穆言武玉手拍开陆晨舟放在他腰上的咸猪手，恶狠狠道，你要是死了，那就是活该，我才不会帮你报仇。我回家了。穆言武扭着弹力惊人的小蛮腰返回穆家。陆晨舟站在原地摸了摸鼻子，望着他离去倩影苦笑一声，真烈啊。但穆言武越发这样，
他就越想征服慕言武，让他心甘情愿爱上自己。一会儿后，刘老返回，眼神疑惑：“陆丹师，怎么就你一个人了？方才那位野性十足的小姑娘呢？”陆晨舟说：“她回家了，她家就在百花仙城。”刘老露出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陆丹师，那小姑娘很不错，是极品尤物，将她拿下不吃亏。”陆晨舟认可的点点头。慕言武确实是极品尤物，火辣性子更是让他娇艳如花。陆丹师，您的事情我办好了，现在请跟我去协会，会长已经等候多时了。好，陆晨舟点头。来到百花仙城的炼丹师协会，奢华大气，此处的会长热情接待他。陆晨舟表达出他想在此处待几天，会长满口答应，更是派了一对姐妹花伺候他。搞什么？当我是好色之徒啊？陆晨舟没有动这对姐妹花，他留在炼丹师协会中，反而是认真炼制精气丹，然后自己吞服，用来提升修为，配合我的纯阳之精，最好是让我修为一口气突破到地境宗师。7、8天后，刘老找到正在休息的陆晨舟。陆丹师，您是不是在百花仙城惹了什么人？陆晨舟眼神疑惑：出什么事了吗？刘老开口道：这几天协会外面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在打探陆丹师您的下落消息，这几个人出自百花仙城一个姓赵的小家族。陆丹师，要不要我帮您？他对陆晨舟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陆晨舟想了想，开口道：不用了，也不用管他们，要是让刘老出手，那还有什么意思？陆晨舟是要亲手报仇，更要吸收赵家人性命作为修炼资粮。为什么？刘老眼神不解。陆晨舟淡淡道：再过几天我就要返回东荒仙城，因为不久后就是东荒仙城4大宗门的真传之比，我要趁这个功夫突破到地境，博取真传之位。这赵家在百花仙城嚣张，但是不敢在东荒仙城嚣张。我陆某人生性并不喜欢杀戮，他也不可能将实情告诉给刘老。刘老闻言，眼中的敬畏崇拜之色更浓。陆丹师少年英才，年纪轻轻不仅炼丹树了得，修炼意图也不曾落下。假以时日，陆丹师必定会变成强者，走出我们这种小地方，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修炼意图，才履法地，陆晨舟炼丹术高超，不缺赚钱资源，年纪轻轻，潜力无限。那这赵家的几个小瘪三，老夫就不动他们了。陆晨舟松了口气，问他：除了这件事，你找我还有其他事吗？刘老开口道：陆丹师，那穆家的一个下人拿着令牌，说陆丹师需要的东西准备好了，让陆丹师前往穆家一趟。陆晨舟眼睛一亮：好，刘老，这几天多谢你们款待了，我该离开协会，然后准备返程东荒仙城。陆丹师，您太客气了，协会就是您第2个家。刘老一路将陆晨舟送出炼丹师协会。陆晨舟前往穆家赵家的人也有了动静。陆晨舟进入了穆家，赵家的2个地境宗师在暗中观察。这小畜生刚从炼丹师协会出来，又去了穆家，观察一下情况再动手。只要将他杀了，拿走天之丹，小姐就能恢复圣女之位。穆家内，陆晨舟与穆言武见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武儿，我们7、8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啊？陆晨舟满脸笑意朝他凑去，邪恶大手上前就搂住穆言武的火辣腰肢，舔着脸往上凑。你个混蛋要死啊，上来就动手动脚，我打死你信不信？穆言武嘴上凶巴巴，心头却是莫名感觉一阵愉悦和高兴，没有第一时间推开陆晨舟。我对我的女人动手动脚怎么了？陆晨舟厚着脸皮说道。滚啊，谁是你的女人？穆言武美眸顿时涌出煞气，瞪了他一眼。我警告你，我爹娘就在隔壁，你给我老实点。老泰山和丈母娘也在啊。陆晨舟非但不害怕，反而面露喜色。走走走，带我去见见，我给2老准备了一份礼物。你要死啊？穆言武美眸一瞪，欲言泛热，竟是有点害羞。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嘿嘿。陆晨舟坏笑一声。我们家乡有一句老话，脸皮厚，吃得够。不要脸，那就应有尽有。穆言武气笑了，眉角上扬，有一抹极为迷人的妩媚。你这个混蛋，年纪轻轻就是3阶炼丹师，但性格怎么跟地痞流氓一样？陆晨舟不甘示弱。武儿，你说你一个大美人，怎么脾气这么烈，跟泼妇一样？你说谁是泼妇？陆晨舟，我跟你没完。穆言武顿时大怒，顿时冲上去对陆晨舟拳打脚踢。陆晨舟轻飘飘挡下他的招式，顺带还吃了他一些豆腐。好一会儿后，穆言武才气喘吁吁停下来，娇躯肌肤泛着迷人的粉红，他美眸中满是愤懑憋屈的煞气，咬牙切齿。早晚我要打败你这个混蛋。陆晨舟哈哈一笑，我等着那一天。哼。穆言武虽然没打过陆晨舟，而且被他占了一些便宜，但他心底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嘴角微微上扬，感觉有些开心。他能感觉到陆晨舟不是真正嫌弃他这种火辣的性子。他拿出一个小储物袋，
从中取出2块纯阳之精。混蛋东西，拿着这2个纯阳之精给本小姐滚，去给你的女人报仇，我欠你的恩情2清了。陆晨舟接过这2块纯阳之精，脑海中的玉雪照惊叹起来：宿主，你这个女人天赋了不起，一旦你将她征服，她能源源不断给你带来好处。陆晨舟嘴角微翘：玉雪照，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我会征服她的。他面上笑呵呵说：这就想还清我的救命之恩，远远不够。慕言武美眸一瞪：那你还想怎样？嘿嘿，陆晨舟嘿嘿坏笑：我要你做我的女人，给我生10个8个大胖小子。慕言武顿时脸颊通红，恨得牙痒痒：生你个大头鬼，我的身子是不会让你再碰一下的。你赶紧消化完这2块纯阳之精，然后给本小姐滚出穆家。他走出屋子，留陆晨舟一个人在这里。陆晨舟也没有浪费时间，右手一块，左手一块，同时滴血，然后吸收内里的纯阳之气。这纯阳之气的浓度竟比上一次好高，2个加起来超过5000缕纯阳之气。陆晨舟深吸一口气，眼眸中浮现出喜悦之色。修为给我提升。陆晨舟催动纯阳之气化为他的修为。轰隆隆，磅礴的纯阳之气顿时飞速消融，陆晨舟的修为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增起来。玄武8层巅峰，玄武9层，玄武9层巅峰，玄武10层，他的修为还在继续攀升。而这个时候，赵家的2个地境宗师见陆晨舟进了穆家，久久不出来。这2个忍不住了：炼丹师协会我们惹不起，只能在外面躲着，但穆家，呵呵，我们还是敢闯一闯的。赵虎彪、赵鬼怀顿时从正门而去：你们是谁？这里是穆家啊！穆家守门的护卫顿时被这2个地境宗师给一掌拍死。如此动静顿时引起了穆家大部分人的注意。你们是？赵家的赵虎彪、赵鬼怀2位如此闯入我穆家，所谓何事？穆言武的爷爷杵着拐杖现身，语气不卑不亢：最好能给我穆家一个合理的交代。赵虎彪眼神傲然，根本不把穆家当回事，脸上是戏谑冷笑：交代？穆家也配让我赵家给交代？把陆晨舟给我交出来，饶你们穆家这些废物不死。陆晨舟，大部分穆家人眼神疑惑，穆言武的父母却是脸色微变：陆晨舟，这不是我带回来的那个少年吗？穆家实力一般，所以之前才被迫让穆言武和汤家定下婚约。知女莫如母，穆言武的母亲知道自家女儿是动情了，否则这么多年穆言武只带了陆晨舟一个人回家。而且穆言武自幼就与男人接触极为抗拒，就连他爹都很难抱他。方才穆言武和陆晨舟在隔壁房中打情骂俏，2口子听得清清楚楚。穆言武的父亲知道后，双眸湿润。方才穆母拉着穆言武打听陆晨舟的消息，得知陆晨舟是东荒仙城东玄宗的内门弟子，有一个天人境界的师尊，而且年纪轻轻便是3阶炼丹师，前途不可限量。最关键的是，陆晨舟救了穆言武几次，还为他灭了整个汤家。夫妇2人得知这个事情，极为震惊。他当即开口道：恕难从命，陆公子乃是我穆家贵客。赵虎彪、赵鬼怀，请你们立即退出穆家，不然我们要禀报城主府，让其严惩你们赵家。还想禀报城主府？敬酒不吃吃罚酒。赵鬼怀狞笑一声，冲到穆父面前，一脚将其踢飞。砰！穆言武的父亲顿时倒飞出去，砸在地上吐血。相公，爹爹！听到动静的穆言武这才赶过来，看到这一幕，当即大怒：敢伤我爹爹，我要你们死！穆言武娇喝一声，身上涌出火红色的灵力，朝着赵虎彪、赵鬼怀攻击而去。赵虎彪脸上是戏谑笑容：不自量力！他一掌拍出，便是准备灭杀穆言武，汹涌的灵力呼啸而出。就在这电光火石间，吼！龙吟虎啸惊吼声响起，这声音好似真正有龙在咆哮，令人战栗，不由下意识闻声而望。只见一条金光龙影呼啸而出，朝着赵虎彪、赵鬼怀攻击而去，护住穆言武。砰！恐怖的灵力波动扩散开来，强大气浪吹的穆言武诱人娇躯往后飞，然后一只大手稳稳接住他，动作熟络自然地握住他腰肢。武儿，你这3脚猫功夫就不要用了，你受伤我会心痛的，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少年的声音淡淡响起。穆言武以暧昧的姿态被陆晨舟给抱在怀中，现场几十人直勾勾地看着他们，这其中有穆言武的父母、爷爷。穆言武感受到亲人的目光，欲言顿时滚烫如火，娇躯轻颤，急忙从陆晨舟的怀中离开，美眸上下打量着陆晨舟：你突破到地境宗师了吗？陆晨舟眼神平静，看着赵虎彪、赵鬼怀：还差半步。那2块纯阳之精用完，陆晨舟都还差一些纯阳之气，才能突破玄境桎梏，迈入地境宗师之境。玄境10层巅峰，
赵虎彪、赵鬼怀打量着陆晨舟，脸上露出轻蔑、残忍之色。小小玄境也敢装神弄鬼，方才那一招不以为的是宗师意境招式。陆晨舟脸上露出一个冰冷笑容，却非宗师意境，但杀你们这2条老狗却是绰绰有余。他眼眸中露出狼性眼神，舔了舔嘴唇。若是杀了这2个地境宗师，所得到的纯阳之气应该能够他突破了吧。大言不惭，给我死来！赵虎彪、赵鬼怀闻言暴喝一声，左右开弓，一左一右朝着陆晨舟袭击杀而来。陆晨舟松开怀中的慕言武，步伐犹如鬼魅，瞬息之间来到前方，将慕言武给护在身后。武儿，退后，小心误伤你们。慕言武美眸中露出担忧之色，娇艳红唇轻咬。你这个混蛋，可不要逞强，小心一点。以玄境之身同时对抗2个地境宗师，实在太危险了。赵虎彪、赵鬼怀散发出的宗师气息都充满压迫感，令人感觉窒息，胸口沉闷。陆晨舟嘿嘿一笑，武儿，你这是在关心我啊？你不是说我们2亲了吗？慕言武又羞又气，站在原地狠狠跺脚，咬牙切齿，而后瞳孔剧烈收缩，失声尖叫。你个王八蛋，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小心！声音落下，轰隆，砰砰砰，噼里啪啦，宛若豆子爆炒一般的声音响起，磅礴的灵力爆炸，使陆晨舟脚下瞬间凹陷出一个直径3丈的大坑，地面的青石板瞬间化作齑粉。慕言武一颗心顿时紧张到嗓子眼了，可是看清楚后，一颗心顿时放松下来。其他穆家人也是面露吃惊之色。接下来了。只见大坑之中，陆晨舟左右手抬拳，直接正面硬扛赵虎彪、赵鬼怀的攻击。这怎么可能？赵虎彪、赵鬼怀瞳孔顿时收缩，脸上露出惊骇之色，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幕。一个玄境修士以正面接住了他们2大地境宗师的攻击，而且对方还毫发无损。陆晨舟眼中浮现出凶残之色。2条老狗，你们在惊讶什么？就在赵虎彪、赵鬼怀愣神的瞬间，陆晨舟已经是悍然出手，更雷龙蛇拳，滋滋滋，雷霆电弧瞬间从陆晨舟的黑发上扑涌而出，而正面一双拳头同时轰出，吼！电光龙蛇呼啸而出。啊！赵虎彪、赵鬼怀惨叫一声，倒飞出去砸在地上，眼中是惊骇欲绝之色。这还是玄境修士该有的力量吗？这是意境招式。这小杂种在玄境就领悟了意境招式，堂堂2个宗师竟是被一个玄境修士给打伤，奇耻大辱啊！赵虎彪、赵鬼怀脸色顿时气得脸色铁青。小杂种，你必须死！2人暴露，磅礴恐怖的宗师意境招式骤然释放，一头猛虎虚影，一头厉鬼虚影瞬间浮现，栩栩如生，朝着陆晨舟扑杀而去。陆晨舟见状，站在原地轰出第2拳，龙蛇起舞，功法进化成更雷龙蛇拳，一共还是7拳，每一拳仍是全力叠加，且蕴含意境玄妙之力，是普通龙拳的数倍强大。吼！雷光龙影浮现，好似一条真正雷龙降临，浑身裹挟着雷蛇之力，速度极快。赵虎彪瞳孔骤然一缩，连忙对赵鬼怀大声嘶喊：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撤！这一拳力量实在太恐怖了，这陆晨舟也实在是太恐怖了。区玄境修士力量竟是比他们这种地境宗师还恐怖。他已经下意识想要撤退逃跑了，但是比起这一拳的速度来说，他们身体宛若定格一般，无法动弹。不！赵虎彪、赵鬼怀2个瞳孔收缩极致，发出绝望不甘的咆哮声，轰隆，好似雷霆炸响一般。这2个人被陆晨舟这一拳的拳刚笼罩，发出一道剧烈的爆炸声。下一刻，赵虎彪、赵鬼怀生机断绝，这2个人的尸体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恐怖伤痕，有龙爪、蛇缠、雷痕3大致命伤。穆家人看到这一幕，目瞪口呆，瞠目结舌。这玄境杀宗师，我们眼睛没有花吧？陆晨舟吸收到2人身上的纯阳之气，眉头皱了皱，有些不满意，竟是还差一点才能让我突破。赵虎彪、赵鬼怀这2个人提供了超过400缕纯阳之气，一个地境宗师差不多能提供200出头的纯阳之气。陆晨舟，你怎么样？有没有事？慕言武见尘埃落定，急忙来到大坑前。陆晨舟用暧昧的眼神看着他，你希望我有事还是没事？你！慕言武顿时气的胸口起伏不停，恼羞成怒，咬牙切齿，你个混蛋去死好了，早知道我就不该关心你。陆晨舟轻轻从大坑中一跃而出，哈哈一笑，向前要去搂他腰肢。慕言武拍开他的咸猪手，美眸圆瞪，充满煞气，没好气道：你个混蛋还想碰我？想都别想！陆晨舟这个混蛋真是太气人了。陆晨舟厚着脸皮上去想碰他，
穆言武死活不让他碰一个手指头。这个时候，穆言武的母亲搀扶着他父亲走来，夸赞陆晨舟后生可畏，英雄出少年啊！爹爹，他算什么英雄？他就是个臭流氓！穆言武没好气道。穆父、穆母对视一眼，可以说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陆晨舟越顺眼。小两口打情骂俏，他们哪里会当真？陆晨舟拿出1万块零食，伯父伯母，此次害你们受伤，晚辈过意不去，这是晚辈的一点补偿和心意。1万块零食，那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穆家是个小家族，一年的收入有没有3000块都不好说。原本穆家还有人嘀咕陆晨舟，见到陆晨舟如此大手笔，顿时个个喜笑颜开，对陆晨舟观感极好。穆言武反而被数落，让他郁闷的要死，两手抱在胸前，玉颜冷冰冰的待在陆晨舟身边。贤侄，你杀了这赵家的2个宗师，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穆父眼神有些担忧。赵家在百花仙城可不是小家族，比穆家强大许多。穆家基本都是断气师，靠神兵古散活吃饭，一个家族连个地境宗师都没有。也就是穆言武天资好，拜入神兵谷，有个强大的师尊做靠山。陆晨舟脸色平静道：今天之后就不会再有赵家了。穆父神情一惊，贤侄切勿冲动，这赵家实力强大，可不是汤家能比的。赵家内部的地境宗师起码还有10几个。10几个？陆晨舟神情不惧反喜，那太好了，赵家实力这么强，将赵家灭族，一定能突破到地境宗师。伯父你不用担心，我就是为了杀光赵家人才留在百花仙城的。穆父神情惊讶，你一个人要灭赵家？陆晨舟点点头，旋即开口说：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去赵家了。而后陆晨舟动身离开穆家。看着陆晨舟离去的背影，穆父神情恢复平静，哪有受伤的样子？他语气高深莫测：武儿，你没有暴露我们家的秘密给他吧？爹爹。穆言武站在原地跺脚，没好气道：我怎么可能跟这个混蛋说？穆父点点头说：这孩子不错，但你们要在一起，他至少得是5圣修为才配得上你。穆言武嘴唇轻抿，目光复杂：爹爹，我知道，我不会跟他在一起的。穆母说：武儿，你爹也是为了你好，你的体质特殊，我们穆家当年差点灭族，付出巨大代价才改头换面，隐姓埋名待在这里。若是他不够强，害了你不说，还会害了他自己。穆父说：这孩子要去灭赵家，我去盯着点。声音落下，穆父身形凭空消失在原地。穆母见穆父走了，挽住穆言武的胳膊，笑呵呵问他：武儿，你是不是喜欢上陆晨舟这个孩子了？没有。穆言武美眸圆瞪，眼底闪过一抹慌张之色，咬牙切齿，连忙否认：我才不喜欢这个混蛋，我只是欠他救命之恩才带他回家的。穆母笑呵呵没反驳，知女莫如母。另外一边，赵家主厅，这里汇聚了不少赵家人。赵菲菲坐在下方，家主赵红海看着赵菲菲说：菲菲，你要尽快恢复圣女之位，凭借圣女身份捞资源，再加上家族给你提供的资源，早日登临天人境界。如此，来年你方有机会成为东玄宗宗主，光大我赵家门楣。赵菲菲嘴角上扬：家主，我知道，你不用多说，只要那陆晨舟一死，天之丹落不到苏青雨口中，这圣女之位自然而然就恢复了。他用杀敌1000，自损800的手段逼我退步，若不是考虑到要晋升天境，那日我也不会退步。如今他命悬一线，只有靠天人境修士日日夜夜为他灌输真气，才能苟延残喘。说起来，赵虎彪、赵鬼怀已经出去这么多天了，怎么还没回来？杀一个小小的玄境修士，怎么还没得手？有人发出疑惑声音。哼！赵菲菲冷声道：若非顾忌花妙一这个女人，我就亲手杀了陆晨舟。陆晨舟的实力于他来说和蝼蚁一样弱小，也不知道方宇轩那个废物是怎么没拿到天之丹的。赵家目标是谋突东玄宗宗主一位，因此需要赵菲菲保持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哪怕苏青瑜2次挑战圣女之位，他也没杀了苏青瑜。这种举动为他在东玄宗内营下偌大名声，一旦苏青瑜死了，他有这么大的名声基础，就能自然恢复圣女之位，都没有人敢和他争抢，这就是仰望的好处。你是谁？竟敢闯入我赵家？啊！你竟敢杀我赵家人，找死！厅外陡然响起赵家护卫勃然大怒的声音，这直接惊动了赵家所有人。我是谁？呵呵，一道少年残酷无情的声音响起。我是要赵家灭族的人，记住我的名，陆晨舟。黄泉路上也好告诉阎王爷。陆晨舟。赵家大厅内的人齐齐一惊，他没有死在赵虎彪、赵鬼怀手中，反而还杀上了我赵家，不自量力，自寻死路。走，去看看。一行人从大厅中来到外面，看到了庭院中身上染血的英俊少年郎，他脚下
是数十个赵家护卫的尸体。真是陆沉舟！赵菲菲神色微变，瞳孔一缩。陆沉舟，你找死！你一介玄境修士，敢杀上我赵家，即便我杀了你，花妙一那个女人也无话可说。赵菲菲暴怒出声，身上的地境宗师气息骤然释放，而后身形一掠，朝着陆沉舟扑杀而去。万花菩萨指，一道闭目菩萨的虚影从他身上漂浮而出，金玉一般的手指朝着陆沉舟横压，似乎要将他压成肉泥。他杀心爆发，面对陆沉舟直接施展出意境招式，丝毫不把陆沉舟放在眼里。毕竟玄境和地境宗师的力量差距犹如云泥之别，他也完全没思考过陆沉舟会是他的对手。吼！陆沉舟面对这一指，眼中金芒一闪，龙蛇腾云，金光全罡喷发，一条雷霆龙影呼啸而出，恐怖的雷霆之力化蛇缠绕在雷龙之上。砰！龙影与菩萨虚影碰撞，恐怖的灵力波动扩散开来，方圆10丈内的家具摆设瞬间被震碎成齑粉，附近一些实力弱小的修士活生生被震死。这怎么可能？意境之力！赵菲菲脸色一变，眼中涌出不敢置信之色，而且还是极为强大的雷霆意境。原来如此，这就是你在外门秘境中获得的传承。赵虎彪，赵鬼怀死在你的手中，哼，这就是你敢杀上我赵家的依仗。去死，给我弟弟陪葬吧！赵菲菲娇喝一声，身上的菩萨虚影骤然一变，万花菩萨屏，闭目菩萨手持净瓶，抬手骤然朝陆沉舟盖压而来，如同天青一般。面对这恐怖的一招，少年黑发狂舞，雷霆之力涌现，龙蛇起路，吼！一条金龙和一条雷蛇喷发而出，张开血盆大口，要冲天而起。现场所有人一阵心悸，大脑一片空白。这还是玄境修士？这真的是玄境修士该有的力量。雷光与绿光碰撞，雷龙雷蛇与这闭目菩萨竟是分庭抗衡，不分上下。此人到底拿到的是什么层次传承？赵菲菲惊骇欲绝，瞳孔不断收缩，一介玄境竟能和我的力量分庭抗衡。他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掌握的功法太弱了，但他一路从真传走来，成为圣女，早已印证了他的功法强大，这只能印证陆沉舟的功法传承太过强大。若是留他活着，今后赵家鸡犬不宁。赵菲菲身上绿色灵力狂涌，身体一阵轻微颤抖，嘴角一血，娇声咆哮。万花菩萨诀，闭目菩萨两手齐动，竟是从净瓶中抽出一根灭绝生机树枝，朝着陆沉舟刺杀而去。陆沉舟瞬间毛骨悚然，汗毛炸立，察觉到恐怖的死亡危险。龙蛇架天，双拳轰出，一拳雷光，一拳金光，龙蛇虚影齐齐变化，金龙临天，雷蛇化作一根长矛，被金龙抓住，朝着前方扑杀而去。轰隆隆，双招碰撞，狂暴的雷霆之力和灭绝之力扩散开来。噗！怎么会？赵菲菲吐血，身形颤抖，开始倒退，眼神充满了冰冷怨毒。若非伤势并未痊愈，焉能被他逼退？苏青瑜留给他的伤势没有痊愈，在与陆沉舟拼杀3招后，体内的伤势竟是压不住复发。若是痊愈状态，这第3招他就能杀陆沉舟。闭目菩萨虚影消散，赵菲菲脸色煞白，身上气息快速暴跌。菲菲，你有伤在身，不要逞强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吧。赵红海向前，面色凝重地看着陆沉舟。当务之急，你要恢复圣女之位，不要坏了我们赵家大事。你立即离开百花仙城，返回东玄宗。是家主，我明白了。赵菲菲眼神不甘地看了陆沉舟一眼，然后转身逃跑。往哪走？给我留下！陆沉舟暴喝一声，拳头往前挥洒。滋滋滋，金龙手持着雷蛇之枪，朝着赵菲菲方向投掷而去。当！赵红海暴怒，小畜生，安敢放肆！当着他们赵家10几名宗师的面，还想找赵菲菲麻烦，当他们是死人不成？罗汉拈鸡，他身上灵力狂涌，一尊不动罗汉的身影浮现，其金光灿灿，不怒而威，抬手一抓，便是抓住那有灵力演化而出的雷蛇之枪。噼里啪啦，雷霆炸开，赵红海被反噬，身上开始冒白烟，显然极为痛苦，咆哮道：一起出手，将这个小畜生杀了！10几个地境宗师齐刷刷将陆沉舟层层包围。当当当，铿锵声不断，整个赵家府现出10几尊罗汉虚影，恐怖的宗师威压齐齐爆发，让人有一种要窒息而亡的压迫感。陆沉舟更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眉头皱成一个川字。罗汉18阵，赵红海与10几个赵家宗师齐齐怒喝，一共14尊罗汉虚影齐齐出拳，铺天盖地，似要将陆沉舟锤杀成齑粉。陆沉舟黑发狂舞，身上的气息越发凶悍，又是一拳轰杀而出。龙蛇降劫，轰隆隆，
沉闷令人心惊肉跳的滚雷声响起，他整个人都涌出雷光，整个人宛若化作雷霆一般，一拳是金光龙印，一拳是雷霆之蛇。咻！身形快若闪电，只是一瞬便是躲开这14罗汉拳，来到离他最近的赵红海面前。雷霆之蛇呼啸而出，庞大雷霆蛇躯顿时将这名赵红海的身体缠绕住，令他动弹不得。他急忙挣扎，倾尽全力躲避。当赵红海反应过来时，陆晨舟的龙拳已经扑杀而出，砰！如同爆竹爆炸开一般，这赵红海上半身有一半肉身炸开，啊！一整条手臂和右胸膛炸成粉碎，露出里面撕裂的骨头、内脏。这一拳没有轰杀到赵红海的心脏，让他没有当场死亡，而是陷入重伤。撕心裂肺的痛处，再加上雷霆意境之力侵袭，让赵红海发出痛苦不堪的惨叫声。蝼蚁，蝼蚁，我要你死啊！区区一个玄境蝼蚁，竟把我伤到这一步。就在这个时候，其他的13名地境宗师脑门冒汗，脸色微白的催动罗汉虚影，打出第二拳，朝着陆晨舟扑杀而来。这赵家的意境传承看似很强大，但实则限制颇多，威能没有陆晨舟的大，而且这意境招式太过僵硬，一点都不灵活。趁着这个瞬间，陆晨舟的左手一拳再次轰杀而出，那雷霆之蛇用力一缠，咔嚓！赵红海失去抵抗之力，竟是被这一拳的拳罡给活生生捏死，如同莽夫缠人一般。赵红海脖子一歪，死不瞑目，而后一股磅礴超过200缕的纯阳之气瞬间涌入陆晨舟的体内。砰！这罗汉13拳轰中陆晨舟，陆晨舟的身形顿时如同炮弹一般砸飞出去。可，嗨嗨！陆晨舟倒砸在一处墙壁中，嘴角一血。地境宗师还真是强啊！若非我弥补了根基，恐怕方才这一拳我就已经死了。他身上冒着滋滋雷弧，在快速疗愈他的伤势。赵家的宗师怒吼道：“趁这个功夫再出一招，将他杀了！” 13名赵家宗师咬牙切齿，有人开始七窍流血，也要强行催动罗汉虚影。暗中观察着这一幕的幕府都忍不住要出手救下陆晨舟了。忽然间，陆晨舟身上有了变化，让他眼皮紫微条。这小子竟是……嘿嘿，纯阳之气终于攒够了。陆晨舟踉跄着站起身，眼神却是前所未有的凶狠野性。地境宗师之境，给我突破！轰隆隆，体内磅礴的纯阳之气顿时转化为陆晨舟的修为，快速拔高陆晨舟的气息，无限逼近玄境临界点。不好，这小畜生竟是要临场突破地境宗师！13个赵家宗师目眦欲裂，快啊！快催动招式，杀了他！当，在赵家宗师不计一切代价的情况下，那僵硬古板的罗汉虚影终于有了动作，探出一只粗大手臂，朝着陆晨舟抓去。轰！恐怖的爆炸声响起，漫天烟尘弥漫。何谓地境？正所谓天罗万象，地生万物。生机，这是万物之本源，一切生机万物都只能于的诞生。凡武是把式气力，玄武是灵力招式，要返璞归真，就要明白生机大地的含义。从大地开始明悟世间，这能让人超脱凡俗，拥有超凡入圣的力量。这是超凡入圣的起始点。陆晨舟早已明悟更雷意境，他身上的雷弧开始喷发，丹田灵力在达到凡俗的临界点后，开始发生质变、蜕变。陆晨舟的生命力也在打破凡俗极限，全身灵力凝聚成一点，然后是一滴，而后从丹田出发，汇流成江河大海，涌遍全身，身体对天地感知更敏感。他的寿命也能打破凡人120的极限，来到200岁。天地在他眼中顿时不同，身体也好似打开了某种枷锁，变得更为轻松空灵。轰隆隆，天地间的灵体狂暴起来，如同鲸鱼吸水一般，大量涌入陆晨舟体内，夯实他的根基。砰！陆晨舟明悟更雷意境，如今进入地境宗师境界，不需要非得借助更雷龙蛇拳就能使用更雷。那13道罗汉掌扑杀而来，齐刷刷被陆晨舟身上爆发出的更雷给挡下。恐怖的爆炸声响起，更雷接触到周遭的建筑石块，通通将其轰砸成齑粉，而后掀起漫天烟尘。而后更雷开始快速恢复陆晨舟身上的伤势。强！我从来没有感觉过自己如此强大过。陆晨舟感受着自己体内浩瀚的灵力，脸上露出满意之色，体内更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用不完的力气，让陆晨舟恍惚间诞生出一种恨天无还、恨得无把的感觉。这是龙元金海法带来的加持，让他在踏入地境宗师后拥有远超常人的强大根基。漫天烟尘外是赵家的13名宗师，好几个赵家宗师因为意境招式反噬，开始七窍流血、吐血，身体痉挛痛苦，个个脸色难看痛苦。我们这一招轰中了他，这小畜生应该死了吧？没死？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我们13个宗师的联手一击，大概率是死了。但这小畜生如果没死，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13名地境宗师陷入沉默之中，那就是陆沉舟已经晋升地境宗师。这陆沉舟的战力根基太过恐怖，在玄境不仅就领悟了异境招式，而且施展了数次异境招式还没有被耗死。正常来说，哪怕玄境修士领悟了异境招式，但用过1-2次，体内灵力不够，异境招式都足以拖死他。枪！清脆挥拳声响起，漫天烟尘顿时散去，露出在正当中的少年身形。答对了，但是没有奖励。滋滋滋，这不是电弧，而是恐怖的更雷之气在陆沉舟身上弥漫，将他衬托的宛若魔神一般。哗！一众赵家宗师惊骇欲绝，瞳孔收缩到极致，一阵寒意直冲天灵盖，他真没死，还成功晋升了地境宗师。这就天才与我们普通人的差别吗？他们催动异境招式就如此费力，而陆沉舟晋升地境后，不需要通过招式就能随意使用异境之力。这小子，暗中观察着的幕父见到这一幕，眼眸中也露出一抹惊讶之色。轰隆！下一瞬，惊雷炸响，一道雷光自陆沉舟身上喷发而出，而后陆沉舟身形宛若化作闪电，朝着他们奔杀而来。该送你们上路了，如此黄泉路上有伴，你们也不会觉得孤单。吼！一拳轰出，这一次是雷光中爆发出一条金光龙影，这金光龙影鳞片都栩栩如生，闪烁着令人震颤的气息威压。啊！一瞬间便有3名地境宗师死在陆沉舟拳下。三叔，2个！余下10名地境宗师发出绝望的怒吼之声，他们目眦欲裂，双目通红的怒视着陆沉舟。你真该死，一定要杀了你！不要再留手，我们即便是死，也要拖这个小畜生下地狱，不然菲菲来日定会死在他手中。这10个地境宗师做好现身赴死的准备，想拖陆沉舟下水。罗汉真言，万！这10个赵家地境宗师开始燃烧生命，强行催动罗汉虚影，相互间发出的声音充满无尽威压气息，竟是组合成一个万字。金灿灿的万字从10个罗汉虚影当中诞生，蕴含着可怕的力量，然后朝着陆沉舟震杀而去。呵，一群傻逼！陆沉舟冷笑一声，这些赵家人想的倒是挺好。这罗汉真言威力是感觉很恐怖，但他陆沉舟也不可能站在原地不动让你们杀。轰隆！陆沉舟身形一晃，雷光炸响，下一瞬便是冲到数个宗师面前，手臂一扬，往前轰杀而出。龙蛇起路！吼！恐怖的金龙和雷蛇浮现，栩栩如生，凶恶无比，瞬间淹没眼前的数名赵家宗师。龙爪、蛇缠，再配合雷光重重，这数个赵家宗师绝望的凄厉惨叫着，挣扎着，但最终还是死在陆沉舟的招式之中。现场只剩下6个赵家宗师，那万字真言顿时消散不少。万阵！仅剩的6个赵家宗师催动着万字真言，朝着陆沉舟震杀而来。陆沉舟眼神狠辣如狼，找死！龙蛇架天！滋滋滋！雷鸣炸响，意境招式有了变化，不拘泥于凡俗招式，有些随心所欲的感觉。那金龙化作铠甲附在陆沉舟身上，雷蛇化作雷蛇之枪。至！手中的雷蛇之枪顿时朝着这赵家6个地境宗师投掷而去。与此同时，万字真言也轰杀中陆沉舟。吼！金光龙影咆哮，招架着万字真言。砰！这一杆雷蛇之枪瞬间命中仅剩的6个地境宗师，将其贯穿，如同穿成烧烤一般，雷霆之力弥漫涌现开来。这6个地境宗师当场死亡，万字真言瞬间消散。陆沉舟却有所领悟，原来如此，更雷龙蛇拳，不拘泥于寻常拳法，各有妙用。这雷蛇能幻化成雷蛇之枪投掷出去，还叫拳吗？应该是更、雷、龙、蛇、拳，乃是5套杀法手段。冥冥之中感悟涌上心头，他算是彻底领悟，为何虎豹龙蛇拳乃是前置功法了。感情龙尊的第1门功法传承，尽数隐藏在其中。他眼眸扫视现场一眼，除却赵菲菲逃走，余下赵家之人尽数战死在这里，非地境宗师之人直接被战斗余波给震死。赵家实力果然强大，陆沉舟体内此刻有超过2800缕纯阳之气，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纯阳之气，只可惜让赵菲菲逃掉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陆沉舟利用更雷疗伤，片刻后才缓缓离开赵家，前往穆家。穆父躲在暗中观察，这孩子未来说不定真有机会成就武圣。这个时候他脸色倏然一变，敌人追过来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他的感知中突然出现一股恐怖气息，他带着一家人躲避了几10年，故意伪装成弱者，只为低调生活。便是穆言武当初和汤家定下婚约，也只是缓兵之计，为了更好隐瞒穆言武的存在。他身形急忙一闪，返回穆家，将这个情况告诉给穆母。敌人追过来了，
队伍还是不死心。木母脸色坚决，夫君，我们即便是死，也不能让武儿出意外。木父点点头，叹息一声，也不知道武儿什么时候才能觉醒体质，等下让武儿跟着陈州那个孩子走吧。木母脸色一正，夫君，你不是让武儿别和这孩子在一起吗？木父张了张嘴，我意思是让武儿藏在陈州那孩子身边，起码能再争取一段时间。行，我这就去和武儿说一声，让他立马和那孩子去东荒仙城。木母点头。赵家被灭了，木母找到穆言武，没有告诉他真相，而是说，武儿，你现在就和陈州那孩子去东荒仙城。不，我才不跟这个混蛋去东荒仙城，我想留在百花仙城。穆言武两手抱在胸前，母女俩的性子颇像。至于赵家被灭，他不认为陆晨舟能做到，爹爹肯定暗中帮了陆晨舟。木母笑了一声，说，你爹是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但娘亲却觉得，武儿你应该抓住自己的爱情，趁你爹还没回来，你赶紧跟他一起走，娘亲会帮你瞒住。穆言武美眸微亮，有些异动。可是陆晨舟这个混蛋不止他一个女人，他内心觉得委屈，不想接受这件事。木母接着说，武儿，你师尊最近不就是去东荒仙城开店铺了吗？你们俩若是实在不成，你也能在东荒仙城留在你师尊身边。确实是这样，不然穆言武当初也不会出现在两个仙城中间地带。就是他师尊开设店铺，他就外出寻找材料。穆言武眼眸更为异动。木母呵呵一笑，武儿，你若是再犹豫，等下你爹回来，你可就走不掉了。穆言武美眸闪过一抹慌张之色，银牙一咬，我这就去找那个混蛋去东荒仙城见师尊。娘亲，你和爹爹要保重身体。穆言武快步离开，正好撞上刚回到穆家门口的陆晨舟，旋即二人便是直接朝着东荒仙城方向而去。两头能日行1500里的异兽坐骑正在山岳大江间疾驰，陆晨舟忍不住嘿嘿一笑，武儿，你还是决定做我女人，跟我回家啊？穆言武翻了个白眼，娇哼一声，你个混蛋想得美，我师尊在东荒仙城开设店铺，我是去东荒仙城找师尊，我才不会去你家。陆晨舟眼眸一亮，那不行，都到东荒仙城了，怎么能不去我家坐坐呢？我这一次来百花仙城都去过你家了。穆言武心底涌出一抹喜悦的感觉，面上却是娇哼，那好吧，就去你家做做客，但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欺负我有什么歪心思，我就咬死你这个混蛋，明白吗？嘿嘿，明白明白。陆晨舟面上笑着点头答应，内心坏笑起来。2天后，终于回来了。陆晨舟看着巍峨斑驳的东荒仙城城墙，不由感慨一声，这一次帮师尊取药，他不仅收获了一个极品美人儿，修为也突破到了地境宗师。陆晨舟道，武儿，先去我们家做客休息休息，再去你师尊店铺上怎么样？穆言武想了想，心情莫名有些紧张和期待。行，你前方带路吧。半个月的时间过去，陆府早已修缮好当初被破坏的院墙，内里更是添置了许多家当。陆府正门大开，日子蒸蒸日上，不像以前实力不行的要随时关着门，防止小偷或者有人来找麻烦。陆晨舟带着穆言武走进陆府，爷爷，我回来了。陆从虎见到陆晨舟十分开心，晨舟，你可算是回来了。哎，这位姑娘是……他一眼就瞧见了陆晨舟身边这位身材出众、容貌气质绝佳、宛若玫瑰一般的少女。嘿嘿，陆晨舟嘿嘿一笑，来到穆言武身边，大手搂住他火辣腰肢，厚着脸皮说，爷爷，这是我的女人，百花仙城神兵谷的2阶神器师穆言武。武儿，这是我爷爷。被陆晨舟大手搂住腰肢的那一刻，穆言武娇躯微微一颤，玉颜顿时滚烫泛红，狠狠瞪了陆晨舟一眼，拍开他的咸猪手，不要胡说八道，我不是你的女人。然后他有些紧张拘谨，对陆从虎盈盈一礼，嘴上却是大大方方道，见过爷爷，我是穆言武，是陆晨舟的朋友，您叫我武就行。好，好孩子，快坐。陆从虎人老成精，一眼就看出来自己孙子和这位大美人早已有了肌肤之亲，不愧是他的孙子，这出去一趟就给他一个好大的惊喜，这孙媳妇儿哪哪都挑不出毛病，令人欢喜。他陆家开枝散叶，指日可待。爷爷，第一次登门拜访，我准备了一点心意，还请爷爷收下。他来到陆从虎跟前，拿出一个玉盒，内里是一块纯天玉，虽然没有延年益寿的效果，但却能驱邪避病，让人身体健健康康的。陆从虎被震惊了一下，欣然收下了孙媳妇儿的礼物。好，武儿，你这孩子太好了，这纯天玉有价无市，极为稀少，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有了这块纯天玉，再有家里的2个炼丹师，陆从虎起码能活到120岁，寿终正寝。他现在才50多岁，还能再活很多年，能看到陆家开枝散叶那一天。陆晨舟见穆言武送出如此贵重的礼物，心情也是大好。寒暄一番，
聊了一些家常后，下人们也准备好了沐浴食物。陆晨舟和穆言武奔波2天，自然舒舒服服去沐浴一番。陆从虎则是急忙让下人去了一身上好的衣服给穆言武备好。孙媳妇儿第一次登门，自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几个年轻貌美的丫鬟伺候着穆言武沐浴更衣。陆晨舟也是好好休息一番。当他走出后院时，却没见到穆言武的身影。来到前院，一身红裙的穆言武正在与陆芷柔对峙，二女两手各自抱在胸前，神色警惕防备着对方，如同看见了天敌一般。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却势如水火。陆晨舟顿时暗感头痛，他这桃花运好起来后也是有麻烦的。陆芷柔如同被侵犯领域的凤凰，有些炸毛，见到陆晨舟来了，这才开口说第一句话：陈舟，他是谁？这语气有3分质问，3分担忧，4分警惕的味道。穆言武一双明亮的丹凤美眸斜裹几分煞气，望向陆晨舟：你告诉他我是谁。语气火辣，有几分显摆的意味在其中。陆晨舟立马露出笑容，走向前来，握住穆言武的柔仪：武儿，这是芷柔姐。芷柔姐，这是武儿，我的女人。此次出发去百花仙城，若是没有武，我可能就回不来了。武儿，叫一声芷柔姐。哼！穆言武打开陆晨舟的手：谁是你的女人？我为什么要换姐姐？谁大谁小还说不一定。陆芷柔见到这一幕，腮帮子顿时微微一鼓，美眸中蕴含着几分醋意，却不是很浓，因为她早就知晓陆晨舟会有别的女人。陆芷柔气势莫名一强，声音温婉却理直气壮：武儿妹妹进了陆家门，那自己便是要认清规矩。晨舟从小就是我照顾，有规有矩的。他这句话直接火上浇油，暗讽穆言武没规矩。穆言武顿时有些炸毛，美眸一瞪，气势却莫名矮了陆芷柔一截，气呼呼道：谁没有规矩？我不是他的女人，我只是看在朋友关系上来做客，以后我再也不来陆家了。陆晨舟顿时一个头两个大。说完，穆言武甩开陆晨舟的手往外走，陆晨舟拦也拦不住。陆芷柔见到这一幕，如同战斗胜利的小母鸡一般，脸色红润，胸前双峰都似乎更挺拔了。陆晨舟以为穆言武很生气，走出陆家门口，他语气忽然冷静下来：我先去寻师尊了，你要来见我的话，就来这个地址。他给了陆晨舟一个地址。陆晨舟连忙应声道：好，我等下就过来找你。武儿，你先去和你师尊叙叙旧吧。哼！穆言武冷哼一声，然后还是气不过，抓起陆晨舟的手臂，红唇一张，露出小虎牙，对着就是一口狠狠咬上去。嘶！陆晨舟痛得倒吸一口凉气，却没有叫出声。他的直觉告诉他，他要是甩开手，穆言武会更生气。咬完一口后，穆言武嘴角微翘，心情好多了。哼，还算你个混蛋识相。本小姐先走了。陆晨舟摸摸鼻子，只能目送着他离去。回到家中，来到陆芷柔的炼丹房中，陆芷柔果然在等他，而且还两手抱在胸前，腮帮子气鼓鼓的。刚才要是去追了穆言武，陆芷柔就不好哄了。陆晨舟一张笑脸凑上去：芷柔姐，我这几天不在，有没有想我啊？才不想。陆芷柔原本准备好生气了，可是看着陆晨舟这张笑脸，气一下子就泄了，根本就生气不起来。他脸颊顿时肉眼可见攀上一抹绯红。陆晨舟哈哈一笑，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坏坏道：芷柔姐，我想你了，我在外面每天都好想你。陆芷柔娇躯微颤，火辣身子温度顿时攀升，脸蛋红扑扑，就好像要晕倒一样。陈舟，我也想你，担心你在外面有没有吃好睡好，有没有受人欺负。陆芷柔声音温婉，柔柔糯糯，洁净悦耳，充满真情，一双美眸扑闪扑闪，如含春水般诱人。陆芷柔声音微颤：陈舟，你的手能不能老实点，痒。陆晨舟理直气壮坏笑道：不能老实，谁叫芷柔姐你上次耍赖。陆芷柔嘴唇轻咬，表情委屈：我哪有耍赖。这妮子在外人面前相当强硬，唯有到了陆晨舟面前，任他予取，也不生气，单纯的过分。陆芷柔娇躯轻颤不停，只感觉浑身酥软乏力，美眸都有些迷离了，整个娇躯晕乎乎的软瘫在陆晨舟怀里。陆晨舟抱着她，闻着她脖颈间的芬芳幽香，心想这身子都软下来了，应该没有再生气了吧。果然，陆芷柔轻声道：陈舟，你去找武儿吧，将她带回来。她是你的女人，大老远从百花仙城过来，在东荒仙城人生地不熟的。陆晨舟坏笑道：芷柔姐不生气了。陆芷柔弱应了一声：我不信。陆晨舟笑眯眯道：除非芷柔姐亲我一个我才信。陆芷柔扑在陆晨舟怀中，芳心一片羞赧如泥，好片刻后才想起他弱声音：那你闭上眼。好。陆晨舟闭眼，细缩，
怀抱间响起二人衣裳摩擦的细缩声。片刻后，陆晨舟感觉到嘴唇上印上了芬芳温热的2片唇瓣。陆晨舟抱着她拥吻下去。陆芷柔发出惊呼声，一双玉手紧紧抓住陆晨舟的衣衫，没有任何反抗，而后沉沦在其中。良久，唇分。这时屋外响起爷爷陆从虎的声音：芷柔，该吃饭了。陆芷柔眼神慌张地从陆晨舟怀中起来，紧张地回了一声：爷爷，我来了。而后陆芷柔眼神委屈地看着他，委屈巴巴抗议道：下次不要这样欺负我了，说一下就是一下，不然我不理你了。嘿嘿，好，我记下了。陆晨舟坏笑一声，牵着他手往外走。呀！陆芷柔慌张唤了一声，然后走出屋外，感受着陆从虎目光，他羞赧地垂下头，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陆从虎见状，发出欣慰的笑声。陆晨舟带着他去了餐堂，随便对付2口，便是匆匆出门去寻慕言武。陆晨舟根据慕言武留下的地址，来到东荒仙城一处繁华的商业街，一眼望过去，就看见了慕言武师尊开的掌月神兵铺。他走上去，就看见好几个人神色畏惧地退出铺面，还在议论：这合欢盟也太嚣张了吧，竟然直接在店铺内抢人，强迫他们加入合欢盟，想和他们上床风流，丧心病狂，这也太猖狂了吧。合欢盟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但谁能奈何得了合欢盟？不过这兵铺的2个女人确实尤物啊，谁看了不迷糊？陆晨舟眉头微皱，当即推开人群，走进长约神兵铺内。只见慕言武和一个美熟妇正在被几个合欢盟修士围住。慕言武玉颜上浮现出气愤之色，2个粉拳紧攥，身旁的美熟妇更是面露艰难憋屈之色。陆晨舟只听合欢盟修士说道：你们神兵谷在百花仙城是很强，但这里是东荒仙城，神兵谷的名头在东荒仙城可不起多大作用。呵呵，你们2个美人儿要是答应我们进合欢盟，有我们的资源渠道，还不日进斗金？但你们若是不答应，哼，这兵铺你们也别想在东荒仙城开下去。慕言武愤慨交喝：你们凭什么让我师尊的店铺开不下去？凭什么？那合欢盟修士开口道：就凭我们合欢盟笼络4大宗门大部分真传弟子，这东荒仙城的每一处青楼都是我们合欢盟麾下的产业，你说凭什么？慕言武没想到这合欢盟势力这么大，神兵铺做的是大宗门生意。他咬牙拉住一旁的美熟妇：师尊，要不我们就离开东荒仙城。美熟妇一脸为难憋屈，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砰！陆晨舟走上前来，给这几个合欢盟修士一人踹了一脚。哎呦，哪个王八蛋敢招惹我们合欢盟？那为首的修士捂着屁股，感觉菊花要裂开了，而且蛋蛋也很痛，痛得他五官扭曲，模样滑稽。你是谁？招惹我们合欢盟，找死不成？这几个合欢盟修士眼神阴冷不善地盯着陆晨舟。陆晨舟耸了耸肩膀：哎呦呦，合欢盟好让人怕怕哦，给我滚！再看到你们合欢盟的人来这里骚扰，我就送你们去死！小子，你以为你是谁？东玄宗内门弟子。这人放狠话放到一半，瞳孔微缩，看清楚了陆晨舟腰上的令牌。每一个内门弟子身后都有天人境界修士做靠山，远不是他们这些小卡拉米能招惹的。东玄宗内门弟子那又怎么样？你给我等着！这几个合欢盟修士捂着屁股，模样滑稽地离开了。武儿，你没事吧？陆晨舟露出笑容凑上去。哼！慕言武2手抱在胸前，美眸还有几分煞气没有散去。你要再来晚一点，这合欢盟就会把我和师尊给抓走了。他们敢？陆晨舟脸色一正，语气凝重：敢动老子的女人，今天通通把他们弄死！哼！慕言武听到陆晨舟的安抚后，内心害怕的情绪这才好了许多。你最好说到做到，不然我和师尊搬离东荒仙城，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我。嘿嘿！陆晨舟坏笑一声，向前搂住慕言武的腰肢。那我可舍不得，就算豁出这条命，也要把你保护好咯。慕言武欲言泛热，轻轻咬牙，美眸有一抹慌张。你这个混蛋，怎么老是不注意场合动手动脚？放开我！这个时候，一旁的美熟妇才出声道：武儿，这位公子是……师尊，这是……慕言武有些不知道该如何介绍陆晨舟，最后咬牙道：我的救命恩人！陆晨舟露出笑脸，看向美熟妇：我是陆晨舟，是我的男人。呸！慕言武抬起玉腿，踩了陆晨舟一脚，美眸一瞪：你才不是我的男人，我可没答应你。在师尊面前可不要胡说八道，不然我饶不了你。要驯服这野蛮的小辣椒是一个漫长过程啊。陆晨舟痛得龇牙咧嘴，但咸猪手没有从他腰肢上松开，慕言武也没推开他，也算是默认，关系有一点进步。慕言武紧接着介绍：陆晨舟，这是我师尊神兵谷3阶神兵师李长月。
师尊，你可不要小瞧这个混蛋，他不仅是东玄宗内门弟子，更是3阶炼丹师，有他帮忙，合欢盟肯定不敢再来骚扰您。李长月有些吃惊，他这徒儿炼气天赋极高，但自幼极为排斥与异性接触。神兵谷内有不少人打慕言武主意，都被其打得落花落水，不敢再招惹。你非要想占慕言武便宜，轻则鼻青脸肿，重则断手断脚。炼气师也是百艺之一，更加不擅长战斗，因此慕言武的3脚猫功夫也能派上用场。这陆晨周搂他徒弟腰肢，竟只是被小小的踩了一下脚，嘴上呵斥了几句，给他的感觉更像是打情骂俏。虽然慕言武嘴上还不同意，但二人的关系定然不简单。更吃惊的是，这陆晨周年纪轻轻，不仅仅是内门弟子，更是3阶炼丹师，极为少见。李长月开口说：“陈周是吧？你和我这孩子关系这么亲近，你往后唤我一声李夫人就好。”陆晨周顿时拱手抱拳：“是，李夫人。”这算是初步认可陆晨周的身份。这李夫人年岁不小，但确实是保养比较好，风韵犹存，徐娘半老。有的人就好这口。陆晨周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不好这一口，只当李夫人是慕言武的长辈。陆晨周被师尊认可，慕言武轻哼一声，嘴角微翘，心情显然不错了。李夫人目露担忧之色：“陈周，合欢盟这个势力很强大，你不用为了店铺的事情招惹他们。东荒仙城不行，我带着武儿回百花仙城开店就行了。”陆晨周开口道：“李夫人，我和合欢盟本来就是过不去的死结。”说曹操，曹操道。只见4大宗门不同的真传弟子昂首阔步，神色不善走进店铺中，语气极为猖狂：“是哪个内门小瘪三，敢动我们合欢盟的人？”东玄宗真传身穿昂贵奢华的玄色龙纹道袍，见玄宗真传打扮朴素，模样潦草，手持一把锋利宝剑，对剑修来说，全身性命就是剑。雷音寺的真传凶神恶煞，一身横练肌肉，充满压迫感，宛若猛兽。妙玉宗的真传脸色苍白，满眼淫邪，一副娘们唧唧的样子，甚至身上还有香水味。见到这4人进场，李夫人脸色有些紧张起来。方才那几个小喽啰，竟是当真换来了合欢盟4宗真传。陆晨周将慕言武护在身后，眼神冷厉，讥笑一声：“就是你老子我，怎么着？你这儿子要打老子不成？”妙玉宗是才不知道，合欢盟单纯好色，做的是权色勾当，普通人去青楼，而权贵则是享用精心挑选的极品。这合欢盟不是什么大人物组建成，都是由4大宗门外门、内门、真传弟子搞的一个势力。听到陆晨周的话，慕言武当即扑哧笑出了声。这混蛋还真是处处不饶人，但很对他脾气。这几个人眼神顿时透露出杀意。那人高马大的雷音寺和尚开口道：“既然是东玄宗内门弟子，那就交给周阳城你这个东玄卿传来处理。”呸！真他妈的晦气，也不知道是哪位风主收了你这个蠢货。那周阳城走向前来，面色冰冷，充满威胁压迫感，盯着陆晨周：“小子，你一个小小内门弟子，也敢和我真传抢女人？”陆晨周眼中杀意迸发，威胁压迫感爆发，比他更摄人。要知道，陆晨周最近这段时间可是杀了几百人，身上的煞气可不是一般的浓厚。他这煞气一爆发，令周阳城当即脸色微变。一个内门弟子上哪杀这么多人，有这么恐怖的煞气？陆晨周冷声道：“你们合欢盟敢对我的女人动手，老子杀了你都不为过。要不是宗规束缚，你已经是死人一个了。就你一个小小的玄境废物，也敢口出狂言，威胁真传弟子？”周阳城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冷笑一声，探出大手朝着陆晨周扑抓而来：“代替你师尊，好好教训教训你。”陆晨周等的就是这一刻，眼中金芒爆发，气势绽放，身形宛若鬼魅一般，瞬息之间冲到周阳城面前，大手一抬，有一抹滋滋电弧涌出。啪！陆晨周直接狠狠一巴掌扇在周阳城脸上，周阳城的脸顿时多了5根鲜红的手指印，火辣辣的疼痛涌上来。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晨周：“你是地境宗师？答对了，但是没有奖励。”陆晨周阴阳怪气：“你是真传弟子，地境宗师，我好怕哦，我好怕你威胁我哦。”然后他大笑起来。周阳城顿时恼羞成怒：“笑你大爷！”他身上的地境气息同样爆发出来，比陆晨周还要高2层，是地境3层的实力。他要对陆晨周动手，但他的速度哪里有陆晨周快？砰！陆晨周直接原地一个膝踢，直接轰中他的肚子。啊！周阳城发出痛苦的惨叫声，两手捂着肚子，当即跪地。陆晨周这一击不狠不轻。陆晨周冰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如果你不是东玄宗弟子，你已经死了。”这一次，周阳城没有把他的话当成笑话，内心极为惊骇，这地境1层的战力竟是比他还高，这说明双方的功法根基差距很大。
周阳成艰难说道：“给我动手，杀了他！”声音落下，剑玄宗、妙玉宗、雷音寺的3个弟子开口道：“周阳成，你还真是丢脸啊！连个刚晋升地境的小子都收拾不了。可以出手，但是我们收费可是不低。”东玄宗只禁止宗门内弟子厮杀，但外宗弟子厮杀无所谓。周阳成艰难道：“那么多废话干嘛？我知道请你们出手的价格。”“好，你清楚就好。”剑玄宗、妙玉宗、雷音寺的3个弟子冲陆晨舟露出狞笑：“给我去死！”这3个人看向陆晨舟的眼神充满了轻蔑不屑，觉得3个人一起出手斩杀陆晨舟是探囊取物。陆晨舟冷笑一声：“龙拳！”他一拳轰出，吼！金光龙影喷发，拳罡之力强大无比。轰！数道招式一碰撞，原本自信满满的3个人脸色豁然一变。他们3个人只感觉一股无比霸道的庞大力量瞬间撕裂了他们的招式，然后降落到他们身上。咔嚓，骨头断裂声响起，3个人顷刻间倒飞而出，砸在店铺外的地面上。陆晨舟轻蔑一笑：“3大宗门的真传实力就这，3个人一起上还招架不住我一拳，这些年是不是修炼到狗身上去了？”噗！这3个人当即吐血，面色难看地盯着陆晨舟：“今天算我栽了，你给我们等着！招惹了我们合欢盟，马上开始的真传考核比赛，你就别想通过了，等着死在擂台上吧！”哟呵，好吓人，我好怕怕哦。陆晨舟声音冰冷：“我可能会死在真传比赛上，但你们今天却是该上路了。”声音落下，陆晨舟更为霸道的一拳轰杀而出。龙蛇起舞，吼！龙影雷蛇呼啸而出，朝着3人扑杀而去。这3人面露惊骇绝望之色：“你竟敢杀我们啊！”这3人万万没想到陆晨舟如此胆大包天，竟然敢杀他们。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在下面先等你。一阵惨叫声后，这3人沦为尸体，生机断绝，为陆晨舟带来了超过700点纯阳之气。周阳成面容惊骇地看着陆晨舟：“你闯大祸了！”陆晨舟冷笑一声：“你个傻逼，到现在还没搞懂，是你们合欢盟闯大祸，惹上了我陆晨舟。”周阳成瞳孔瞪大：“你就是陆晨舟？”陆晨舟很想杀了周阳成，以他今时今日的天赋和手段，天下哪里都可去得。但东玄宗还有他惦记心爱的女人，杀了周阳成这个废物，必然是花妙一和苏青瑜站出来保护他。他不想给自己的女人添麻烦。至于上升死台，周阳成这种废物还不配让他下生死战约。滚吧！陆晨舟冷声道。周阳成连滚带爬的走了。陆晨舟，这件事还没完。陆晨舟拍拍手，笑着说：“李夫人，今天这样我收拾了他们一顿，还有3阶炼丹师身份，足以护住店铺不会再受骚扰。”李夫人一脸感激地看着他：“晨舟，太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我和五儿今天……”陆晨舟：“李夫人，五儿本来就是我的女人，您不用说谢谢，非要感激我的话，让五儿陪我约会就行。”“我才不要跟你约会！”慕言武美眸一瞪，但话音忽然一转：“哼，眼下师尊店铺才开没多久，生意还没铺开，你要是能为师尊介绍些客人，让师尊的生意好做一些，也不是不能考虑和你出去约会。”“五儿，这可是你说的。”陆晨舟眼睛一亮，拍了拍胸脯：“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吧？”李夫人轻笑：“年轻真好，晨舟，那就又要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陆晨舟眼神暧昧的看了慕言武一眼：“五儿，你就喜香香等着我吧。”慕言武脸颊泛热，两手抱在胸前：“哼，等你做到了再说吧。”“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陆晨舟凑到他面前：“但是今天的恩情怎么算呢？”“五儿，亲我一个不过分吧？”“你这个混蛋！”慕言武顿时又羞又气，这个混蛋真是胆大包天，不分场合就想占他便宜，当真无赖。但是这种无赖厚脸皮，慕言武却是讨厌不起来，反而以他火辣的性子还顺应起来。“行，那你闭上眼睛。”他这火辣热烈的性子倒不会扭扭捏捏。陆晨舟闭上眼睛，片刻后，一阵香风袭来，两瓣湿润温热的嘴唇吻住他。陆晨舟嘿嘿一笑，直接趁势搂住他的腰肢，当着李夫人的面就热烈拥吻起来。李夫人神情相当震惊，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害臊。她看到这一幕都有些不好意思，转过身没有盯着二人拥吻。慕言武娇躯顿时挣扎起来，但他的力道哪里是陆晨舟对手，他又羞又愤，直接用力一咬。哎呦！陆晨舟顿时捂住嘴，嘴上火辣辣的，这火辣小娘皮又狠狠咬了他一口。慕言武嘴唇微翘，两手叉腰，颇为骄傲，理直气壮：“你这个混蛋活该，说好了只是亲一下，谁让你耍无赖的？知道欺骗本小姐的下场了吧？”陆晨舟没有气馁，眼眸中反而生出更为热切的征服欲望。“嘿嘿，我知道了，知道了就滚吧。哼，
等你做好了事情，帮到了师尊，再来见本小姐。穆言武发号施令。行，不会让你等很久的。陆晨舟舔了舔嘴唇上的血液，大步离开店铺，朝着东玄宗而去。如何帮助店铺生意快速打开，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回到东玄宗，他没有去小玄峰，反而是来到外门宿舍区。院子内，干扰、唐恒、罗一山三个人坐在一起商议做什么任务，翻来覆去决定不好，有些叹气。他们此前在外面秘境中本来收获好好的，但是妖兽发疯，让他们损失惨重。这时，陆晨舟走进来，露出笑容：“几位师兄师姐，近来可好啊？”陆晨舟，竟然是你这小子！你不是成为内门弟子了吗？回外门干嘛？罗一山站起身，惊呼干扰，冲陆晨舟抛媚眼：“是不是想姐姐了？”陆晨舟冲他们拱手抱拳。此前在外门和秘境中受几位师兄师姐照顾颇多，这一次来是有件买卖上的事情，想找几位师兄师姐做。买卖？干扰眼眸一亮：“什么买卖？”陆晨舟娓娓道来：“如何？我和店主说好了，你们去买打8折，你们介绍人去打9折。”干扰、唐恒、罗一山在外面多年，人脉比他广得多，3个人之前帮了他，他这样也算回馈3人的恩情。他陆晨舟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听到陆晨舟的话，便是沉稳老成的唐恒也忍不住露出激动之色。陆师弟，你这可是帮了我们大忙，我们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这种凭空赚一成利润的好事情，我们做了。3个人以唐恒为首，干扰也是神情激动，多谢师弟给我们一条活路。罗一山也是激动的口鼻喷热气，他娘的，陆师弟，没得说，以后我们3人就为你卖命了。陆晨舟和他们商议了一下细节，然后让他们去和李夫人对接，3人匆匆而去。陆晨舟则是前往藏书阁见长老。见过长老。藏书阁看着眼前的陆晨舟，瞠目结舌：“你地境宗师了，侥幸突破。”陆晨舟谦虚一笑：“好好好。”藏书阁长老当即也显得很激动，然后咳嗽2声，强行压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一双浑浊双眼发亮：“你小子修为进展不慢，功法有没有落下？”陆晨舟笑着说：“虎豹龙蛇拳已经大成了，这不是前来多谢长老当日传功之恩吗？不仅是大成，还从中领悟出一门极品功法，5套杀法手段。”藏书阁长老倒吸一口冷气，满眼怀疑地盯着陆晨舟，声音有些发颤：“这才多久，你就虎豹龙蛇全大成了？来，你小子和老夫过过招，看看你是不是吹牛。”声音落下，恐怖的大手探出，如同上次一般。这一次，陆晨舟却是能勉强看清他的招式，身形当即犹如鬼魅雷霆一般暴退。雷之意境，藏书阁长老身形站在原地一僵，彻底被震惊到了，相信陆晨舟的话：“你竟然真的大成，还从中领悟出了无上意境。”在他眼里，陆晨舟不仅是未来的武圣，或许还能超越当年的龙尊。如此短时间就震动领悟大成，不愧是他挖掘出的绝顶天才。藏书阁长老咧嘴一笑，如同一个和睦的长辈：“你小子真的很不错，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陆晨舟开口道：“参加真传考核，然后成为宗门圣子。”陆晨舟没有等到藏书阁长老的夸奖，反而是藏书阁长老的冷笑：“你小子做真传绰绰有余，但是距离圣子之位还差得远。那方玉轩可是领悟了7种意境，你不领悟8、9种意境是无法打败他的。方玉轩有7种意境。”陆晨舟神色有些吃惊，他的更雷龙蛇拳才3种意境，而且他眼下才领悟了1种意境，那眼下确实不是方玉轩的对手。陆晨舟问：“那圣女苏青瑜有几种意境？”藏书阁长老道：“那小丫头我见过一面，她身上只有5种意境，出身不行，能领悟5种意境已经很不错了。”陆晨舟面露思索之色：“长老，那我该怎么领悟更多意境？”藏书阁长老不解：“你不是得到了龙尊传承吗？”陆晨舟道：“龙尊传承过去了8000多年，那几本功法传承都化为了灰烬，他不想暴露阴仙仙的存在。”他搓着手看向藏书阁长老：“长老，您这边能不能给我几门顶级功法，我好参悟更多意境？”藏书阁长老顿时吹胡子瞪眼：“我哪来几门顶级功法？我要有，还只会在这里守藏书阁。你小子去找你师尊花妙一去，他有办法。那弟子告退。”陆晨舟行礼，然后转身离开。看着陆晨舟离去的背影，藏书阁长老手握一枚令牌，眼神犹豫不决。陆晨舟返回小玄峰，便有人通传到花妙一那里。他前脚刚到自己的小院，后脚一袭白裙的花妙一便是凭空飞来，落到陆晨舟面前。花妙一有些惊讶，丰润诱人的红唇微动：“小混蛋，你出去一趟就地境了，修为提升的真快。”“嘿嘿，那是当然，
再过段时间我就能晋升天境，狠狠把你压在下面。陆晨舟面对他，张口就是虎狼之词。花妙一美眸扬怒，你这逆徒！陆晨舟看着他，一脸暧昧坏笑。妙儿，我这么辛苦出去一趟替你办事，你没有点奖励给弟子吗？哥哥。花妙一也是美眸如含春水一般，娇笑两声。你个小混蛋，想要什么奖励？陆晨舟正色道，我要位列真传，然后挑战圣子之位。妙儿，我需要领悟更多的意境。花妙一笑容陡然一僵，美眸中蕴含着一抹怒色。就要这个奖励？这小混蛋是不是在消遣他？陆晨舟点点头，唯有当上宗门圣子，他才能将苏青鱼吃掉。苏青鱼在他心中地位颇为特殊。花妙一忽然泄露出一丝天人气息，美眸含着2分冰冷怒意。如果本宫不给呢？陆晨舟嘿嘿一笑，你敢不给？哼！花妙一反应过来，这小混蛋是在戏弄他。他走进屋子，将门关上，风雨火辣娇躯扑上去，将陆晨舟压在床上，将本宫伺候舒服了，再给你奖励。陆晨舟哈哈一笑，搂住他的柔软腰肢。妙儿，想我了吗？花妙一娇躯微颤，伏在陆晨舟耳畔轻声回应，妙儿想你了，声音中带着浓浓情欲。四唇相吻，伴随着一阵细嗦的退衣声，二人步入巫山云雨中良久后，花妙一云鬓浸透，香汗淋漓，神色满足地趴在陆晨舟怀中，温顺地宛若一只小猫，哪像高高在上的天人境修士一峰之主。花妙一娇喘轻哼，小混蛋，你要位列真传，后天便是4宗真传考核大赛，你有把握吗？陆晨舟大手在他光洁滑嫩的玉背上轻轻抚摸着，我已经领悟一种意境，真传考核大赛我有10足把握。行，那我等下就去给你提交申请，你后天准时去参加即可。花妙一声音慵懒，有一种久违的放松感。你要领悟更多意境，便要和鱼儿一样去参加万境秘境。陆晨舟也很满足，花妙一这等尤物当真是极润，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令人痴迷沉沦。而且他这性子还有些反差，娇躯每一寸肌肤都犹如艺术品，令人爱不释手。陆晨舟问道，妙儿，这万境秘境是什么？花妙一解释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无上宗师领悟万种意境，被人称为万境宗师，他留下了万种功法以及意境。本宫也是早年间有一番奇遇，才了解到万境秘境，此处也极为凶险，汇集了各处天骄。你若要领悟更多意境和顶尖功法，便只得去万境秘境。陆晨舟心神震动，领悟1万种意境，那该有多厉害？妙儿，为什么非得去这个秘境？宗门的功法不行吗？花妙一轻笑一声，帝境之所以称为宗师，便是要开辟自己的道路。你这小混蛋资质这么好，当要出去开拓眼界一番。而且你要争夺圣子一位，自然要学习宗门外的功法才好。那方玉轩自有饱览群书，你若学宗内功法，他一眼就知道这功法破绽以及意境破绽。鱼儿若不是去了一遭万境秘境，也无法打败赵菲菲，成为新任圣女。陆晨舟点头，我明白了，看来要想成为圣子，是非去一趟不可。花妙一发出一声呻吟，从他怀中起来，然后穿衣。等真传考核大比结束后，我给你信物。我现在去给你递交真传申请。陆晨舟看着他诱人的娇躯，不由问道，妙儿，青鱼师姐的伤势怎么样了？你送回来的天之丹稳固住了她的伤势，3天前她便伤势痊愈，去找仇家报仇了。花妙一倒是没察觉出陆晨舟和苏青鱼的关系，算算时间，他该回来了。花妙一回到自己的大殿中，正在帮陆晨舟准备材料。忽的，苏青鱼走进来，盈盈一礼，师尊，我回来了。花妙一打量了苏青鱼一眼，灵光净透，看来心结已解，大仇的报了吗？苏青鱼轻轻一笑，将仇人全部放在父亲坟前祭奠了一番。花妙一琴手微点。苏青鱼来到花妙一跟前，师尊，你这是在帮陈舟哥哥准备真传材料？师尊，你身上怎么有陈舟哥哥的味道？花妙一娇躯微僵，神色自在说，有吗？方才去指点了下你师弟5道意境，可能待久了吧。陈舟哥哥已经领悟意境了，我去看看。苏青鱼内心狐疑，感觉陈舟哥哥和师尊有秘密。花妙一见到苏青鱼离去，松了口气，有一种被捉奸的心虚感。幸好没有贪欢下去，下一次要沐浴了。要是被苏青鱼发现真相，他这师尊颜面何存？陆晨舟从花妙一身上得到不少纯阴之气，真是次次都在痛并快乐着。他眼下仅仅是顿悟了雷之意境，还有风与意境需要顿悟。而庚、雷、龙、蛇、拳5大杀法手段中，他只会拳。先领悟2大意境，再学一学其他杀法手段。他刚沐浴好，准备修炼，眼前一晃，香气扑鼻，然后是柔软的双峰撞进他的胸膛。裁判，他带球撞人了啊！
陆晨舟直接被压在了墙壁上，苏青瑜埋在陆晨舟脖颈间，仔细嗅了嗅，美眸露出一抹疑惑之色。咦，晨舟哥哥身上没有师尊的味道，莫不是我搞错了？陆晨舟庆幸自己方才第一时间去沐浴了。苏青瑜一声不吭，直接杀进他房间，在他身上找花妙一的味道。陆晨舟察觉到苏青瑜那危险的目光，有些头皮发麻，幸好动作快，现在要是被发现，苏青瑜能直接要了他老命。陆晨舟眼眸中露出野蛮的侵略眼神。小姨子，你疑神疑鬼的干嘛？查岗啊！他大手探出，一把环抱住那纤细腰肢，二人距离近在咫尺，能清楚听到对方鼻尖的呼吸声。那波涛双峰都被挤压变形。苏青瑜没有拒绝陆晨舟的拥抱，美眸凝望着陆晨舟的脸庞，眼神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美眸狐疑之色更浓。旋即优雅一笑，声音甜美娇嫩。青瑜不是查晨舟哥哥的岗，而是在查师尊的岗。晨舟哥哥，青瑜这条命全靠你挽回，你便是有其他女人，青瑜也不会介意，只希望晨舟哥哥不要瞒着我。陆晨舟后背冷汗渗出，这种时候要说了实话，苏青瑜肯定当场翻脸。陆晨舟嘿嘿一笑，你还没过门就要插手我的事情，要想知道我有几个女人，你先成为我的女人再说。苏青瑜妩媚一笑，吐气如兰。晨舟哥哥，你急什么？青瑜眼下就在你怀中，还能跑了不成？陆晨舟松了口气，看来是糊弄过去了。他眼下可是打不过苏青瑜，如今他迈入地境，能清楚感知到苏青瑜身上蕴含着恐怖的力量，至少是他数倍以上，不愧是顶级天骄，年龄比他小一些就能做上东玄宗圣女之位。陆晨舟忽然倒吸一口气，苏青瑜一根白嫩如葱玉的玉指在他身上划来划去，在探查他的实力根基，但触感极为美妙，令他飘飘欲仙。苏青瑜眼眸中露出明显的惊喜之色。晨舟哥哥，你这么快迈入地境，根基还这么浑厚，看来2天后的真传大赛，晨舟哥哥10拿9稳了。陆晨舟虽然才结束了与花妙一的战斗，如今被苏青瑜这么一窜动，他感觉自己又能战斗了。嘿嘿，师姐，这么久没见，你想没想我？怀中的玉人美艳动人，宛若仙子一般，令人垂涎万分。苏青瑜一双玉手环抱住陆晨舟的脖颈，玉颜泛热，美眸扑闪，阴唇轻咬，情感真挚，声音有几分娇羞。想，青瑜很想晨舟哥哥，所以回来第一时间就来见晨舟哥哥了。陆晨舟邪恶大手开始不老实起来，苏青瑜娇躯微颤，没有制止陆晨舟的行为，只是有些娇羞地埋在他胸膛间，一副予取予求的样子。陆晨舟轻轻在他耳畔道：师姐今天是来兑换承诺的吗？他期待地等着苏青瑜的答案，只要他回答一个字，他就要狼性大发，原地将他正法，将他吃掉。苏青瑜发出妩媚的呻吟娇喘声，抬手妩媚一笑，还不到时机哦，今晚青瑜是来找晨舟哥哥双修的。陆晨舟都要提枪而上了，听到苏青瑜的回答，浑身如火烧般难受，瞪大眼睛。这时候你和我说双修，等我吃掉你再双修。说着他就要将苏青瑜抱起来往床上走。定，清脆悦耳的声音从苏青瑜口中传出，陆晨舟浑身就动弹不得了。苏青瑜瞧着陆晨舟这副猴急模样，趴在他怀中，笑得花枝乱颤，波涛汹涌，声音妩媚。哥哥喽，晨舟哥哥，你还真是按耐不住。青瑜早晚是你的人，晨舟哥哥就不知道怜香惜玉一点。等青瑜做好了准备，再把身子交给晨舟哥哥好不好？陆晨舟脸色涨红，咬牙切齿。耍我？苏青瑜表情妩媚，美眸是灵动的狡黠。青瑜任性一下怎么了？反正晨舟哥哥也打不过青瑜，仗着实力他有恃无恐。陆晨舟没有气馁，反而眼眸中露出更为侵略性的狼性眼神。你等着我修为超过你那一天。好啊，青瑜期待着被晨舟哥哥压在身下那一天。苏青瑜妩媚娇笑着，狡黠的目光中藏着一抹脆弱。在那之前，晨舟哥哥只能和青瑜老老实实双修哦。手感很好吧？方才让晨舟哥哥占了那么久的便宜，晨舟哥哥要见好就收哦。陆晨舟牙痒痒，无可奈何。好吧，来双修吧。这小娘皮太会拿捏他了。然后他感觉自己身体能动了，不禁疑惑，这定也是一种意境吗？苏青瑜神秘一笑，晨舟哥哥以后就知道了。他玉手抱住陆晨舟脖颈，然后一双修长白嫩的玉腿夹住他的腰肢，在他耳畔轻笑：晨舟哥哥，抱我去床上哦。陆晨舟牙痒痒，一手环抱着他腰肢走上床，一点邪念都没有，然后坐在床上。二人身躯紧紧贴在一起，十指相扣，各自运转自己的功法，互取所需。陆晨舟猜测他这门功法应该是在万境秘境中得到的，东玄宗上下都没有这门功法，恐怕以采补闻名的妙玉宗都没有这门功法。次日一早，苏青瑜满足地伸了个懒腰，红唇凑上，在陆晨舟嘴上轻轻一点。这一次又要谢谢晨舟哥哥了，有了晨舟哥哥这一晚的帮助，
我应该能通过后面的圣女考核任务。圣女、圣子这个位置是要为宗门做出贡献才能坐得稳。陆晨舟舔了舔嘴唇回味，你小心一些。放心吧，在身子没有交给陈舟哥哥前，青鱼是不会出事的。苏青鱼离开陆晨舟怀抱，整理了一下衣裙，然后匆匆离去。陆晨舟又吸取到了大量的纯阴之气，倒是没有离开，趁着这个功夫顿悟意境，提升自己的战力。一晃便是2天后，到了东荒仙城4大宗门真传大赛的时候。小混蛋，这是你考核令牌。花妙一一脸疲惫地将令牌给了陆晨舟。他这2天不仅在忙陆晨舟的真传仪式，还有苏青鱼的圣女考核任务，便是天人境界修士也累得疲惫不堪。陆晨舟接过令牌，花妙一径直走进他屋子里，往床上一躺。你去吧，我在你这里睡一觉。妙儿，你好好休息，等我好消息。陆晨舟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花妙一玉颜闪过一抹娇羞如小猫的表情，这小混蛋还知道心疼本宫。陆晨舟简单收拾一番，就下山朝着真传考核大赛的地点而去。一路上，整个东荒仙城有许多修士兴高采烈讨论着，1年1度的真传考核大比终于要开始了。听说这一次真传考核大比涉及到后面的万仙城大战名额，万座仙城大战，那这一次岂不是会很精彩？对，很多一直刻意压修为的顶级天骄都会突破到地境，争夺此次真传名额。陆晨舟很快来到百座擂台外，一座有100米高的石碑摆放在这里，上面有淡淡的金芒浮现，等待今年的100名真传天骄登榜。能登上这个石碑榜，就代表你是东荒仙城地境内最强的那100个人，可称为宗师，将记载进东荒仙城的史册。巨大的赛场坐台足以容纳20-30万人的观众，看台上已经是山呼海啸的声音。陆晨舟站在这里，热血沸腾，好像鲜血被点燃一般，有一种跃跃欲试登台冲动，要向东荒仙城昭告他的存在。就在这时候，陆晨舟看到了双眼通红血丝密布的罗逸山朝他走来，他声音嘶哑，语气焦虑着急。陆师兄，你有没有见到丹扰？我这几天都在闭关没有出门，丹扰他怎么了？陆晨舟询问。罗逸山语气极为不安。单扰他前天说要去拉一个大客户赚钱，结果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怀疑他被人绑架了，生死未知。他丹扰唐衡向10数10年，关系极为深厚，早已亲如家人，如今丹扰下落不明，一个大男人又慌又急，身体都在颤抖。陆晨舟眉头一皱，突然就失踪了。你和唐衡没有其他线索？罗逸山摇头，看他这红血丝的眼睛，恐怕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了。这时忽然有几个人靠近他们，个个散发着强大气息，令罗逸山身体颤抖。为首那人狞笑一声，你们在找丹扰的下落，丹扰在你们手里。罗逸山呼吸顿时变得粗重起来，眼中透露出渗人的杀气。陆晨舟眉头微皱。周阳城。周阳城冷笑一声，对罗逸山道，不错，丹扰在我们手里。你就是罗逸山吧？单扰这个老女人，我好心想跟她做笔买卖，她却想敲诈我，现在被扣押在我们合欢盟。不可能，丹扰她不是这样的人。罗逸山低声怒吼，犹如受伤野兽，将丹扰还给我们，不然我饶不了你。饶不了我？周阳城讥笑一声，眼神轻蔑地看着他。罗逸山，你一个外门玄境，想怎么饶不了我？我就是站在原地让你打，你累死都破不开我的防御。你不服可以对我出手试试。你……罗逸山眼睛一红，我杀了你！罗逸山脸上的戏谑表情更浓。外门弟子敢攻击真传弟子，自寻死路。他就是直接杀了罗逸山，宗门都不会拿他怎么样。这可是罗逸山先朝他这个真传弟子动手的。罗师弟，陆晨舟一把直接拉住罗逸山，然后往前一站，眼神冰冷地看着周阳城。你们合欢盟抓丹扰，是为了对付我吧？是又如何？周阳城冷笑一声，我告诉过你，这件事没完，我们合欢盟是不会放过你的。我实话告诉你，丹扰就是被我骗出去抓住的，一个老女人，还想着天上掉馅饼，被我们抓住玩弄也是活该。陆晨舟眉头紧皱，你们这是在威胁我。他身上的杀气不受控制弥漫开来，这合欢盟为了威胁他，竟是从他身边的人下手，合欢盟的人就该杀个干干净净，就是威胁你陆晨舟。周阳城眼神怨毒，笑容狰狞渗人。陆晨舟，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赶不上台参加真传考核大赛，我们就会杀了丹扰，然后是唐衡，再是你身边的这个罗逸山，最后是兵器铺那2个美人儿，还有你陆府的每一个人，没有人能护得住你。在合欢盟看来，陆晨舟知道他们会在真传考核大赛上针对他，陆晨舟极有可能弃赛不参加，因此他们用这种手段威胁陆晨舟。你说什么？陆晨舟身上雷霆呼啸，滋滋炸响，杀气宛若化作实质一般，极为恐怖。这合欢盟竟敢拿他家人和女人做威胁，
那合欢盟每一个人都进了他的死亡名单。就算这合欢盟内有东玄宗弟子，即便要触犯宗规，陆沉舟也要杀了他们。雷蛇扑闪，伴随着陆沉舟向前逼近的步伐中涌现而出。周阳城被陆沉舟身上的煞气给吓得脸色苍白，他没想到陆沉舟的杀气竟然如此恐怖，竟然有杀势能引得意境之力浮现。看来这陆沉舟比他想象的还要危险。既然你们合欢盟的人这么迫不及待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周阳城，我现在就先送你上路。就在陆沉舟抬手准备轰杀周阳城的时候，周边人脸色巨变，纷纷往后急忙撤退，怕被牵连进其中。而这时藏书阁长老现身，挡在二人中间。藏书阁长老眉头一皱，小子，你这是做什么？要自毁前程？这合欢盟背后乃是宗门圣子方玉轩在操持，你若在这里杀了周阳城，那就正中方玉轩下怀。陆沉舟杀气陡然一收，脸色恢复了平静，深吸一口气，多谢长老提醒。藏书阁长老开口道，你正常参加真传考核大比，你身边那几个人我帮你护住，我不信他们合欢盟还敢对我这个宗门长老动手不成？以魔法对魔法，你若要杀人，在真传考核大比上堂堂正正的杀人报复便是，我相信你应该能给他们一个惊喜。闻言，陆沉舟安心了，露出一个渗人残忍的笑容，眼中杀机浓郁汹涌。周阳城冷笑一声，既然你答应上真传考核大赛，那丹饶也不是不能还给你们，跟我来吧。藏书阁长老带着罗一山跟着走了，陆沉舟则是继续站在原地等候。不久后，东荒仙城4大宗门的宗主齐齐现身入座，各大宗门的长老也跟着现身。看来众弟子都到齐了。此次真传考核大赛和往年规矩一样，摆座擂台，胜者晋升为真传。整个考核时间截止今天为止，攻守擂台自由挑战，乃是最公平的规矩。东玄宗宗主华容武圣开口，真传之位不分排名前后，都乃东荒仙城的宗师精锐。威严浩大的声音传遍赛场每一个人的耳中，确保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期间，各宗便是派出长老走上擂台，担任裁判一责。擂台之上不限手段，不限生死，若是有人自己认输，便不可再出手。现在开始。声音落下，便是有地境弟子走上擂台，开始守擂，等待人挑战。陆沉舟还未有行动，身后便是围了一群人上来，阴恻恻道，陆沉舟，你还等什么？上擂台啊，不想要你家人的命了吗？陆沉舟见状微微一笑，嗓音喜悦，好的。然后他走上离他最近的一个空擂台。陆沉舟，我来挑战你。合欢盟内立即有人眼中泛着金光，露出残忍笑容，跳上擂台。我叫陶大德，记住杀你的人名字，到了黄泉见到阎王也好报上名字。陶大德表情残忍，站在陆沉舟对面，轻轻拱手一礼。陆沉舟，虽然我和你无冤无仇，但你得罪了合欢盟，杀了你有奖励，你这条命我要了。声音落下，陶大德身上爆发出恐怖气势，身前凝聚出一头恐怖金色狮子头，他的双手双脚都好似化作狮掌。吼！陶大德身形往前暴掠，朝着陆沉舟扑杀而来，胸前的狮子头张开血盆大口，发出吼叫声。而陆沉舟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轻蔑他。找死！陶大德狞笑一声，砰！陆沉舟看着他扑杀而来，面无表情。速度太慢，力量太弱，也想杀我。于是乎，他站在原地，简简单单轰出一拳。滋滋滋，雷虎涌动，雷光炸响。啊！两拳相撞，清脆的骨裂声响起，陶大德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这一拳后续的雷光拳罡呼啸而至，砰！陶大德面容惊骇绝望地从擂台上倒飞，砸出擂台。一声令人眼皮子一跳的闷响后，陶大德落在地面上，勉强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噗！然后吐了一口血，倒在地上，生机断绝而亡，死不瞑目。嘶！擂台下顿时有许多人倒吸一口凉气，表情惊悚地看着陆沉舟。他们没想到，这陶大德突破到地境，上擂台只是被陆沉舟简简单单一拳轰中，就被活生生打死。陆沉舟站在擂台上，面无表情，同样是笑容残忍，看着擂台下刚才围住他的这群人道：“你们不是想要杀我吗？来上擂台，想要杀我，我全部都接着。”当即有人受不了陆沉舟的挑衅，往前一站，怒声道：“小小地境一层，如此猖狂，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找死，那老子来满足你。”一个体型彪悍、满脸横肉的和尚走上来，记住杀你的人，我叫袁明。陆沉舟冷笑一声，方才这样说的人，连我一拳都接不了就死了，你猜你能接我几拳？操！这陆沉舟太嚣张了，袁明赶紧把他弄死。擂台下顿时有人合欢盟的人叫骂，
袁明走上擂台，身上的横肉便是开始油亮发光，宛若罗汉一般。他冷笑连连：“你当我是蠢货？我地境3层，你能几拳打死我？我站在原地让你打，你能破开我的罗汉金身功吗？”要知道，雷音寺主走肉身横练，专治各种花里胡哨。陆晨舟表情微正，比我还会装。他脸上的笑容加浓几分，嗓音越发喜悦：“好，我满足你。站在原地不动，让他打死。”这种要求，他两世为人也是第一次见。声音落下，轰！一道雷光全刚闪过，众人只是眼前一晃，然后擂台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袁明仍旧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擂台下的众人神情愣住，发生了什么？这袁明怎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众人还不知道擂台上发生了什么。这时，擂台上的长老裁判开口道：“东玄宗陆晨舟胜，雷音寺来个人，把袁明的尸体带下去。”轰！擂台下顿时炸锅了，语气惊悚，眼睛瞪大：“什么？袁明死了？什么情况？袁明怎么突然就死了？”陆晨舟刚才出拳太快，擂台下有好几个人都没看清楚陆晨舟出拳的速度，以及那一拳蕴含的恐怖力量。如果不是裁判说，他们都没有发现。众人惊悚，这陆晨舟的实力好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不知道怎么办。有的人提议去请合欢盟内更强的人。陆晨舟感受着体内新鲜道障的500缕纯阳之气，嗓音更为喜悦，笑容残忍：“你们不是要杀我吗？上擂台啊！怎么站在下面不敢上来？合欢盟就这一群废物也敢威胁老子？”人群更加炸锅。操！这陆晨舟好嚣张，就没有人上去收拾他吗？不要急，这陆晨舟实力虽然超出预料，但我们合欢盟也有更强的人，已经在请高手过来了。这个时候，一个衣衫潦草，手持一把宝剑的修士走向前来：“我来试试你究竟有几斤几两。”当即有人议论：“是魏建安，原来是魏师兄，听说他领悟了一门特别强大的剑道意境，根本就不是袁明。陶大德这种半吊子能比你的？”众人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作为地境修士，要能随心所欲使用意境之力才能算宗师。这陶大德和袁明都没有用意境之力就上场，太托大了，因此葬送掉自己的性命。陆晨舟看着魏建安：“你是合欢盟的人？”“不是。”魏建安回答。陆晨舟淡淡道：“那你退下吧，不要丢了性命。我喜欢的人在合欢盟内，我若杀了你，就能为他赎身，跟他在一起。”魏建安散发出强大的剑势，眼中有金光喷发。“陆晨舟，你也不必如此口出狂言，你境界比我低，我可不是陶大德那样的废物。”他身上散发出似有似无的剑意，令人心悸，实力确实不弱。陆晨舟呵呵一笑，道：“我和你相反，我是被合欢盟逼上这个擂台，但都是因为女人。魏建安，你修炼不易，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下擂台还能活，不然你抗不过我3拳。”所有的剑修几乎都是贫苦出身，因此意志坚韧强大，能走剑修这条路。魏建安摇摇头：“陆晨舟，你实力确实不弱，但要想3拳杀我不可能，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唉，陆晨舟叹息一声：“既然你执意送死，我只好如你所愿。”声音落下，吼！龙吟蛇吼，金光雷光同时浮现炸响，一条金光龙影浮现，便随着强大的雷蛇冲出。只是一瞬，魏建安还没来得及出剑，这一拳已经呼啸而过。滴答，滴答，鲜血从魏建安身上流下，掉落在地面上。他双目圆睁，低头一看，身上密布龙爪蛇缠的伤口。这时他才知道陆晨舟的拳究竟有多快，雷之意境还配合了一门极为强大的功法，拳竟是比他的剑还快。嗡！剑鸣响起，魏建安当即拔剑，恐怖磅礴的剑意降临，一道极为强大的剑气正在凝聚。这一剑便是给陆晨舟带来了不小的危险感，但陆晨舟可不会傻着站着不动，让他这一剑发出来。轰隆隆！就在魏建安酝酿这一剑的时候，陆晨舟的第2拳已经是轰杀而出。吼！左龙右蛇，一惊一雷呼啸而出，朝着魏建安扑杀而去。哐当！魏建安手中的剑掉落在地上。剑修只有在死亡时才会松开自己的剑。扑通！魏建安的尸体跪地倒下，生机断绝。哗！这一下，所有人彻底震惊了。这陆晨舟到底是什么怪物？竟然连掌握强大剑意的魏建安都不是他对手。说3拳之内杀掉他，竟然真的只用了2拳。雷之意境，他掌握了最强大的雷之意境。合欢盟的众人惊呼。经过这位建安的死亡，擂台下的合欢盟众人顿时老实下来。陆晨舟看着他们，嗓音喜悦：“怎么了？你们怎么不上台了？合欢盟都是像你们这样不敢上台的废物吗？纵然入了地境，但是没有点气度，
如何配得上真传宗师称号？你们要是没有人上场，我可就这样成为真传了。擂台下安安静静，无论陆晨舟如何挑衅，都没有人敢再上擂台送死。合欢盟众人脸色相当难看，他们虽然受不了陆晨舟的挑衅，但也不想就这样送掉自己的性命。真传，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吧。陡然间，有一道浑厚沉稳的声音响起，只见一道气息强大、散发着恐怖压迫感的和尚朝前走来，他一举一动都有金色的意境之力挥洒而出，宛若真正的罗汉一般。合欢盟的众人见到这个和尚，脸色震动，面露喜悦之色。明坤大哥，明坤大哥来了，陆晨舟死定了。陆晨舟看到这个人高马大的明坤和尚，眉头微微一皱。此人的意境之力随意挥洒，领悟意境程度起码和他领悟雷之意境相当，确实是能和他一战。而且雷音寺和尚主走横练，正好克制他这种修士。陆晨舟冷笑一声，这个明坤就是你们合欢盟最强的人了吗？我倒要看看这大和尚抗能扛我几拳不死。最强？我倒不是最强。明坤肥头大耳狞笑一声，我是此次合欢盟晋升真传能排前10的人罢了，要想我合欢盟最强对付你，你陆晨舟还不配。本来我们暂时还不打算晋升地境，但后面万仙城大战要开始，不得不突破地境。你运气不好，撞上了我们这一届，那我要把你们这群人杀光才行了。陆晨舟舔了舔嘴唇，露出狼性眼神，就凭你还做不到？明坤眼神阴沉，满脸戏谑。陆晨舟，你太嚣张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死在擂台上，不然你那几个女人可是性命不保。我偷偷去观察了下，你那几个女人很润啊，你若老实死在我手里，我还能放他们一马。找死！陆晨舟彻底怒了，眼中浓郁杀机汹涌。轰！龙蛇起舞。面对明坤这个大和尚，陆晨舟没有小瞧他，上来便是使出龙拳七式。吼！龙影、雷蛇呼啸而出，相互缠绕，配合雷之意境速度，朝着明坤扑杀而去。当！明坤身上顿时浮现出一尊强大的罗汉虚影，动作自然流畅地伸出佛手，与陆晨舟的拳罡碰撞。轰！整个擂台气浪滚滚，灵力炸开，金光与雷光碰撞，炸出无数灵力漩涡。擂台下方观战之人面露惊骇之色，如此恐怖的雷霆意境之力，他们当真扛不住。终于意识到此前上台的几人与陆晨舟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而陆晨舟无往不利的雷之意境在这一刻被罗汉虚影给挡住，失去效果，没有伤到明坤分毫。陆晨舟，你这点权力可不够在我合欢盟手中护住你那几个女人。明坤狞笑声响起，罗汉之怒。当！罗汉虚影骤然睁眼，表情狰狞愤怒，竟是站立起来，快速朝陆晨舟扑杀而去。同样是罗汉虚影意境之力，这明坤可比赵家高明多了。龙蛇起路，明坤给我死！栩栩如生的恐怖金龙和雷蛇浮现，凶恶无比，不比明坤的罗汉虚影差。狂风呼啸，破空音障声响起，恐怖一拳，金龙和雷蛇一左一右扑杀而去，将明坤包围在其中，要将他和罗汉虚影绞杀在其中。这一幕看得擂台下众人心神恍惚，大脑一片空白。这等招式意境之力太强，和他们掌握的功法力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陆晨舟，别以为你雷之意境领悟很深就能战胜我，我的意境正好克制你。明坤宛若大山，站在原地巍峨不动。枪！龙蛇之力宛若轰在铜钟大铝上，发出金属铿锵声。这是将灵力、招式、意境凝练到极致。陆晨舟没有立即施展后续的招式，他第一次碰到了真正的劲敌。不愧是顶级天才，这明坤相当厉害。再加上这明坤的招式意境之力正好克制他。轰！轰！轰！陆晨舟一边狂暴的轰拳而出，一边观察明坤的破绽。擂台下的人不断惊呼，明坤大哥真是太厉害了，听说明坤大哥领悟了不止一种意境之力，这就是天才与我们凡人的差距啊。普通地境要随心所欲施展一种意境之力都费劲。废话，明坤大哥乃是合欢盟此次参加真传能排前10的天才，那这陆晨舟赢不了明坤大哥。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了，而且他境界还差明坤大哥好几层。一些人不懂明坤为何不直接杀掉陆晨舟，反而这样让陆晨舟攻击。这时一个打扮华贵、容貌协俊的青年现身，冷笑道：明坤这是在戏耍陆晨舟，等陆晨舟绝望后再出手将他慢慢杀掉。此次排合欢盟前10的天才至少都领悟了2种意境起步。当即有人恭恭敬敬向他行礼。邱明达大哥。此人名叫邱明达，乃是妙玉宗少有的男弟子，成名许久，在玄境便是对战宗师不败，同样是顶级天才。观众台上与陆晨舟有关系的人都在关注着这一战。陆从虎眉头紧皱，
陆芷柔玉手合十，美眸满是担忧之色。陈州，你千万不要有事，若是打不过，认输便是。穆言武黛眉微蹙，两手抱在胸前，神情有些不安。这混蛋，你可不要逞强。藏书阁长老捋了捋胡须，眼中金脉闪烁。稍安勿躁，陆晨舟是他挖掘出的顶级天才，实力不止如此。擂台之上，明坤冷笑道：陆晨舟，我还以为你这么猖狂，实力有多厉害，还几拳打死我。可是如今百拳过去，你连我的防御都破不开，我很失望啊。要知道，我掌握了2种意境之力，我还有1种意境之力没有施展。你若等我使出第2种意境，便只有死路一条。他笃定陆晨舟不会是他的对手，眼神轻松，表情戏谑残忍。陆晨舟声音冰冷：没打到最后，结果尚未可知，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何尝不是没动用全部实力？眼下在擂台上，他是故意藏拙站立。要是上来就轻松杀掉这明坤，那和欢盟的人就会更加被吓到，不敢上场挑战他了。那样，他如何发泄自己内心的杀意，以及收获优质的纯阳之气？陪他耍耍，多杀几个合欢盟的人，才好叫合欢盟知道，他陆晨舟是他们招惹不起的人。哼，不知死活，看来你是真的无法认清我们的差距啊！明坤脸上肥肉一抖，露出一个残忍无情笑容。我也玩够了，该送你上路了。睁大眼睛，不要忘记自己是怎么上的黄泉路。声音落下，他的罗汉虚影从盘坐状态进士，站立落地，朝着陆晨舟扑杀而去。砰！这罗汉虚影往前一踏，竟是踩碎擂台上的石砖，似要就用这一击击毙陆晨舟。傻逼东西，你还真以为你能打过我啊？陆晨舟面无表情，眼中露出一抹嘲弄之色。而后他站在原地，身上爆发出狂暴的雷霆电弧，手掌中凝聚出一杆雷蛇大枪。雷蛇之枪，直接一枪朝着前方投掷而出，宛若惊雷划过天际一般。咻！轰隆！一声恐怖的炸响响起，磅礴的雷霆之力直接涌现，覆盖整个擂台，还朝着四周扩散而去，如同真正的雷霆劈下来一般。炽盛的雷光令人睁不开眼睛，看不清擂台上的情况。片刻后，雷光消散，所有人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见明坤浑身是伤，有数百上千道细小的伤口在流血，整个人沦为一个血人。他方才引以为傲的罗汉虚影早已崩溃消散，而陆晨舟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眼神极为平静地看着明坤。怎么可能？邱明达神情一愣，余下和欢盟之人尽数露出惊骇之色，不敢相信。所有人还以为陆晨舟只会用拳，他突然转换了一种招式，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利用意境之力凝聚出纯粹的招式，厉害！观众台上，藏书阁长老夸赞一声：什么嘛，这混蛋在藏拙实力。穆言武神情一安，嘴角微翘。陆芷柔重重松了口气，陈舟也真是的，白叫人这么担心了。擂台上，陆晨舟走到明坤身前，居高临下，一只脚踩在他身上，眼神漠然。傻逼东西，现在还有自信杀我吗？领悟了2种意境，就这么废物？你，明坤眼中露出惊惧之色。也，咔嚓，陆晨舟一脚踩断他的一条手。这条手，是你敢威胁我女人断的？啊！明坤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众目睽睽之下被陆晨舟如此羞辱，比杀了他还难受。陆晨舟，你有种就杀了我！明坤惨叫怒吼。好，那你就去死！陆晨舟一脚踩在他胸膛上，有狂暴的雷霆意境之力涌现。陆晨舟，你住手！这时，擂台下响起邱明达的冷喝声。陆晨舟面无表情，扭头看着邱明达：你有什么事？陆晨舟，你确实很强，你与我们合欢盟并无生死大仇。邱明达开口道：你杀了一些废物就杀了，但明坤乃是我明年合欢盟的天才，一旦你杀了他，就跟我们合欢盟结下生死之仇，不死不休。你若现在留明坤一命，从今以后你跟我们合欢盟井水不犯河水，如何？你在威胁我？陆晨舟面无表情，语气生冷。邱明达冷声道：你可以这样认为。咔嚓，清脆骨头断裂声响起，陆晨舟直接一脚踩爆了明坤的胸膛。明坤死不瞑目，不敢相信陆晨竟然真的敢动手。陆晨舟冰冷声音淡淡响起：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在合欢盟最开始招惹我的时候，合欢盟就与我没有和解的可能性。明坤，邱明达眼眸中闪过一抹痛苦之色，怒目圆瞪，充满杀意。陆晨舟，你找死！陆晨舟不仅拒绝了他的好意，还用如此残忍手段杀了明坤。从现在开始，合欢盟和你不死不休。陆晨舟冷笑一声：不死不休，好啊，那你现在上擂台来给明坤报仇啊！
擂台下合欢盟的人倒吸一口冷气，这陆晨舟是不是疯子？蠢货一个！邱明达大哥给他一个和解的机会，他却不懂得珍惜，等死吧。明坤大哥死了，这件事定然会惊动盟主，即便这陆晨舟活着从擂台上下来，盟主也不会放过他。在擂台上打不过，认输投降就能活，但此事惊动了盟主，那就真的闹大了。好，你要找死，我满足你，记住杀你的人，我叫邱明达，你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邱明达手持一把钢扇跳上擂台，陆晨舟讥笑一声，怎么，这是你们合欢盟的口头禅吗？随便来个人上擂台，都要我记住他的名字，要杀我上路。你们合欢盟都这么傻逼，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我哪有这么闲，净记一些阿猫阿狗的名字？找死！邱明达当即就被激怒，磅礴灵力喷发而出，一头红粉鸟雀的虚影浮现。咻！他速度暴涨，宛若狂风一般，手持钢扇朝着陆晨舟扑杀而去，不打算再给陆晨舟有任何反应活命的机会。不仅如此，邱明达还施展出第二种意境之力，他手中的钢扇锋利无比，直接打出音爆声，扇尖泛着幽蓝色的光芒。陆晨舟见状，只是一拳往前轰出，轰隆，火花四溅，电闪雷鸣，狂暴的灵力扩散开来。砰砰砰！陆晨舟出拳的速度没有他快，几十招下来，陆晨舟被打得节节败退。邱明达冷笑连连：“你的雷之意境确实很厉害，但你这个使用者比较废物，速度太慢了，继续这样下去，100招之内我必取你性命，然后我再送你身边所有人跟你一起上黄泉路。”邱明达攻势凶猛，他每一次攻击的速度都在提升，与陆晨舟的战斗上来就进入白热化。陆晨舟的拳法是全力叠加，而这邱明达的功法和意境好像是提升攻击速度。有句话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陆晨舟眼中杀意汹涌，冷声道：“你合欢盟敢动我身边人，只要我不死，来日一定将你们合欢盟杀个干干净净，让你们所有人都死。”邱明达冷笑道：“陆晨舟，就凭你，你根本就不清楚合欢盟的实力有多大。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出身，资质不错，但资源受到挤压的人抱团取暖，人数超过你想象。今天不管你能不能活着走下擂台，你身边的人都会完蛋。如果你想保全你的家人，现在就束手就擒，让我杀了你，这样我可以放过你身边人。”这陆晨舟以为杀了合欢盟几个人，就当自己无敌能覆灭整个合欢盟，真是蠢货一个。当他们是泥巴做的不成，更不用说合欢盟的几个盟主都是4大宗门的圣子、圣女级别人物。陆晨舟怒喝：“刚才这样威胁我的人已经死了，邱明达，我也该送你上黄泉路，别让他们孤单。就凭你杀不掉我？你的雷之意境是很厉害，但你能反击吗？你能攻击到我吗？”邱明达冷笑连连：“龙蛇架天！”咻！龙音炸响，一条金龙浮现，手持一杆雷蛇之枪涌现，整个擂台上顿时密布雷霆之力，朝着邱明达扑杀而去。这一招浩大，即便邱明达速度很快，但擂台只有这么大一点，雷蛇之枪横扫过来，他当即被逼到擂台边缘。邱明达眉头一皱，这人的招式意境好奇怪，到底是修炼东玄宗的哪一门功法？我以前怎么没见过？意境千千万万，自然也分出3、6、9等。雷之意境，这等蕴含天地有关的意境之力，相当恐怖强大。邱明达，你就这点实力吗？还想在100招之内杀我？陆晨舟嘲讽的声音响起：“你真当我是废物不成？”邱明达被陆晨舟如此羞辱，当即暴喝一声，手中的钢扇如同鸟雀羽毛一般，扇叶激射而出，贯穿陆晨舟的龙蛇之影，朝着他本人扑杀而去。一个初入地境的蝼蚁，还是别太嚣张了。这是他的杀招，谁能想到他的钢扇还能有如此作用，让人防不胜防，轻易就会中了他的暗算。就扇叶爆发，竟是宛若超音速一般，发出如同鸟一样的叫声。给我死！砰！粉红与黄色的意境灵力交织，当即爆炸开来，地面上的石砖接触到这股灵力，当即被轰杀成齑粉，扬起漫天烟尘。这一招好阴险，那陆晨舟没有躲过去。死了吗？有人瞳孔一缩，连忙惊呼。这邱明达实力很强，领悟2种意境，居然还用如此下作的招式。就在众人担心陆晨舟下场，邱明达冷笑的时候，一股磅礴大风凭空浮现，将烟尘吹走。这时邱明达脸色顿时一变：“这就是你的杀招？”烟尘散去，陆晨舟站在原地，而邱明达击射出的数十根扇叶，原本落在陆晨舟身前1丈的地方，再也无法寸进，就好似陆晨舟身前有一种无形的屏障。风之意境！邱明达惊呼一声：“你才进入地境多久时间？不仅领悟了雷之意境，怎么可能还领悟了风之意境？”陆晨舟脸色极为平静地看着他：“我为什么不能领悟？我的杀招怎么可能没有伤到你？”邱明达脸色异常难看，
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哼，我方才和你耍耍，你以为那就是我的全部实力了？陆晨舟声音冰冷，令人如坠冰窟一般。你是第一个逼出了我的第二种异境之力，作为奖励，我会让你死的不会有痛苦。咻！陆晨舟风雷异境加持，速度快到极致，只是一瞬的功夫就冲到邱明达身前。你的速度还有我快吗？邱明达惊骇欲绝，邱明达瞳孔顿时收缩到极致，要防御陆晨舟的攻击。吼！金光炸响，龙影飞出，这一拳结果了风雷异境之力，雷霆之力更为显现，如风一般，无处不在，无法防御。天底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足以可见风之异境强大。砰！邱明达的防御犹如豆腐一般，一触就破。啊！邱明达惨叫一声，当即吐血，身形倒飞而出，砸在擂台上。哼，看来你的实力确实不错，受了我一拳，居然还没有死。陆晨舟冰冷的狞笑声响起，将方才邱明达的元风不动还回去。邱明达，你别想着活下去，就算你在擂台上认输偷袭，我也会在擂台上杀了你，然后再送你全家老小上路。陆晨舟来到他面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眼神冰冷残暴。救我！邱明达面露恐惧之色，再也没有方才的嚣张与猖狂。方盟主，救我！救我！陆晨舟，住手！这时，在一群真传天才的拥簇中，方玉轩缓缓现身。陆晨舟扭头一看，眼神淡漠，又是一个叫我住手的。哼，你猜邱明达能不能从我手上活下来？这方玉轩以为自己是东玄宗圣子，自己这个东玄宗弟子就要听他的，而且两个人早就结下了梁子。方玉轩脸色当即一沉，语气不善道：陆晨舟，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若饶邱明达一命，我可以让你加入合欢盟，做一个高级成员，地位仅次于我们几个盟主之下，如何？上一次叫你给我当狗，是因为你的实力只有玄境，如今你步入地境，又领悟两大异境，可以说是天才。我向来是爱才之人，只要你同意，我们之间那点摩擦恩怨不算得什么。众人神情一惊，没想到方玉轩如此看重这个陆晨舟，一个必死之人，摇身一变要成为他们的同伴。这陆晨舟还真是好运啊！陆晨舟，方盟主如此大量，你还不赶紧放开邱明达，加入我们合欢盟，共赴天人大事！咔嚓，陆晨舟手腕一用力，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他直接掐断了邱明达的脖子。邱明达脖子一歪，死不瞑目，眼中还残留着不敢置信之色，不敢相信陆晨舟这样拒绝了方玉轩的好意，还这样杀了他。陆晨舟，你找死！方玉轩的眼神顿时阴沉，充满杀意，语气是压抑的愤怒。不仅拒绝本圣子好意，你还敢杀我合欢盟的天才？合欢盟其他人都看傻了，这陆晨舟是找死吗？竟然敢这样挑衅他们合欢盟！陆晨舟冷笑一声，眼中充满戏谑之色。方玉轩，你以为自己是宗门圣子，每个人就要顺着你的意思来？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很了不起？在我眼中，你狗屁东西不是，在老子面前装腔作势，还给我一个机会？去你妈的傻逼东西！你身为宗门圣子，你敢对我出手？合欢盟除开你以外，都是些什么土鸡瓦狗？敢上擂台，老子通通弄死！陆晨舟几句话，整个合欢盟炸锅了。放肆！自寻死路！陆晨舟以一己之力挑衅他们整个合欢盟，这谁忍得住？而身为盟主的方玉轩更是气得脸色铁青。陆晨舟，看来你是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既然你如此执意找死，也不畏惧本圣子和合欢盟，那你敢跟我下生死战约吗？一旁的合欢盟成员顿时冷笑起来。他敢吗？他敢不敢都无所谓。陆晨舟，你最好答应方盟主的生死战约，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现在就去杀了你的家人和身边人，最后再想办法杀了你。我这人最恨别人威胁我。陆晨舟眼中杀机浓郁，拳头紧攥，上生死台有何不敢？哼，反正我马上成为真传之后，也要谋划你方玉轩的圣子之位，来得巧不如来得好。方玉轩，你可敢跟我立下100日后的生死台死战？这100日期间不找我任何麻烦。好，这是你说的。方玉轩脸上顿时露出轻蔑、奸计得逞之色。别说100天，就算是1000天的时间，我都给你。这陆晨舟才踏入地境多久？想打败地境巅峰，领悟了7种异境的他，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杀你不用等1000天，100天就足矣。陆晨舟冷笑一声。这方玉轩还真他妈会装，说给他1000天都可以，他真开口要1000天，这方玉轩多半不会答应。100天时间已经是极限了。大言不惭！方玉轩讥笑一声。陆晨舟，你既敢口出狂言，那现在就立下字迹契约，让4大宗门见证。好，陆晨舟毫不犹豫答应下来。很快就有人送上笔墨，定下100天后的生死战，
同样是陆晨舟挑战圣子之位的战斗。擂台上，与陆晨舟有关系的人都面露焦急之色，希望陆晨舟不要答应。100天时间，陆晨舟怎么可能打得过方玉轩？要是在100天时间内，方玉轩突破到天人境界怎么办？那陆晨舟就只有送死。但他们都在观众台上，无法冲到下面去阻拦陆晨舟。契约成立的那一刻，整个现场都爆发出哗然之声。一个初入地境的弟子要挑战成名多年的圣子，这一届的真传考核大赛真是太精彩，太热闹了。蠢货！合欢盟的人看陆晨舟的眼神如同看死人一样，陆晨舟看他们亦是如此。陆晨舟开口道：方玉轩，100天时间内不要有任何小动作。呵，方玉轩冷笑一声，契约已成，本圣子自然会如实做到，不然破坏了契约，本圣子的名声可是会受损。我还不至于为了你这个小人物而损坏名声。陆晨舟松了口气，那就好。旋即他脸上是残忍笑容。那真传考核大比继续，还有没有人挑战我？陆晨舟声音落下，现场鸦雀无声，一时间竟是没有人敢再上擂台挑战陆晨舟，即便是合欢盟的人也没有上擂台。陆晨舟淡淡道：没有人来挑战我，那我可要拿下今年的真传位置了。当即有人叫骂：陆晨舟，你太猖狂了，真当我们都是傻逼吗？你100日后就要死在方圣子手中，已经是死人一个，谁还会来擂台上挑战你？就是，我们何必跟你一个死人较劲？今年这一个真传位置就当送给你了。陆晨舟18岁，领悟2大意境，战力强大，已经有数个高手送掉了性命。今年参加真传考核的人大部分都自认为不是陆晨舟的对手，自然不会听从陆晨舟的挑衅，上台死在陆晨舟手中。而后合欢盟的大批人手离去，已经成为真传的人是不允许上擂台的。陆晨舟一个人就在擂台上百无聊赖的等待，当真没有一个人敢来挑战他。擂台上的长老见到这一幕，提前锁定了陆晨舟真传名额，你可以走了，下去领取真传弟子服和一切相关待遇吧。而后赛场中央的那块石碑金芒绽放，陆晨舟的名字出现在了第1名。陆晨舟看到自己通过了真传考核大赛，这才走下擂台离开赛场。赛场外，藏书阁长老带着几人赶来，干扰拱手抱拳：陆师兄，恭喜你成为真传。罗一山也是心服口服：陆师兄，你太厉害了。1个月前，陆晨舟还只是外门弟子，和他们一样的玄境。这才多久，陆晨舟在成为内门弟子后，又杀了这么多人，成为宗门真传。这可是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目标，就被陆晨舟轻轻松松完成。这个时候，慕言武走上来，眼神复杂，嘴唇轻咬：你这个混蛋，怎么如此贸然答应生死战？武儿，你这是在关心我？陆晨舟哈哈一笑，冲他挤眉弄眼。慕言武急得跺脚：混蛋，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武儿，安心了，我有把握。陆晨舟嘿嘿一笑：我回头要去一个地方快速提升实力，你知道的。慕言武欲言当即泛热，娇躯微颤，但美眸还是有些不信。真的？这混蛋只要和美人双修就能快速提升力量，他是知道的。真的。陆晨舟点头。只不过路途遥远，我打算一个人去，没有办法带你去。哼，谁要跟你一起去？你这混蛋就想着占我便宜了。慕言武内心松了口气，面上却是美眸狠狠瞪了陆晨舟一眼。陈舟，你真的有把握吗？陆芷柔十指紧扣，美眸中满是担忧之色。肯定有把握，嘿嘿，我还要和你们生10个8个孩子，给我陆家开枝散叶，在那之前，我是不愿意去死的。陆晨舟上来握住陆芷柔的柔仪，轻轻把玩着。芷柔姐，你就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我会做吗？再不济，就躲在炼丹师协会内，我3阶炼丹师的协会还能保我一命。听到陆晨舟的解释，陆芷柔神情安稳下来。是啊，陆晨舟就算打不过，炼丹师协会也会保住陆晨舟的性命。和炼丹师协会比起来，东玄宗就不算什么了。芷柔姐，你就在家安安心心炼丹，等着我回家，以后做圣子夫人吧。哈哈。陆晨舟哈哈一笑。陆芷柔欲言羞红无比，琴手垂了下去，只弱弱回了一声我等你回家。而慕言武站在一旁咬牙切齿，美眸中醋意大发。这混蛋当着他面和陆芷柔调情，他真的好想上去踹陆晨舟一脚。但他转念一想，他又没答应做陆晨舟的女人，吃什么醋，还把自己给气得不轻。莫不是自己喜欢上他了？不可能。藏书阁长老说，陆晨舟，时间只有100天，必须争分夺秒。儿女情长稍稍放一下，你赶紧收拾一下，出发吧。你的家眷我都会替你看好，防止合欢盟用软肋来要挟你。他本来想将陆晨舟的资质上报给宗主，好让陆晨舟做圣子的，但如今陆晨舟自己有想法，也就能免去这一步。就算打不过方玉轩，
他最后也会出面找宗主保住陆沉舟。方玉轩可以死，但陆沉舟这种千年罕见的天才必须活下来。好，陆沉舟点头，我这就回去找师尊要信物，然后就出发。五儿，你在东荒仙城等我回来约会，嘿嘿嘿。慕言武银牙一咬，本想拒绝，但芳心一软，最后答应下来。我知道了，等你回来就陪你去约会。你个混蛋，可不要死在外面了。安了。陆沉舟向前一左一右，分别在他和陆芷柔的脸颊上亲了一口。趁他们都还没反应过来，他催动风雷意境，一溜烟的离开这里，返回宗门。小旋风。陆沉舟回到自己的院子中，花妙一还在他床上睡着。陆沉舟回来的动静将他惊醒。小混蛋，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他看到陆沉舟身上换上了真传弟子的衣袍，没有任何意外，但美眸中还是露出浓浓的喜悦之色。这小混蛋没有丢他脸。旋即陆沉舟将生死台100日事情告诉他，花妙一神情一惊，你这小混蛋有没有把握？这些年挑战方玉轩的人也不少，但都死在了方玉轩的手里。妙儿，你要对我有信心，我可是你的弟子，你的男人，你要给我打气才对。陆沉舟嘿嘿一笑，深邃的眼眸中是难掩的强大自信。我就是对你有信心才担忧。花妙一眼眸里同样露出一抹担忧之色。小混蛋，你要没有10成把握，还是取消了生死契约吧。陆沉舟上前狠狠抽了一把他的屁股，嘿嘿一笑。妙儿这么不看好我，那这样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如果我赢了，你给我生个孩子好不好？花妙一见陆沉舟如此有自信，内心松了口气，美眸嗔怒。你这小混蛋倒是想得美，本宫还是那句话，要想我和你有更进一步的关系，除非你晋升天境后能打赢本宫。别说嫁入陆家给你生孩子，就是给你当小妾，本宫也认了。陆沉舟眼神一喜，当即一拍大腿。妙儿，这可是你说的？当然是本宫说的。花妙一笑盈盈道，美眸里闪过一抹狡黠之色。等陆沉舟天境了，他估计也就晋升到5圣境界，到时候这承诺自然作废咯。哥，到时候这小混蛋肯定气急败坏，还是继续老实被他压在身下吧。花妙一知道100天时间要争分夺秒，将前往万境秘境的信物交给陆沉舟，让他立即出发。陆沉舟甚至还没有跟苏青瑜告别，就匆匆上路而去。万境秘境在几万里外的延寿仙城，陆沉舟也是没有浪费时间，骑着自己异兽坐骑，疾驰1天1夜后，来到一处瀑布旁休息。他静静打坐恢复状态，也等异兽坐骑恢复好。忽然间，瀑布旁的森林里走出一个女子，其仪态优雅如冰，自带不可亵渎的金贵气场，美眸露出对世俗情感的淡漠之色，一颦一笑，一步一行都充满了礼节优雅，好似自幼受过严格规训，身上更是有浓浓的禁欲神性。这种荒郊野岭还能碰到这么漂亮有气质的女人，陆沉舟眼神微怔。紧接着，这种禁忌的神圣感被他亲手破坏，一丝不苟的发髻散乱下来，竟是大胆的当着陆沉舟面褪下衣裙鞋袜，露出那神圣不可亵渎的绝美娇躯，似乎感受到陆沉舟的视线。二人对视一眼，他眼神表情没有任何波动，白嫩光洁的玉足缓缓走到瀑布边上，玉足轻轻一点，然后纵身一跃。不好！陆沉舟身上风雷意境浮现，身形犹如鬼魅，快速靠近瀑布边，也紧跟着纵身一跃。哗啦，水面炸开一个水花，陆沉舟怀里抱着这绝美女子的娇躯走上岸边，将她放在一旁，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她身上。陆沉舟问：姑娘风华绝代，怎么如此想不开要自尽？一会儿后，他眼神毫无情感，淡漠地看着陆沉舟，声音漠然无情：我只是想要沐浴一番，没想着自尽。倒是你如此急冲冲来抱着我的身体，我还以为碰上臭流氓了啊！陆沉舟脸色当即有些尴尬。这时玉雪照的声音在陆沉舟脑海响起：宿主，此女乃是纯阴道体，蕴含无尽纯阴之气，你若拿下她，好处多多。陆沉舟神情微怔：那她这个病治得好吗？玉雪照说：纯阴纯阳交融，自然解决此病，若不交融，她活不过3个月。有了底，陆沉舟面上开口解释道：姑娘，我瞧出你有不治之症，只剩下3个月不到的时间，才以为你想不开要自尽。呵，颜如玉轻笑一声，优雅金贵：你才有病！他压根不信。陆沉舟呵呵一笑，说：姑娘，我没骗你，我是说真的，我乃3阶炼丹师，姑娘不相信我，那就最好找一个信得过之人看看。陆沉舟亮了亮他腰上的3阶炼丹师令牌，这一下颜如玉黛眉微蹙，似乎有些相信陆沉舟的话。看来你确实并非臭流氓，那你快走吧，追我的人马上要到了。陆沉舟只当他在赶人，点点头道：好，这身衣服留给你了，我这就离开。他施展风雷之力，很快就跨越1000丈瀑布，回到异兽坐骑身边，穿上衣服继续赶路。
玉雪照疑惑：“宿主，你为什么不拿下他？”陆沉舟呵呵一笑：“荒郊野岭都能相遇，我有感觉，后面还能再和他见面，不急于一时。而且这个女子身份来头绝对不简单，她亮出自己3阶炼丹师的身份，就是侧面告诉他如何寻找自己。”陆沉舟又骑行了2000里，来到一座大夏皇朝的驿站。此处驿站密布各种飞天战艇，唯有大夏皇朝的官员贵族才能使用。大夏皇朝地域浩大，似东荒仙城这样的城池，境内足有数万座之多，人口何止兆亿。而万境宗师所在的严家，多年来一直掌控着万境秘境。花妙一与严家有交情，才能为陆沉舟弄来这进入万境秘境的资格信物。这种好地方，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而眼下正巧，严家人正在附近逗留，陆沉舟可以凭借信物，乘坐严家的飞天战艇前往万境秘境。乖乖，这就是飞天战艇。陆沉舟看着眼前能日航万里的飞天法器，眼眸中有些吃惊。这种好东西，有钱你都买不到。乘坐这种飞天法器出行，那是一种身份权力的象征。他刚靠近严家的飞天战艇，耳边便是响起护卫的冷喝声：“参加此次万境秘境之人，拿出信物凭证，可出发前往严纣仙城。”和陆沉舟一同登船的人还有数十人。陆沉舟等人前脚刚上船，后脚便响起一道猖狂不适的声音：“你们这些寒门贱种，不想死就给本公子让开，不然死在了这里，可没有人给你们伸冤。”这句话顿时让所有人眉头一皱，眼中浮现出一抹怒色。当他们转身看清楚声音的主人后，个个脸色一变，敢怒不敢言，急忙低头让开道路。无他，此人腰间配有一块城主府的令牌，显然来头不低。只见这公子哥来到护卫面前，哈哈一笑，道：“我是来追求颜如玉公主的商剑药，你应该知道吧？”那护卫不卑不亢道：“老郡王交代过了，我们此行而来，就是公主与公子商议婚事。”商剑耀满意的点点头，然后一脸鄙夷的看着陆沉舟等人：“我与颜如玉公主商议婚事，让这些身份下贱的外人在场干嘛？给我把他们赶下船！”其他人当即又惊又怒：“凭什么赶我们下船？不错，我们能登船，都是获得了严家的同意。”呵呵，商剑耀冷笑一声：“你们这群贱婢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我注定是要娶颜如玉公主的男人。严家乃是皇朝郡王身份，但严家这一代没有男嗣，全是女嗣。朝廷念及严家数千年来为皇朝培育了无数人才，因此特封为公主。只要我娶了颜如玉公主，这万境秘境一事的事情就由我做主说了算。”众人神情再次一惊：“你怎么知道颜如玉公主一定会和你定下婚约？”呵呵，商剑耀神情得意，因为商议婚事乃是由严老郡王提出，叫你们这群身份卑微的贱种下船就下船，不然就取消你们参加万境秘境的资格。张口下贱，闭口贱种，陆沉舟眼中闪过一抹杀意。这个时候，严老郡王和颜如玉公主现身，对此并无异议。没想到万境宗师的家族如此示弱，其他人无奈对视一眼，准备下船。就在此时，一道蓦然悦耳、充满金贵的女子声音响起：“其他人可以下船，但他得留下。”只见站在前方的颜如玉公主一根玉指伸出，指了指陆沉舟。商剑耀眉头一皱，看向陆沉舟的眼神中充满了不悦之色。颜如玉公主，这个贱人是谁？她凭什么能留下来？陆沉舟闻声而望去，看那让他留下来的颜如玉公主，神情变身一怔，竟是昨天在悬崖边碰见的那个绝世美人。她竟是公主颜如玉，万境宗师的后人，未来的郡王府主人，同时也是未来执掌万境秘境的人。陆沉舟嘴角微翘，倒是有缘分。颜如玉美眸中是对欲望情感的淡漠之色，充满了理智，有一种禁欲感神性。商剑耀，我要留什么人，还需要你同意。你我还未立下婚约，你就如此插手严家内事？商剑耀脸色微变，冷哼一声，看向陆沉舟的眼神更为不善。既然公主发话了，那你这个贱种留下来。然后他一脸舔狗的看着颜如玉：“公主，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这件事倒是让人感觉奇怪，一个城主府公子哥竟然能娶上公主，而且还是郡王府主动要求的。”颜如玉脸颊冰冷，没有再说话，而其他人则是眼神艳羡的看着陆沉舟留下，无奈下船。严老郡王开口道：“既然商公子也来了，那就入内继续商议婚事吧。”旋即4人走入飞天战艇的主厅之中，而陆沉舟则是被安排进一间客房之中住了下来。护卫叮嘱道：“你既是公主的朋友，那就待在这里，不要乱跑，不然惹上麻烦，公主也救不了你。”好的。陆沉舟则是趁这个功夫继续顿悟他还没有领悟的与之意境。在万境秘境开始前顿悟好与之意境，他的战力暴涨不说，他也就能去顿悟新的功法意境，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战力。到了夜晚，陆沉舟都准备好睡觉了。嘎吱，房屋门轻轻推开，一缕香味扑鼻，
陆沉舟嘴角微翘，轻笑一声，看来公主殿下应该是验证了本丹师的话。只见颜如玉身穿胜洁白连裙，不是此前所见淡墨之色，好似堕落了一样，美眸中蕴含着一抹压抑的愤怒。她自嘲一笑，哼，我就说爷爷怎么急着要联姻，原来是想趁我死前卖一个好价钱。他让心腹找来丹师医生为他检查一番，竟是当真查出他只能活3个月的不治绝症。在他一番逼问之下，这才知晓郡王府的人竟是早已全部知晓，就他一个人被瞒在鼓里。得知此事，他的情绪有些崩溃。最令他寒心的是，他的爷爷颜老郡王只想将他卖个好价钱。陆丹师，你既然能看得出我得了绝症，那你有没有办法能治好我？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条件要求。他气质金贵圣洁，却犹如笼中金丝雀。陆沉舟嘿嘿一笑，如果你能答应跟我双修，我可以治好你的怪病。双修是什么？颜如玉美眸中露出一抹未知的疑惑之色。陆沉舟感觉他纯洁的如同一张白纸一样，双修都不知道，就是陆沉舟解释了一遍，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颜如玉琴手微摇，不知道，但你真能治好我的怪病，你试试就知道了。陆沉舟一根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引入了一丝纯阳之气进入他体内。颜如玉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不可亵渎的气场有些失控，诱人圣洁的娇躯轻轻颤抖，白嫩肌肤开始微微泛红，宛如一个圣女堕落一般，那神圣感开始被破坏，好似第一次尝到了人间禁果的味道。肌肤泛着红潮，嘴里竟是发出舒服的呻吟声，暖，好暖和。原本淡漠的美眸里第一次涌出了一抹光芒，冰山大美人的冰山好似在笑容，让她多了几分人气。不仅如此，这一缕纯阳之气更是将她体表的衣裳都给烧成了灰烬。好奇特的感觉，颜如玉美眸里泛着一抹迷离之色，嘴唇轻轻咬着，玉指紧攥，似乎在享受这种奇特感觉，又似乎在抗拒，内心在犹豫动摇。嘿嘿，陆沉舟一笑，现在你相信我能治好了你吧？谢谢你，让我体会到了这种奇特的感觉。颜如玉的声音依旧淡雅。这就是双修吗？双修是，陆沉舟坏笑着解释了一番。颜如玉眼眸中仍旧是疑惑之色，不知道是什么，但如果这是你救我的条件，我可以尝试一下。行吧。陆沉舟耸了耸肩膀，那你接下来怎么办？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颜如玉的眼神好似在极端压迫下后被陆沉舟引导一番，欲望觉醒了。既然他能活下去，那王府凭什么拿他做交易？颜如玉从空间戒指中取出衣上鞋袜，袜子竟然是白冰丝袜，还有淡淡的香味飘开。他看着颜如玉穿衣服，颜如玉也发现陆沉舟很在意他穿袜子这一点，他暗暗记下这一点。陆沉舟问，那你联姻之事你是如何考量的？颜如玉美眸透露出一抹危险的禁忌感。家族衰弱，商家实力强大，若要守护祖宗基业，不让秘境落入他人之手，我会答应这桩婚事。也就是还是要联姻了。陆沉舟咂摸了下嘴，那他以后岂不是要做曹贼，和这公主偷情才行？那最好还是想办法把这件事搅黄了，独占颜如玉一人比较好。颜如玉接着说，但我不会作为商品利益交易出去，我会把商剑药封印在万境秘境中，让他不生不死。陆丹师，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陆沉舟当即开口道，帮，一定帮，这件事我不收你任何好处也帮你。这商剑要张口骂他下贱，闭嘴骂他贱种，那老子就给你戴绿帽子，睡你的女人。颜如玉公主，你我的真实关系不能暴露，就算你要找我治病，也要私底下偷偷摸摸来，不能让他人知道发现，明白吗？颜如玉琴手微点，我知晓，待我准备好计划后，我再来通知你。作为报答，在万境秘境内，我会让你领悟更多更强大的意境。颜如玉回到自己的房间中，唤来自己的心腹丫鬟，声音中带着一种禁忌感。双修是什么？你知道吗？丫鬟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暧昧之色，以为是公主要和驸马爷示好，然后仔仔细细点点滴滴告诉颜如玉。这一晚，颜如玉打开了世俗欲望的深渊大门，并深深堕落其中。陆沉舟一觉睡到次日正午，门外响起敲门声，是护卫。陆公子，颜州仙城到了，该下船了。陆沉舟走出雅间一看，飞天战艇就停留在延纣仙城郡王府的上空。颜家不仅是郡王府，更是延纣仙城的主人，便是天人武圣见到颜如玉，也要客客气气，不敢得罪。而延纣仙城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比东荒仙城庞大繁华许多。喂，剑种，延纣仙城已经到了，你还不滚下船？距离万境秘境开始还要等几天，等我和颜如玉公主完婚了才会召开。商剑耀脸色不善，趾高气昂地走到陆沉舟面前。哼，陆沉舟皮笑肉不笑，懒得跟这个龟男计较。颜如玉现身，脸色依旧是对世俗欲望的淡漠，但一双美眸中已经多出几分人气。商剑耀，
陆沉舟是本公主的朋友，大婚之日他也会到场，这几天自然要住在王府上。商见耀脸色一沉，那就让他留下吧。不知道颜如玉为什么要帮着一个外人说话，等他们成婚后，他再去床上好好教导下颜如玉规矩。一想到颜如玉这圣洁禁欲神性的娇躯有多诱人，他便有些小腹发热，有些按捺不住邪欲。陆沉舟呵呵一笑，眼中有一抹暧昧金芒闪烁。住在王府中，他才方便给颜如玉治病双修啊。但估计谁也猜不到，颜如玉这般深受规训、禁欲神性的公主，竟会在私底下做出如此禁忌失控的事情。光是想想，就让陆沉舟觉得很刺激。陆沉舟正要进入严郡王府的时候，脑海里却是响起玉雪照的警告声：“宿主，你最好是不要进入这里。”陆沉舟眼神一怔，为什么？这房子布置了一种恶毒的阵法，名叫阴阳子母断血阵。此阵专杀男性，对女性无害。男性一旦住进这里，轻则失去传宗接代的能力，重则就会莫名病死。玉雪照解释道。陆沉舟当即含了个寒战，这么阴险，那可不行，陆家开枝散叶的重任还在我身上，这要是不能生孩子了，那就完了。他面色当即开口道：“颜如玉公主，多谢您的好意，不过驸马爷不乐意，我还是就不住在郡王府了，我在外面随意找个客栈居住便是。”说完，陆沉舟就从飞天战艇上跳下去，动用风雷意境之力平安落地，然后开始去找客栈居住。商见耀眼中当即闪过一抹残忍之色，傻逼东西，颜如玉公主想护住你的命，但你自己不珍惜，那我还是送你上路好了。他早就将颜如玉视为自己劲操，这陆沉舟身份下贱的贱种一个，昨天竟然敢不知轻重留在飞天战艇上，他就打算杀了陆沉舟。或许颜如玉瞧出来这一点，方才主动开口留陆沉舟在郡王府住。就算陆沉舟住在郡王府，等大婚后秘境开启，他也打算要了陆沉舟的命，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的区别。但这种坏他心情的贱种，还是早点抹杀了比较好。陆沉舟离开郡王府范围，来到一间高端优雅、私密性比较好的客栈，住一晚就100块零食，价格可以说无比高昂。但现在的陆沉舟住得起。他前脚进入客栈雅间不久，后脚颜如玉就身披斗篷来找他了。陆沉舟嘿嘿一笑，这位颜如玉公主还真乖巧懂事，知道自己来找他，没有白费他花这么多钱住这么贵的客栈。颜如玉看着陆沉舟，声音金贵悦耳：“我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甘愿。你能治好我，我可以与你双修，甚至还可以给你生一个孩子，作为未来的严郡王。”陆沉舟眼眸中露出吃惊之色，他这是知晓了双修是什么意思。那禁欲神性的公主这就堕落了。陆沉舟嘿嘿一笑：“公主殿下，那你如今明白双修的意思了吗？”颜如玉琴手微点，美眸露出渴望与未知：“现在就可以双修，但是你可以温柔一点，从接吻开始吗？我担心自己无法一下子接受那么激烈的事情。”“好。”陆沉舟点头，就算你不说，我也打算这样做。就算要得到颜如玉身子，他也会慢慢来。无他陆沉舟又不是好色之人，没有情感的上床欢愉有什么意思？陆沉舟来到他面前，将他抵在墙上，满脸坏笑道：“公主殿下，先给你治病，还是先双修？”颜如玉圣洁禁欲的玉颜上流露出一抹堕落的表情，呼吸有些急促，但手指紧攥衣裙，红唇轻咬：“先治病，我再陪你双修。”“好。”陆沉舟哈哈一笑，大手往前一探，然后搂住他柔软无比的腰肢，通过穴位往他体内注入纯阳之气。颜如玉再次体会到那种暖暖阴阳交融的温暖感，身体在接受，但内心却在抗拒这种奇特的舒服感。他背齿轻咬着红唇，娇躯颤抖起来，他的心神渐渐在被这种温暖奇特感冲刷，过往的信仰、理智在接受挑战。这种感觉好像丫鬟说的双修快感。颜如玉绝美脸颊攀上红晕，有一种禁忌的背德感诞生。但他们这只是在治病。随着纯阳之气的输入，颜如玉的娇躯开始微微泛着香汗，云鬓都被汗水浸透。他眼中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欲望满足、踏实感。我从出生到现在，这还是第一次流出汗水。仅仅是治病，让他身体舒服好受点，他就露出这种满足踏实感。陆沉舟觉得他虽然贵为公主，但却有些可怜。他嘿嘿一笑：“公主殿下，以后我会带你体验更多的事情。现在作为报答，你该与我双修了。”娇躯泛红颤抖的颜如玉几乎站不稳，她美眸中还有一抹克制理性，睫毛剧烈颤抖。“我该如何陪你双修？”陆沉舟嘿嘿一笑：“公主殿下，你上来坐在我怀里，听我指导便可以。”听到陆沉舟的指引，颜如玉总觉得这样不道德，有些羞耻。她呼吸有些紧促，眼神有些慌张地入陆沉舟怀中，然后二人十指紧扣。她从来没有与男人有过这般的亲密接触，紧守的心神有些渐渐失控。而后陆沉舟开始运转功法，
通过双方紧密接触的穴位，开始大量吸收颜如玉体内的纯阴之气。好精纯的纯阴之气，不愧是纯阴之体。而颜如玉也感觉到体内有大量的纯阴之气进入陆晨舟体内，有一种要被陆晨舟吸进身体内的感觉。这种感觉酥酥麻麻，让他感觉很舒服，心神更加放松几分。他嘴唇轻咬，这就是双修，怎么和昨晚丫鬟告诉他的不一样？陆晨舟补充到了大量的纯阴之气，然后停止运转功法，一睁开眼就发现颜如玉脸颊潮红，就好像沉沦在某种感觉之中，被杀得丢盔卸甲一样。不是吧，这位公主殿下这么敏感？陆晨舟有些吃惊，他都没有亲上去，就这样老实抱着他双修，这位公主殿下咋就这副模样了？颜如玉见双修停止，眼神迷离，嘴唇轻咬，双修的感觉确实还不错，我回头再来找你，下次要双修再治病。只是一个拥抱，他就这样上瘾了。陆晨舟哑然失笑，感觉他好像打开了颜如玉身上某种不得了的开关。他耸耸肩膀，我都行。而后颜如玉从陆晨舟怀里离开，整理圣洁金贵的衣裙，打算离开。婚礼会在3天后召开，然后你就能进入万境秘境。陆晨舟有些吃惊，3天后就是婚礼，这么快？这昨天才商议婚事，看要不要订婚。颜如玉自嘲一笑，美眸中闪过一抹腹黑之色。不快一点，怕我突然发病死了怎么办？商家也怕我这块到嘴的肥肉被抢走了。一旦谁成为他的男人，那就是延纣仙城的主人，仙城内的数个大宗门也要俯首听命。颜如玉说到这里，陆晨舟提醒道：公主殿下，你知不知道阴阳子母断血阵？这是什么？颜如玉美眸再次恢复成对世俗欲望的淡漠感，充满禁欲神性。陆晨舟将这个阵法的效果告诉他，颜如玉脸色当即惊变。怎么可能？陆晨舟道，这样就能解释你颜家为何几十年未曾有男嗣诞生的原因。你再想想，你们郡王府是不是经常有男性莫名死亡？颜如玉黛眉微蹙，我们郡王府除了爷爷外没有其他男性，因为我这寒病的原因，王府内都是丫鬟，没有男性杂役。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爷爷为何还活着？陆晨舟呵呵一笑道，那我就不清楚了，你回去好好查一查吧。谢谢你，我记下了。颜如玉对着陆晨舟盈盈一礼，然后披上斗篷离开他的房间。颜郡王府，商建耀手里握住一瓶玉女情玉丸，眼中满是迫不及待之色。再等3天就可以用上这个好东西了。他很想看见颜如玉这种禁欲神性的公主服用后变成荡妇骚母狗的样子。公子，人手已经召集齐全。一个下属来到他面前单膝下跪，身前是数十名身穿黑衣蒙住面孔的杀手。商建耀挥了挥手，淡淡道：去给我把那个陆晨舟杀了，将他的头给割了带回来。是，公子。身前数十名杀手齐齐应声，眼中露出狰狞残忍之色，然后齐齐消失。陆晨舟送走颜如玉后，便是来到延纣仙城中随意逛起来，打算回头带着公主殿下来逛街约会，先踩点熟悉一下。忽然间，数十个黑衣人出现在他面前，个个眼神狰狞，手持武器，将他层层包围在其中。陆晨舟的好心情顿时被破坏，他眼眸微眯，有杀意闪烁。你们是谁？送你去死的人，动手！为首的黑衣人暴喝一声，几十个黑衣人便是朝着陆晨舟扑杀而来，个个都是地境宗师的实力。哼，都没摸清我的底细战力，就敢来找我。陆晨舟神情震怒，杀意喷发，冷笑一声，通通化为我修为的养料吧。给颜如玉治病，正好消耗了一些纯阳之气，眼前送上这么多人，正好补充纯阳之气，顺便积攒起来。陆晨舟暴喝一声，身上风雷意境之力齐齐现身。咻！他身形犹如鬼魅一般躲开这几十个人的杀招，然后双拳扬起，龙蛇起舞。吼！金光雷影齐齐炸响，一条金龙和一条雷蛇的狰狞虚影涌现，直接杀入人群之中。啊！惨叫声不断响起。陆晨舟每一拳轰出，便会有一名地境黑衣人死在陆晨舟的拳头之下。这人实力太恐怖了，超过我们，我们的境界还要比他高一些，但这么多人竟然不是他对手。那为首的黑衣男子眼神有些惊恐。风雷意境，首领，此人领悟了风雷2大意境，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有一个黑衣人被拳头砸飞，倒在首领面前，临死前吐出这么一句话，然后断气，死不瞑目。风雷意境让陆晨舟的战力强大，速度又快。他们几十个人竟是没有摸到陆晨舟的衣角一下，就全部死在陆晨舟手下，很快就只剩下首领一个人。滋滋，电弧一闪，恐怖的雷霆之力直接让首领不受控制地跪倒在陆晨舟面前。首领不敢相信满地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怎么可能？陆晨舟一把掐住他的脖颈，眼神冰冷。是谁让你来杀我？
告诉我，我留你一条命。黑衣首领眼神恐惧，却咬着牙说：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好，如你所愿。陆晨舟手中一用力，直接扭断着首领的脖子。而他们这些人一共给陆晨舟带来了超过6、7千缕的纯阳之气，就算你不说，我也能猜到是谁。陆晨舟脸色淡然，他第一次来这个延纣仙城，就有人发动这么多地境来杀他。除了商剑耀，陆晨舟想不到其他人了。陆晨舟也没有动怒，觉得无所谓，反正商剑耀也蹦跶不了几天，毕竟占便宜得到公主颜如玉的是他。商剑耀脑门上是明晃晃的绿帽子，他就算和颜如玉成婚，也只能得到一个名头，占了人家这么大便宜，他吃点亏也无所谓。不对，他也没吃亏，这几十个地境给他送来了超过6、7千缕的纯阳之气。陆晨舟回到房间之中，开始催动纯阳之气提升修为。他身上的气息骤然狂涨，一会儿后，身上的气息就突破到地境2层、地境3层、地境4层，然后气息才平稳下来。最近这段时间得到的纯阳之气就全部拿来提升修为了，现在差不多要4千缕纯阳之气才能提升1成修为了。纯阳之气太好用了，就是不禁用，这样突破修为没有任何后遗症。他有些后悔，几天后就是万境秘境了，应该留一些纯阳之气用来顿悟意境。延郡王府，商剑耀和其父商光祖坐在一起。商光祖说：耀儿，你和公主完婚后，我也要回去，这严家之事，你徐徐图谋，不可操之过急。严老郡王没有多少活头了，这公主殿下也仅剩几个月寿命，一旦他们离世，这郡王府和万境秘境就落入咱们商家手中。在大计没有得逞之前，不管有任何事都要忍耐下来，明白吗？商剑耀缓缓点头。爹，你放心，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自然不会错过。虽然娶一个没几天活头的公主有些晦气，但看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还是甘愿答应为商家做出牺牲。等成婚后，在他死之前，好好玩弄尽兴一番。就在他这样畅想的时候，忽然有个下属神情慌张来报：少主不好了，我们刚才派出去杀陆晨舟的那些护卫，一个都没有回来，全死在他手里面了。商剑耀脸色一变：那陆晨舟呢？死了没有？没有，那陆晨舟完好无损。下属如实禀报。商剑耀脸色当即有些难看，这怎么可能？一个剑种的战力这么恐怖？陆晨舟，商光祖眉头一皱，就是公主殿下特意留下来的那个人。我们家族的这些护卫都只是普通地境，称不上宗师，不是这种寒门天才的对手很正常。耀儿，你先别忙着报复了，等你们成婚之后开启万境秘境，你找其他人买凶杀人，再解决这陆晨舟也不迟。商剑耀脸上当即露出冷笑：姜还是老的辣，爹，还是您这一招好。一旦他成为延郡王府的主人，要想对付这陆晨舟，2句话的事情。陆晨舟继续在客栈中修炼，然后累了就出门转一转。他以为要等到婚礼后才能重新见到公主颜如玉，毕竟这种豪门大族要嫁公主是一件大事。谁知道第2天一早，陆晨舟还没睡醒，颜如玉就再次披着斗篷找到了他。陆晨舟有些惊讶：公主殿下一大早就来了，有什么事吗？颜如玉美眸中有一抹食髓之味的失控感，她嘴唇轻咬，声音高贵：我来找你治病，顺便双修。行。陆晨舟点头，今天先双修再治病。颜如玉美眸中有一抹渴望之色。陆晨舟嘿嘿一笑：也行。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公主好像被他带坏了，但食髓之味乃是人之常情。陆晨舟从床上坐起来，而后颜如玉主动爬上床，进入陆晨舟的怀中，二人紧紧抱在一起。陆晨舟运转功法，从他体内抽取大量的纯阴之气，颜如玉只感觉娇躯酥酥麻麻，极为舒服，有一种沉疴进去的轻松感。一会儿后，双修结束，无他，玉雪照的残魂储存纯阴之气已经到了极点，需要陆晨舟消耗一些才能继续储存。他头一次体会到幸福的痛苦。颜如玉美眸中还有一丝意犹未尽，今天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我还想要。陆晨舟嘿嘿一笑：任何事都要松弛有度，公主殿下，我先给你治病吧。他体内还有一点点纯阳之气，一口气全部注入颜如玉的娇躯之中，给他治疗寒病。颜如玉娇呼一声，坐在陆晨舟怀里，娇躯剧烈颤抖起来，她背齿紧咬，体内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寒气，竟让整个屋子内的家具都结冰了。她指尖颤抖，本能的想要沉沦在这种温暖奇特的感觉里。娇躯剧烈颤抖，那一丝不苟的发髻都散乱开来，满头青丝瞬间滑落披散开来。陆晨舟浑身的衣服都被冻成了冰渣，也给他吓了一跳。好家伙，这纯阴之力积攒多年没释放，这么恐怖的吗？玉雪照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这已经好很多了，
如果不是你给他治疗几次，又吸收了不少纯阴之气，他这股力量都激发不出来。如今这力量一激发，性命短时间内倒是再无任何危患。颜如玉娇躯略微一动，陆晨舟身上的衣服就化作冰渣，击粉颜如玉脸颊微微涨红。抱歉，弄坏了你的衣服。哈哈，陆晨舟哈哈一笑，抱着他起身。不碍事，陪我约会去逛逛，重新给我买身衣裳就行。约会逛街，颜如玉想了想，答应下来。我陪你去。陈平嘿嘿一笑，把面纱戴上，别让人认出你是公主。我们的关系暂时还不能让人知道。颜如玉轻轻应了一声，从空间戒指内取出一张黑色的冰丝面纱，将她这张禁欲神性的绝美脸庞给盖住，只露出一双淡漠无情的美眸在外，看上去更禁欲诱人了，给人一种想蹂躏亵渎她的冲动禁忌感。陆晨舟咽了咽口水，气质太好了，他开口道：公主殿下，你换一身普通常服，我们再去吧。颜如玉换上一身黑色的普通衣裙，傲然气质被掩盖了，但那诱人有致的曼妙曲线却是掩盖不了，整个人有一种失控的反差感，从圣洁一下子变得特别诱人性感，那种不可亵渎的感觉也没了。好，陆晨舟眼睛一亮，向前牵住他的冰凉小手。走，我们去逛街约会。颜如玉一颗芳心怦然跳动，只感觉被陆晨舟牵着走在大街上很刺激，一种浓浓的背德感涌上心头，心底深处在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他整个人都酥酥麻麻的，想要沉沦在其中。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快乐。他自幼体弱多病，基本上都住在郡王府上，很少出门。如今跟着陆晨舟走，看到两边不断吆喝叫卖的商贩和店铺，淡漠的美眸中有一缕奇异光芒在闪烁。渐渐的，他情绪也兴奋起来，看看这里，看看那里，每一件商品都拿出来瞅瞅，碰到喜欢的也不管有没有用，直接花钱买下。那位禁欲系的神性公主彻底失控了。陆晨舟乐见其成，这种才是快乐吗？而后二人来到核心商业区，准备选购衣服。颜如玉给陆晨舟买了几套衣服，两个人正打算走的时候，颜如玉却是在一间铺面前走不动了。他拉住陆晨舟的胳膊，指了指店铺内一件商品：你想不想我穿这个给你看？陆晨舟顺着他指引的方向一看，脸上就露出暧昧笑容。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这间店铺内竟然摆放着各种颜色花纹的冰丝罗袜、长袜。颜如玉轻声说：上一次你一直盯着我穿袜子，然后我回去问了一下丫鬟，她说男人都喜欢女人穿这样的黑冰袜子，看来你也喜欢这个，我买一些回头专门穿给你看。石榴。陆晨舟咽了咽口水，这位公主殿下也太善解人意了吧，居然这样奖励她。圣洁的气质，不可亵渎的娇躯，穿上这种残冰丝袜给她，那种场面光是想一想，陆晨舟就要流出鼻血了。然后颜如玉拉着陆晨舟走入店铺中，将每一种款式的黑色残冰丝袜都买了一双。店铺老板笑得合不拢嘴，这些残冰丝袜都是新款式，价格昂贵。哎呦，这娘们骚的哟，这小郎君怕不是要精尽人玩。店铺老板看着颜如玉那诱人火辣的曼妙曲线，眼珠子微微发红，极为羡慕嫉妒陆晨舟。颜如玉心情大好，她这是第一次逛街购物，回到客栈时，那里的冰块也都尽数化掉了。她开始说起正事，下一次见面要等到2天后的婚宴了，到时候我再来找你双修治病好不好？婚宴上找我，玩得这么刺激。陆晨舟咽了咽口水，眼神有些发直，然后点头答应下来。没问题。那阵法一事，我在藏书阁中查阅到了，确实有人想对我严郡王府不利，我已经暗中请了皇朝禁卫来彻查此事。颜如玉说，我这才注意到这些年王府上几乎都是丫鬟，而没有杂役，不把幕后凶手揪出来，我爷爷恐怕也有性命危险。陆晨舟缓缓点头，这些人胆大包天，竟敢谋害郡王府的人，公主殿下你要小心。2天后皇朝禁卫就会暗中抵达，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揪出凶手。颜如玉美眸中是腹黑之色，不管是谁，我都会让他付出足够的代价。陆晨舟却是觉得有些奇怪，这个阵法存在了这么多年，为何颜老郡王还活着？除非此人不是颜老郡王，如此也能解释为何想把颜如玉卖一个高价。但他没有证据，暂时也不打算告诉给颜如玉，等2天后禁卫抵达，自然会调查清楚。陆晨舟，谢谢你，今天我很开心。颜如玉将裙子撩起，当着陆晨舟的面换上了一双残冰黑丝，这具圣洁禁欲的娇躯更为诱人了。陆晨舟只觉得鼻子暖暖的，伸手一摸，竟是鼻血都出来了。他也是吃过见过的人，但颜如玉只是穿上黑丝就能让他流鼻血，只能说这位公主殿下实在太诱人了。那种高贵的禁欲神性气质太迷人了，然后穿上这种残冰黑丝带来的反差视觉冲击感是前所未有，难以言喻的。好看吗？颜如玉换好袜子后，在陆晨舟面前走了走。陆晨舟抹了抹鼻血，竖起一个大拇指。
太好看了。颜如玉感受到了陆晨舟眼眸中的情欲痴迷之色，玉颜微微发热发烫，好似又开了一扇贝德堕落的大门。然后将裙摆放下，他披上斗篷，转身离开这里。陆晨舟叹息一声，久久回味不断。他眼前满是公主颜如玉方才的诱人身姿。靠！我这是被他勾引了。他有点无心修炼，离开这里，马上他就要成婚了。陆晨舟坏笑一声，该给他们准备一份有新意的新婚礼物才好。一晃便是2天后。这一天，整个延纣仙城都极为热闹，整个延郡王府的上空停满了各种飞行法器，地面上延郡王府大门更是不断在接待各路来客。陆晨舟往前走，一名郡王府的护卫就拦住他的去路。这位公子，可有请帖？有。陆晨舟拿出一份请帖，这护卫见到请帖上还是公主颜如玉亲笔写的，脸色一变，一下子对陆晨舟更为恭敬。贵客，请跟我来，我带你入席落座。护卫领着陆晨舟来到一个比较靠前的区域落座。作为一城公主，颜如玉的大婚自然不是说几个人凑一桌，而是每个人单独享用一桌美酒珍馐。此人是谁？怎么看起来好眼生，竟然能做到如此核心靠前的位置？有权贵惊呼陆晨舟的落座。很快，婚宴开始，一袭大红裙，圣洁高贵的公主颜如玉登场。她没有盖上红盖头去拜堂成亲，而是跟在老郡王身边与各路宾客敬酒。商剑要看到这一幕，脸色微变，连忙跟在颜如玉身边一起敬酒，结识郡王府的人脉。几人很快就来到陆晨舟面前，陆晨舟脸上露出暧昧笑容。恭喜公主殿下和驸马爷大婚。陆晨舟起身敬酒。商剑要看到陆晨舟脸上的暧昧笑容，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而颜如玉则是明白陆晨舟什么意思，呼吸微微有些急促，回敬酒。陆丹师，谢谢你。他美眸中不由露出一抹情欲渴望之色，而这一幕没有其他人发现。他心跳加快，觉得有些刺激。商剑要冷哼一声，陆晨舟，你个贱种来参加本驸马和公主的大婚，有没有准备礼物啊？呵呵，你要是来白吃白喝，我可是要把你赶出去的。当然准备了礼物。陆晨舟开始磨磨唧唧取礼物。商剑要见陆晨舟动作这么墨迹，阴阳怪气道：陆晨舟，你不会根本没有买礼物消遣本驸马和公主殿下吧？如果你没有准备礼物，立马给我滚出去。驸马爷，你这嘴巴就这么贱吗？陆晨舟取出一个礼盒，我这不是在取礼物吗？你急什么？你！商剑要恼怒，深吸一口气，强忍着怒火，想从陆晨舟手里夺过礼盒。我倒想看看你这个贱货准备了什么礼物。陆晨舟却躲开了，冷笑一声：驸马爷，你急什么？这是我给公主殿下特意准备的礼物。你一个驸马，上门女婿，也敢动公主殿下的东西？商剑要脸色当即有些难看，被戳到气管子了。驸马爷说的好听，那就是上门女婿，看似占便宜，实际上他没什么话语权。身边不少人眼神怪异地看着陆晨舟，在婚宴上，这陆晨舟够嚣张的，敢这样羞辱驸马爷。他和公主殿下是什么关系？颜老郡王见到这一幕也没有说话。陆晨舟用双手将礼盒呈现到颜如玉面前。公主殿下，这是我精心挑选为您准备的礼物。在颜如玉用双手接过礼盒时，陆晨舟使坏，用了一丝纯阳之气涌过去。颜如玉当即娇躯一颤，发出诱人的娇喘悦耳声，肌肤更是攀上一抹诱人的粉红之色。周围宾客见到这一幕，眼睛顿时瞪大。发生了什么事？公主殿下为何这么大反应？公主你怎么了？商剑要见颜如玉表情不对，他非常疑惑，凑过来关心，顺便想看看礼盒里面到底是什么。颜如玉下意识就想嘴唇轻抿，一颗芳心剧烈跳动，美眸不禁瞪了陆晨舟一眼。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这陆晨舟怎么能这样使坏刺激他？但他觉得很刺激，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颜如玉用法力悄悄打开礼盒，当他见到里面详细的物件东西之后，美眸瞪得很大，一抹红晕攀上脸颊，呼吸都有一瞬间的紊乱。陆丹师，谢谢你送的礼物，本公主很喜欢。颜如玉强自平静地开口道。陆晨舟嘿嘿一笑，我精心挑选了几天，公主殿下喜欢就好。商剑要看公主颜如玉反应这么大，有些好奇。公主，她送的是什么礼物，让你这么开心？颜如玉淡淡道。好东西。商剑要说，我能看看吗？不能。颜如玉眼底闪过一抹慌张之色，直接拒绝商剑要，让商剑要看见里面的东西还得了。陆晨舟给的礼盒有一双特别性感的黑色残冰丝袜，以及一顶绿帽子。黑色残冰丝袜肯定是送给他穿的，这绿帽子那就是给商剑要的。这人还真是坏，哪有在大婚宴席上给人送绿帽子做礼物的？要商剑要看见了，恐怕当场就得气死。颜如玉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这个驸马，商剑要脸色一阵青一阵子，但又不敢当场发作。这个臭婊子
等晚上入洞房了，看本少爷给你下药怎么玩弄你。商剑耀内心怒骂，但却仍旧没往绿帽子这件事上去怀疑。公主之身金枝玉叶，而且颜如玉气质禁欲神性，怎么可能出轨给她戴绿帽子？商剑耀看着陆晨舟，你到底送的什么礼物？陆晨舟笑呵呵道，好东西，驸马爷和公主殿下都能用上。商剑耀有些急切，但陆晨舟就是不告诉他，他急也没用。等明天召开万境秘境，他就让人弄死陆晨舟。紧接着颜如玉就和颜老郡王继续走向下一桌敬酒。整个大婚宴席总的来说，除了方才公主颜如玉有些失态外，整个过程都很好，大方有度，优雅圣洁从容。便是大夏皇朝都派遣使者送来礼物，夸赞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大婚宴席就这样随着时间流逝结束，一晃就到了夜晚，洞房花烛夜，终于等到现在了。商剑耀心情激动，在交杯酒里放了一颗玉女情玉丸。看着催情药丸消散在酒液内，商剑耀呼吸紧促起来，端起酒杯来到床前，公主，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喝交杯酒入睡了。公主颜如玉接过酒杯，商剑耀一颗心都要激动到嗓子眼了，只要颜如玉喝下这杯酒，就会沦为他的胯下玩物。谁料颜如玉将这杯酒放在一旁，开口道，驸马，要想喝交杯酒，要等到去了万境秘境才行，我们颜郡王府的代代传人都需要得到秘境认可才可以。今晚我们分开睡，也不喝交杯酒。啊！商剑耀傻眼了，还有这种规矩？颜如玉美眸露出一抹疑惑之色，爷爷没有告诉你？商剑耀脸色急忙一动，回答道，爷爷说了，我只是太激动，一时间忘了这件事。哦。颜如玉起身离开，你就在这里睡，我回自己的房间。颜如玉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脸色冷漠下来，美眸中露出腹黑之色。爷爷和商剑耀不对劲，但是皇朝禁卫已经在暗中调查真相，等从秘境中出来后，一切就该水落石出了。而后颜如玉披上斗篷，打开机关，走入暗道之后消失。一会儿后，陆晨舟便是看见了偷偷赶来的公主颜如玉。他嘿嘿一笑，新婚之夜，公主来找他过夜，还需要多说什么吗？陆晨舟心知肚明，面上却是坏笑一声问道，公主殿下，新婚之夜，你不去和驸马喝交杯酒，来找我做什么？颜如玉美眸中有一丝丝光芒闪烁，声音悦耳平静，似乎在压抑着某种情绪欲望。我需要你给我治病，还有双修。这公主殿下对于纯阳之气和拥抱是真上瘾啊！但想想也是，纯阴之气对陆晨舟也有致命吸引力。陆晨舟坏笑道，那是先双修还是先治病？颜如玉感受着陆晨舟戏谑玩弄的眼神，细长睫毛轻颤，两瓣唇肉轻咬。先双修再治病。陆晨舟嘿嘿一笑，好，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主动来。颜如玉衣裙发出细细嗦嗦的声音，她脱下鞋子坐入陆晨舟怀里，在他耳畔轻声道，我换上了白天你送我的那双袜子。嘶！陆晨舟顿时倒吸一口气，这公主殿下也太会奖励他了吧？你爱看吗？颜如玉裙摆轻撩，便是露出被黑蚕冰丝包裹着的玉足，还泛着淡淡香气。陆晨舟有些把持不住了，公主殿下，今天就不双修了，还是先给你治病吧。你不是要对付商剑耀，明天秘境就要开启，你的计划准备着怎么样了？颜如玉靠在陆晨舟耳畔，吐气如兰，交代着一些话。我打算逼爷爷退位，把郡王之位传给我。我暗中笼络了几个天才，会在此次秘境比武中帮助我对付商剑耀。陆晨舟，那你不是等下就要去摊牌？颜如玉点点头，他今晚不能一直跟陆晨舟待在一起，但这件事解决后，他就能有大把时间让陆晨舟给他治病，还有双修。时间一晃，便是来到第二天万境秘境开启的日子。陆晨舟也来到秘境外，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古老巨塔，这就是万境秘境。和陆晨舟一样来参加秘境的各路天骄也早已在附近等候。一个身穿皇朝铠甲的将军站在这里，充满威严的声音传开。万境秘境乃是在万年前由颜万境宗师创建，之后上缴给皇朝保管。每一年只吸纳方圆100万里的500名地境宗师天才入内，为大夏皇朝培养顶级天才。想必大家都知道意境的重要性，决定了宗师能否打破桎梏，迈入天人境界。500人个个神色凝重。万境秘境内获得意境功法的规则是500人将上擂台挑战，排名越高便能自主选择更好的功法，领悟更强的意境。每个人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万境秘境，成为第1名的天才将会额外得到大夏皇朝特别赠予的一本顶级功法，可以参与皇朝精英选拔，有机会封侯称王。听到这个奖励，所有人倒吸一口气。10轮比赛就代表着10门功法，至少10种意境。皇朝精英选拔，那不就是万仙城之战？封侯称王，一种意境就代表1成概率，
未来有1成概率打破凡俗桎梏，晋升到天人境界。若是能领悟10种意境，就能100%晋升到天人境界。能被推荐参加天人秘境的，多少与当地的仙城有关系，要不就是与严郡王府有关系，至少都是领悟了1、2种意境的天才。只要走过前面7、8轮战斗，未来就必定能成为天人修士，打破凡俗桎梏。这是无数修士一辈子的梦想，成为天人修士。现在排队检验意境战力，通过最基础的考核才能进入秘境。上百个铜鼎，机关人现身，开始考核。陆晨舟站在后面排队等待考核。颜如玉怎么还没现身？陆晨舟目光四处打量，没有看见颜如玉和商剑耀等人，倒是现场不少人用不怀好意的冰冷目光盯着他。他心头涌出一股不好的预兆，莫不是出什么事了？就在这个时候，后方人群骚动，响起商剑耀的怒火声：“给我把他拿下！”陆晨舟扭头一看，只见一道诱人倩影，身穿黑裙斗篷，戴着面纱，正在仓皇逃窜，而严郡王府的大批人手正在追捕他。那倩影逃跑间，一双玉腿频频晃动，露出玉足上那一双黑色残冰丝袜。是颜如玉，他怎么会被郡王府的人给追捕？陆晨舟瞳孔一缩，通过那一双黑色残冰丝袜认出了颜如玉。商剑耀一掌朝着他轰出，威力极为致命。不好！陆晨舟身上风雷意境之力浮现，他身形犹如鬼魅，冲向前去吼。金色龙影呼啸而出，扛住商剑耀这一掌，灵力爆炸开来，引起许多人注意。而这个时候，陆晨舟也是赶到颜如玉身前，一只手搂住她的腰肢，将她的身形扶稳。奸夫淫妇，奸夫淫妇！商剑耀看到这一幕，气得脸色铁青，眼中满是冰冷杀意，怒火滔天，近乎化作实质。陆晨舟搂着颜如玉的腰肢问询：“公主殿下，发生什么事了？郡王府的人怎么会在追捕你？”颜如玉声音悲痛：“商家想鸠占鹊巢，我今日通过密道返回王府去找爷爷，却在密道之中发现了爷爷早已逝世的骸骨。也就是说，爷爷早就被阵法害死，而这几年是商家在派人冒充爷爷。难怪商家只是一个仙城的城主，距离此地几万里，难怪严老郡王会让她嫁给商剑耀。这一切本来就是商家的阴谋。”陆晨舟神色一惊，严老郡王已经死了，一旦颜如玉也死了，那严郡王府就彻底落入商家手中，好阴狠的算计。颜如玉当即脱下面纱和斗篷，露出真容，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这颜如玉公主昨天才和商剑耀成婚，今天就跟别人在大庭广众下搂搂抱抱，一下子许多人看向商剑耀的眼神充满了玩味。商剑耀的脸色顿时难看成猪肝色。陆晨舟开口道：“快叫程卫军和禁军抓捕他们！”颜如玉嘴唇轻咬，商剑耀等人准备好了各种证据，说我是临死前的疯癫，将程卫军和禁卫哄骗过去。程卫军和禁卫以家务事为由不插手这件事，就算让你们发现了真相又怎么样？我们商家密谋几十年，早就做了周全的准备，你们根本就拿我没办法。商剑耀脸上露出冷笑，一个快死疯婆子的话谁会信？至于被戴绿帽子，那也无所谓了。陆晨舟问：“那你打算怎么办？”颜如玉说：“我准备参加万境秘境，杀了商剑耀，为我爷爷报仇。只要杀了商剑耀，那严郡王府就只剩下颜如玉一个人，那事情就回到正轨上了。商剑耀乃是驸马上门女婿的身份，他和颜如玉吵闹，那还是夫妻家务事，但外人敢动手，那就瞒不过去了。”商剑耀冷笑：“奸夫淫妇还想杀我？等进了秘境，看我怎么杀了你们！”为了这一次，他们商家可是收买了很多天才，这奸夫淫妇怎么跟他斗？一番骚动后，现场恢复平静。毕竟家丑不可外扬，颜如玉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他带着陆晨舟来到守秘境的将军前：“我要参加万境秘境。”将军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颜如玉：“公主殿下，您要参加？怎么，你也被收买了吗？”颜如玉眼神冰冷：“我是疯癫将死不假，但没说我不准参加秘境吧？他是颜万境宗师的后人，不让他参加秘境，那不是找死吗？颜家人之所以世世代代都能做郡王，无他，秘境内颜家老祖宗的命魂在，得到认可之人能掌握秘境的开关。”将军皱眉道：“可是这一次500个名额已经满了。”呵呵，商剑耀冷笑道：“不碍事，我会让一个人退出，把这个名额让给公主殿下。要是陆晨舟和颜如玉不参加秘境，反而还麻烦。公主，请参加考核，进入秘境。”将军让开道路，让颜如玉和陆晨舟插队，两个人进入秘境之中，开始调整状态。公主殿下，一个女宗师来到颜如玉面前，盈盈一礼。颜如玉介绍道：“陆晨舟，这是花兰兰，姓花。那花兰兰和花妙一是什么关系？”陈平拱手抱拳：“颜如玉，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其他人呢？”花兰兰声音苦涩：“公主殿下，
其他的人都投靠到商家麾下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秘境擂台是车轮战，我们只有3个人。颜如玉玉指紧攥，欲言若寒霜。我明白了，颜如玉是公主，身份最高，一旦她死了，商建耀还可以娶颜家其他女嗣，传承颜家血脉，掌控万境秘境。而他们对外说颜如玉只剩下3个月寿命，肯定很多人愿意投靠商家，至少要在擂台上撑过8轮，才能见到我颜家先祖留下的命魂，这样他才能拿到万境秘境的掌控权，成为下一任颜府郡王。一下子陆沉舟也明白了情况，那如此说，我们3个人之中最强的要留着压后。不错，花兰兰点头。公主殿下，您来决定上擂台的顺序吧。颜如玉说，我先上，兰兰你第2个上，陆沉舟你最后一个上。花兰兰眉头一皱，反驳道，他最后一个上，凭什么？殿下，这是不是有点不靠谱？颜如玉说，方才他一拳挡住商建耀的攻击，就下了我。花兰兰顿时有些惊讶，但他还是有些不服气，不相信陆沉舟。陆沉舟说，这样吧，公主殿下第1个上，我第2个上，花兰兰你最后一个上。听闻此言，花兰兰答应下来，颜如玉也没有异议。花兰兰说，公主殿下，商建耀那边还请来了2个宗门的圣子，实力十分强大。他抬手一指，对面人群中，商建耀正在2个身穿华服的青年男子交谈。宗门圣子一般都不会来参加这种秘境来获取功法秘境，因为宗门会倾力培养。而且眼下万仙城大战快来，各个宗门的圣子都要提升战力准备，宗门几乎不会放任圣子外出。一个宗门的圣子至少也领悟了6、7种意境，实力恐怖。颜如玉嘴唇轻抿，这一次的万境秘境名单乃是那个假冒他爷爷的人负责，他没负责此事，不然绝不会放这种强敌进来参加万境秘境。观战阁之中，一些宗门的宗主和长老汇聚在一起，商光祖问道，各位你们觉得这一次谁能拿下第1名，拿到朝廷的额外奖励？100万里地狱也就是最多1000城4万境秘境这种好地方，每隔100万里都有一座，这差不多是在提前选拔万仙城大选之人。万仙城大战乃是脱离了寻常地狱之争，由大夏皇朝选拔精英人才，每一个仙城只能派出1人作为代表。我神木宗圣子崔亚东当能拿下第1，先锁定万仙城大战的名额，不然凭什么出手帮你们商家？话别说这么满，我清幽阁圣子汪藏龙有大帝之资。呵呵，能不能行，还要手底下打过才知道。根本就无人在意颜如玉，对朝廷来说，只要有颜家血脉继承万境秘境就行，至于这个人是谁不重要。商光祖呵呵一笑，那各位如何看待公主殿下和他的那2个跟班？方才秘境外的风波，所有人都目睹，也将陆沉舟的资料拿到手。风雷意境确实不差，但他地境1层的修为太低，只要一上场就会被打死，不值一提。商兄在担心郡王府的事情，只要杀了这陆沉舟和花兰兰，仅凭公主1人是守不住擂台的，那就先派人把他们解决了吧。500人很快就到位，将军来到所有人面前，开口道，擂台之上不限手段，不限生死，但认输后不可再动手。每胜1次便可以在秘境中领取1门功法，连胜9次者可以参加最后的决赛，至此决赛结束，秘境才会结束。现在各自挑选擂台进行挑战。声音落下，现场起码有200多人齐刷刷盯着颜如玉、陆沉舟、花兰兰3人，气氛顿时压抑到极致。很显然，这200多人就是商家收买的人，他们全部要针对陆沉舟3人。商家好阴险毒恶的算计，花兰兰沉重自语，脸上满是绝望之色。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秘境之比对颜如玉有多重要，但是这么多人针对他们可以说没有机会撑下去。颜如玉对陆沉舟苦笑一声，陆沉舟，我现在唯一能依靠的男人就是你了，你若助我度过这一关，我以后给你生个孩子，继承颜郡王府如何？我没有办法给你名分，但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他是真的被逼入绝境了。陆沉舟当即嘿嘿一笑，当即连他们2个孩子名字都想好了。那秘境结束后，我们要抓紧点时间才好。陆沉舟对他露出一个坏笑。眼见死到临头，这2个人还在打情骂俏，商剑要暴跳如雷。公主殿下，还不赶紧上擂台？我们这么多人可是在等着要挑战你。不过呢，我们好歹也是夫妇关系，我不会对你赶尽杀绝，只要你现在杀了身边那奸夫，再投降认输，我就放你一马，让你活到寿终正寝如何？倘若颜如玉现在还只剩3个月寿命，他说不定会在这种压力下认输投降，但有了陆沉舟的治疗，他还能再活很多年。颜如玉面色无比凝重，一字一句道，我会杀掉商家所有人，为我爷爷报仇。而后颜如玉走上了一个离他最近的擂台。剑壁，商剑耀脸色一冷，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那就不要怪我不念情面。崔亚东圣子，
劳烦你出手教训下公主，不要出手打死她，让她留口气就行。商剑要请实力恐怖的崔亚东出手。崔亚东狞笑一声，没问题，上兄，反正也戴绿帽子了，而且你不能杀公主殿下，事后能不能让我也试试公主的滋味？他舔了舔舌头，眼中闪过一抹淫秽之色。商剑要气的想要吐血，面上却是呵呵一笑，没问题，没问题。他明面上好歹也是公主驸马的身份，自己还没碰颜如玉一根手指，头上无形的绿帽子越来越亮。他跳上擂台，满脸戏谑轻蔑地看着颜如玉，公主殿下，本圣子怜香惜玉，不想对你这样的美人动手啊，要不要认输，免得遭受皮肉之苦，接受自己的命运？颜如玉怒声道，想都别想，她是颜家后代，更是皇朝公主，宁愿站着生，绝不跪着死。呵呵，自讨苦吃。崔亚东讥笑一声，然后抬手就是一刀砍去。颜如玉诱人的娇躯动了，他两手掐印，斩一绝，一道仙光自他指尖喷发，速度极快，扑斩向崔亚东。斩一绝，崔亚东脸色微变，冷汗渗了出来。颜家的绝招，这门功法传承自万年前的万境宗师，威能极为强大，能斩去一个人的意境之力。一旦中招，他此生就会少一种意境之力。他瞬间躲开，冷笑道，公主殿下，斩一绝很强大，可惜你没有练到家，打不中我啊。是，他这一刀直接砍中了颜如玉的肩膀，颜如玉白嫩娇躯的肩膀顿时有鲜血流出，看得陆晨舟极为心痛，这崔亚东在他眼中已经是死人一个了。花兰兰在一旁嘴唇嗫嚅，想劝颜如玉认输，但她作为公主，颜家未来的郡王，哪能只一招就认输投降，那样是辱没万境宗师的威名。公主殿下还不认输吗？你这样的金枝玉叶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崔亚东讥笑道，颜如玉终究只是册封的公主，而不是皇朝公主，不然不可能会这么弱。不可能。颜如玉欲言露出痛苦之色，娇喝一声，手上掐印不断攻击，砰砰砰，双方对战厮杀，任谁都能看出来崔亚东在压着他打，颜如玉没有还手之力。于是颜如玉身上新添一道道伤口，看得陆晨舟心痛万分，这可是他的女人，但他没有替颜如玉开口投降。颜如玉不敌崔亚东，但他在靠自己的努力捍卫尊严。他的状态越来越弱，出手的速度越来越慢，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放弃，还在战斗。而这个当中，崔亚东也被他打中了几次，战力一下子衰弱了不少，被颜如玉斩去了几道意境之力。直到最后，颜如玉浑身染血，娇躯踉跄，再也无力出手，被崔亚东一招给轰出擂台。公主殿下，花兰兰连忙接住颜如玉的娇躯，给她服用疗伤圣丹。颜如玉美眸中晶莹一片，嘴唇嗫嚅，但眼下状态差的已经无力说话。他好像是告诉二人，他尽力了。崔亚东获胜，将军直接宣布道。花兰兰眼眸中密布血丝，又压抑又愤怒。而后将军来到颜如玉身前，伤势很重，纵然服用了疗伤圣丹，也可能保不住命，能不能活下去就看公主殿下的造化了。花兰兰神情顿时无比担忧，活该，这臭娘们削去了我3道意境之力。崔亚东站在擂台上冷声道，商兄，你可要赔我一门顶尖功法，还有大量的灵石，将我的损失弥补回来才行。商剑要看到颜如玉这副奄奄一息的模样，很是满意。崔圣子，没有问题，补偿一定给够。陆晨舟来到颜如玉身前，用自己的纯阳之力给她疗伤。不用担心，接下来交给我。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但眼眸中的杀意近乎化作实质，让人感觉不寒而栗。然后颜如玉的伤势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原本奄奄一息，状态很快就稳定下来。这花兰兰极为震惊陆晨舟的能力。陆晨舟，颜如玉敢用自己的性命去拼，被崔亚东打得这么惨。公主殿下，我一定杀了崔亚东，替你找回这个场子。陆晨舟看到颜如玉伤势恢复的差不多后，直接跳上擂台。凭你无名无姓的土狗也妄想杀本圣子？崔亚东讥笑一声，商兄，这个人我可以杀吧？杀，可以杀了这个奸夫。商剑要看到陆晨舟上台，露出狞笑。好，可以开始了吗？崔亚东看向陆晨舟，你准备好怎么死了吗？可以。将军开口道。声音落下，吼！惊雷之光齐齐炸响，龙吟咆哮，好似承载了陆晨舟压抑许久的杀意。雷霆万钧，金龙与雷蛇缠绕，好似自爆一般，整个擂台上顿时狂涌出密密麻麻的雷霆之力。雷霆狂暴炸开，呵，就这！崔亚东讥笑一声，抬手招出一个防御圈。下一瞬，那雷霆之力直接穿透他的防御圈，轰中他本人。啪嗒！崔亚东的头颅掉落在地上，
脸上还保持着讥笑的表情。哗！现场顿时哗然。神木宗圣子崔亚东被一个无名小辈给一招瞬杀，还把头给砍了下来，无数人震惊。亚东，神木宗宗主痛心疾首，目眦欲裂。这是风雨雷三大异境，情报不准。这陆沉舟是地境4层的力量。有人惊呼，看出了门道。好强！花兰兰也是目瞪口呆，没有一个人能去敢想陆沉舟能一招瞬杀崔亚东，这可是一宗圣子。陆沉舟是很强，但以他的战力无法一招瞬杀崔亚东，甚至是打败他。能一招瞬杀崔亚东，全靠颜如玉先前削弱了崔亚东的战力，才让陆沉舟捡了个便宜。400缕纯阳之气，陆沉舟体内顿时有了400缕纯阳之气。他露出一个狞笑，眼中杀意浓浓。有纯阳之气，再配合这里的功法，他就能快速提升自己的战力，领悟更多的意境。商剑耀的脸色无比难看，他没想到这陆沉舟隐藏了实力，他们拿到手的情报有误。堂堂一宗圣子，竟被陆沉舟一招秒杀。被他收买的这些人更是脸色骇然巨变。一宗圣子都被秒杀，那他们这些人呢？将军看向陆沉舟，你是要立即领取一门功法，还是马上继续第2场挑战？陆沉舟没有拖大，我要领取一门功法后再继续第2场挑战。说着，他看向恢复中的公主颜如玉。作为颜家嫡系血脉，他肯定知道哪本功法比较好。颜如玉有些虚弱地对花兰兰说了一句话，然后花兰兰施展传音入密，告诉陆沉舟，第1层甲38书架功法叫五阳运雷功，这门功法蕴含2种意境之力，同时符合你的宗师之道，纯阳雷2大属性，适合陆沉舟。陆沉舟眼睛一亮，嘿嘿一笑，不愧是万境秘境，他眼下已经彰显出主修的几种意境之力，肯定要继续走相应的意境之道，这样灵力才不会驳杂化。陆沉舟跳下擂台，先用去10缕纯阳之气，继续帮颜如玉疗伤。颜如玉苍白的玉颜顿时红润了许多，她状态也更好了。陆沉舟来到书架前，取出五阳运雷功，当即催动纯阴纯阳之气顿悟。顷刻间，这门功法他就会了。所谓的五阳，头为五阳之首，然后是双手、双腿，合计五阳。滋滋，雷霆电弧从陆沉舟的眼眸中喷涌而出，黑发狂舞，手脚肌肤上也有紫电狂涌，整个人好似要化作惊雷一般。这功法不算顶尖强大，而是提供了其他修炼纯阳雷霆意境的方法。陆沉舟当即领悟了其中一种意境，紫雷意境。更雷龙蛇拳是更雷，这里是紫雷。当他运转灵力时，更雷与紫雷交融而不矛盾，不会让陆沉舟走火入魔。这门功法还有一种意境，神雷意境，如同雷蛇一般，具体显现某种意境招式之力，使雷霆意境之力化作一道钢衣作为防御手段。就在陆沉舟要领悟神雷意境时，纯阳之气消耗干尽，真快！咻！陆沉舟运转紫雷，整个人的速度已经超越鬼魅，而是如同雷电一般快，瞬息间就回到擂台之上。而这一幕更是令人惊骇，此人居然这么快领悟了一门功法意境。不可能，绝对是公主颜如玉提前传授了他功法的一部分，他只是现在补齐了功法最后一步，这才领悟了一门意境之力。说的有道理，不然此人为何会帮他？就连花兰兰也这样想，没有一个人认为陆沉舟能在如此短时间内顿悟一门功法，那样简直是天地不容的怪胎。唯有颜如玉清楚，他没有提前传授功法给陆沉舟。商剑耀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这个贱婢奸夫淫妇。他当即对身边200多人说，上去给我弄死他，别给他恢复变强的机会。之前我承诺你们的条件加倍，就算弄不死他，也要拖累他的实力。陆沉舟是有点厉害，但这是车轮战，要一直打下去才行。只要陆沉舟实力足够虚弱，就能派人上去一招秒杀他，如同颜如玉拖累崔亚东，为陆沉舟创造机会一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上擂台可能会死。商公子，3倍报酬，我可以上擂台。一个大宗门的真传挺身而出，身上涌出浓郁的土木意境之力，看上去就很厉害。而且这2种意境正好克制风雷雨意境。好，商剑耀没有任何犹豫，我答应你，再送你100万块灵石。结。这大宗门真传弟子拿起一块特制盾牌，跳上擂台。陆沉舟，我要挑战你。擂台下，花兰兰脸色微变，提醒陆沉舟，他是神盾宗的真传，防御能力极为强大，擅长偷袭，你要小心。盾弓还擅长偷袭。将军开口道。开始。神盾宗真传看着陆沉舟，满脸轻蔑，戏谑道，你的意境之力是很强大，速度也很快，但这一招对我没用，因为我的防御是天人之下无敌的。神盾宗又号称55开宗门，门下弟子不管是碰到多强大的宗师，都能与其55开。
你破不开他防御，就代表胜不了。整个宗门都专精土木相关意境，传承数千年，名声在外。陆晨舟看着他，眼睛微眯，看来你很自负。面对你这种莽夫，这叫什么自负？出来混不用脑，一辈子都是小弟子。你莫不是以为我和其他蠢货一样，想着杀掉你？不，我是打算消耗你的实力，让你变得足够虚弱。神盾宗真传一脸傲然，根本就不把陆晨舟的意境招式当回事。声音落下，轰隆，恐怖的更雷，紫雷意境之力乍现，一条雷蛇涌现，化作大枪。砰！陆晨舟手持雷枪往前一投掷，咻！雷枪速度极快。呵，没用的。神盾宗真传弟子讥笑一声，手中金属大盾举起，散发出土木绿光，似乎与整个擂台融为一体。雷枪轰杀过来的瞬间，雷霆之力便是被土木意境之力隔绝在外，传导进擂台里面。陆晨舟黑发狂舞，下一瞬，真身已是掠至他身前，金光擂台喷发，伴随着陆晨舟的一声怒吼：“龙拳！”要知道，他的雷霆之力可不只是表象，激发出来还能短时间内增幅他的肉身之力。一道狰狞的雷光龙影浮现，这一拳力量超过4万斤。赤，巨大的力道轰在盾牌之上，恐怖的灵力波动扩散开来。站在后方的神盾宗弟子肉身顿时如同气球泄气一般爆炸开来。哐当，金属盾牌掉落在地上。傻逼东西，我们修士终究还是以肉身之力为主，法力和意境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陆晨舟脸色漠然，缓缓收拳。这名神盾宗弟子脸上满是不甘之色，巨大的力道将他内脏早已轰成肉渣，大脑也粉碎，身躯踉跄一下，当即生机断绝，尸体倒地。现场再次发出哗然惊呼之声。如果说陆晨舟第一次秒杀崔亚东，那还是占了便宜，那么现在一拳直接轰爆神盾宗真传肉身，说明陆晨舟的力量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拳超过了4万斤力道，有人脸色难看，眼皮子剧烈跳动。地境宗师不过是返璞归真、超凡脱俗的开始，谁的肉身能扛如此恐怖的力道？他们这才想起，雷霆意境速度快，但对于肉身力量增幅是无比恐怖的。2种雷霆意境叠加，如此厉害，有的天才也是第一次见识到雷霆之力。呼！陆晨舟缓缓收拳，方才这一拳对他消耗也颇大，但瞬间爆发出的力量让他十分满意，感觉走纯阳雷霆最为适合他，而且杀掉这神盾宗真传弟子，又补偿了300缕纯阳之气，不愧是大宗门真传，这纯阳之力就是浓厚。或许可以再挑选一门刀剑法，技多不压身吗？将军开口。陆晨舟胜。这一次花兰兰彻底被陆晨舟的实力给震惊到了，仅仅只有4种意境之力加持的陆晨舟，已经能比肩7、8种意境加持的宗门圣子了。如此走下去，说不定真的能坚持到8轮，让颜如玉见到自家先祖命魂，拿到秘境控制权。公主殿下，你从哪里找到这样的天才帮手？花兰兰禁不住问询。陆晨舟绝对有成为一宗圣子的潜力，甚至是代表一城出征万仙城之战也不是不可能。颜如玉回想起和陆晨舟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觉得有些难以启齿。回头再告诉你。颜如玉面色微微红润，状态好多了，但旋即花兰兰露出担忧之色。车轮战还要再打几次，他的消耗不小。颜如玉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眼下唯有相信他了。将军看着陆晨舟，你是要开启第3场比赛，还是挑选一门功法再来？每场休息时间最多1刻钟10分钟的时间。陆晨舟没有拖大，开口道：我要去挑选一门功法，能快速提升自己战力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他就是为了这一点才来的万境秘境，抓紧时间吧。将军隐隐向陆晨舟示好，他出身皇朝，明白陆晨舟不凡，这公主颜如玉也不像3个月的短命鬼。好，陆晨舟跳下擂台，来到颜如玉面前。公主殿下，第2层的功法我该选哪本？天水雷动法。颜如玉早就想好了，这门功法同样蕴含2门意境之力，而且能增强你的根基，让你再掌握一种雷之意境，如此你施展功法招式消耗就不会那么大了。在第2层摒弃7书架。好，陆晨舟前往巨塔第2层藏书阁，很快就找到了天水雷动法。这门功法没有额外的功法手段，提供了水雷意境，能让陆晨舟的雷之意境更浓郁凝聚，同时消耗没那么大。除开水雷意境，还有一种天水意境，此意境能临时增强陆晨舟1倍的根基灵力量。看来还是龙尊的传承更厉害，一门功法提供3种强大意境，还有5套杀法手段，不愧是尊境传承，龙尊的含金量还在提升。陆晨舟当即选择顿悟水雷意境，他顿时感觉自己的战力再次提升了3成。
对于灵力的掌控更上一个层次，同时水融于万物，能让他目前掌握的几种意境之力融合起来，整体更加丝滑厉害。这门功法也很厉害。陆沉舟惊叹。至于天水意境，他暂时没有纯阳之气顿悟了，体内的纯阴之气差不多还有2000缕的样子。嘶！一道雷胡之声响起，陆沉舟化作一缕电光返回到擂台之上。是个人都能明眼看出来，陆沉舟比起刚才更强了，对于灵力和意境的领悟更上一层楼。方才他施展雷霆意境之力声势浩大，而眼下反而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登堂入室，运转自如。有人瞠目结舌，世界上竟然真的存在越打越强的天才，而且还能临战突破。一众天才惊呼不可思议。风、雨、庚雷、紫雷、水雷，陆沉舟已经身具5大意境之力，如果有足够的纯阳之力，他还能立马顿悟天水、神雷意境，这样就能抵达一个宗门对于圣子的资格要求。而后面还有几场战斗，还有数门顶尖功法等待陆沉舟修炼提升，不能叫这个剑种再变强了。商剑要看着陆沉舟的成长，只觉心惊肉跳。这个剑臂从哪招来的怪胎？他有一种预感，再让陆沉舟赢几场，说不定陆沉舟真的能带颜如玉登临第8层，让其见到颜家先祖命魂。那样他商家数十年的谋划尽数付之东流。商剑要沉声喝道：抓紧时间，来个人上去杀了陆沉舟，再不济也要重伤他。一旦伤到陆沉舟，本驸马重重有伤。杀陆沉舟我做不到，但2败俱伤，将他受伤我还是可以试试。一个身穿兽皮、浑身肌肤钢铁般浇筑的巨汉走出来，手里是2把巨大的斧头，旋即他跳上擂台。我要挑战陆沉舟。花兰兰惊呼：府煞宗，陆沉舟，你要小心，此人见血，越战越强，杀敌1000，自损800。嘿嘿，知道也没用。兽皮巨汉露出残忍笑容，眼神狂热，令人毛骨悚然。小虫子，你扛得住老子几斧头？旋即他咬破自己的舌头，鲜血喷在2把斧头上，身上的气息就是凶煞狂暴，节节攀升。世界之大，千奇百样的意境都存在。闻言，陆沉舟眉头微蹙，感受到了压力。此人显然是走横练路线，一身肌肉强大无比，而且看不出是什么意境。将军开口道：开始。咻！声音落下，陆沉舟的身形犹如闪电，朝着兽皮巨汉一拳轰杀而去，伴随着恐怖的雷霆意境之力。滋滋！这一拳轰在巨汉身上，如同打在了一座大山上。你在给我挠痒痒吗？雷霆轰在他身上，似乎没造成什么伤害。没用的，你招式对我没用。他一斧头劈杀而出，将余下的雷霆之力尽数湮灭。是吗？陆沉舟眼中同样露出狂热战意。那我要试试电烤野猪试试了。声音落下，整个擂台上狂涌雷霆，宛若凝聚的雷池玉液一般，朝着兽皮巨汉汹涌而去。兽皮巨汉瞳孔骤然一缩，不好！意境融合之力，雷光闪烁，将兽皮巨汉笼罩在其中。风、雨、水、雷4大意境融合起来，狂暴无匹，难以招架。一阵惨叫之后，兽皮巨汉奄奄一息，浑身冒着雷烟，犹如一头野猪。陆沉舟淡淡道：下一个。是。雷霆意境再次涌动，陆沉舟之手一挥，这雷霆意境配合风、水，竟是凝结成雷刀，直接瞬间斩掉这兽皮大汉的头颅。哐当，头颅直接滚下擂台。地境领悟意境，那只是地境，能做到数种意境之力融合，发挥更为强大的力量，不受寻常招式拘束，那才是真宗师。陆沉舟已然可以唤作一声陆宗师了。少年宗师才是天才的标配。混账东西！商剑耀脸色越发难看。要对付这陆沉舟真是相当棘手，应该说是雷霆意境宗师向来便是如此棘手，不然雷霆意境为何是最难领悟、最强大的几种意境之一？连死数人没有伤到陆沉舟，也没找到陆沉舟的弱点在哪，这叫他后面上场如何打败陆沉舟？陆沉舟狞笑一声，看向商剑耀的眼中露出挑衅讥讽之色，还不赶紧派下一个人上来送死？商驸马，怎么着？没有人愿意为你送死了？实在不行，你们可以一起上，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是方才，商剑耀这边的人肯定会砸锅怒骂陆沉舟，而眼下陆沉舟展现出来的战力让人心惊不止，嘴硬也是需要实力支撑的，不然就是自寻其辱。这个时候，一个女宗师站出来分析道：陆沉舟的雷霆意境很强大，肉身之力也很强大，他已会意境融合之力随意打出其他招式，渐渐走出自己的宗师之道。若要伤到他，便要蒙蔽他的感知，让他的攻击打不到人，如此他的战力再强大也发挥不了作用。杨倩，我记得你领悟的是冬雨、凝雾、
寒冰3种意境。闻言，商剑耀眼睛一亮，你能不能对付陆沉舟，消耗他的实力，伺机伤害他？这陆沉舟的雷霆意境消耗灵力不少，若是打不中人，那么实力很快就会被消耗掉，然后重伤陆沉舟。届时他商剑耀再上场杀掉陆沉舟便是。杨倩便是这位女宗师，同样是领悟了3种意境的天才。她闻言妩媚一笑，商公子，请我出手，可是价格不菲哦，不管多高的价格我都出。商剑耀毫不犹豫，好，商公子爽快。杨倩身形一晃，便是一跃至擂台上。我要挑战陆沉舟。将军看着陆沉舟，你要立即接受挑战，还是去第3层挑选一门功法？陆沉舟冷笑一声，对付这些土鸡瓦狗都不用再挑功法了，但我要求1刻钟的时间恢复灵力。实际上是方才得到了300缕纯阳之气，他想领悟一下神雷意境，增加一门防御手段。他出手好几次，有些弱点已经暴露出来，譬如说他攻势凶猛，身法很强，却没有一门防御的手段。这300缕纯阳之气拿到手，他顿时站在擂台上开始顿悟神雷意境。土鸡瓦狗，弟弟你好厉害哦，等下出手能不能对姐姐我温柔一点？杨倩也不生气，站在雷霆一侧的边缘，对陆沉舟妩媚一笑。大雷女。陆沉舟打量了杨倩此女一眼，这女人模样一般般，但胸前一对巨物极为吸睛。大雷女。杨倩妩媚一笑，弟弟你误会了，姐姐我可不会雷之意境这么难的。哼。陆沉舟看着他胸前的巨物，淡淡道，看到这一对大雷的份上，等下我不杀你。真实原因是杀女人她拿不到纯阳之气，也没有纯阴之气可拿，而且她是个爱好美丽事物的人，这么一对大雷死在她手下，怪可惜的。蠢货，居然还能中这样牵线的美人计。商剑耀冷笑连连，这陆沉舟是不是没吃过见过好东西啊？杨倩这样的货色他也能看得上。商剑耀冷笑一声，陆沉舟，你要喜欢杨倩这样的女人，只要你答应不与我作对，放弃颜如玉，回头我送100个、1000个这样的女人给你如何？傻逼！陆沉舟不屑骂了一声，你是不懂欣赏的。将军提醒了一句，陆沉舟，你要恢复就抓紧时间。陆沉舟当即站在擂台上闭眼睛顿悟神雷意境。神雷意境的神不是指神话中的天上雷神，而是指人心中的神，正所谓五脏藏神，见神不坏，凡人不可直视他神，唯一能见的便是自我心中神，这样就能运转灵力，武气朝元，施展出罡气灵衣护身。就在陆沉舟领悟神雷意境之时，杨倩站在擂台上走来走去，用冬雨、凝雾、寒冰3种意境布置战场。整个擂台顿时灵力化作的凝雾，能蒙蔽一个人的感知。杨倩的身形便是隐藏在浓雾中，而浓雾之中更是有雨珠飘落，地面都凝结成寒冰。当1刻钟时间过去之后，杨倩已经彻底布置好战场，而所有人也无法看到擂台中的情况。花兰兰当即骂道：“这杨倩太卑鄙了，竟然趁陆沉舟恢复的时候布置战场，占据先手优势。”忽当陆沉舟睁开眼睛时，开口道：“将军，比赛可以开始了。”开始。将军的声音响起，声音落下，整个擂台静悄悄的。陆沉舟一击雷霆狂风轰杀而出，并不能吹散这凝雾，基本上都被雨珠挡下，而且他也看不到杨倩的身形。擂台中某一处飘来杨倩的妩媚诱人笑声：“小弟弟，来找我啊！抓到姐姐，姐姐就伺候你，让你好好爽一爽。”陆沉舟叹气一声：“大姐，你能不能别站在冰面上移动身形？这大雷晃得我眼睛都要晕了。”借助凝雾和雨滴声，杨倩踩在冰面上移动身形，便可以做到让人神不知鬼不觉。这杨倩的3种意境功法效果都很一般，但她如此精妙搭配起来确实很不错。晃！大雷原来是这个意思，小弟弟你好有趣啊！凝雾中继续传来杨倩的妩媚娇笑声。他不信陆沉舟能看穿他的下落。陆沉舟确实没法锁定他的下落，但他很快就想到了对应之策。水雷如潮。陆沉舟一只手掌压在擂台的冰面上，冰蓝色的雷霆电弧顿时在擂台上弥漫开来，他可以借此搜罗杨倩的下落方位。此举虽然极为消耗灵力，但继续这样僵持下去，局面只会对他越来越不利。他冷笑一声，再这样晃下去，你都要下垂了，还是给我停下来吧。滋滋滋，整个擂台上雷光密布，站远了看，像极了天上的雨云在酝酿恐怖雷霆一样。这就是宗师远超凡人的力量。擂台中，陆沉舟眉头一皱，怎么回事？怎么没有感应到杨倩的下落方位？凭借雷、水、风意境，他的雷霆之力能够凝聚延伸出去，形成犹如潮水、蛛网一样的覆盖效果。整个擂台都在他的雷霆覆盖之下。但他看到凝雾中夹杂的雨珠，当即反应过来，这大雷女没有在地面上，她能运用寒冰意境之力，完全可以制造出一块冰，将自己拖在地面上。
配合凝雾浓郁，将自己托在半空中。这种方法让陆晨舟感觉有些惊艳，不愧是天才宗师，这种鬼点子一般人还真想不到。他当即反应过来，哼，这大雷女不等我灵力消耗差不多，是绝对不肯出手的。但她的根基何其深厚，而且施展这么大范围的意境之力，这杨倩消耗也定然不低。那比拼的就是谁根基深厚了。他冷笑一声，那就比比看吧。他当即收掉擂台上的雷霆之力，转而催动天水意境，临时将自己的灵力根基提升1倍，然后拳打脚踢师展出各种招式，轰向雷霆每一处，包括空中。咯，杨倩娇笑道：“小弟弟，你好聪明，居然这么快就猜到了我藏在半空中。但你这些招式对我无用，是打不中我的。”这一次倒是真的实话，陆晨舟战力强大，但打不中人确实没用。而且这凝雾中的雨滴也是有灵力在内，只要稍微融合一下，这雨滴就能成为感知手段。只要陆晨舟一出手，他站在远处就能感知到招式方位，从而提前避开攻击。厉害！陆晨舟想明白了这一点，不得不佩服杨倩这个女人，意境很弱，却发挥到了极致。要是换个人来，陆晨舟肯定会败在他手上。他的根基是寻常地境宗师的4倍，如今催动天水意境又提升1倍，跟他耗灵力。陆晨舟冷笑一声，但他要将计就计，骗杨倩现身。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陆晨舟一直不断狂轰滥炸，然后他渐渐控制着自己的招式，威力变弱。哥，小弟弟，你这么快就要不行了，姐姐还以为你能更持久呢。毕竟男人快了，可不受女人喜欢哦。杨倩保持警惕，没有现身，而是在凝雾中嘲讽陆晨舟。陆晨舟回应讥笑道：“男人快了还能吃药补一补恢复，但是老女人，你这年纪大了，胸下垂可是没有任何办法，到时候又下垂又难看。”杨倩顿时被气到了，给我去死！她情绪有些激动，当即有数百道冰刀从凝雾中现身，朝着陆晨舟刺杀而来。神雷之一，陆晨舟站在原地冷喝一声，金光璀璨的雷霆之力当即涌现，形成一道护甲，笼罩住陆晨舟。噼里啪啦，这些冰刀撞到神雷铠甲上，顿时碎裂，无法伤害到陆晨舟分毫。陆晨舟当即讥讽道：“老女人，你这是年纪大了，法力也不行啊！我站在原地让你打，你都破不开我的防御。”杨倩当即气得脸色难看，胸口巨物起伏不停，咬牙切齿：“我看你能嚣张多久？继续耗着呗！”时间一点点过去，眨眼间就是1天1夜过去。擂台外的人看到这一幕，云里雾里。这么久了，还没分出胜负。花兰兰眼神担忧，陆晨舟真的被这个女人给克制了。好，商剑要看到这一幕，心情大好。就算没伤到陆晨舟，但1天1夜下来，也不知道消耗掉陆晨舟多少灵力。即便打败杨倩，这陆晨舟也是强弩之末，给他1刻钟时间恢复，又能恢复多少灵力？商剑要满脸笑容，看向一旁的清幽阁圣子汪藏龙：“汪兄，等下劳烦你斩杀陆晨舟这个杂种。陆晨舟死了，他就单独开一个擂台，然后让收买的人上擂台随便打一打，输给他就行。然后连胜10场，拿下万境秘境控制权。而陆晨舟不死，没有收拾掉颜如玉，他现在即便拿下10场胜利，最后也会被颜如玉夺回权柄。”汪藏龙神色傲然，没有拒绝。没有问题，他如何看不出来陆晨舟哪怕打败杨倩也是强弩之末？要是这种情况，他都杀不了陆晨舟。呵呵，怎么可能？擂台之中，陆晨舟与杨倩还在对峙。滋滋，陆晨舟大口喘息，一副精疲力尽的模样，身上的雷霆之力也是挥打不出，只有丝丝电弧勉强催动，帮助他躲开杨倩的袭击。1天1夜下来，杨倩的3种意境之力也几乎维持不住，眼下只剩凝雾意境之力还在维持，而他不敢靠近陆晨舟，怕陆晨舟最后的力量将他打成重伤。哥，小弟弟，姐姐我收回昨天的话，坚持了1天1夜还没倒，弟弟你很厉害哦，姐姐就喜欢你厉害这样的男人。杨倩一边攻击陆晨舟，一边妩媚娇笑：“不若认输离开这里，去找个客栈，姐姐好好伺候你一番。”陆晨舟内心冷笑，面上将计就计，没有再施展神雷之一。就在凝雾消散了一些后，他终于看见了杨倩的身形，场外的人也能看见那里情况。而后身形犹如鬼魅，没有催动雷霆意境之力，直接掠至杨倩身前，一拳轰出，噗，当即命中杨倩。砰！杨倩当即惨叫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身形倒飞，砸出擂台之外。陆晨舟胜。将军当即开口宣布，而杨倩也确实没有死，只是重伤。这是第一个在陆晨舟手里活下来的人。而且擂台上，陆晨舟喘息不止，脸色煞白，一看就是消耗巨大、强弩之末的状态。杨倩惨笑道：“商公子，幸不辱命。好，
商剑耀脸色当即大喜，拿出一个空间戒指给他，这里面是你要的报酬。汪圣子，拜托你了。商剑耀脸色狰狞，唰，汪藏龙当即跳上擂台，狞笑一声，我要挑战陆晨舟。卑鄙！这一下，颜如玉和花兰兰齐齐出声，美眸中露出担忧之色。陆晨舟强弩之末，这种情况下对战一宗圣子，性命岌岌可危。陆晨舟，别答应他。颜如玉，陆晨舟，让我上吧。花兰兰开口道。怎么，陆晨舟，你不是狂得很吗？怎么不敢应战？汪藏龙站在擂台上冷笑。陆晨舟内心冷笑不已，果然有人上当了。他面上眉头一皱，我可以答应你应战，但我要1刻钟的时间休息。好好，那就给你1刻钟时间休息。汪藏龙见陆晨舟应战，眼中杀意汹涌。陆晨舟，颜如玉美眸中露出担忧之色。陆晨舟面上义正言辞，喘息道：公主殿下，放心吧，我一定会连胜8场，让你见到颜家先祖，拿到秘境控制权。颜如玉见陆晨舟愿意为他豁出性命，她美眸晶莹湿润，第一次体会到感动的情绪。除了情欲之感，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情动，原来是这种滋味。她双手十指紧扣，目露祈祷之色。将军提醒道：陆晨舟，你要休息就抓紧时间。陆晨舟控制着自己的状态，保持天水意境，快速鲸吞灵气，恢复状态。8倍根基之下，陆晨舟这一天一夜消耗的灵力根本就不多，大多消耗都是天水意境提供的灵力。1刻钟的时间，他快速调整自己的状态。很快，他缓缓睁眼。汪藏龙冲将军露出狞笑：1刻钟时间已到，可以开始了吧？将军，开始。声音落下，咻！擂台之上，灵气波动骤然狂暴起来，数种意境之力融合爆发，朝着陆晨舟扑杀而来。在等待陆晨舟休息的时候，汪藏龙却是早已在酝酿自身灵力，眼下战斗开始，直接爆发出最强一招。陆晨舟，给我死！这种宗门圣子级别的战斗相当恐怖。轰隆，滋滋，一声爆炸之后，陆晨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身上有强大的电弧涌动，直接施展出神雷之一保护住自己。没死。汪藏龙瞳孔微缩，心头当即涌出一种不好的预兆，竟然还有多余灵力。死！陆晨舟站在原地，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汪圣子，谁死谁活可不好说啊。声音落下，轰隆隆，擂台之上顿时狂涌出雷霆意境之力。龙拳！陆晨舟暴喝一声，身形犹如雷霆一般，瞬间消失在原地，掠至汪藏龙身前。然后这一拳超过4万斤的力道，朝着汪藏龙轰杀而去。面对这种至少领悟了7、8种意境的宗门圣子，陆晨舟要做的是速战速决，不用意境之力和对方轰杀。他的强大之处在于有雷霆意境支撑，瞬息间爆发出的力量巨大。你的灵力竟然没有耗光，还保存了特别多。汪藏龙神情当即惊怒呵斥，同时手上防御动作不慢，一层光膜笼罩其身，而后身形犹如松烟，躲开陆晨舟这一拳。砰！一拳落空，但擂台的一角已被陆晨舟轰碎。答对了。陆晨舟笑容残忍，身形化作奔雷，朝着汪藏龙追杀而去。更雷、紫雷、水雷、神雷4大雷霆意境之力加持，将陆晨舟的战力推上一种恐怖的程度。意境融合，汪藏龙眼神一沉，但我看你还有多少灵力。砰砰砰！擂台上2人攻击速度已经快到激进，拉出残影，数十个呼吸间便是交手上百招。你怎么还有这么多灵力？不对，你根本就没消耗多少灵力。汪藏龙脸上露出惊恐之色，到现在他也终于明白为何陆晨舟有恃无恐，敢答应应战了。原来他刚才是在演戏示弱，只为引诱他上钩。陆晨舟狞笑一声，你知道的有些晚了。借助这100招，他也摸清了这汪藏龙的攻击路数，一共有8种意境，3种攻击，2种身法，2种防御，还有2种是辅助。陆晨舟主修雷杀，汪藏龙主修风杀。神雷之一直接克制汪藏龙的数种杀招意境。龙拳第6式龙腾雷伐。轰！磅礴的灵力呼啸而出，一条恐怖的金龙虚影伴随着数万斤的力道扑杀而去，而数道雷蛇同时喷涌而出，拦住汪藏龙的退路，将他绝望地拥簇在其中。轰轰轰！汪藏龙五官扭曲，他的防御手段挡不住陆晨舟的力道，数道防御圈层层崩溃。他发现自己的意境被克制，8种意境不敌陆晨舟4种雷霆意境，根本不是陆晨舟的对手。就在他开口要认输之时，一切都来不及了。陆晨舟，住手！清幽阁宗主目眦欲裂，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但将军可不会理会，要投降，只能汪藏龙自己认输。砰！
数万斤的力道轰杀在汪藏龙胸膛上，他的意境之力通通溃散，浑身骨头瞬间被打断，内脏、大脑也被轰杀成渣。雷之意境便是如此强大。汪藏龙嘴唇嗫嚅了一下，瞳孔涣散，却是一个字再也说不出来。哗！见到陆晨舟正面击杀汪藏龙，现场无数人瞪大眼睛，齐齐露出惊骇、震惊之色。这可是领悟了8种意境的圣子啊！而且汪藏龙可是全胜状态，这陆晨舟已经鏖战4场，1天1夜没有休息过。这陆晨舟也太强了吧！汪藏龙也不是对手，一些地境宗师惊呼不已。不知道他可曾有婚配？一些女修顿十面露崇拜痴迷之色。很显然，陆晨舟未来必定是一宗圣子，走出当地，前往更精彩广袤的天地。颜如玉美眸中满是惊讶喜悦之色，没想到陆晨舟还有这么多的灵力能够斩杀汪藏龙，这出乎他的预料。商剑要请来的2大圣子尽数被陆晨舟斩于手下，而眼下鏖战5场，仅剩3场，商剑耀必定会亲自出手阻止陆晨舟。只要解决了商剑耀，后续就没有任何难度了。花兰兰更是瞠目结舌，倒吸一口冷气。这陆晨舟的根基到底是有多深厚？擂台上，陆晨舟吸收到420缕纯阳之气，抬手一望商剑耀，狞笑一声：“派别人来送死，不如你自己上台来领死如何？不然再轻松打2场，我可就带着公主殿下去见严家先祖的命魂了。”砰！商剑耀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一掌直接将身下的玉石座椅拍成齑粉，而后缓缓起身。你能活到现在，确实出于我的预料，但你要逼我出手，我就亲手杀了你便是。商剑耀声音冰冷。轰隆隆，商剑耀身上的气息顿时暴涨，属于地境宗师9层的力量喷涌而出，而后他往前一踏，直接踩在虚空上，朝着擂台上走来。哗！玉气凌空，不借助意境之力，这是灵力都要凝聚成实质了啊！当即有人惊呼：寻常的地境宗师借助意境之力也能暂时凌空。商剑耀缓缓走到擂台之上，我要挑战陆晨舟。没法了，他请来的几个圣子高手都已经被陆晨舟斩杀，只差3场，这陆晨舟便能连胜8场，让他商家数十年谋划付诸东流。而眼下陆晨舟鏖战5场，方才又与汪藏龙激烈厮杀，他不信陆晨舟还有多少灵力。废物东西，竟是都没有伤到他。如果换其他几个废物过来对战，陆晨舟便能借助这种废物拖延时间，恢复灵力状态。因此现在要斩杀陆晨舟是最好的出手时机。而且观察了5场战斗，他发现杨倩的办法确实能对付陆晨舟，他等下就打算仿效杨倩的办法。将军开口道：“陆晨舟，你需要1刻钟的休息时间吗？”“不用。”陆晨舟冷笑一声：“对付这样的废物，1秒钟的时间我都不用休息。”猖狂！商剑耀目光如冰：“我承认你的雷霆意境确实厉害，4道意境就能比你8道意境的圣子，但你的修为终究太低了，而且你已经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你真是蝌蚪装青蛙，你在装你妈！”陆晨舟冷笑一声：“废话真他妈多，比赛可以开始了。”见到陆晨舟竟是当真不需要休息，商剑耀心头一沉，此人莫不是还有什么没展露出来的底牌？开始！将军的声音响起，声音落下，雷光与火光在擂台上冲天而起，双方交织冲突。砰！灵气骤然狂暴动乱起来。这商剑耀主修火之意境，烈焰冲天，似要焚烧一切。他的火之意境很强，温度极高，竟能消融抵挡陆晨舟的雷之意境。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实力！商剑耀神色冰冷，另外一只手的空间戒指涌出灵水，这火焰与灵水碰撞焚烧，嘶嘶嘶，整个擂台顿时白雾缠绕，笼罩住整个战场。外人再次看不到擂台上的情况，只能隐约看到那里有雷光与火光冲突。陆晨舟眉头一皱，当即收掉雷霆意境之力，然后施展出神雷之一。他用水之意境，灵力呼啸而出，准备灭火，但这造成擂台上的凝雾更浓。用风之意境准备吹散凝雾，却让火之意境更为旺盛。没用的，陆晨舟，你的招式对我没用。咻！擂台上不仅密布凝雾，这商剑耀乃是地境9层，根基强大，整个擂台之上顿时处处密布火焰，以此确定陆晨舟的下落方位。商剑耀则是躲藏在凝雾中偷袭陆晨舟。砰砰砰，一道又一道招式轰在陆晨舟的神雷之一上。陆晨舟眉头一皱，快速分析情况。此人用杨倩的办法攻击我，他善用意境之力，那么怕的是与我近战厮杀，不断偷袭我，是消耗我的实力，直到我足够虚弱时再一击必杀。呵，他分析出当下的情况，冷笑一声：“商剑耀，你想得很好，但这种手段我也能用啊！只要被我抓住你的下落，
一拳就足以送你上路。他主修的雷、风、雨三大意境，雨之意境此前几乎没多少用，但杨倩的办法给了所有人一个切入点。陆沉舟当即催动阴阳之气，领悟雨之意境更深，而后施展雨之意境。滴滴答答，擂台上开始下起了雨滴的声音。许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擂台顶级天才宗师的交战，当真是精彩绝伦。雨是陆沉舟的意境，大量的灵力在消耗中，雨润细无声，穿透万物。商剑要当即想用火之意境焚烧陆沉舟的雨之意境，但他发现自己的火之意境竟是无用。该死！商剑要眉头紧皱，脸色有些难看，心头沉甸甸的。这样下去，他被陆沉舟摸到下落只是时间问题。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商剑要，我找到你了。陆沉舟渗人充满危险的声音响起。不好！商剑要面露惊骇之色，瞳孔骤然一缩，心头寒意狂涌，汗毛炸立。轰！下一瞬，携裹着数万斤力道的拳头伴随着金龙雷光扑杀而来。砰！这一拳直接命中商剑要。我命休矣！商剑要感受着巨大的力道，身上传来剧烈疼痛，骨头尽数断裂，内心充满了绝望。然而陆沉舟知道，商剑要的命留着对颜如玉还有用。在最后关头，他收了力道，只是将商剑要轰杀成重伤。杀了商剑要，还有李剑要、张剑要，不如留其一命做傀儡，让其生不如死，才是价值最大化。总不能颜如玉还有驸马的情况下，有人给他介绍男人吧？那都不用陆沉舟出手，大夏皇朝就会出面。而后商剑要的意境之力散去，陆沉舟施展风之意境，吹散凝雾与火焰。他手里提着宛若死狗的商剑要，哗！陆沉舟胜！现场顿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哗然声。这不仅是陆沉舟胜利，更是颜如玉胜利。没了商剑要，他将轻松掌握万境秘境，而今天帮助商剑要的实力，今后将无法进入万境秘境，培养自家弟子。商光祖见到这一幕，眼眶通红，目眦欲裂。但幸好商剑要还有一命。颜如玉难掩激动，当即跳上擂台，扑入陆沉舟怀中。谢谢你，我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这一幕相当暧昧。公主驸马如死狗被陆沉舟提在手中，公主却扑入另外一个男人怀中，真是演都不演了。商光祖脸色铁青到极点，商家数十年谋划，在这一刻付诸东流，而陆沉舟则是抱得美人归，还极大的增长了自己的战力，可以说是赢妈了。嗨嗨，将军咳嗽两声。公主殿下，你已经战败，不能再上擂台。陆沉舟只打赢了6场，还差2场。至于陆沉舟还要不要打赢10场，感觉不重要了。他和公主关系如此亲密，万境秘境的顶尖功法，等颜如玉拿下秘境控制权后，肯定任由陆沉舟敞开选择。嘿嘿，陆沉舟笑了2声。公主殿下，要报恩也不用现在，晚点也行。颜如玉回过神，洁白的玉颜上不由攀上一抹红晕。好，我等你。二人目光对视，暧昧的都快拉丝了。而商剑要这个驸马则是如死狗一样。花兰兰把商剑要控制好，陆沉舟随手一扔，让花兰兰接住如死狗一样的商剑要。而后颜如玉也退下擂台，陆沉舟站在擂台上横扫现场一眼，有没有人来为商剑要报仇？别浪费时间，来人挑战我。被商剑要笼络的那些人脸色相当难看，没有人敢上台挑战陆沉舟，个个低头不敢直视陆沉舟的目光。陆沉舟冷笑一声，一群废物，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什么英雄好汉。这群人敢怒不敢言，但也有不怕死的开口道：陆沉舟，你别嚣张得太早，你这一次杀了神木宗和清幽阁的圣子，这2大宗门不会放过你的。不错，你以为你傍上了公主殿下就能安然无恙？没有通过皇朝精英大选，你没有官身，没有人能护住你。哼，你若是杀了商剑要，你还有机会成为新驸马，但你配吗？你一个寒门子弟，没有身份。这商剑要的父亲是一个先城城主，才有资格让儿子娶颜如玉。陆沉舟确实没有皇朝官身。陆沉舟冷笑一声，功名一事，来日我亲手自己去取。但现在是秘境比赛，我只问你们一句，敢不敢上擂台受死？这群人顿时如鹌鹑一样低下头，哪敢上擂台？余下200多人都在正常的进行擂台挑战，一时间竟无人敢上擂台挑战陆沉舟。颜如玉开口道：来2个人上擂台挑战陆沉舟，输了本公主也会给予功法奖励。闻言，不少人眼睛顿时一亮，这是投靠公主的好机会啊！这就是要求上擂台输给陆沉舟，倒也不是放水。整个现场400多人，陆沉舟战力已是排第1，连领悟8种意境的地境巅峰都不是陆沉舟对手，他们如何是陆沉舟对手？怕的是陆沉舟心狠手辣，
把他们给杀了。陆晨舟也是呵呵一笑，道：随便来2个人，我也不会杀人，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嗜血的恶魔。当即有2个人挑战陆晨舟，被陆晨舟轻松击败。轰隆，巨大古塔内部一阵响动，而后一条通道自书架中打开，可以直登第8层。这是要检测到有严加血脉加皇朝认可双认证才能进入。公主殿下，你去吧，我在外面等你。陆晨舟开口道。等我？颜如玉美眸含着动人的情欲，她提着宛若死狗一样的伤剑药走入第8层中。将军看着陆晨舟，你已连胜8场，有进入决赛的资格，可还要继续比赛？陆晨舟嘿嘿一笑，将军，您觉得我还要继续比赛吗？将军沉默了片刻，用艳羡的目光看着陆晨舟。不用了，来万境秘境的人都是为了里面的功法，颜如玉眼下去掌握万境秘境控制权，陆晨舟想要什么顶级功法，颜如玉都会亲自为他挑选。商家谋划几10年就被这小子给破坏了，而且还傍上了公主，真是好运。当然，商家私底下给他送了许多礼物，他是不会说出来的。陆晨舟跳下擂台，那我就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一连鏖战数天，对战的都是高手，陆晨舟虽然还撑得住，但也觉得很累，而且晚上还要与公主治病，双休，要养精蓄锐一下。他一坐下来，天地间大量的灵气涌入他体内，如同龙津溪水一般，声势不小，磅礴的灵力源源不断入体。好深厚的根基。花兰兰在一旁察觉到陆晨舟吸入的灵力量，她心神极为震惊，难怪公主会选择他，就是不知道其他方面的本钱怎么样。花兰兰的目光在陆晨舟身上扫来扫去，最后在某个部位逗留了片刻。只能说不愧是公主殿下，这挑人目光是真好，以陆晨舟今时今日的战力，都足以代表一座仙城出战万仙城之战，参加皇朝的精英选拔，获得1官半职。等了约莫半个小时，轰隆隆，古老巨塔忽然震颤，一道沧桑古老的声音传遍延纣仙城每一个角落。即日起，颜如玉为秘境之主，请皇朝降旨。声音落下，延纣仙城之中飞出一道金光，化作一身女修官裙，金贵奢昂，穿越进古塔之中，落在颜如玉身上，合身无比。而后一道充满威严，宛若天道的声音扩散开来：如玉公主品德淑良，其课程组织掌万境秘境，册封为延纣仙城之主。大事尘埃落定。商光祖站在观战阁内，听到声音，咬牙切齿，五官狰狞，却又脸色煞白，宛若丧家狗，仓皇逃离现场，不敢再回头。而后颜如玉的声音响起：商城主前来与本宫一叙。商光祖逃离的身体顿时一僵，垂手站在原地僵硬了许久，而后仰天长叹，身体颤抖着，面如死灰去见颜如玉。二人谈了1刻钟时间都没有，商光祖彻底走了。颜如玉也从秘境第8层中归来，他玉颜气质本就禁欲神性，如今有了官位加封，更彰显其金枝玉叶，不可亵渎。唯有陆晨舟知道，这不可亵渎的气质下是有多火辣诱人的软玉身材。花兰兰当即行礼，恭喜公主执掌秘境与仙城。陆晨舟也起身，目光暧昧，笑呵呵说：恭喜公主殿下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陆晨舟，她还只是一个被商家算计的绝命疯癫公主。商家吃绝户，李代桃将掌握万境秘境的计划成功。颜如玉看向陆晨舟的美眸中的感激、动情以及浓浓的情欲之色。陆晨舟，本宫身子有些不适，随本宫回府治病。陆晨舟哈哈一笑，莫敢不从。陆晨舟跟颜如玉没有返回郡王府，颜如玉跟陆晨舟站在一起，身上红光一闪，直接消失在秘境内。身为仙城之主，他的权柄是可以随时传送到仙城内每一处角落。身形一晃，二人身形再次出现，已经来到了陆晨舟暂住的客栈雅间内。陆晨舟眼神暧昧地看着颜如玉，坏笑道：公主殿下，是先治病还是双休？颜如玉美眸中是动人的欲望之色，她看着陆晨舟，贝齿轻咬着红唇，声音如天籁：晨舟，谢谢你，除了名分不能给你，其余我拥有的都可以给你。陆晨舟嘿嘿一笑：包括公主殿下你自己吗？当然。颜如玉微微一扬她如天鹅般的雪白脖颈。陆晨舟可不想做什么公主驸马，做了驸马一辈子只能拥有公主殿下一个人，他陆晨舟还要为陆家开枝散叶，而且在颜如玉之前，他已经有好几个女人了，哪能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陆晨舟哈哈一笑，往前一站，大手向前搂住她的腰肢，闻着她身上沁人心脾的处子幽香。那公主准备好报恩了吗？颜如玉睫毛轻微一颤，美眸中却是浓浓的情欲之色，声音依然淡漠，却透露出难以压制的春情。先做你的女人，你再给我治病。双休，你是东荒仙城的人，我以后会定期去东荒仙城找你治病。陆晨舟，
我还要你的孩子。陆晨舟哈哈一笑，凑上前去吻住她，然后慢慢引导着她。一夜巫山云雨，自然不必多说。颜如玉趴在陆晨舟的胸膛上，云鬓被汗水浸透，眼神迷离，玉颜娇躯都是迷人的粉红之色。原来这就是做女人的滋味吗？陆晨舟准备起床了，颜如玉却是一把拉住他，将他压在身下，在他耳畔吐出动人的情话。别走，我还想。又是一天过去，然后是3天3夜过去，似乎是积压了许多年的欲望，在这几天内宣泄得干干净净。陆晨舟摸了摸自己的腰，痛并幸福着，幸好年轻，身体素质倍儿棒。这10岁之位后，公主颜如玉比他还痴迷，而她种种妩媚之态动人心神，只有陆晨舟一人可见。颜如玉穿上长裙，恢复成那个禁欲神性的公主殿下，只不过身上多了几分出为妇人妩媚诱惑，更增添她的魅力。她美眸也恢复成了对世俗和欲望的淡漠之色，但眼底还有一抹贪恋，意犹未尽的感觉。陆晨舟穿好衣服，在后面轻轻搂住她。玉儿，你与商家是怎么谈的？颜如玉宛若小猫一般享受陆晨舟的拥抱，欲言亲昵地与他蹭了蹭，道：留下商剑要一命，保住他的驸马身份，商家从今以后为我所用，不然本宫上报皇朝，让他商家灭九族。然后陆晨舟从他这里得知了真相，但这对陆晨舟来说不重要。这一次他和颜如玉大获全胜。颜如玉说：晨舟，今年的万境秘境应当结束了，我带你去挑选功法。好。陆晨舟心情大好，耕耘了这么久，终于要收获果实了。身上灵光一闪，二人再次回到万境秘境当中。颜如玉玉指轻晃，秘境内数万本功法齐齐飞出。晨舟，你主修纯阳、雷霆意境，这2大意境霸道主杀法，乃是极好的道路。雷霆为主，风雨为辅，至于水之意境，那都是顺带的。大道50、49杀机，演绎生机。你眼下已有庚雷、紫雷、水雷、神雷4种雷之意境，还能再修炼45门雷之意境。声音落下，便有45本功法飞来。纯阳意境，你只有1门，还能再修炼48门。陆晨舟的纯阳意境便是那金龙，因为他本身就是纯阳之体，无需额外专门去领悟纯阳意境。这里合计就是93门功法，陆晨舟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他4大雷霆意境就可以斩杀宗门圣子。若是将这些意境全部修炼到大成，一根手指就足以碾压那方玉轩。但是要修炼这么多意境，不知道需要多少纯阳纯阴之气。幸福的烦恼啊！陆晨舟神情一怔，公主殿下，我能修炼这么多吗？在外面称职位比较好，毕竟这秘境之中还有颜家先祖的命魂，谁知道这些老东西会不会偷摸观察。闻言，颜如玉娇妩媚笑一声：晨舟，天境之所以被称为是天，便是天境无上限。天境的下限是要领悟10种意境，才可以打破枷锁，彻底迈入超凡。而你修炼的意境越多，便可以越轻松打破枷锁，迈入天人境界。一宗之天才一般在30岁内能修炼2种到7种意境，一成之天才可以修炼8种意境以上，如此才有最低的资格参加万仙城大战。而数万年来，但凡能在万仙城大战中崭露头角的天才，无不是50种意境之上。晨舟，你若能领悟100种意境以上，便可以成为龙渊道名列前茅的天才，前往更广阔的天地。陆晨舟略微有些震惊，50种意境以上，原来如此。大夏皇朝疆土共有13道省，仙城数万座不止，而龙渊道临近东荒，地理偏僻落后。93门功法齐齐摆在陆晨舟面前。颜如玉道：晨舟，这些功法不能带走，只能在秘境中观看，你慢慢看，本宫要先去清理门户了。她美眸中露出一抹腹黑之色。当高高在上，不理世间凡俗的禁欲神女堕落凡间后，她会比所有人都更腹黑厉害。好。陆晨舟点点头，这么多功法，没有个几十年上百年，哪学得完？但他没有那么久的时间，他这一次出来已经半月左右，最多让玉雪照将功法全部记下，等他有了纯阳之气，再挨个参悟差不多。这些功法合计起来数亿字，即便是玉雪照这位天狐公主，也花了足足2个月的时间，才将这93门功法记住。而陆晨舟办完了事情，也该离开延纣仙城，返回东荒仙城了。呵呵，方玉轩，给我等死吧！陆晨舟眼下很期待返回东玄宗。陆晨舟将要离开延纣仙城，颜如玉又拉着陆晨舟缠绵了一夜。这位公主殿下的欲望被陆晨舟打开后，如同放开堤坝的江河一般汹涌无比，即便暂时倾泻干净后，很快就又继续满了。陆晨舟穿上衣服，摸了摸自己的腰，神色间有一抹疲惫。玉儿，那我就该返回东荒仙城了。颜如玉玉体横陈，有些慵懒地躺在寒冰玉床之上，美眸迷离，似乎还在回味享受余韵。她轻轻应了一声
过些日子我来东荒寻你。陆沉舟离开客栈，带上自己的异兽坐骑，准备返回东荒仙城。此地距离东荒仙城足有数万里，哪怕陆沉舟日夜兼程，也要好几天才能抵达修。陡然间，城门处一块冰锥朝陆沉舟射来。陆沉舟感知何其强大，当即避开，顺着方向一看，便是见到一对波涛汹涌。他眼中露出异色：“大雷女，你想做什么？”只见伤势养好的杨倩并未离开，穿着一袭紫色长裙，她咯咯娇笑：“小弟弟，姐姐这是来报恩啊！你现在若是这般出城，就会遭到神木宗和清幽阁的埋伏，十死无生。”陆沉舟当即眉头一皱，眼中杀意翻涌。这两个宗门的人也没离开。杨倩娇笑道：“不错，你杀了他们的宗门圣子，焉能让你活着离开？小弟弟，你不若就留在延寿仙城，与姐姐好生快活。”他如此也算是报了当日在擂台上陆沉舟留他一命的恩情。下一刻便是响起淡漠悦耳充满金贵的声音：“既是如此，沉舟，你坐本宫的飞天战艇返回东荒仙城吧。”只见梳洗打扮好，身穿华贵奢昂长裙的颜如玉现身，他眼神有些冰冷不善地看了杨倩一眼。杨倩神色一僵，讪讪退下：“恩情已报，我也该走了。”他才不敢跟公主殿下抢男人。方才颜如玉这个眼神，好似是在告诉他，陆沉舟即便要快活，也是与他快活。什么野草烂花也想碰陆沉舟？陆沉舟看着颜如玉美眸里闪过的意犹未尽之色，他摸了摸自己的腰，哈哈一笑：“恭敬不如从命，那就有劳公主殿下送我回家了。”而后颜如玉唤来飞天战艇，带着陆沉舟离去。飞天战艇一日随便万里，能更快让陆沉舟返回东荒仙城。不好了，那陆沉舟乘坐如玉公主的战艇离开了。城门外有弟子来到神木宗和清幽阁面前汇报：“该死，这小白脸还真做了那公主的面首，怎么办？如此血仇，当然要报，却是不急。以这小畜生的能耐，必定会参加万仙城大战，届时再除掉他。”飞天战艇上，陆沉舟看着颜如玉：“玉儿。”颜如玉火辣椒区贴上来，声音有一种魅魔感：“沉舟，有时间就耕耘吧，本宫想早日怀上你的孩子。”这位此前境遇神性一般的公主，此刻已经蜕变成魅魔。她与陆沉舟欢愉多次，几个月下来，肚子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不碍事，多多耕耘，早晚能酝酿出爱的果实。陆沉舟拒绝的话都说不出来，造孽啊！他的纯阴之气满得不能再满了，只能痛并快乐着。他一介寒门草根，能抱上堂堂公主，在他人眼中已经是贪天之幸。幸好他是纯阳之体，恢复能力快，不然真禁不住颜如玉这般压榨。就在这床子缠绵间，几天时间便是抵达到东荒仙城，期间没有任何停留。严郡王府的飞天战艇降临东荒仙城，引起无数人惊呼：“郡王府的战艇，不知道这种金贵人物来东荒仙城所为何事？”万仙城之战的名额，颜如玉降临东荒仙城，此城的城主顿时亲自迎接，大摆宴席。如玉公主，您的到来令东荒仙城蓬荜生辉啊！下官已经备好宴席，为公主殿下接风洗尘。东荒仙城的城主一脸谄媚，完全看不出大人物的姿态。终于回来了。陆沉舟看着熟悉的东荒仙城，脸色有些感慨。再不回来，他的腰要断在颜如玉的床上了。这位魅魔公主怎么喂都喂不饱，幸好她只专属陆沉舟一个人。呵呵，这位公子如何称呼？东荒仙城的城主一脸恭敬地问候陆沉舟。陆沉舟拱手抱拳，呵呵一笑，道：“城主大人，我是东玄宗真传陆沉舟。”这样的大人物，平日里他连见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四大宗门皆受制于城主府，而城主府又受制于龙渊道，便是身为武圣的宗主，也不敢忤逆这个城主。东玄宗再厉害，也只是一个宗门，而城主府代表的是大夏皇朝，能挂皇朝国徽。宗门再厉害，也达不到这一步。陆沉舟，城主大人似乎有印象，就是与东玄宗圣子定下生死之战的那位。陆沉舟呵呵一笑，城主大人也知道我。城主大人看了一眼神色淡漠、禁欲神性、金枝玉叶的颜如玉，笑着恭维：“陆公子乃是此次真传大比第一人，力压诸多天才，本官自然知晓。原来陆公子消失3个月，是去延寿仙城进修了。看来东玄宗要换新圣子了，届时本官一定为陆公子挑选一个好点的圣子任务。不过眼下陆公子还是先回家看看比较好。本官听说陆公子迟迟不现身，那方家似乎在抓捕陆公子身边的亲眷。”闻言，陆沉舟脸色一变，眼中杀意翻滚如潮。轰隆隆，来不及说告别，陆沉舟直接身化雷霆，奔雷也似，直接冲出城主府，朝着陆家方向而去。城主眼中闪过一抹惊愕之色，好厉害的雷霆意境之力！陆府，
此刻被围得水泄不通，全是合欢盟的人。藏书阁长老坐镇门口，身上染血，面色苍白。陆芷柔、慕言武二女脸色也不好看。天空上2大天人修士在对峙，分别是花妙一和方恒天。门口一个东玄清传脸色残忍：陆沉舟啊，陆沉舟，你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圣子，应下了生死契约，不肯现身，那可就不要怪我们抓你的亲眷女人，逼你现身了。陆沉舟已经消失3个月，除了师尊花妙一知道去哪了，其他人都以为陆沉舟怕死，不敢应战跑了。这是……就在双方对峙时，一道雷霆骤然间从城主府奔射而来。当看清楚那雷霆中的人影之后，守在方府门口的东玄清传露出异色：陆沉舟，还真是将你逼了出来啊！给我让开！狂暴的杀意咆哮声响起，挡我者死！陆沉舟如同狂暴的雷兽，朝着前方冲来，声音如滚雷扩散开来。这东玄清传冷笑一声，想回家看看亲眷情况如何啊？可没那么容易，拦住他。陆沉舟消失几个月，他倒要为圣子检验下这陆沉舟的战力如何，有多大提升。地境4层，吼！陆沉舟抬手便是金雷龙蛇拳轰杀招呼，雷光冲天，雷弧四溢。不对劲，不止一种雷霆之力啊！惨叫声当即响起，不过一个照面便有10几个地境宗师死陆沉舟手下，电光如同雷弧穿梭在人群之中，砰砰砰！余下的人开始围攻陆沉舟，也通通施展意境融合之力，多为2种意境。这已经是东荒仙城4大宗门比较精锐的真传弟子了，但在陆沉舟面前却犹如手无缚鸡之力，极为脆弱。而他们的攻击却是攻不破陆沉舟身上的神雷之一。这么厉害，这东玄真传瞳孔微微一缩，比起3个月前，陆沉舟的实力暴涨了许多。这些可都是老牌的3宗真传，居然不是陆沉舟的一招之敌。看来这陆沉舟这3个月间是有了什么天大的机缘，让我来为圣子探一探你的底。东玄清传眼中闪过一抹狠辣之色，他当即一声大喝，身上气息狂涌，八荒剑。随后3种意境之力绽放，搭在弓箭上，朝着陆沉舟杀去。对同宗弟子动手，将要被处以极刑。藏书阁长老看到这一幕，目眦欲裂。畜生！此人对陆沉舟动手，回头方玉轩出面也能用考笑，惩戒陆沉舟的名义，保下这个东玄清传。这3大弓箭迸发而来，携裹着恐怖的力量，3种意境之力融合到巅峰。陆沉舟察觉到一丝危险，不慌不忙站在原地，雷霆之力凝聚，化作一杆大枪，咆哮着投掷出去。轰！同样是3种意境之力融合而成的雷蛇之枪，与这口剑矢对撞在一起，当即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声响。而这东玄清传张海原本自信满满，脸色陡然大变。他的剑矢在陆沉舟的雷蛇之枪面前，只抵挡了1瞬间的功夫，便被撕裂。而后一股磅礴的雷霆之力如同潮水一般朝着他扑杀而来，他急忙防御，但他的防御圈瞬间被摧枯拉朽击破。这雷蛇之枪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将他插在地面上。噗！张海当即吐血，难以言喻的疼痛感涌上全身。他目光惊骇，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沉舟：你怎么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变得如此之强？他引以为傲的老牌宗师水平，在陆沉舟面前不堪一击。敢伤同宗师兄弟，陆沉舟，你找死！天空上的方恒天见到这一幕，冷哼出手：无耻！花妙一娇喝一声：安敢伤我徒儿！这张海方才攻击陆沉舟，方恒天没有出手制止。这陆沉舟伤到张海，这方恒天就要出手对付陆沉舟。花妙一也是抬手一招，阻止方恒天伤害陆沉舟。但花妙一的力量似乎有些不敌方恒天，他挡住了大部分的招式伤害，但仍旧有一小部分招式力量朝着陆沉舟扑杀而去。陆沉舟当即毛骨悚然，身形暴退。即便如此，陆沉舟仍旧被天境力量的余波给擦伤。轰！陆沉舟身上的神雷之一瞬间被撕裂，他身形被逼退。方恒天，你个老杂毛，给我等着！陆沉舟嘴角一血，浑身散发着恐怖的雷霆意境之力，抬手望天，眼中是浓郁的杀机。他只是伤了张海，这方恒天是直接想杀他，何等无耻！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口出狂言，还敢羞辱元老院长老，该教训！方恒天见一招没得逞，准备再出一招，即便杀不掉陆沉舟，也要将其重伤。等到数天后的生死台之战，让陆沉舟带着重伤上擂台，轻松死在他儿子手下。花妙一美眸中蕴含着寒芒。方恒天，你敢对他动手，我也能对你儿子出手。这方恒天敢以大欺小，对付他的小男人，他花妙一也能心狠手辣暗算方玉轩。方恒天，住手！这时东荒仙城城主的怒喝声响起，
幸好他跟了上来。方恒天这个王八蛋，竟然以大欺小对付陆沉舟，公主颜如玉还在东荒仙城。要是陆沉舟被打伤，公主殿下如何看待他？他岂不是成为公主殿下眼中的废物？那他还怎么进步升官？而且惹怒了颜如玉，整个东荒仙城以后都别想参加万境秘境。那他方恒天就是东荒仙城的罪人。东荒城主来到陆沉舟身前，将其护住。方恒天脸色一变，连忙收回自己的力量。成何体统？散了吧，不然本城主就叫你们各自的宗主来喝茶说道说道。东荒城主看了一眼遍地的尸体，发现好像是陆沉舟占了便宜。声音落下，余下的人顿时一溜烟跑了，就连方恒天也只能暗骂一声该死，准备离开。陆沉舟冰冷愤怒充满杀意的声音响起：方恒天你个老杂毛，给我等着，几天后老子先杀方玉轩，然后再杀你。方恒天脸色阴沉：这话我还给你，你给自己买好棺材了吗？我改变主意了，你们方家这些狗东西我一天都忍不了，不用等几天后，现在就上生死台解决这件事。老杂毛，叫你儿子滚上生死台，等我取他狗命。陆沉舟声音铿锵，充满杀意。好好，你既然这么想找死，我成全你。方恒天留下这句话飞走。花妙一从天上飞下来，落在陆沉舟跟前，神色有些担忧。小混蛋，你有没有把握？陆沉舟嘿嘿一笑，眼中杀机浓郁。师尊，我是会做那种没把握的事情吗？方才杀了几十人，陆沉舟收取到了数千缕纯阳之气，如果方玉轩不动他亲眷，他可能还真要等几天。多谢老铁送来的纯阳之气，助他陆沉舟一臂之力。方玉轩当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花妙一神色有些期待。小混蛋，你现在掌握了几种意境之力？陆沉舟想了想，风、雨、天水、神雷、更雷、紫雷、水雷。陆沉舟杀方宇轩够了。然后陆沉舟走进陆家，见到了自己的一众亲眷安然无恙，这才松了口气。要是因为他导致陆芷柔、慕言武等女受伤，陆沉舟不会原谅自己。嗨嗨，藏书阁长老可写道：陆小子，本长老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陆沉舟正色行大礼：多谢长老，我先去疗伤了。藏书阁长老没有耽搁陆沉舟的时间。陆沉舟来到慕言武、陆芷柔面前：芷柔姐、武儿，你们没事吧？陆芷柔扑进陆沉舟怀中，娇躯轻颤，声音中充满了饱满的思念之情。沉舟，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陆沉舟一只手搂着她的腰肢，轻轻拍打安抚，充满歉意。芷柔姐，对不起，是我回来晚了。她脸色阴沉，是她轻信了方玉轩的话，说好百日不动，眼下还没到百日，就让合欢盟来动他亲眷。方玉轩该死，合欢盟也该死。陆沉舟空出来的一只手牵住了慕言武的柔仪，眼中饱含思念和歉意。武儿，对不起。慕言武罕见的没有发脾气，嘴唇轻咬，没有挣脱陆沉舟的手，任由他牵着，美眸中是复杂情绪。还知道说对不起？算了，你这混蛋，无恙回来就好。等下一战，你有信心吗？要是打不过，就……陆沉舟哈哈一笑，眼中冲他露出一抹暧昧之色。我陆家就剩我一根独苗，而且还没有和武儿你约会，我可舍不得死。哼！慕言武轻哼一声，然后从空间戒指中拿出几块纯阳之晶。你不在的时间，我攒了一点这个东西，你拿去用吧。他将东西放到陆沉舟手上，陆沉舟大为感动。武儿，我现在好想亲你一个。一抹绯红攀上慕言武的玉颜，他嗔怒了陆沉舟一眼，轻轻咬牙：你这混蛋，快去用吧。说着，他拉出陆沉舟怀里陆芷柔离开，给陆沉舟闭关提升实力的空间。陆芷柔倒也没反抗。陆沉舟看着这一幕，眼神微正。水火不容的两个人关系竟然变好了一些，这倒是好事情啊。他哈哈一笑，钻入自己的房中，开始提升修为和战力。方玉轩明面上暴露出来的战力乃是8种意境，而且实力深不可测。陆沉舟离开东荒仙城这3个月时间，对方有可能已经突破到天人境界。想到这里，一种压力涌上陆沉舟心头，令他眼眸中露出狼性热切的杀意与战意。他深吸一口气，鼓动体内的纯阳之气，而后气息开始步步攀升。第54层巅峰，第55层，第56层，第57层，第58层。气息突破到第58层，陆沉舟的气息也来到一个非常恐怖的范畴。慕言武攒下的几块纯阳之晶也消耗了不少，该顿悟其他意境之力了。陆沉舟思索片刻，开口道：玉雪照，我要顿悟功法，时间紧急，你挑几门最强的功法告诉我。玉雪照开口道：没问题，你眼下手里的纯阳之晶还能让你再顿悟6门功法，至少12种意境之力。如此，你身上的意境之力差不多有20种，这般力量
便是碰上实力比较弱的天境修士，你也能与其叫板5-5开。即便方玉轩突破到天人境界，陆沉舟也不会畏惧。那就开始顿悟吧。天人境界的实力强弱，纯粹看你地境时掌握了多少种意境之力。陆沉舟必然会给方宇轩带来一个惊喜。东玄宗，方恒天来到圣子峰，方玉轩正在与3个小妾交媾，3个庸脂俗粉正在卖力的伺候讨好方玉轩。方恒天眉头一皱，开口道：“玉轩，那陆沉舟现身了。这小畜生至少掌握了4种雷霆意境之力，便是老牌地境宗师都不是他一招之敌。短短3个月内，实力提升到如此地步，当真叫人匪夷所思。”片刻后，方玉轩穿好衣服走出来，轻笑一声，眼中满是轻蔑之色。父亲，4种雷霆意境之力又如何？3招之内，弹指可杀。方恒天提醒道：“玉轩，可不要阴沟里翻船了。此战，宗主也会到场。那小畜生要找死，现在就要与你开启雷霆生死，我替你应下了。若是再给他几天，说不定还要有什么变故。你要全力以赴，不要掉以轻心。”方玉轩神情高傲，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父亲，你放心吧，不过一条野狗狂吠，寒门卑贱血脉，如何能威胁到我？倒是此次万仙城名额快开始选拔了，这才是我主要应付的事情。这圣子一位我做了多年，今年的万仙城挑选精英，我必然要脱颖而出，前往更广阔的天地。方恒天微微点头，而后带着方玉轩来到生死擂台。陆沉舟要在今日挑战圣子一战的消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如同潮水一般扩散开来。10几年了，方玉轩稳坐圣子之位，中途要挑战他的人不计其数，但都惨死在方玉轩手中。而这一次，陆沉舟能不能打赢方玉轩，登临成为宗门的新圣子？许多人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便是赶赴生死台，整个生死台附近已经人山人海，所有人都在等陆沉舟前来。方玉轩脸色傲然，神色淡漠，坐在一头坐骑上喝茶。轰隆隆，骤然间，一道狂暴雷霆自天而降，落入生死擂台上。陆沉舟的声音宛若滚滚天雷，扩散开来。方玉轩，滚下来受死！方玉轩，滚下来受死！雷音滚滚也似，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强大自信与霸气。漫天视线扫视，无数目光都落在陆沉舟身上。这就是陆沉舟，好恐怖的气息！雷霆意境竟被他发开到这种地步，这起码得领悟了6、7种意境吧。这陆沉舟崛起的速度就和流星一样，他才成为真传多久？每一个打量陆沉舟的人都揭露出震惊之色，讨论他的声音嗡嗡爆发。这就是陆沉舟，竟然不是逃了，而敢真的现身。哼，领悟了雷霆意境数种又如何？和方圣子比起来，连蝼蚁都不如。一些跟随方玉轩的真传弟子冷笑数声，没有一个人看好陆沉舟。方玉轩这些年先有公开出手的记录，但唯有跟随在方玉轩身边的人才知道，方玉轩的战力深不可测，犹如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这陆沉舟登场的声势过于浩大惊人，实力越高的人越能明白陆沉舟的战力如何，实力不济的人如雾里看花，看不清真个。现身了。方玉轩目光淡漠地看着擂台上那道身影，手上的茶杯瞬间被他震成齑粉。方玉轩坐在那里，俯瞰着陆沉舟，声音漠然：“陆沉舟，死之前，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俯首，认我为主。来日，这东玄宗圣子一位，我传给你，否则再敢忤逆我，死！”漠然的声音回荡开来。这陆沉舟修为赫然暴涨到地境8层，再配合这强大的雷霆意境之力，放眼100万里地狱诸多仙城，陆沉舟的战力也能在宗师里排佼佼者。陆沉舟闻言，两手负在身后，二人四目双对，半空中灵力已经是开始暴动起来，令人惊呼万分。他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嘴中淡淡吐出几个字：“给你一个字，死。”声音化作滚滚雷音传开，陆沉舟的霸道与自信诠释到极点。不少人面色一惊，10几年了，还是头一次见到敢这样跟方玉轩说话的人。方恒天见状，眼神阴沉：“没教养，只有牙尖嘴利的东西。玉轩乃是我亲手培养，未来可继承宗主之位的天才。”声音落下，方玉轩缓缓起身，竟是一步缓缓踏空，身上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那漠然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陆沉舟，不知道你有了什么奇遇，让你误以为掌握了几道雷霆意境，就具备了挑战我的资格。我会让你知道天与地的差距究竟有多绝望。”最后一个字落下，方玉轩整个身子踏入虚空而不坠。哗！现场一阵哗然，无数人脸色巨变，不敢置信。方玉轩踏入天境了，打破地境凡俗桎梏，一登而成天人，从此天下之大，哪里都可去的。继而漫天的灵气狂暴起来，方恒天脸上露出满意之色。玉轩果然迈入天境了。华妙一，
你这个贱货，我还拿不下你。方玉轩也是才进入天境不久，连他这个当老子的都不知道。也就是陆晨舟现身，让方玉轩展现出真正的实力。下一瞬，方玉轩动了，轰！方玉轩以一种极为惊人的速度撕裂空气，狠狠朝着下方的陆晨舟扑杀而去。虽不是雷霆意境，但速度却比雷霆过犹不及。这等速度，地境修士根本就难以避开。这恐怖的速度，足以将地境宗师的肉身给轰炸开。他仅是一出手，便展露出令无数人惊骇的实力。这般战力，不愧是东玄宗做了圣子之位10几年的天才。面对着方玉轩的狠辣攻势，陆晨舟站在原地丝毫不动，而后惊雷之声炸响，虎啸龙吟，砰！陆晨舟平平无奇往前轰出一拳，身上也没有灵力波动，更没有金光雷蛇之影，一股强大浩瀚的力量却是从他拳头上蔓延而出。在那诸多惊骇的目光之下，陆晨舟这一拳直接挡下了方玉轩的狠辣攻势。轰！整个生死台剧烈震颤，在这二人第一招交锋之下，竟是隐隐有要崩溃的迹象。而陆晨舟站在原地，竟是丝毫没有落入下方的迹象。哗！现场更掀起一片惊涛骇浪，神色惊骇。陆晨舟以地境对战天境，第一招不仅没死，更是丝毫不落下风。这般力量，如何能叫人不惊骇？他真的只有几种雷霆意境吗？在那无数惊骇目光的注视下，陆晨舟缓缓往前一踏，淡漠的声音传荡开来：方玉轩，你身为天境，若是只有这么点力量的话，那也太叫人失望了。拿出你的力量，让我见识一下你身为天人境界修士的力量。天空上，方玉轩脚踏虚空，脸色阴沉，声音冰冷彻骨：如你所愿，让你在临死之前好好体验一下天境的力量。方玉轩眼中杀意翻涌，更有一种羞辱之耻。他身为天境，一招轰杀地境宗师，竟是让陆晨舟毫发无损，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声音落下，顿时间，天地间的灵力犹如云潮般剧烈沸腾翻涌起来，凝固。现场的灵力好似凝固，令人感觉到窒息，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地境宗师返璞归真，可利用天地间的意境元素力量，而到了天境，则是打破桎梏，能拿天地间的力量为自己所用，这让自身力量能更上一个层次。在这种压迫下，陆晨舟似乎想要移动一步都难以做到。陆晨舟感受到方玉轩的强横气息，眼神顿时一凝。东玄碎星指，一道磅礴恐怖的古荒手指现身，似一指能碎裂星辰，自天而降，朝着擂台下方的陆晨舟碾压而去。此招浮现往下一压，竟是将天地间的灵气都给燃烧起来，挟裹着一层火浪。陆晨舟，给我死！方玉轩杀意汹涌，狠狠朝着陆晨舟扑杀而去。轰隆隆，灵气层层爆炸燃烧，场面浩大而恐怖。陆晨舟在这一指之下，渺小脆弱的宛若蝼蚁。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片刻后，现场响起雷霆翻涌的声音，伴随着陆晨舟的怒吼：龙、拳、吼！龙吟混杂着雷霆声响起。蓦然间，生死擂台开始溃散，竟是在一道道惊恐的目光下，一道雷龙浮现，龙影深舟，足足有超过20种颜色不同的雷霆意境之力，宛若真正的雷龙降临，自下而冲天，挟裹着狂暴的雷霆之力冲向那荒古意志。砰！双招碰撞，狂暴雷龙张开狰狞龙嘴，似要这荒古意志给吞噬咬碎。这一幕实在太过骇人，现场每一个人脸色齐齐巨变。方恒天瞳孔陡然一缩，地境8层，20种雷霆意境之力。他面色阴沉地看着陆晨舟师展出龙拳，一字一句吐出来。这家伙不仅短时间内将修为提升到了地境8层，没想到连雷霆意境也领悟到了超过20种。藏书阁长老一脸的惊愕，如此恐怖的意境之力，就算是方玉轩也无法媲美。轰隆，轰隆，毁天灭地一般的动静，双招冲撞到最后，纷纷同时溃散，化作狂暴的灵力波动扩散开来。而陆晨舟身下的生死擂台已经千疮百孔，烟尘散去，灵力稍稍平静下来。站在擂台废墟上的陆晨舟毫发无损，而后风雷意境再次浮现，拖着陆晨舟的身子缓缓盘旋升腾而起。当即有人瞳孔一缩，认出来，雷、风、水3大意境的融合，他到底领悟了多少种意境啊？上乃弄来这么多顶尖功法。这一招是陆晨舟受杨倩启发，随手拈来，虽然做不到飞行，却能让陆晨舟短暂的凌立于虚空中。天境之威又能拿我如何？方玉轩，你的战力不过如此。陆晨舟腾空而立，与方玉轩对立，眼中露出讥嘲之色。你也接我一招？雷枪！陆晨舟抬手一招，20种雷霆意境之力蓦然浮现，凝聚成一杆恐怖大枪，而后毫不留情朝着方玉轩扑杀而去。放肆！方玉轩脸色铁青，眼中杀意弥漫。
他从未料想，一个不起眼的小虫子，竟在短短10日内成长到这般境地。砰砰砰！天空之上，雷影交错，时时刻刻都有雷暴轰鸣声响起，恐怖的灵力波动传散开来，令人心惊胆寒。陆沉舟这个地境8层的战力叫人惊骇，东玄宗上下弟子都不敢想象，地境战力竟能走到如此恐怖，能与天境交锋而不落下风。东玄宗一众长老乃至于宗主也都认为，陆沉舟的实力的确在地境就足以威胁方玉轩，这等良才美玉足以担任东玄宗圣子一职。而方玉轩也不差，同样年纪轻轻便迈入天人境界，只可惜今天这一战，2人之中只有1个人能活下来。这小混蛋花妙一站在宗主一旁，美眸中光影连连，满是惊喜之色。没想到他的小男人竟是在万境秘境中收获这般大，在地境就足以挑战天境，而他的修为也在天境。陆沉舟崛起如此快，让他都有一种紧迫感。如果他们2个人交手，陆沉舟会不会能打败他？届时他可就要嫁入陆家，给陆沉舟做小妾，给他生孩子。想到这里，一抹羞红攀上脖颈，令他嘴唇轻咬，感觉到压力。他也要早日踏入武圣境界比较好。如果今天陆沉舟打败方玉轩，他名下2个弟子，一个是圣女，一个是圣子，足以为他带来足够的功劳。只可惜苏青瑜已经出发做圣女任务，无法见识到陆沉舟的成长，否则他这个师姐一定会很惊讶陆沉舟的成长。砰砰砰！天空上，陆沉舟和方玉轩交手上百招，势均力敌，没有一个人落入下风。陆沉舟坚持的越久，战力越强大，就越发让人感觉到震撼与惊骇。如果说此前还有很多人不看好陆沉舟，坚定不移地支持方玉轩，那么眼下无人再抱有这种心态。随着双方一招互相将对方轰飞，距离拉开，2人略微喘息几声，眼中的杀意与战意更为沸腾。所有人都知道，生死之战才要真正精彩起来。差不多了。陆沉舟身上雷霆意境之力涌动，黑发于风中狂舞，浑身都有雷弧流转，将他衬托得宛如魔神一般。你的战力底子我也摸清楚了，方玉轩，最后一招该送你上路了。地境8层带来极大的战力加持，但他同时施展20种雷霆意境之力，无时无刻都在消耗大量的灵力。继续拖下去不是太妙。大言不惭。方玉轩瞳孔微缩，面上冷笑一声，小小地境太过猖狂，就算有20种雷霆意境加持，也不要痴心妄想杀天境。那我就杀给你看。陆沉舟狂吼一声，天龙求荒。此拳正是更雷龙蛇拳的第7式，亦是陆沉舟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招式。吼！一拳轰出，一条浑身泛着雷光的天龙现身，每一片龙鳞都栩栩如生，携裹着雷霆之力，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方玉轩扑杀而去。东玄碎荒杯。见到陆沉舟这一拳，方玉轩瞳孔骤然一缩，惊怒万分。这一拳竟是让他察觉到了生死危机之感。区区一个地境，让他一个天境圣子有死亡威胁。一块由灵力酝酿而出的神魔杯虚影浮现，彰显他最强的意境之力乃是实质意境。他2手托着神魔虚影杯，朝着雷光天龙对撞而去。砰！黑光与雷光闪耀碰撞。就在所有人以为2人这一招要继续蔓延僵持的战局之时，碎！远处虚空中，陆沉舟冷笑一声，身上灵力骤然狂暴起来，令他脸色一白。只见雷光天龙的身躯蓦然爆炸开来，何为球？将人困在其中。雷光天龙虚影爆炸，散作无数块雷光，而后陆沉舟隔空五指对着虚空一捏，轰隆！一片区域之中，雷光弥漫闪耀，将方玉轩困杀在其中。数十种意境之力齐发，叫人如何招架啊！方玉轩发出惨叫声，身形被雷暴轰下地面。陆沉舟脸色虽然苍白，但气势依旧狂暴如雷兽。方玉轩，我看你还有什么招？受死！他扬拳，身形自天而地，朝着下方的方玉轩狠杀而去。玉轩，不好！方恒天再也沉不住气，腾的一下慌乱站起身。他当即想冲下去救方玉轩，陆沉舟这一拳力道足以超过4万斤，方玉轩已然重伤，这一拳方玉轩触之即死。然而他刚有点动作，东玄宗的武圣宗主就将他拦住。方长老，你想做什么？方恒天被拦住，连忙大吼：陆沉舟，我儿已经不敌，饶我儿一命，这圣子一位我让给你。众人闻言，眼神顿时有些玩味。然而陆沉舟里都不理会他，方玉轩敢打他亲眷的主意，早已是取死有道。咻！他身形快若雷霆，如流星坠落一般，一拳轰下，直接轰中方玉轩的胸膛。轰隆！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方圆100米之内尽数他陷成坑。啊！方玉轩临死前发出一声惊恐、不甘、不相信的怒吼声，在4万斤的力道之下，肉身轰然爆炸开来，肌肤、
血肉、内脏、筋骨变成渣子，消散于天地间。漫天烟尘飘散开来，无数碎石溅射开。目睹这一幕的人，许多人眼中露出对陆沉舟的惊骇之色。至此，陆沉舟挑战圣子一位之战结束，以地境杀天境，陆沉舟达成了东玄宗数千年来都没有的壮举。现场一片死寂。方恒天脸色煞白，当众跪下，痛哭流涕。东玄宗主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陆沉舟胜，即日起，陆沉舟为我东玄宗圣子。”声音落下，哗！现场响起一阵阵欢呼声和惊骇声。陆沉舟竟然真的成为了圣子。东玄宗主看向身旁的花妙一，威严的脸庞上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和声道：“小师妹，你这一次倒是给我了一个真正的惊喜。”花妙一欲言更是难掩的喜色，他将陆沉舟带过来，见过宗主。陆沉舟身上狂暴的气息缓缓平息起来。以地境杀天境，陆沉舟，你很不错。东玄宗主微微颔首，夸赞了陆沉舟一句：“圣子圣女同出一峰，我东玄宗倒是有许多年没有这样的盛世了。抓紧提升修为，你有很大的机会打败三宗圣子圣女，代表我们东荒仙城走出去，参加万仙城选拔。”而后东玄宗主身形一晃，消失在众人眼前。师尊。陆沉舟冲花妙一嘿嘿一笑：“可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哦。你个小混蛋要死啊，回去再说。”花妙一美眸嗔怒了陆沉舟一眼：“想打败我翻身，你还早个10万8千里。”花妙一带着陆沉舟下山，返回陆家。而后整个东荒仙城沸腾震动。陆沉舟登临东玄宗圣子之位，以地境杀天境，掌握了20种雷霆异境之力。每一则消息都足以让东荒仙城震动，何况是3则消息一同传出。合欢盟的人脸色煞白，以陆沉舟的性子，接下来恐怕就是要清理合欢盟了。当天就有许多人退出合欢盟，从此不敢再作恶，也有不少人开始联合在一起，准备密谋对付陆沉舟。陆沉舟有宗主开口点为圣子，但陆沉舟要想成为真正的圣子，还需要通过城主府颁布的任务才行，然后才有资格与其他3宗的圣子圣女对战，争夺万仙城名额。所有人知道陆沉舟不死，小小的陆家将要崛起，未来将成为东荒仙城有数的大家族。而陆从虎坐在家中，看着源源不断来送礼的客人，脸上的笑容就一直没有断过。陆沉舟，他陆府的麒麟孙。而花妙一将陆沉舟安全地带回陆府后，也来不及和陆沉舟亲热暧昧一番，就匆匆去准备陆沉舟的圣子任务材料。身处漩涡风暴的陆沉舟在干什么？东荒仙城的商业街头上，他一只手搂着慕言武的腰肢，一只手把玩着他的柔仪，二人正在城中约会。而慕言武也是极为乖巧，没有将他踹飞，好似接受了成为陆沉舟的女人一样。陆沉舟却敏锐地察觉出慕言武有心事，事有反常必有妖。陆沉舟问：“武儿，你是身体哪里不舒服，还是有什么心事？怎么我打败了方玉轩，成为宗门圣子，你不开心？给大爷笑一个，你以后就是圣子夫人了。”慕言武轻轻咬牙，美眸中露出一抹煞气：“你个混蛋，能不能盼我点好？”陆沉舟拍了拍胸脯道：“武儿，这叫什么话？我肯定盼你好啊，我还等着你给我生10个8个大胖小子，为我陆家开枝散叶呢。你把当我成猪了，还生10个8个。”慕言武没好气，狠狠一跺脚，然后他忽然凑上，当街吻住陆沉舟，惊呆艳羡了一众路人。想要我给你生孩子，别说本小姐没给你机会，就现在。慕言武语气有些捉弄，语气中有些情意和不舍。现在玩这么刺激？陆沉舟嘿嘿一笑，第一次见到慕言武如此主动。怎么，你不敢？慕言武轻哼一声，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陆沉舟受到挑衅，当即将他横抱起来，冲入一间客栈之中。给我开最好的房间。这混蛋就这么想要我，都等不及回家吗？慕言武嘴唇轻咬，月颜上涌出一抹动人的情欲红晕。陆沉舟抱着他走进客栈雅间之中，刚刚将他放下，慕言武那火热的嘴唇就凑上来，狠狠吻住了陆沉舟。混蛋，你想没想我？唇齿喘息间，慕言武问陆沉舟：“在外面的每一天都很想你。”陆沉舟感受着慕言武火辣奔放的热情，同样真诚回答他：“哼，算你有良心，以后也要记得每天都想我。”慕言武松开陆沉舟，褪下了火红色的衣裙，露出挑衅主动表情，冲他勾勾手指：“能不能怀上孩子，就看你的本事了。”陆沉舟发出一声狼叫，血脉喷张，朝着他扑了上去。男人最不能辜负的就是美人情谊。陆沉舟知道慕言武身上有什么事，因此陆沉舟尽量的满足他，狠狠耕耘。战火持续了3天3夜，巫山云雨才彻底收去。慕言武趴在陆沉舟的怀里，声音中充满了悲伤和不舍：“混蛋，我要走了。”“去哪？”“很远很远的地方，可能今后我们都见不到了。如果这一次怀上了，
我会把孩子生下来，我不在乎你有多少女人，但请你不要忘记我，就不能留下来吗？慕言武看着陆晨舟，美眸中是不舍，这一刻深深刺痛了陆晨舟。即便陆晨舟是东玄宗圣子，年纪轻轻的天才宗师，但他没有官身，放在浩大的大夏皇朝什么都算不上，归根结底还是他陆晨舟太弱了。你要去哪？可以跟我说吗？陆晨舟紧紧搂着慕言武，直视着他的美眸。不管你去多远的地方，我很快会来见你。慕言武想了想，下巴微扬，露出迷人的小虎牙。京都巡天卫。陆晨舟神情一震，感觉不可思议。巡天卫，大夏巡天卫乃是直属大夏皇帝的特殊机构，其职位机构和能力和陆晨舟前世明朝的锦衣卫一样，在他这样的普通人眼中，乃是传说中的存在。其权力巨大，能直达天听，不管是任何大人物，听到巡天卫的名声就要发颤。陆晨舟眼眸中露出一抹疑惑之色，打笑道：“武儿，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能加入巡天卫？怎么不行啊？”慕言武嗔了陆晨舟一眼，理直气壮道：“我也不想去的，但是爹娘非要我去，而且我现在打不过你，不代表以后打不过你。哼哼，本小姐告诉你，一旦本小姐入了巡天卫，一身实力很快就会超过你。”陆晨舟由衷的为他感到开心。那你先去一步，我不会让你等很久的。大夏皇朝京都距离东荒仙城超过1000万里，普通人一辈子都到不了那个地方，唯有借助皇朝飞天战艇才能抵达。没有官职之身，要去这种地方是奢望。陆晨舟若想谋个一官半职，就必须通过万仙城选拔才行。陆晨舟也没有打探他的秘密，一个普通人能直接加入巡天卫，他身上的秘密能吓死人。一旦陆晨舟知道他的秘密，反而是拖累他的后腿。你这混蛋虽然很变态很厉害，但外面比你厉害的人比比皆是，你不要太逞强了。慕言武见到陆晨舟脸上的痴情之色，劝解他。他恋恋不舍地伸出手抚摸了下陆晨舟的脸颊，似乎想将他的容貌气味给镌刻进心中。时间到了，我要走了。慕言武眼眸中含着晶莹。我送你。陆晨舟深吸一口气，快乐美好的时光过得很快。二人穿好衣服，陆晨舟送他离开东荒仙城，来到一处极为隐秘的据点。此处竟是停着一艘通体漆黑、有着狰狞深寒团的巨大战舰。舰首之上，一道无情强大的女子声音响起：“此乃巡天卫据点，闲杂人等退下，否则即刻处死。”好大的官威！陆晨舟拱手抱拳：“大人，我只是送他一程。”退下！一道恐怖的压迫感如潮水般扩散开来，好似要将天地焚烧殆尽一般。噼里啪啦，没有任何警告商量，数道气浪凝聚成鞭子，朝着陆晨舟鞭挞而来。砰！恐怖的力道将陆晨舟打飞，陆晨舟身上顿时出现鞭痕，伤痕处更是火辣辣一片。陆晨舟内心充满愤怒，开口道：“巡天卫做事便没有法律规矩吗？我巡天卫便是规矩。”那无情女子声音响起：“若非你护送慕言武入职，已经将你处死。你这样的废物，活着也是对皇朝毫无贡献，就留在这种小地方苟延残喘，了此残生吧。”18岁的地境宗师，掌握20种雷霆意境的宗门圣子，到了他的口中便是沦为苟延残喘的废物。陆晨舟心中当即憋了口气，咬牙道：“你给我等着，今天的事情我早晚要找回场子。废物，记好本官的名讳，巡天卫指挥使姬玲珑，有胆就来本官面前报仇吧，本官等着你。”无情轻蔑的声音响起，当陆晨舟抬手时，巨大的战舰已经冲天而起。慕言武站在战舰上，眼神心痛，不舍地看着陆晨舟。告别的话语在罡风中凌乱消散，传不到陆晨舟的耳中。陆晨舟拳头紧攥，只能挤出一个笑容掩盖内心的痛苦，扬手冲慕言武告别。而后他有些失魂落魄，心情难受地返回东荒仙城。他回到陆府，一片热闹景象，许多人恭敬向他行礼。陆晨舟无心理会，径直来到陆芷柔的炼丹房，从身后将她抱住：“芷柔姐。”陆芷柔轻言细语：“晨舟，你这几天去哪了？师尊都没找到你人，叫你去城主府领取圣子考核任务。我等下就去。”陆晨舟深吸一口气，转换了下状态，眼眸中露出强烈的狼性眼神，旋即嘿嘿一笑：“芷柔姐，我这几个月不在，你有没有想我啊？”“想。”陆芷柔红着脸，声音温婉悦耳：“有时候做梦也会梦到晨舟。”“嘿嘿，芷柔姐这么想我啊？”陆晨舟在她耳畔咬住她的耳垂：“那芷柔姐打算什么时候给我生孩子呢？爷爷可是等着芷柔姐给陆家开枝散叶呢。”陆芷柔娇躯一颤，有些害羞酥痒的扭动起来，声音羞赧轻颤：“晨舟，不要这样欺负我。”陆芷柔可爱的紧，陆晨舟很喜欢这样逗弄她。逗弄了她一番后，陆晨舟心情好了许多。对他而言，陆芷柔就是他的避风港，抱着陆芷柔就能抚平外界的一切风暴，
能重振他的雄心，让他斗志昂扬。陆芷柔红着脸说道：“陈州，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生孩子，能不能等我准备好了再告诉你？”他语气有些委屈，但又用商量的声音对陆晨舟说。陆晨舟坏笑着说：“要等我八抬大轿娶芷柔姐进门才可以吗？”陆芷柔娇躯在陆晨舟怀里扭捏，虽然很痒，却仍让他抱着欺负。对他而言，天底下只有陆晨舟一个人可以对他这样，陆芷柔都要羞得晕过去了。耳鬓厮磨了好一会儿，陆芷柔娇躯酥软地都没力气站稳了。陈舟，你坏死了，每次都这样欺负我。陆晨舟哈哈一笑：“芷柔姐不喜欢我这样欺负你吗？”喜欢。陆芷柔美眸含情，娇躯软在陆晨舟怀里，她娇躯太敏感了，如果不喜欢，早就推开陆晨舟了。但我还没准备好。陆芷柔红唇轻咬，脸蛋红的快要滴出血了。好，那我就等芷柔姐准备好那一天。陆晨舟松开她，我见师尊办圣子任务考核的事情。陆晨舟离开后，炼丹房中响起一个老妪声音：“小姐，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种小地方，返回族中？此人的身份配不上你。小姐清白之身，万不可能坏在此人手中。”东玄宗，小玄风，妙儿。陆晨舟直接踏入风主大殿，找到端庄丰腴之美的花妙一。你个小混蛋，几天都见不到人，身上还有其他女人的味道，上哪厮混去了？花妙一见到陆晨舟有些扬怒，美眸一瞪，语气有些不善。陆晨舟嘿嘿一笑，死猪不怕开水烫。妙儿又不答应给我生孩子，我陆府开枝散叶的重任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那我只能找其他人耕耘喽。你这个小混蛋讨打！花妙一眼眸一寒，当即露出浓浓醋意。有了本宫，还不够你这个小混蛋耕耘？天境气息泄露，当即朝陆晨舟扑压而去。陆晨舟站在原地动都不动，他甚至闭上眼睛。而后一股春风拂面，陆晨舟嘿嘿一笑道：“我就知道妙儿舍不得伤我。”然后是温香软玉入怀，花妙一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今天看本宫怎么好好教训你！”玉手轻动，主动去退陆晨舟的衣衫。陆晨舟暗暗叫苦，才伺候了3天爱，这红颜知己多了，也是一种负担。幸福的痛苦啊！陆晨舟搂住他的腰肢，止住他的动作。妙儿这么猴急干嘛？10岁之位离不开我了吗？小混蛋你！花妙一娇音愠怒，敢拒绝本宫？以前他推到陆晨舟，陆晨舟可都没有拒绝过，眼下这是拒绝他。一下子，花妙一有些惊怒，心底有些恐惧，莫不是他失去了魅力，对陆晨舟来说没有诱惑力了吗？还是说腻了？气息泄露，将大殿内诸多装饰给震成齑粉。天人之威，恐怖如斯。陆晨舟睁开眼睛，眼中满是玩味之色。妙儿又缠我身子，又不给我生孩子，怎么就想着白嫖我啊？花妙一眼眸中的醋意褪去，取而代之的浓浓愠怒与嗔意。孩子和名分，等你打败了本宫再说。又是身份和实力引起的。陆晨舟有些生气，大手狠狠拍了一把他饱满的臀肉。花妙一臀肉吃痛，发出惊呼声：“你这小混蛋就不知道轻一点吗？吻我！”陆晨舟冷漠充满命令语气的声音响起。花妙一愣了一下，然后痴痴一笑，凑上去吻住陆晨舟。你个小混蛋，还敢命令我？这种感觉还颇为有些刺激和新鲜，他不讨厌。二人吻到意乱情迷，陆晨舟主动扒去他的衣裙，花妙一再次惊呼：“这小男人今儿个有些霸道啊！”本宫的裙子！花妙一惊呼，陆晨舟太过用力，将她的裙子撕碎，明明轻轻一解就能褪去。今天让妙儿你好好知道下我陆家的家法，谁当家做主？陆晨舟冷酷无情的声音响起。花妙一再次惊呼，而后两个人共赴巫山云雨。事后，花妙一玉颜上是一片红潮，眼神迷离，云鬓被汗水浸透，她满足地趴在陆晨舟怀中，享受着事后余韵，如同小猫咪一样。她神情悠闲愉悦，幸好大弟子苏青瑜出去做任务了，她才敢在这里和陆晨舟肆无忌惮做这等羞人的事情。10岁之位，陆晨舟本钱又雄厚，她是真有点离不开陆晨舟，又担心这个关系暴露出去。陆晨舟问：“妙儿，圣子考核任务的事情你弄好了吗？”花妙一声音慵懒娇喘道：“城主府那边已经将任务清单拿过来了，要你挑选一个，然后就能出发。”陆晨舟目光冷峻，问：“妙儿，这些任务里面你有没有推荐的？”“有。”花妙一说：“你青鱼师姐正在做的任务，抓捕采花大盗百象宗师，此人祸害了许多官家小姐的清白，龙渊道震怒。只要抓捕到此人，上交给龙渊城主，就算通过任何考核。你师姐已经出发许久，你跟她一起做这个任务，能互相照顾，也能很快通过这个任务。对大夏皇朝而言，江湖势力要受皇朝监管，因此圣子圣女这种位置都必须通过皇朝考核才行。”陆晨舟点点头：“行，
我等下就去城主府接下这个任务，然后出发去找青鱼师姐。想到苏青鱼的诱人预言，陆晨舟有些期待，好一段时间没与他见过了。这么快？那不是又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小混蛋你了？花妙一想到这里，玉手捧住陆晨舟，红唇凑上去。小混蛋妙有些舍不得你。他挺起疲累酥软的娇躯，缠绵上去。陆晨舟发现自己是不是有点魅魔体质啊？他的每个女人都食髓之味，不是轻松就能搞定的。他穿上衣服，花妙一已经沉沉睡去。显然这段时间花妙一也累得不轻。陆晨舟在他额头上吻了吻，然后离开大殿，前往城主府。而花妙一则是美眸微睁。小混蛋，等你下次见到本宫，他应该是武圣了。到时候陆晨舟的表情应该会有些精彩。想让他嫁入陆府，怀上他的血脉，哥哥喽，小混蛋，你要加油哦。东荒仙城城主府，颜如玉早已离开，但城主依旧热情接待了陆晨舟。陆公子，这百象宗师的任务卷令收好，眼下有线索，他藏匿在3万里外的御冰池附近有个驿站，陆公子可前往这附近打探更为仔细的情报。城主大人，多谢。哼，陆公子太客气了，似陆公子这样的天才，早晚能通过万仙城选拔，到时候你我便是皇朝同僚。陆晨舟接过任务卷令后，便是趁着夜色，骑着异兽坐骑出发。陆晨舟出发了，人手准备好了吗？早已准备好，这可是最后一次能杀陆晨舟的机会，一旦他通过圣子考核，再想对付他可就不容易了。一旦参加万仙城考核，那便是有半个皇朝官身，宗门修士敢对他动手，那就是冒犯天威。呵呵，放心吧，此次杀他的人乃是3大天人修士，3大天人修士杀陆晨舟一个地境8层，那还不是手到擒来。这一次保管教陆晨舟插翅难逃。荒野大山间不知岁月，却有春夏秋冬与清晨黄昏。越靠近云冰湖，此地气候便越发寒冷。银装素裹，鲜有人迹。距离云冰驿站还差1000里路程，明日便可抵达。陆晨舟坐在一棵大树下，捡了些柴火回来。此地寒冷，便是以地境宗师的体格，不能在这种环境中随意行走多久。滋滋，他一根手指伸出，惊雷灵光喷涌而出，便是将眼前柴堆点燃。哗啦，大火升腾而起，驱散寒冷，为了陆晨舟带来一抹温暖。一旁的异兽坐骑在窝地休息，恢复精力。咦，火光，竟是有人，过去瞧瞧。莫不是与我等一样，都是来搜寻百象宗师，做圣子任务？不远处有人声响起，片刻后便有3个青年人现身，与陆晨舟一样，身穿单薄衣衫，在此地行走寻觅陆晨舟，和几人对视一眼。阁下可是来做圣子任务，捉拿那百象宗师？一个青年人打量着陆晨舟稚嫩英俊的面孔，和声问询。陆晨舟点点头，略一拱手，自我介绍：东玄宗陆晨舟。听到陆晨舟的回答，几个人神色涌出一抹清静。玄雷教史玉柱，唐奇门徐威龙，月光阁朱无为。几个人相继自我介绍，寒暄一番，一会儿就熟络下来，围坐在火堆旁。陆兄，这百象宗师踪迹相当难觅，我们3人结伴已经在此搜寻半个月，一无所获，明日打算去驿站打探下情报了。前些日子，这百象宗师更是掳掠了一县主进行奸淫，顶风作案，大胆包天。大夏皇朝的皇室女4爵，卫氏村主、镇主、县主、郡主、公主5大爵位。这百象宗师实力也很强，尤其是易容一道，堪称神鬼莫测，作案多次，到现在还未有人见过此人，真羡慕。废话，没有难度的任务，朝廷会设置成我等宗门圣子考核任务吗？说到最后，史玉柱看向陆晨舟：陆兄，可要与我们一同组？有敌人！咻！一口大枪携裹着恐怖的光线朝着这边袭杀而来，沿途掀起恐怖气浪，扬起漫天雪花，中间的庞大树干被轰烂。天人！史玉柱、徐威龙、朱无为脸色陡然一变，心头涌出一阵大恐怖，身形瞬间纷纷向后暴退。而陆晨舟坐在原地一动不动。砰！他伸手虚空一捏，惊雷之光凝聚一杆大枪，宛若真正的实物一般。2枪接触，现场爆发出恐怖的灵力波动，雷光涌动。陆晨舟将这口大枪挡下。史玉柱、徐威龙、朱无为神情顿时瞠目结舌，极为震惊陆晨舟的战力，随手一招就挡下了天人招式。顶级宗门的天才圣子，这世间唯有顶尖天才才能跨越大境界与之叫板。寒风呼啸，大雪弥漫中响起了鼓掌声。啪啪啪，陆圣子当真是好气魄，生死之间竟能还稳如泰山，一动不动。一个虬须大汉现身，脚踏虚空，赤露上身，肌肤如金铜浇灌一般。他手持一杆红色大枪，浑身散发着令地境宗师战力的气息。史玉柱、
徐威龙、朱无为三人顿时神色巨变，如临大敌，冷汗渗了出来。这一枪很不错。陆晨舟同样淡淡评价对方，然后他看向三人，语气平静道：三位兄台不必惊慌，这是来找我麻烦的私仇，出动天境来杀我。你背后是合欢盟还是秦家、方家？裘须大汉哈哈一笑，没有立即动手。这重要吗？也是，不重要，反正早晚我也要他们一起死。陆晨舟扬起手中的烤串，眼神平静看着他。你也不差这点时间，坐下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史玉柱、徐威龙、朱无为三人惊悚，又佩服陆晨舟的胆气，生死面前临危不乱，毫不胆怯，还敢邀请天人境界的敌人吃东西。裘须大汉神情也露出一抹惊诧之色，然后哈哈一笑道：好，陆圣子果然不俗，老子佩服你，陪陆圣子喝一杯又何妨。而后他落地来到陆晨舟面前，接过陆晨舟手中的烤串。史玉柱、徐威龙、朱无为看着这一幕，觉得惊诧奇妙，两个要分生死的敌人竟然能在开打前吃串喝酒。这位刚认识的陆晨舟是性格奇妙，还是有恃无恐？他们站在远处静静看着这一幕。吉雄山吃着烤串，喝着陆晨舟递过来的酒，哈哈大笑，爽快，真他娘的爽快。陆圣子，你乃是年少天骄，前途无量，也出身寒门，为何非要跟那些大人物过不去呢？若是你低头示弱，加入合欢盟，向他们示好，也不会有如今这一遭。陆晨舟呵呵一笑道：骨头硬，跪不下去，跪下去容易，再想站起来可就不容易了。听闻陆晨舟的话，吉雄山叹息一声，是个汉子，我佩服。说着他拿起酒杯向陆晨舟做了个碰杯的姿势。陆晨舟微微一笑，与他碰了一杯。当陆晨舟问：你因何为他们办事？堂堂天人修士，天下何处去不得？吉雄山沉默了片刻。年少时因他们资助才走到今日，家中后辈也在合欢盟中，欠了他们2条命，今日还他们1命，恩怨情仇一并还清，从此便是自由身。若有少年重来时，必不入合欢盟，只恨年少时利益心熏，误入歧途。陆晨舟缓缓点头，想他还没有被苏青瑜帮助时处境更惨，他也不会同情吉雄山，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选择付出代价。陆晨舟看着吉雄山道：你独自前来，就这么有把握拿下我？吉雄山哈哈一笑道：出发之前已给家中老小留下遗书，陆晨舟已有杀天境的记录，这代表他不是任由天人境界拿捏的弱者废物，否则合欢盟和背后的人也不会派出天境来杀陆晨舟。陆晨舟缓缓点头，酒肉已尽，如此也该动手了。陆圣子，多谢你盛情款待，恕我不客气了。声音落下，轰，双方恐怖的气息瞬间攀升，震飞万千雪。砰，雷音滚滚之声轰然响动，20种雷霆意境之力骤然浮现，方圆10丈之内沦为雷霆覆盖的区域，意境之力交叉融合，爆发出更为恐怖的力量。吉雄山身形陡然飞天，看着一幕露出赞叹之色。老子活了100多年，这么厉害的雷霆意境还是第一次遇见。地境是将功法领悟到极致，借以使用意境之力，而天境则是拿意境之力为自身使用，使其达到1+1等于2的地步。数种意境融合起来，爆发出来的力量同样能起到1+1等于2的意思。20种意境之力，还是雷霆意境。一旁的三人呆若木鸡一般看着陆晨舟身上缠绕的诸多雷霆意境之力，目瞪口呆。雷霆功法难找，雷霆意境难悟，而这陆晨舟竟能领悟20种，而且他看起来也就18岁，比他们还年轻不少。这东玄宗是什么大宗门吗？竟是能培养出这等顶级天才。可惜了，今天之后你再也看不到了。方才你掷我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且接我一拳。更雷拳。轰隆，方才吉雄山出手那一枪已经隐约暴露出他的意境属性，应该与金、石、风有关。晋升天境至少也7、8种意境才行，但一般多为主修3种。有了情报，对付吉雄山那就变得简单了。你硬，我比你更硬。陆晨舟随心所欲，临时用意境之力拼出一拳。下一瞬，雷芒一闪，恐怖的更雷凝聚出拳头，速度极快，可怕的拳头朝着吉雄山扑杀而去。这是吉雄山瞳孔顿时收缩到极致，连忙扬枪往前一刺，准备防御此招。轰隆隆，一声恐怖的雷爆声之后，吉雄山身形从天空上坠落而下，砸在雪堆之中。那一拳，更、雷、风、雨、水融合了诸多意境之力，达成了无孔不入，瞬间穿透吉雄山的防御，而后雷霆之力爆发开来。吉雄山肌肤如金铜，看似坚硬无比，但意境之力如何比得过陆晨舟？这就是为何意境越多，战力越强。便是天境、
地境宗师也可杀。好恐怖的一拳，只是一拳，吉雄山重伤，性命濒亡。他虚弱的开口：堂堂天境对战地境，竟是连对方一拳都撑不住。陆沉舟很强，而他在天境中也很弱，否则焉能让人随意驱使？或许今日的结局早在几十年前，他跪下膝盖臣服于合欢盟就已经注定。太强了！史玉柱、徐威龙、朱无为看到这一幕，心神震撼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地境一拳差点杀了天境，这真的是和他们一样的地境宗师、宗门圣子吗？陆沉舟眼神平静看着吉雄山，淡然声音传开：你人还不错，我就不收你性命了。遗书还是留给你自己回去烧了吧。留人一命，没有赶尽杀绝，陆沉舟已经有几分宗师气度。陆沉舟拍了拍衣间的雪花，准备离去。可嗨，吉雄山身体踉跄，艰难地杵着红色大枪站起来，浑身血流不止，气息极为虚弱。陆圣子，我还没有死，你不能走。他双眼浑浊，几乎没有视线，看不清东西，只能凭借感知模模糊糊朝着陆沉舟的方向艰难而去。我可以战死在这里，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你若不杀我，我的妻儿老小就没有活路了。堂堂天境被逼求死，因为他太弱，便是走到天境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你不能走！吉雄山在这里几乎是撕心裂肺咆哮出来。唉，陆沉舟轻轻一叹，眼中杀意却是翻滚浓郁。合欢盟，作恶多端。嗡！吉雄山踉跄着身躯，艰难抬起手中红色大枪，朝着陆沉舟捅而来。砰！陆沉舟反手就是随意一拳，夹杂着数分怒火在当中。雷霆滚滚的圈罡呼啸而出，蔓延在这片寒风大雪之中。一声爆炸之后，吉雄山的尸体倒在雪面上。留你一命，非要寻死干嘛呢？陆沉舟感受着体内涌入的1000缕纯阳之气，心情也没有多高兴，拿出酒杯给吉雄山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轻轻碰撞一下。陆沉舟这才看向史玉柱、徐威龙、朱无为3个人，问道：师兄，你方才要说什么？3人大脑一片空白，地境杀天境还杀得如此轻松，3个人活了20-30年，也是头一遭见到。想他们在各自的仙城宗门内称为天才，他们也是一步步爬到宗门圣子之位的。如今见到了陆沉舟，才知道天外有天，什么是真正的天才。史玉柱露出热切笑容：陆大哥，方才小弟是说我们3个人在跟着陆大哥组队，一起逮捕百象宗师。有陆大哥这样的天才在，只要发现百象宗师，必定手到擒来。百象宗师再厉害也是宗师，试问能与天境比，跟着陆沉舟混，这个圣子考核任务10拿9稳了。陆沉舟哈哈一笑，这几个人很有眼力劲吗？他开口道：好说好说，我也刚抵达此处不久，缺少情报。几个人若是组队一起打探情报，那肯定更加省时省力。3个人当即来到陆沉舟面前行礼，认陆沉舟做大哥。收了3个宗门圣子做小弟，陆沉舟心情顿时不错起来。陆大哥，我们去云滨驿站打探消息情报。几人离开此地，准备前往云滨驿站。才走了不到30里路，一个身穿黑衣、模样潦草、手持一把剑的天境剑修出现在几人面前。又是天境，史玉柱牙齿有点打颤。陆沉舟是得罪了多少人，竟还有第2尊天人修士在埋伏准备杀他。陆沉舟见状，神色淡然，开口道：史玉柱，你们几个先行一步去打探情报，我随后就跟过来。好，陆大哥，你要保重。史玉柱咬牙，自认为不配掺和到这场厮杀中，带着2人快步离去。现场剩下陆沉舟与这名天境剑修，肃杀的气氛弥漫开来。陆沉舟看着眼前的天境剑修，眼神冰冷：你们天境修士的命是不值钱吗？才有1个人死在我手中，你又何必来送死？年纪不大，口气倒挺大。天境剑修声音嘶哑，充满着一股凌厉的杀意。他虽然还没有出剑，但一股恐怖的剑意已经死死锁定了陆沉舟。陆沉舟眼眸微寒，嘴角却是微微上扬，有些讥嘲道：天下人都传剑修的骨头很硬，宁折不屈，但好像错了，有的剑修便是走到天境，也是一身软骨头，这样的剑如何杀人？找死！那天境剑修眼中当即露出一抹震怒之色，手中的宝剑瞬间出鞘，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气瞬间扑向陆沉舟，想将其斩杀。这剑气光华四散，令陆沉舟感觉到眉心刺痛。陆沉舟站在原地，一只手缓缓抬起，旋即磅礴霸道的雷霆意境之力从他身上爆发开来，形成一道钢衣，雷光璀璨。凭你这种软骨头剑修也想杀我？痴人说梦罢了。瞬息间，一道由20多种意境之力凝聚成的雷霆大枪浮现，枪手为龙头，枪尾为蛇尾，哗啦，铿锵，
剑气与大枪碰撞都无实物，却发出铿锵金属刺耳之声，更是有火花电弧箭射开来。恐怖的爆炸声响起，那天境剑修瞳孔微微一缩，感到心惊。地境修为竟能正面硬汉我的剑气，这代表着陆晨舟确实有资格跟他叫板分生死。也就是陆晨舟此前身上纯阳之气不够，不然他一定学一门剑法或者刀法，做那剑修和刀客。你在惊讶什么？陆晨舟冰冷的声音倏然飘起，身形化作雷光，朝着他疾驰掠来。天境剑修瞳孔顿时骤然一缩，陆晨舟竟是一瞬的功夫，便是冲到他面前，好快。天境剑修心惊不已，这真的还是地境宗师？陆晨舟不拘泥寻常招式，随心所欲，手中的雷枪顿时如同水光消融，化作巨大的拳套，附着在陆晨舟的手臂上。砰！滋滋滋！刺目的雷光喷发，这一拳直接轰中了天境剑修，这一拳的力道直接超过了4万斤。与剑修厮杀，最好是近距离搏杀。砰砰砰！天境剑修挨了陆晨舟一拳，身形倒飞，砸出100米开外。噗！天境剑修脸色惨白，吐了一大口血，眼中露出浓浓的惊惧之色。好，霸道的力量！他当即站在100米开外，展出那一酝酿已久的一剑。赤！剑气横发，纵横于天地间，好似没有能与这剑气匹敌的存在，任何一切之物在这一剑之前都会被斩开。陆晨舟目光一凝，咆哮嘶吼：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一剑，看我如何撕裂它！天境剑修只觉得好笑，陆晨舟虽然很强，但要撕裂他全力一剑，未免有些异想天开。更、雷、龙、蛇、拳，陆晨舟一字一句嘶吼，身上蓦然喷薄出金光凌厉，一道金光璀璨的金龙虚影浮现，往前轰杀而去。5种杀法手段被陆晨舟创新出一招，此招以庚为主，庚为金属，庚金更是以硬度出名。磅礴锋利的剑气已经扑杀至眼前，双招碰撞，咔嚓，竟是金石碎裂的声音响起。那金龙虚影密布金石碎裂的裂痕，即便如此没有溃散，而是为陆晨舟抵挡住了这凌厉霸道的一剑。此人的雷霆意境竟是强大到此等地步。天境剑修看到眼前这一幕，眼神不禁有些恍惚，竟是将雷霆意境凝合成金石一般的程度，太变态了。我说了，骨头软的剑修杀不了人，即便你比我高一个大境界。陆晨舟冰冷漠然的声音在冰天雪地中传开。天境剑修脸色骤然铁青，面目狰狞扭曲，惊怒万分。死！砰！一道剑气消散，又一道剑气展出，朝着陆晨舟扑杀而去。更雷！狂暴的剑气袭来。陆晨舟冷笑一声，已经摸清楚这剑修的深浅，身形化作奔雷，朝着100米开外奔杀而去。而天境剑修发出的这一剑，被他用2根手指给轻描淡写的夹住，然后撕裂泯灭。怎么可能？天境剑修发出惊骇之声。一个地境宗师用手指夹爆了天境剑修的剑气，这剑修心惊肉跳，看着如奔雷一般的身形顿时暴退。一天境对战地境竟是主动撤退，这只能代表在他心底已经默认不是眼前此人的对手。逃！陆晨舟眼神冰冷，把命给我留下来吧。这天境剑修腾空，想要飞走。陆晨舟陡然间凝聚出一杆雷霆大枪，站在原地，对着这天境剑修便是投掷而去。咻！雷光忽闪，速度何其快！赤！天境剑修只感觉胸膛传来剧烈疼痛，低头一看，一口雷霆意境凝聚出的大枪贯穿了他的胸口，然后是数种雷霆意境之力爆发开来。啊！雷霆、风、水在体内弥漫，浑身都遭受雷霆撕咬痛苦，令他在天空中不由发出一声惨叫，而后从天空中坠落而下。扑通！堂堂天境剑修竟是最后摔死在冰面上，可以说是极为屈辱的一种死法。而后是1000缕纯阳之气进入体内，如此陆晨舟也算摸清楚了，天境下限就是1000缕纯阳之气，算是天境中最弱的那一档。陆晨舟来到他的尸体面前，都是剑修了，还当什么软骨头？这把剑倒是不错，先拿来用用。人是他杀的，那么这天境剑修的东西就是他的战利品。没有拿到龙尊后续的传承，陆晨舟还在用更雷龙蛇拳，眼下战力已经不算顶尖，对战这2个天境，全靠他领悟的雷霆意境比较多，才能杀掉对方。将身前这把长剑收进空间戒指之中，陆晨舟牵着异兽坐骑，缓缓离开此地。玉雪罩，那93门功法之中，可有稍微厉害点的剑法？有一门4季雷日剑法，倒是适合你。眼下身上有3000多缕纯阳之气，是该增加点功法手段了。一头双脚黑玉马正在慢悠悠驮着陆晨舟走在官道上，陆晨舟则是闭目领悟着4季雷日剑诀。这门剑法与他主修的纯阳雷霆意境吻合，剑法修炼到大成极致，
就能领悟内里的剑意。陆沉舟感受着雷霆大日剑意，其迅雷霸道极为符合陆沉舟。剑修果然不俗，领悟其中的剑意，使陆沉舟的气质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变得更为凌厉出众。而这门功法堪称地境宗师中的顶级剑法，将这门功法顿悟至大成意境，消费了陆沉舟足足1500缕纯阳之气。在顿悟中，陆沉舟好似度过了150年，从一名剑道学徒开始学习，至顿悟4季，去感悟天地间的剑意，去追求天地间最强大的剑意，最后观遍4季，发现大日剑意、雷霆剑意最为霸道凶猛，足足耗时150年。可对陆沉舟而言，不过是2-3个呼吸的时间，浩瀚的信息量和种种感悟涌上心头，他眼神锐利霸道，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呼，陆沉舟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很强。千里之外的云冰驿站，此处是一座巨大的阁楼，来往的修士极多，以至于驿站人满为患。史玉柱、徐威龙、朱无为3人抵达这里。朱无为开口道：“这种鸟不拉屎的驿站，竟然人满为患，该不会都是为了百象宗师而来吧？”史玉柱眼神微凝，也不知道朝廷向多少宗门提供这个考核任务。走，我们先进去把房间开好，然后等待陆大哥过来。徐威龙很有当小弟的自觉性。不错，我们开好房间，坐在里面花点钱收集打探情报，总不能等陆大哥来了，我们还丝毫进展都没有。接受大夏皇朝考核，就等于半个官身，也就有资格入住驿站。不然这天寒地冻、鸟不拉屎的环境，就算地境宗师待久了，也会给冻坏。3人走进驿站，待在这里面的人，个个都是宗门的圣子、圣女，在自家宗门身份不凡，甚至还有人带了奴仆。3人来到柜台前，史玉柱开口道：“这位军爷，能否给我们开4个房间？”柜台后是一个容貌苍老、身穿龙渊军铠甲的老兵卒，他语气傲慢道：“你们这些乡下来的土包子，当这是什么地方？还4个房间？驿站只剩下1间客房了，5000块零食1晚，爱住不住，要住就交钱。”语气间根本就不把史玉柱3人当回事。他们3人在宗门内是高高在上的圣子，是许多人阿谀奉承的大人物，是许多美女自荐席枕的成龙夫婿，但在老兵族面前就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老兵族再弱，身后是龙渊军，是整个大夏皇朝。朱无为听到这2句话，有些动怒：“你个老……”史玉柱却是伸手拦住他，脸上露出笑容：“军爷，我们小地方来的没有见识，这间客房我们租了，先租1个月。”他拿出15000块零食出来。柜台后的老兵卒抠了抠鼻屎，再用这只是从裤裆下取出一块玉制的钥匙：“顶楼最后1个房间，自个去吧。”史玉柱看到老兵卒这样，脸都绿了，但没法，也只能伸出手，忍着恶心，准备去拿这块玉制的钥匙。就在他准备拿过钥匙的时候，一只大手却是先他一步拿过钥匙。史玉柱脸色一沉，顿时抓住那大手的主人：“阁下什么意思？这钥匙乃是我们花钱租赁的房间。”那大手的主人乃是一个鹰钩鼻大汉，他目光讥嘲地看了史玉柱一眼：“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谁能证明？”老兵卒咧嘴一笑：“老子只管收钱给钥匙，其余事一概不管。听到了吧？撒手！”鹰钩鼻大汉语气不善道：“阁下是要硬抢，当我们好欺负不成？”史玉柱沉声道。徐威龙、朱无为顿时将鹰钩鼻大汉围住。史玉柱道：“把钥匙还给我，可以当此事没有发生。就是看你们这几个废物好欺负我才出手啊！”鹰钩鼻大汉狞笑一声，根本不把史玉柱几人放在眼里。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史玉柱3人脸色当即有些难看。鹰钩鼻大汉当即扬手一转，直接将史玉柱的身体给提起来，然后砸中徐威龙、朱无为2人。3人竟是反应出手回击的机会都没有，直接鹰钩鼻大汉瞬间打趴倒地，这代表他们双方之间的战力差距极大。鹰钩鼻大汉冷笑道：“这样的废物也是1宗圣子？我呸！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垃圾小宗门。”说完，鹰钩鼻大汉拿着钥匙准备走了。这个时候，一只手轻描淡写探过来，抓住鹰钩鼻大汉的手腕。鹰钩鼻大汉眼神一愣，还有不开眼的东西将冲他动手，眼睛一转，便是看见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年轻。他恶狠狠道：“不想找死就给我撒开手！”说着，他准备如出一辙，提起对方往地上摔。然而他一用力，对方抓住他的手腕却是丝毫不动，反而是他自己差点摔了个狗吃屎。小年轻呵呵一笑，眼眸中透露出几分讥嘲之色：“阁下这样的废物也敢行凶作恶，抢我们的东西？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你再用力挣脱一下试试。”你！鹰钩鼻大汉脸色顿时涨红，浑身一用力，那小年轻的手腕如同灌铅一般，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挣脱不出对方的手腕。他知道自己踢到铁板上遇见狠人了，
当即羞怒心慌，冷汗直流。大哥，这钥匙我还给您。鹰钩鼻大汉当即服软。那小年轻接过钥匙，然后一脚踹在他肚子上，巨大的力道当即让鹰钩鼻大汉痛得五官扭曲，抱着肚子跪在地上，只觉得对方这一踢差点将他内脏打爆。滚吧！少年淡漠的声音响起。陆晨舟将手中的玉质钥匙丢给史玉柱，这地上可不允许你们睡觉，走吧。陆大哥，您这么快就赶过来了。史玉柱三人当即惊喜，神色涨红，感觉有些羞愧。不愧是他们认下的大哥啊，要是没有陆晨舟方才出手，他们三个刚才就栽了。而且这是最后一个房间，要是被夺走，那就只有继续露宿荒野过苦日子了。唉，都是宗门圣子，怎么差距这么大呢？陆大哥，晚上您睡床，我们几个人打地铺睡就行。史玉柱几个人很有眼力劲，这个顶楼的客房比较小，但住4个男人勉强凑合。休息了一会儿后，来到楼下开始打探情报。小儿，来点好酒菜。陆晨舟来到一张空桌前坐下，他一个人在这里慢悠悠地吃着东西，史玉柱三人则是到处打听情报，汇总百象宗师的情况。很快，一个有用的情报传来。史玉柱说，这百象宗师当真胆大包天，明知自己被朝廷通缉，更成为我们的考核任务。他不仅不逃，反而伪装成其他宗门圣子的模样，诱骗他人出去。前2日有一队人被他坑害奸杀，都是一个老仆拼命带回来的情报，许多人顺着这条线索去缉拿此人，但现在还没有动静。陆晨舟缓缓点头，这百象宗师确实胆大包天。如此说，眼下那百象宗师级有可能再次伪装，潜回到驿站中寻机作恶。那百象宗师级有可能是这驿站中的任何一人，而眼下要想抓到那百象宗师，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等他现身再次作恶；第二，等前2日出去的人回来更新情报。不管是哪种可能性，眼下都只有等，养精蓄锐。就在几人吃着饭时，驿站外忽然一阵响动，有人惊声道：前2日追拿百象宗师的队伍回来了。陆晨舟等人也被惊动，要去第一时间打探最新的情报。青鱼会不会也在其中？他没有在里面看见苏青鱼，那么苏青鱼极有可能是前2日加入到追拿队伍中了。来到驿站外一看，人群中大部分人灰头土脸，身形狼狈，气息萎靡，人数不少，少说有200-300人，基本上都是以4-5个人做一个小队。而在这其中，陆晨舟看到了一袭青裙的苏青鱼，他露出一个笑容，冲他投去一个火热的目光。人群中，苏青鱼感受到了陆晨舟饱含火热思念的目光，琴手微抬，2人四目相对。苏青鱼那平静的美眸中当即泛起了涟漪，疑惑、惊讶，然后是喜悦和娇羞。他没有打招呼，就脱离了自己小队的几个人，来到陆晨舟面前，众目睽睽之下扑入陆晨舟怀中，玉臂环抱住陆晨舟的脖颈，声音清冷中有着几分明显的喜悦。晨舟哥哥，是师尊让你来做这个任务的吗？陆晨舟大手搂住他的腰肢，嘿嘿一笑。答对了。旋即在他耳畔坏坏道：做好准备了吗？苏青鱼娇笑一声，月颜上涌出一抹迷人红晕，声音有几分羞赧和娇媚。晨舟哥哥都找过来了，难道青鱼还逃得掉吗？悦耳轻媚的声音传来，让陆晨舟心猿意马，心头一片火热。他只恨不得立即提枪上马，将这妮子就地正法。苏青鱼在他心中有特殊地位。史玉柱三人看着他们，目瞪口呆。陆晨舟来做圣子考核任务，还能来泡妞的，而且这妞生得好漂亮，有气质，在这冰天雪地中宛若一朵雪莲，极为出众。陆晨舟抱着苏青鱼，嘿嘿一笑：走，跟我去房间。苏青鱼美眸里闪过一抹娇羞和惊慌。晨舟哥哥，你居然还能开到有房间？完了，这一次真要尸身被陆晨舟吃掉。这种反应让陆晨舟更为血脉喷张。但旋即苏青鱼搂着陆晨舟脖子，莞尔一笑：但是今天不行哦，晨舟哥哥。青鱼那个来了。陆晨舟脸色一僵，浑身如同被泼了盆凉水一般。真的来了。苏青鱼美眸中露出一抹委屈之色。晨舟哥哥，莫不是以为青鱼骗你？陆晨舟看着他的表情，拿捏不定，旋即黑笑，眼神火热地盯着他。不碍事，来了也挺好，反正左右也多等不了几天。苏青鱼耳垂都开始发烫，莫不是这一次真要尸身给陆晨舟了？一段时间没见，陆晨舟身上的变化好大，气息更凌厉，而且更是成为了东玄宗圣子。他眼眸中有些探究的欲望，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陆晨舟要比上一次见面更为霸道主动，也能让他感觉到一种安全感了。这个时候，苏青鱼身后走来4个人，这4人都是女修，其中3个年轻貌美，余下的乃是个中年美妇人。青鱼，她是谁？这3个年轻貌美的女修一看就是其他宗门的圣女，见到2人搂搂抱抱，各自皱起眉头，眼神不善地打量起陆晨舟。苏青鱼露出一个优雅端庄笑容，
松开陆沉舟，介绍道：“这是陆沉舟，我们东玄宗的圣子，更是我的未婚夫。沉舟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妙玉宗圣女蔡莲姬，这是建玄宗圣女徐冰倩，这位是琅琊宗圣女独孤亚楠，这位是妙玉宗长老韩夫人。同宗圣子圣女竟还是未婚夫妻关系，这放到许多宗门内都是比较少见的。而且这两个人看上去感情还挺好。由此，这3个宗门的圣女眉头微微舒展，但看陆沉舟的目光还是排斥不悦。”苏青瑜轻笑一声：“几位姐姐先行回房休息吧，我与沉舟哥哥说会儿话就回来。”然后几人离开，苏青瑜解释了一句：“沉舟哥哥不要怪他们，这一次出去追击百象宗师，看到了太多不好的东西，进去说正好从你这里听听怎么回事。”陆沉舟搂着他的腰肢往客栈里面走，苏青瑜面红耳赤，美眸慌张娇羞，却也没有拒绝陆沉舟如此动作。几人来到桌子前坐下，史玉柱3人恭恭敬敬喊：“大嫂！”苏青瑜美眸中异彩连连，没想到陆沉舟初来乍到，竟是就收服了几个宗门圣子当小弟。然后他说起情报，此次出去追击百象宗师，我们发现了他的老巢，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他逃掉了。但我们这支小队已经再度掌握了百象宗师的线索，今天回来便是短暂休整，然后继续出发。沉舟哥哥可以跟我们一起追捕此人。史玉柱3人神情顿时大喜，通过圣子考核任务有望了。2队人马休整了1夜后，次日一早便是在风雪中出发，半天时间奔行了800里。一行人此刻正在一条冰河边休整，这时一队人马也来到这旁边，是墨兰仙城的那几个人。苏青瑜见到这几个人，脸色微冷，美眸中泛着冰冷幽光。我们被跟踪了。苏青瑜、蔡莲姬、徐冰倩，没想到在这里又碰到你们几个了。那墨兰仙城的为首之人冷笑一声，眼中隐约有几分贪婪淫秽之色。独孤亚楠啐了一声，真是晦气。哟呵，这一次还知道带上几个护花使者，有用吗？4个人朝着他们8个人走来，若是不想受苦，就把百象宗师的下落交代出来。就是你们几个千娇百媚的小姑娘，如何是百象宗师的对手？过去了，怕不是沦为他胯下玩物。若是发情了，可以找我们几个解决需求吗？对了，妙玉宗的贱货不要。几句话气得几女够呛。邓建白，你也配是一宗圣子？满嘴污言秽语。孤独亚楠怒斥一声，当即抬手一招轰出，数种意境之力的光芒涌现。当，那邓建白只是抬手一抓，就将独孤亚楠的招式给捏爆。小美人儿，何必自讨苦吃？说着，双方就在这河边爆发了战斗，而几女则是被压着打。史玉柱、徐威龙、朱为3人见状，也是纷纷向前掠阵，帮助4女。至于妙玉宗那位韩夫人长老，不知为何没有现身。陆沉舟则是站在后面观战，没有立即出手。7个人合力攻击，竟是打不过邓建白4人，竟是被打得节节败退。陆沉舟也是第一次见到苏青瑜出手，他领悟了7种意境之力，乃是地境9层的修为。邓建白一边应付几人的攻击，一边还有闲心看了一眼后面站着不动的陆沉舟，戏谑讥嘲道：“你们几个护花使者，怎么光看戏不出手啊？几个美女，你们这找的人也不行啊！”这种离间之话，当即让几女眉头一皱。陆沉舟站在后面老神在看戏，一点出手的意思都没有，让他们对陆沉舟观感更差。这人还是苏青瑜的未婚夫，怎么如此贪生怕死，一点担当都没有？听到邓建白羞辱陆沉舟，苏青瑜脸色一冷，身上灵力波动更为汹涌，显然生气了。史玉柱直接大骂：“陆大哥怎么做事要你们管？”陆沉舟淡淡冷笑一声：“我这人出手不懂控制力道，怕直接把你们打死啊！”邓建白听到陆沉舟的话，顿时大笑讥嘲起来：“哎呦喂，打死我们？我们好怕怕哦！能把贪生怕死、不敢出手说得如此清新脱俗，你是第一个。”陆沉舟闻言轻轻点头：“你确实应该怕。”几人脸上讥嘲之色更浓，如同看傻子一样看着陆沉舟。滋滋，轰隆隆，先是电弧涌动，然后一瞬之间雷暴声响起，陆沉舟身形化作奔雷，扬起一拳，朝着前方的邓建白扑杀而去。邓建白面露轻蔑之色，同样如陆沉舟一般扬拳往前一轰。7个人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不敢出手的小白脸能有什么实力？不过花架子罢了。轰，2拳碰撞，邓建白脸色倏然大变，他只感觉到一股如排山倒海般的无匹力量传递到身上。砰砰砰，邓建白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电弧爆炸声，一身衣服被砸了个稀巴烂，整个人也被巨大的力道给逼退数十步。好强的力量！余下数人神情顿时一惊。陆沉舟淡淡道：“你们都退下休息一会儿，这几个嘴臭的东西交给我来收拾就行。”苏青瑜美眸一亮，他还从未见过陆沉舟出手，但陆沉舟这般甫一出手就带来了定海神针一般的效果，令人心安。
能行吗？徐冰倩眉头皱着，有些不太相信陆晨舟。史玉柱开口道：交给大哥就行了，昨天大哥可是连天人都斩了一尊。此言一出，众人神情惊疑不定地看着陆晨舟。地境斩天人，真的假的？徐威龙和朱无为点头附和。此事乃是我们昨日亲眼所见，做不得假。七人当即退下。邓建白眼神一耸，面色变幻不定地看着陆晨舟，脸上没了方才猖狂激潮的笑容。笑啊，你们怎么不笑了？陆晨舟看着这4个人，反而露出一个冰冷残忍的笑容。怎么，你们是不笑子吗？邓建白面色难看。你装什么？你真以为你是我们的对手？你要装逼一个人对付我们4个人，那就如你所愿，一起上收拾了这个小白脸。他不信这小白脸真能斩杀天境。白沙掌、水云符、仙龙指、千鹤影。邓建白4人当即齐齐大喝，身上意境之力狂涌，齐齐朝着陆晨舟扑杀而去。这场面天地色变，不愧是各宗圣子，这墨兰仙城果然有实力，难怪苏青瑜、史玉柱等人不是其对手。就这，陆晨舟看到他们施展出来的意境招式，眼中露出失望之意，神色轻蔑讥嘲。那就拿你们来试剑。陆晨舟身上蓦然爆发出恐怖的雷霆剑意，令人悚然，身体都不由颤抖起来。而后他一只手拔剑，冰冷无情的声音缓缓响起：雷霆剑意。轰隆隆，雷光乍现，一剑雷芒狂暴流星在100米范围内一闪而逝。一声雷响之后，邓建白瞳孔顿时收缩到极致。好恐怖的一剑，我为何看到了自己的身体？在他的瞳孔中，他看到了一具熟悉无头的尸身。噗！这4人的头颅顿时冲天而起，无头尸身从脖颈处喷涌出鲜血。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念头是：啊，原来我死了！扑通，头颅和无头尸身齐齐倒在地上，浸红了血面。好恐怖！一剑就杀了4个圣子级别的地境天才宗师。除却苏青瑜外，余下几女看向陆晨舟的眼神陡然猛变，清澈了许多，再也没有方才的轻蔑与看不起。大哥威武！史玉柱见到这一幕，当即神色涨红，大吼。徐威龙、狐假虎威冷哼一声，非要逼大哥出手找死，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还敢看不起大哥。朱无为冷哼，这一句话听得旁边几女脸色涨红，不由下意识低下头。唯有苏青瑜昂首挺胸，感觉脸上有光，感到一阵骄傲。他由衷的为陆晨舟感到震惊和开心。照这样下去，他真的失身给陆晨舟了。他看向陆晨舟的眼眸中探究欲望越发浓厚，真想知道陆晨舟这几个月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感受着体内涌入的2000多缕纯阳之气，陆晨舟有些满意，又能顿悟功法了。陆晨舟收剑，开口道：走吧，追捕捉拿百象宗师。一行人再次上路，朝着线索方向追去。路上，几女问苏青瑜：你未婚夫这么厉害，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上次如果有陆圣子在场，定不会叫那百象宗师给逃掉。苏青瑜眼底有一抹警惕之色，这几个浪骚蹄子该不会想打陆晨舟的主意吧？傍晚时分，几人来到一座山峰下，止住步伐。妙玉宗的圣女蔡莲姬开口道：我的追魂香就停留在这里了，那百象宗师应该就在这山峰之上。史玉柱开口道：那我们找下出入口，布置下阵型，防范那百象宗师再次逃掉。寻常的地境宗师没有飞天遁地之能，要上这高达数百米的山峰，只能找出入口。几人在这附近搜寻上山通道。咻！忽然一把大刀飞来，拦住几人的去路。史玉柱看清楚那大刀的模样，神色一惊，失声脱口而出：黄承思，阳明刀。黑暗中响起一道狂傲轻蔑的声音：既识阳明刀，你们这些废物还不退下？若坏了捕头大事，拿你们的贱命祭刀。所有人脸色顿时惊变，黄承思的人怎么会在这里？黄承思乃是大夏皇朝掌管刑法机构，各地捕快都由其掌握调遣，权力巨大，专门负责一些大案要案。我们怎么会在这里？讥嘲轻蔑笑声响起。抓捕一个小小的百象宗师，3个月都没有完成，你们这些宗门任务还放跑了一次，朝廷决定派我们来解决此人，捉拿归案。徐冰倩惊声道：那我们的考核任务怎么办？你们这些废物还想通过考核任务参加朝廷精英选拔？痴人做梦，当然是全部按失败做算。黑暗中走出数位身穿深蓝色官服，腰佩阳明刀的捕快，个个至少都是地境宗师巅峰的修为，要么极为天才，要么就是背景出众才能进入黄承思。史玉柱、徐冰倩等人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他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眼下都追到百象宗师的老巢，要被算考核作废，如何忍得下就此罢休？史玉柱开口道：这位大人，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都追到这里了，
一定能拿下百象宗师，完成朝廷的考核任务。呵，那为首的年轻捕快冷笑一声，你们能拿下百象宗师，痴人说梦。你们恐怕还不知道，那百象宗师不只是一人，而是一个团伙，足有数十人的规模。就你们这几个废物上去，也只能是送死。此言一出，徐冰倩等人神色一惊，眼中露出惊惧之色。百象宗师竟然是一个团伙，知道怕了的话就滚吧，别妨碍我们皇城司办事。几人面色不甘，却又不敢忤逆眼前这名捕快。这时，一名身穿黑衣华服的中年人现身，这几名狂傲的捕快顿时恭恭敬敬。捕头。那中年人打量了陆晨舟等人一眼，问怎么回事。这捕快将来龙去脉说了一下。中年人声音肃杀，却又沉稳温和。百象宗师这群人非你们能对付的，退下吧，莫在此白白葬送了性命。史玉柱、徐冰倩等人面色不甘，只得望向陆晨舟。陆晨舟呵呵一笑，往前一踏。这位大人，打得过打不过，总要打一场知道。你们轻飘飘几句话就断送了我们的未来，上哪说理去啊？他若是在此处退步，如何参加接下来的万仙城选拔？没有身份地位，处处受人看不起，凭什么？就因为他是普通人，寒门出身，没有一个牛逼的祖宗，就要处处低人一头。公民身份自靠拳头来取。那年轻捕快闻言神色一怒，当即大骂：贱婢，捕头大人为了你们好。陆晨舟眼中当即有杀意，怒气翻涌。贱婢，没身份地位，没有朝廷认可，处处低人一头。那中年人捕头却是抬手挡住年轻捕快，一双沧桑冷峻的目光看着陆晨舟，嘴角微扬。就这么想带住百象宗师？陆晨舟脸上露出一个有些危险的笑容。不打过一场，属实叫人难以服众啊。这是想和皇城司的捕快打一场。中年人捕快目光饶有兴趣地看着陆晨舟。这样吧，你和他打一场，你若是能赢他，我就允许你们参加任务。以3招为限，这是要得到这位捕头的认可，才能继续参加任务。也好，叫你们这些贱婢认清一下身份尊卑的差别，其根本是实力悬殊。那年轻捕快冷笑一声，朝着陆晨舟走去。显然可以开始动手了。左一口贱婢，右一口贱婢。陆晨舟眼中怒意翻滚，令人悚然，身上气势倏然暴涨，声音冰冷彻骨。莫非你高贵得很，有几条命可以活？史玉柱、徐冰倩等人面色涨红，拳头紧攥。陆晨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看着陆晨舟的背影，苏青瑜的美眸有几分痴迷。雷霆意境，这种小地方如此偏僻，竟然还有领悟雷霆意境的人才。站在后方的几个捕快神情有些惊讶。下一瞬，轰隆隆，陆晨舟化作惊雷，瞬息之间便涌至那捕快身前，大手携裹着雷霆之力，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整个身子从地面上提起来。你高贵在哪？不需3招，1招便可。冰冷讥嘲的声音响起，让史玉柱、徐冰倩等人激动的身子都在颤抖。太霸气了！那被陆晨舟掐住脖子的年轻捕快脸色涨红，铁青，只感觉难以呼吸，奋力挣扎住陆晨舟那只手如同灌铅一般，无论他如何挣扎，都纹丝不动。呵，陆晨舟轻笑一声，看向中年人：捕头大人带这样的废物上场，难道不是去送死，让任务失败吗？方才的话原原本本还给他们。中年人饶有兴趣地看着陆晨舟，没有动怒。你很不错，既然有实力，也不怕死。那这任务就允诺你们一同参加。松开他吧。史玉柱、徐冰倩等人脸色顿时一喜，关键时刻还得看老大出手才行啊。闻言，陆晨舟松手，如同丢垃圾一般，随手将手中的捕快丢到一旁，淡淡道：以后嘴巴干净点。那捕快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额头青筋突爆。中年人捕头道：技不如人，方知人外有人了吧？没点长进的东西。那年轻捕快当即拱手弯腰，低下头，不敢忤逆捕头。见到这一幕，陆晨舟拱手道：接下来既是一起做任务，敢问如何称呼大人？中年人捕头道：龙渊道。纪文渊。朱为神情一惊，失声道：竟然是铁面无私祭神捕。整个龙渊道唯一愿意为寒门平民伸张的捕头大人。众人神情一震，多少也有耳闻。纪文渊神情淡然，目光望向山峰。此山易守难攻，我方才去探了探道，要想拿下百象宗师这群人，须得分3路人马，一路从背后奇袭牵引他们，一路人马去勾引几个调虎离山，一路人马擒王。小子，你敢有胆去从后面奇袭这群匪徒吗？你若能活下来，本官可以许诺你，不用走万仙城选拔，也可以加入龙渊道皇城司。此言一出，所有人神情一震。纪文渊这是冲陆晨舟抛出了橄榄枝，生了爱才之心，个个目光艳羡地看着陆晨舟。越过万仙城选拔就能当官，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陆沉舟就如此出众。只见陆沉舟神色淡然，轻笑一声道：“我辈男儿，功名靠双拳自取，既不投不必激我，这活儿我应下便是。既有能耐自取，何必叫别人看清？你以为的馈赠，暗中早就被标好了价码。”好。纪文渊眼眸中露出一抹欣赏之色，然后他看向苏青瑜、徐冰倩几个女孩子：“百象宗师这群人好色，你们从正面出发，调虎离山，不必担心，本官这些下属会护你们清白周全。”若是其他人说这个话，苏青瑜几女还不敢信，但纪文渊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充满信誉。本官会去秦王。吩咐完，一行人就开始各自行动起来。兵分3路，陆沉舟来到山峰后，他站在原地，身上雷霆之力鼓动，然后身形咻的一下，直接从原地蹦到100米之高。而后水、风2大意境转动，雷霆意境凝聚勾连成锁钩，死死撼中山峰之中。陆沉舟脚踩雷霆，便是爬上这数百米之高的山峰。来到山顶，陆沉舟便是看到了搭建十分精致的宫殿，内外都有修士巡逻把守，人数已然不少。宫殿内部隐约有女子的惨叫声传出。谁？这时3个人组成的巡逻小队正好撞见陆沉舟。陆沉舟脸上露出狰狞残忍的笑容：“送你们上路的人，这些可都是送上门来的纯阳之气，是他的修炼资粮。”声音落下，陆沉舟身若奔雷，朝着他们袭杀而去。轰隆隆，雷霆之声炸开。砰！这纪文渊欺人太甚。精致的宫殿之中响起百象宗师的怒吼声，内部众多被掳来的女子大气不敢喘。其他的百象宗师一口吃肉，一手玩弄劫来的女子，一共有18把交椅，这18个人便是完整的百象宗师。一旦其中有一个人在外作乱，就会返回此地享乐，余下的人继续出去顶着百象宗师的名头犯奸作科。大哥，你消消气。一个娇躯如蛇的红裙女子安抚着他。这纪文渊就跟条疯狗一样抓着我们不放。百象宗师老大怒气难消，昨日他都盯上了一群姿色上佳的小娘皮，都准备下手时，那纪文渊现身，吓得他赶紧逃回老窝。大哥，不碍事，等过了这阵风头就好。在红裙女子如此安慰着时，诸位大佬，不好了！此时一个喽啰神情慌张地跑进了宫殿，脸色煞白道：“有敌人！”声音落下，满堂哗然，18个人顿时起身，面露怒容。什么？有人摸到了这里？那纪文渊真是不罢休，真当老子杨如海是泥捏的不成？杨如海嘴上如此怒声道，但内心却是有些惊惧。这纪文渊一身能耐太过恐怖。此前有一个团伙想要伏击纪文远，100多50多名精悍好手被其杀个干干净净，叫龙渊道其他同行胆寒。那小喽啰连忙道：“大佬，不是纪文渊，是一个小年轻，应该是接了朝廷的考核任务。”报！这时候又有一个小喽啰来报，禀报各位大佬，前锋发现了4个小娘皮，叫喊着要捉拿百象宗师。闻言，杨如海神情一松，不是纪文渊，是那些宗门弟子，革老子的！表情有些莫名其妙。我放他们一马，他们还敢自动送上门来？大哥，我去前锋帮您把这几个小娘皮抓回来。当即有几个交椅上的人站起身，主动请缨。杨如海淫笑一声：“行，你们先去，老子去后山处理那个小年轻。”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竟敢只身冲撞上山，想抓百象宗师。杨如海带着几个人来到后峰，当即呼吸急促起来，目眦欲裂：“小子，我要抓了你喂狗！”只见前方血染尽血面，一个少年地下浮满了10几具尸骸，有种就来。陆沉舟见到杨如海，声音也大，毫不畏惧，一手持剑，一手冲他勾了勾手指：“我的命就在这里，来取便是。”声音落下，杨如海拿出一把大刀，身形腾空，快若惊鸿箭矢，朝着陆沉舟劈砍而来。当，刀剑碰撞，火花四溅。陆沉舟脸色当即一凝，此人并非地境宗师，而是天境。情报有误，难怪几百个圣子圣女几个月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而纪文渊拦住他们不做这个任务，其根本原因，这百象宗师内部有人突破到了天境。这小子娘胎里就开始练剑了不成？杨如海身在天境，按理说碾压一个地境宗师那是轻轻松松，但无论是从反应速度还是力量招式来说，这小子都与他旗鼓相当。无论他怎么出刀，陆沉舟都能轻松接下，反而逼得他额头开始冒冷汗。这小子不过才18岁左右的模样，为何战力如此凶猛，招式老辣？大哥，我来助你。身后那红裙女子见迟迟拿不下陆沉舟，她从腰上解下一条皮鞭，灌注灵力，催动意境之力，朝着陆沉舟抽打而去。当当，陆沉舟有条不紊地应付2人攻击，但也感受到了压力。这2个人都是天境，
但他们不是大宗门出身，便是到了天境，一身战力也有缺陷。啊！陡然间，雷霆剑意喷发，杨如海一个机灵，浑身毛骨悚然，当即避开，旋即反应过来，这一剑根本不是对付他，而是对付身后战力更弱的红裙女。他当即扭头，目眦欲裂，便是看到这一道雷霆剑意，直接将红裙女的肉身给从腰部展开，两截尸身顿时倒地。18！杨如海看到这一幕，愤怒嘶吼，浑身颤抖地看着陆晨舟，双眸赤红。小畜生，你该死，谁也救不了你！他当即燃烧精血，势必要把陆晨舟斩杀于刀下。手中的大刀散发出极为凶险气息，让陆晨舟目光凝重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却是响起一道轻蔑的冷笑。杨如海扭头一看，便是看到一身黑色官服的纪文渊，额头当即青筋突爆而出，气息催动，更为坚决地朝着陆晨舟斩杀而去。死！纪文渊已经追来，那说明前锋的人马已经被解决了。他如果不杀掉眼前这个小畜生，他也要死在纪文渊手下。如今刚一突破天境，得享400年寿命，他身上还有大量掠夺来的钱财，哪会甘愿受死？找死！纪文渊当即眉头一皱，身形向前暴掠，准备斩杀杨如海。他是真的没想到，这奇袭任务叫陆晨舟完成的漂亮，而且还斩杀了一个天境。此子当真优秀，若是折损到这里，那将是损失。陆晨舟看到纪文渊而来，眉头一挑，眼中露出更为凶险的目光。要抢我的纯阳之气，那可不行。这杨如海已经摆明不是他的对手，只要拖过他精血燃烧爆发这一阵，就能将他斩杀于剑下。这可是行走的1000缕纯阳之气。他身上的气势蓦然一变，取而代之似的煌煌大日剑意，霸道绝伦。这一剑不求快，而是堂皇霸道。恐怖的剑意浮现，陆晨舟对着身前奔袭而来的杨如海就是奋力一斩。轰隆！什么？恐怖的剑意爆发出来，吓了杨如海一跳。这小畜生竟是还有底牌。他咬牙切齿，抬刀防御，磅礴霸道的剑意威压而下，竟是当即让他有些无法招架。这怎么可能？杨如海心中惊骇，身体蓦然一颤。他堂堂天人境界的修士，竟是扛不住一个地境宗师爆发出的剑意。就在杨如海抵抗大日剑意的一瞬间，陆晨舟身若雷龙向前暴掠，而后一拳杀出，拳罡森雷恐怖，双眸冰冷，往前一轰，砰！鲜血溅射到陆晨舟的脸上，而杨如海的胸膛被这一拳轰出个巨大的空洞，内脏尽数在这一拳之下沦为渣子。杨如海身形一颤，眼神不甘地倒下。1000缕纯阳之气顿时涌入陆晨舟体内，够劲！什么？跟在纪文渊身后的一众皇城司捕快刚抵达此处，便被陆晨舟这一剑一拳给吓了一跳，个个瞠目结舌，如同看到鬼一样。就在他们面前，陆晨舟2招就跨越大境，斩杀掉一尊天人境界。这是什么怪胎？看着陆晨舟这张极为年轻，还有2分稚嫩的面孔，个个捕快心神震颤，大脑一片空白。而苏青瑜、徐冰倩、蔡莲姬、独孤雅、南也看到了这一幕，同样个个目露震惊之色，内心掀起惊涛骇浪。陆晨舟一根手指划过，将杨如海的头颅斩下，血雾喷发。陆晨舟将剑插于地上，抹了抹脸上的血，冲纪文渊一笑：“100项宗师人头在此，考核可算通过。”纪文渊也是眼皮子一跳，心情有些震动。这小子，陆晨舟给他带来了太多惊喜。他沧桑的脸颊上露出笑容：“自然算数，待本官返回龙渊城，便给你们核算任务，你们便是各宗圣子圣女了。”此话一出，史玉柱、徐冰倩等人面色大喜，他们这是成了陆晨舟的顺风车啊。而后他看着陆晨舟：“由我举荐，你可跳过万仙城大选，直入皇城司，如何？要不要来本官麾下做一捕快？”纪文渊再次对陆晨舟抛出橄榄枝。陆晨舟闻言只是笑了笑，将头颅抛给纪文渊：“公民身份，我被男儿靠拳头自取，否则今日捕头提携一番，来日又该有人说我是性劲小辈，寒门贱婢一个。”纪文渊闻言眼神欣慰：“也好，这少年的性子当真刚强无二，若是半路不陨落，未来必定大放异彩。”至于方才口出狂言的那名捕快，此刻是彻底不敢抬头的陆晨舟收剑，目光暧昧地看着苏青瑜：“走吧，我们该回家了。”苏青瑜只是被陆晨舟看了这么一眼，芳心便是有些酥酥麻麻，娇躯有些发软无力。坏了，这一下他可能真的要被陆晨舟吃得死死的。陆晨舟崛起的速度太快，别说在控制陆晨舟，如今这圣女考核任务也是依赖陆晨舟完成。他目光羞赧，心底慌张，两腿一软，竟是不由自主地跟在了陆晨舟身后。